入了冬的朔北城极冷，人烟稀少的官道上，一群衣着单薄且身上污迹斑斑的女子正颤颤巍巍缓步前行。啪！一道鞭笞声在寂静的雪地中骤然响起，落至队尾的女子被一把抽翻在地。给老子走快点！断后的官兵满脸不耐，丝毫不在意匍匐在雪地中的女子是死是活。倒地的女子挣扎了几番，还是直不起身。队伍前端的然子咬了咬牙，迅速褪下仅剩的一件单薄破旧外衫，小跑至队尾将女子扶起。能起来吗？他低声询问，怀中女子虚弱的睁眼点头，谢谢你。啪！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又是一鞭子甩下，只是这一次是在然子背上，他的嘴唇瞬间煞白，然后不再停留，扶着女子蹒跚着向前迈步。被雪覆盖的大地上因着他们留下一串细长的脚印，又被紧接而来的风雪淹没了痕迹。城墙上望哨的官兵本还昏昏欲睡，却在见到雪地中的一对黑影后兴奋了起来。他直起身吹了个口哨，向后大喊道：东陵关女子来喽！东陵关女子是这些边境官兵对那些家族落败后充为军妓女子的称呼。然子一行人被扔在一间破败营帐内，寒风自帐顶的窟窿洞中灌入，他们的身体因着寒冷瑟缩不已。我们会死吗？刚刚被然子救起的女孩披着她的外衫，小声开口。闻言，然子向她勉强笑了一下，然后摸摸她的头。不会的。小女孩湿漉漉的眼神让她心中悲凉顿起。就在1月前，她还是无限风光的太医院士嫡女，可父亲不知怎的就得罪了宫中权贵，冉家因此遭遇了灭顶之灾，女子皆充为军妓，而未满16的男子也发配到了边关。忽然一道大力掀开了帐帘，突如其来的光线打断了冉子的思绪，他下意识眯了眼，把那两个带走。随行官兵粗暴地将另一侧角落的2名女孩架起，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被强行拖出去。听着女孩的尖叫与呼喊声渐远，冉子的手心都被掐出了血痕，他颤抖着蜷缩得更紧了些。虽然早就知道来到这里会发生什么，但亲眼看着身边的人被带走，却又是另一种感觉。室内又恢复了灰暗，谁都不知道下一个被带走的会是谁。突然身侧一名看上去11、12岁的女孩哭了起来，一个人带着一群人，转瞬间整个室内都是女子的抽泣声。冉子被他们的哭声染得心情烦躁，却又无可奈何。不知过了多久，门帘又被撩起，冉子只觉外面的寒风更甚了，吹进来硌得脸颊生疼。你们谁的父亲官阶最高？为首的官兵屁事他们大喝出声，而室下的女子们皆如受惊的鹌鹑，一个个颤巍着不敢说话。官兵失了耐心，大手一挥，指了指冉子身侧的女子，就她了。被点到名的女孩顿时惊恐地瞪大了双眼，不，我的父亲只是个郡太守，她是太医院院士的女儿。女孩疯狂挣扎着，她食指抠地划出道血痕，而那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冉子。冉子难以置信地抬头，他眼看着架着那女孩的官兵一把扔开她，脚步渐近。他刚刚甚至还帮过这个女孩。得到自由的女孩立马手脚并用爬回角落，身体因着巨大的恐惧而不停哆嗦，她的眼神闪躲，不敢看冉子。在这边境，父亲曾经的官职有多大，被贬后的女儿就会有多惨。毕竟这群受尽苦寒的将士中，看不惯京都官员的大有人在。放开我手脚，均被死死地桎梏着。冉子用力扭动着四肢，却依旧无法撼动男人们的力量。而在撩开帘子的那一刻，他看到了挤在营帐外边一群黑压压的士兵，他们眼眸中的火焰高涨，有的甚至舔着嘴唇解起了腰带。别玩死了！抓着冉子的高大军官暧昧向众人吹了个口哨，得到许可的众士兵附和着高呼一声，便再也按耐不住心中饥渴，涌上前去。老子先看到的那个，给老子让点位置！冉子最后的目光停留在帐帘掀起又落下的那一刻，他看到那个以为自己逃离升天的女孩，在下一秒被撕碎了衣物，仿若最廉价的玩物，任人摆弄。刹那间，冉子心中一道隐形的屏障仿佛碎掉了。15年来，那些来自父亲的教诲、京都女子的修养，以及书中所描写的礼义廉耻，在顷刻间被眼前的一幕幕推翻瓦解。拼命反抗的四肢逐渐平缓，他眼神空洞地望向苍白的天空，耳边脑中皆是不远处营帐内的污秽言语以及女子沙哑的嘶喊。他终于明白了，这里是与朝边境朔北军营，充斥着粗鲁与野蛮，和他曾经生长的地方完全不同。少将军，抬着他的2个人骤然一顿，回过神的冉子发觉他们的手似乎在颤抖。给你们都撕的！程烨绕过2人走向冉子，微弯着腰，手中皮鞭一挑，他的脸便被板正过来。看清他容颜的那一刻，微眯了眼。这女孩和他记忆中那人的容颜有些相似，可她的身份是不会出现在此等地界的。他的沉思只维持了片刻，然后恢复正常。这是第几个了？瞧把人家小姑娘吓的。是，少将军，我们这就放人。2名官兵忙不迭地松开禁锢冉子的手，他们运气也太背了，军中谁敢惹这位爷？放开作甚，本将又不要。程烨直起身，甩了甩鞭子。2名官兵，冉子，是，
小的这就抬走。二人冷汗淋漓。少将军见此，冉子连忙抓住了程烨的衣摆，眼神中带着乞求：“我会些医术，可以供少将军差遣。”通过方才的对话，他敏锐地察觉到他即将被送去的那处必然是个施虐成性的角色，不然这少将军为何上来就问第几个？且眼前这个被称为少将军的人地位定不会低。如今的冉子只想先逃离接下来发生的事，而这少将军是他目光所及之处唯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人。你跟了都司就不能让我调遣了？看出他的心思，程烨顿住了脚步，回首戏谑地俯视着他，一语既出，两个官兵心下咯噔一凉。若是让自家都司知道他们惹上了这尊神，只怕是要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你这个贱人胡说什么啊！后背泛寒的官兵抬脚就要踹向冉子，忽然小腿被鞭子一卷，而后便觉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就飞了出去。少，另一人看着眼前的一幕直发颤，生怕下一刻迎接的就是程烨腰侧的长刀。少什么少，还不快滚！程烨眉头微蹙，是。得到命令的两位官兵立马连滚带爬的起身。哎，带上他一起。说罢，程烨一把抽出被冉子攥紧的衣摆，甩着手中皮鞭向前走去。不过你们家都司大概有心力不足喽。少将军冉子错愕抬头，冉子被扔到了都司营帐，为了防止他逃跑，四肢也被捆上了麻绳。他的内心惴惴不安，待到听到外面骚动，他才明白这位古怪的少将军所言为何。快去请医师。室内涌进了很多人，冉子躲在角落，小心谨慎地看着众人。而在那中间，似乎有个浑身是血的人被抬了进来，嘴里还时不时发出几声由于扯到伤口引起的痛呼。大人，少将军负了伤，需要医师，都司大人这边调派不足。混账！他负哪门子伤？徐都司副将额头青筋暴起，一把踹开埋头汇报的小将士。也不知今日这程烨发什么疯，非得找上门来要与都司大人比试，最后将人打成这样，还负伤？方才还见他路过营帐，简直欺人太甚！副将气愤的一掌拍向侧边桌案，木屑横飞间，躲在角落的冉子便暴露在了众人眼前。他是谁？副将皱眉，回大人，是今日新来的东陵关女子，她父亲官职最大，是都司大人吩咐带回去。副将恨铁不成钢地瞥了一眼自家都司。徐都司憎恶京中高官，折磨新来关女子的事情并不是秘密，只是今天飞来横祸，又看到这女子，实在是气不打一处来。军爷，我可以知大人听到要被带回去的冉子立马瞪大了双眼，他可不想被送回那个地方，成为人人可以践踏的物品。他艰难地移动身体，爬至副将身前，眼中带着些惧意与试探。家父曾为医者，我可以试试治疗这位都司大人。闻言，副将蹙眉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给他松绑。后面的士兵上前解开了捆住他四肢的绳索。冉子活动了下手腕脚腕，深呼吸一口，向床榻上那团血肉模糊的人影走去。不过就看了一眼，冉子便心惊不已。徐都司的身材十分肥硕，若不是在军营，他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个武将的身体。他趴在榻上，整个后背血肉模糊，破碎的布料贴着血肉。他又伸出手指轻按了下此人手臂，却不想引起一阵哀嚎。你会不会知？副将见此勃然大怒，若不是少将军那边不给人，他早就将这个女人扔回军纪营了。大人稍安勿躁，都司身上的伤损了筋骨，虽外伤极重，但倒也不致命。冉子被他吼得瑟缩一下，而后硬着头皮继续道：我需要木板与麻绳和一些止血草药。有笔墨吗？给他拿上来。副将冷哼一声，甩下命令。冉子接过纸笔，手中书写一阵，然后递过去，按这个药方熬药过来。你在指挥我？副将大力接过手中药方，语气不善。我不敢，只是都司大人伤得不轻，需要尽快处理。冉子垂眸咬牙，眼前人许久未再开口，周围的寂静让他心跳得厉害。按他说的做。未久，副将终于开口，他转身走向营帐外，又顿了脚步。你暂且留在此处医治都司大人，若有差池，便不用活了。他语气轻飘飘中带着残酷，听在冉子耳中却宛若心声。谢大人。待人走后，他的身体再也抑制不住地斜靠在床侧，大口呼吸着，额间一滴冷汗划过。若能留在这里医治都司，倒也能暂且逃过被送回去的命运。当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哀。第二章逃跑。大人，该喝药了。冉子垂着头，从外部恭敬地端药进来。床榻上趴着的男人见此，不怀好意地眯起了眼，在冉子行至他边时，一把抓住了他握住药勺的手腕。小美人。冉子蹙眉挣扎了一下，大人，请您先喝药。他微咬着红唇，眼眸中有些胆怯，却看得眼前的男人更加难以自持。徐都司本名徐行，今外正四品武官，生平最大的爱好便是玩弄那些被贬的权贵之女。这次送来的冉子简直是他所见中过的军妓中最漂亮的。他的手指摩擦着他的手腕，不自觉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冉子被他的动作带起一阵恶寒，
强压住胃中机遇作呕的翻涌，状似无意的挣扎碰到他的一处伤口。啊！徐行痛的一把推开他，蜷缩起身子。冉子后退几步才稳住身形，只是手中的汤药却洒了大半。大人息怒，我这就为大人再熬一碗。他慌忙的跪下，然后急急端着盘子逃一般退了出去。徐行眉头拧成结，肥硕的身体痛苦扭曲，目光紧盯着那抹倩影，后槽牙咬得咯吱作响。砰！拳头捶在床侧，眼眸中是压不住的怒火。程烨那个臭小子把他害成这样，总有一天他要让他百倍奉还。离开营帐的冉子喘着粗气，他是十分谨慎的。徐行主要伤在筋骨皮肉，为了让他好的缓慢拖延时间，他刻意减少了药量，并用几味作用平平的药材替换了可以更快好转的药材。为此，他身边的副将杨田还质疑过他的医术是否得当。天知道杨田将他拖去质问时，他有多么紧张。只不过他身边并没有懂医之人，再如何怀疑也定不了他的罪。况且徐行确实正在好转，现如今他们只能信任他。想清楚这一点，冉子的行动便硬气了许多。只是不论如何拖延时间，徐行终有恢复的一天。而且刚刚那一幕已经并不是第一次了。这样想着，冉子的手指紧握成拳。他的身份还是送给徐行的军纪，是以不能坐以待毙。在熬了碗药送去之后，冉子提着2个木桶向外走去。朔北军营的后方有一条护城河，如今深冬，河面早已结了厚厚的冰。他熟练地抽出腰侧绑着的木棒，双手举着木棒对着冰面用力一敲，然后将木桶放下打水。军纪在军中，除了夜晚满足士兵需求，白日还要做些杂活。虽然他目前受命照料都司不用回到那肮脏的营帐，但必要的事情还是不能落下。冉子倒不觉得这些事多难接受，顶多就是累了些，毕竟这是他可以暂且远离那片军营的唯一机会。2桶水打满，他直起腰，目光望向冰河的对面，那是一片雪白且没有营帐驻扎的地方。如果能越过这片冰河，他就能逃出去。军营中没有女人的衣服，因此他穿的都是些破旧的男子衣物，而这宽大的男子服饰套在身材娇小的冉子身上，则衬得极不合理。他用刀裁下过长的裤腿和衣袖，然后将腰带又系紧了几圈。冉子屏息听着外面来回的冰靴声。子时已到，按照他这些时日的观察，此时正是官兵换防之际。他用从徐行身上顺来的匕首割开营帐后角落，猫着身子钻了出去。外面风雪拍打在脸上的那一刻，冉子只觉得自己又活了一次。他竟然真的越过了那片军营。目光所及的大地因着被雪覆盖在夜色中泛着灰白，他凭着记忆走到那条冰河，如白日所见一般，河的对岸就是出路。心口的跳动在耳际轰鸣，他喘着气，眼神直直盯着冰面，脚掌颤抖着提起。虽然知道这冰层很厚，但真踏上的时候又是另一种感觉。冰面上落着方才下过的雪，随着他的脚步带出一条长长的痕迹。他缓步移动着，雪越下越大，冉子的身体几乎被完全覆白。他咬着牙抵御风的阻力，艰难迈步，忽然腹部一阵绞痛，连带着脚下一个趔趄，整个人便滑倒在地，膝盖磕得生疼。待他看清足底，才发现原本平整的冰面竟有了些裂痕。这个认知让原本雀跃的冉子在顷刻间失了魂。不知何时，风雪小了下来，冉子僵硬地扯动身子，想要往前继续。已经走到这里了，还差一点就一点他就能。忽然眼前一阵绿色荧光闪过，冉子以为自己花了眼，待再看清时，他的后背更凉了。嗷！眼前生物的嚎叫让他证实了心中的猜测。为什么会有狼？冉子大惊，右手附上腰侧匕首，身子却一动也不敢动。他拖着身子缓慢地向后移，可腹中的疼痛却更加明显，紧接着便觉身下一股暖流淌过。冉子咬着的下唇泛白，医者的学识告诉他，他在这冰天雪地中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癸水。动物的嗅觉极其灵敏，在这凛冽的寒风中，想来是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引来了他。冉子脑中紧绷着一根弦，向后移动的幅度也不敢太大，唯恐惹毛了眼前的这位大爷。通身雪白的狼转动泛着绿光的眼睛，他紧盯着身前的人类，抬起爪子缓步向前，锋利的指甲踏在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敲进冉子的心底。他斜眼瞥过的冰面，皲裂的痕迹愈大，他心下一横，握住匕首的手快速抽出，而后猛地向冰面裂缝处一戳，嘎擦，冰层碎裂的声音急剧蔓延。冉子手脚并用，爬起来便往身后跑去。魁月！少年的呼喝自冰雪中传来，然后冉子便觉头顶一道黑影掠过，带起一阵寒风吹起他的衣摆。可他此时已经没有心情再顾及这狼身上为何会有个人了。脚底冰面的碎裂速度显然不是冉子想象得到的，就在离岸边约莫1丈距离时，他脚下一空，整个人就掉了下去。救命！嗨嗨！冉子不会游泳，求生欲迫使他不停地扑腾身体，想要往上浮，却引得多呛了几口水。混乱中，他终于看清了那狼背上少年的脸。少将军，又是你！程烨挑眉，驱使着白狼往前走了2步，看冉子动作渐小，
十分不厚道的笑了，接着手中长鞭一甩，拉着自己爬起来。他的声音在风雪平息的夜空中回荡，听在意识逐渐模糊的然子耳边，却宛若天籁。他急忙抓住那最后一根稻草，使出全身力气向上游去。程叶微屈起手臂，承担着女子求生的力量，看着她浑身湿透、精疲力尽地趴在岸边时，他收回了鞭子。你怎么会有自己跑得过狼的错觉？被冰冷河水浸透的然子只觉浑身僵硬到快没知觉。程叶略带嘲讽的语气传入耳中，他置若罔闻，只想趴着装死。没有得到回答的程叶甩了甩鞭子上的水，十分漫不经心道：“既然死了，魁月，叼去喂你的狼崽子吧。”嗷呜！闻言，然子猛地一惊，闭合的眼皮完全抬起，换上一副惊讶的感激笑颜：“多多谢少将军相救。”冷风吹过，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勉强维持着表面的笑容，心下却苦不堪言。他终于明白，那日那2名小将士见着这位少将军为何如此慌张了，竟然还养狼，确实是个脾气古怪的大爷。看着他表情变化如此精彩，程叶嗤笑一声，身体微往前倾，支着下巴打量他，而后剑眉一挑：“在骂我？哪儿敢，哪儿敢！”然子背后一阵阴风飘过，心下不断思索如何解释自己会出现在此。你知道在那片雪地之后是何方吗？程叶却没问，他转眸望向河对岸：“还请少将军指点。”然子把头垂得很低，唯恐又惹他不快：“是我们的敌国，柔然。你可知你方才的行为若被我军抓获，是什么罪名吗？”“还请少将军。”“通敌。”然子话未说完，便被这2字怔在原地，然后一阵后怕与惊惧涌上心头。他从未想过，在那雪白之后，竟会不是国土。你又可知为何我军不在那方设防？因为护城河。他抬眸讪讪的搭话：“就这点河？”程叶眉头一挑，然子再次汗颜：“他刚刚就差点死在这点河里。”魁月！嗷！随着少年一声令下，白狼仰天长啸，忽的一阵阵回应的狼啸自河对岸传来。然子僵直着脖子转过身，只见在那对岸，绿色的荧光宛若夏日丛林中的萤火虫，布满原野。是狼群！这只狼竟然是狼王！这一认知让然子头皮发麻，愈发觉得这少将军所行非人，也难怪夜晚的军营守备会让他有机可乘，因为在那最外围有着朔北城最坚固的铁骑。怎么还想跑？今晚月色不错。我说着，他就顿住了。这哪有月亮？程叶不语，只是静静的听他胡扯。少将军也是来赏夜色的吗？静默良久，然子不自在的开口：“来看看我家狼崽今日伙食。”好吧。忽然军中躁动四起，一盏盏煤油灯点亮了营帐，紧接着是铁靴踏地而来的声音。军营中的将士早在冰层军列落河的声响中惊醒，唯恐柔然夜袭，是以急速集合，正待前来。然子脸色大变，如若在此处被众人发现，不论是军纪私逃，还是当作通敌，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他下意识地向前一步，抓住程叶身侧垂下的衣摆，忽闪的大眼睛中流转着讨好的笑意：“少将军您英勇无敌，玉树临风，战无不胜。说人话。”将军救命！见他忽然转变的面孔，程叶眼尾挑了一下，他微敛眸子，随意扫过他通身，眼下的女子已经冻得浑身微颤，却强撑着精神，唇瓣乌紫，衣衫下方还有血迹。他忽然想到，魁月是循着血腥未发现的动静受伤了。顺着他目光看去，然子面色一红，没有受伤。军营中应当是很缺医师的吧？少将军不弱，将我留下，或许能尽些绵薄之力。他快速组织语言，想要将自己的优势摆明。你的医术？是徐行层度的伤能治半月的那种。然子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无言望着他，却发觉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戏谑。你猜测一闪而过，渐近的脚步声让然子更加慌乱，抓住那个贱人杨田的怒吼响彻夜空。他早就觉得这女人不正常，今日竟然敢偷跑出来，强烈的愤怒让他甚至忽略了他身边的一人一狼。然子绝望地闭了闭眼，转身就想跑，却在下一秒被一道大力勾住了腰身。他低头望去，发现是程叶的鞭子。吼什么？程叶挠挠耳朵，眼神轻飘飘地看向来人。明明只是很轻的语气，杨田竟然感受到了压迫感。他怔住了脚步，似乎是没想到少将军也会在此。属下参见少将军。程叶颔首，把你家都司带去我营帐。大人他这点伤躺半个月，想来是没少偷懒，着实德不配位。属下遵命，这就去请都司大人。杨田硬着头皮抱拳。程叶满意勾唇，然后将然子拖至身前，给他换身衣服，一起带来。第3章贴身衣女。程叶的属下不知在哪寻来了身女装，虽然比不得在东陵城的锦衣玉食，但他自幼同父亲行医检阅惯了，对于能这身的衣物倒也十分满意。徐行是被搀扶着过去的，
因为程烨下令不许抬，不然直接扔出军营。属下参见少将军。徐行艰难地僵着腰身，行了个别扭的军礼，在看到一侧的冉子时，眼中的怒火仿佛要将人灼烧殆尽。他可是听说了这个小贱人逃跑，才连累了他被追查。冉子被他的目光看得瑟缩一下，最终撇开眼，手指无意识地揪着衣摆。他不知道这少将军将人都带来是何意，是属下管教不周，竟让这件蹄子跑了出来。徐行说的咬牙切齿，僵直着身子就想上来拽他。啪！程烨身侧的木北一把抓住他臂膀还未愈合的伤口处，疼痛瞬间扭曲了徐行的脸。少将军还未问话，徐都司这是作何？你徐行听着木北调笑的语气，心中愤懑，却又更怕他下一秒真扭断他的胳膊。木北！程烨与主位撑着胳膊，慵懒地叫了一声，木北立马会意，将人扔向一边。见状，杨田立马上前扶住，开口便十分不客气：“都司大人虽官阶不如您，但也是陛下亲封，少将军应知晓的。”威胁的话一出，室内的气氛便微妙了起来。一侧的冉子微讶，没想到这徐都司竟是皇帝派来的人。他虽不怎么懂朝堂之事，但也是知晓平衡权力这一词的。杨田这一番话无异于在程烨的雷点上疯狂试探。另一边刚说完的杨田立马后悔了，因为他看到程烨竟笑了起来，颇有些毛骨悚然的味道。不过他依旧强撑着去和程烨眼神对峙，他就不信这程烨会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程烨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中的匕首，而后眼神一凝，上一秒还在他指尖的匕首，在下一瞬间便直直射向徐行脚前。噌！那刀刃与他的脚掌相距不足1寸，徐行的双腿开始颤抖，缺乏锻炼的松垮肥肉开始站立。武将嘛，战死沙场，陛下可以理解的。程烨斜靠在椅背上屁视他。程烨，你这是藐视君上！徐行愤恨道。无视军中纪律，沉迷于玩弄官女子，如今还派女人越护城河通敌柔然。徐都司，程烨将身子前倾，然后勾起唇角，这又如何解释呢？通敌，徐行结巴的话都说不全。冉子心中更是震惊，他似乎知道了程烨将他带来意欲何为，只是这样，那他也是通敌的一份子。他惶恐抬眸，却见程烨根本没看他，反倒是他身侧的木北眼角仿佛抽搐一般对他眨个不停。忽然冉子脑中一阵灵光闪过，他的身体比思绪更快，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是都司大人胁迫我渡过护城河去，柔然传信，幸亏遇见了少将军。传什么信？徐行红着眼冲冉子大吼一声。传，这他不会挨。程烨从怀中拿出一泛黄的信封，扔向地上，封面柔然文字赫然在上。徐行脸色大变，啪的一声就跪倒在地。这不是我。冉子也没想到程烨真的会有证据，他悄悄抬头看他，只见他面色不惊，想来是早知如此，似乎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需要本将用刑。程烨轻飘飘地说：“是这个贱人污蔑，他才是真正的奸细。”外面已有官兵将人按住，徐行还在不断挣扎，手臂挥舞，仿佛要向冉子扑上来。冉子咬唇不敢出声，他已经完全认清了现实，如今是死士活全靠程烨一句话，方才落水之际没有冷眼旁观，他应当是暂时不会杀他的吧。少将军，属下以为这位姑娘应是被利用了，属下听闻这些时日都是姑娘在治疗徐都司的伤，如今我军医师匮乏，或许可留一命。木北在侧抱拳。放屁！老子从未通敌。程烨，你这是污蔑！待来日陛下知晓。听着这明显开脱的话术，徐行再也忍不住骂出声，心底的寒意渐起。较之卖国罪，陛下心中自有定夺。木北对外使了个眼色，而后一队官兵前来，手中还捧着一堆文书。徐行只瞥了一眼，就僵在了原地，甚至都忘了挣扎。怎么会？若说此番为诬陷，那么自去年都司调来朔北，每月便与柔然通信不断。可别告诉本将这是你的家书。程烨淡然道。或者说徐都司认为如今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陛下还会信你？当然不会。徐行太清楚远在东陵的那位帝王是什么性格了，对于一颗弃子又怎么会多费心神？他的身子瞬间垮下，眼底已然空洞无神，耳边程烨的声音并不算咄咄逼人，却生生击到心底。忽然间徐行就明白了为何皇上会如此忌惮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眼眶由于不甘而通红，但又想到自己在东陵的家人，属下之罪，一时鬼迷心窍，信了狡诈的柔然人。他颓然地垂下头颅，而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冉子继续愣在原地。就这样认罪了？拖出去绞刑。程烨面色无波的摆手，而下方的徐行则再无挣扎。一旁的杨田还欲再言，却被程烨冷若冰霜的眼眸镇住了。少将军，我们不继续审下去吗？木北靠近程烨低语。你觉得会审出什么？程烨反问。木北语塞。是了，都城那位忌惮朔北，明里暗里派了不少人前来，如今若不是这位徐都司的行为着实张扬了些，他们也无法找个理由处罪。相较于木北的不安，程烨倒对现下处境并无担忧，
待众人走后，他将冉子留了下来。干得不错，他突然开口。是少将军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冉子颤颤巍巍的开口。行了，他挥手打断他。你叫什么名字？回少将军，我名为冉子，字月见。他噎了一下，就很快又恢复了镇定。月见。闻言，程烨挑眉，略带痞气的眼底划过一抹沉思。是的，少将军。冉子袖中手指相交，静待他下言。程烨摸摸下巴，打量他许久。父亲是太医，家父冉元正是前太医院院士。犯了什么事？没保住贵妃娘娘肚子里的孩子。冉子说着，眼眶有些发热。这些天他一直不愿回想这荒谬的抄家理由，可又确实是这个理由让他们全家覆灭。他的弟弟甚至才10岁，也不知被流放到了哪片军区。程烨了然点头，然后起身迈步向下，路过跪着的冉子时侧了侧头，一本正经道：本将常年习武，难免负伤，你来本将身边罢。差点笑出声的漠北。闻言，冉子愣在了原地。是要让他去侍奉他吗？怎么？之前不是很想傍上我？见他身体骤然僵硬，面色还有可疑的红晕，程烨揶揄道：难道是利用完就想跑？他之前确实是这样想的，但现下情况肯定是不能承认的。但凭少将军吩咐。冉子抿唇认真道。看他如此，程烨心下想要逗弄他的情绪又上来了。则本将倒也不是强人所难之人，漠北还是把他送。不，少将军玉树临风，气宇轩昂，我是太激动。闭嘴！你要是再把跌打损伤治半个月，真就哪里来哪里滚回去。他撇撇嘴角向前走去，只是上扬的眼尾出卖了他此时的心情不错。冉子茫然抬眼，却见他已经走了很远。跟在后面憋笑半晌的漠北平稳心神，然后露出一副自求多福的表情道：少将军的意思让你做他的医女。冉子，他顿时有种再入狼窝的感觉。回到自己岗哨的漠北，在见到木南的那一刻，满肚子的话再也憋不住了。南，你知道吗？老子今天竟然看到少将军搞了个女人回来。一侧的木南明明与他长得一模一样，但浑身散发的冷漠却与漠北截然不同。木南眼皮都没动一下，就听漠北在耳侧暧昧一笑：少将军怕是要这么闲，来陪本将练练。去而复返的程烨在背后缓缓开口。漠北瞬间僵直，不必聊矮。不待他反应过来，一大团雪白便扑了上去。木南看着缠斗在一起的一人一狼，眼角微微抽搐，心底为自家倒霉弟弟暗自祈祷。而双手环胸靠在墙侧的程烨思绪却飘到了很远。若说先前只是猜测，那么现在他可以确定，他终于找到他了。少将军自从查出柔然奸细之后，整个人更加肃杀了，这是全军营这些时日的统一感受。因为他们不仅要承受比之过往翻倍的训练量，高层将领甚至还要活在被随机抽出同少将军比试的恐惧中。一切都是为了守好边关累瘫的士兵如此安慰自己。另一人附和：少将军也十分不易，训练完还不忘同各位大人切磋。其他人义愤填膺：可恶啊，柔然人！腿上缠满药草抬过的某位大人，那我爬。知晓内情的漠北木南，成认真护国业。少将军营帐内，冉子无语地提着衣箱，看着斜倚在榻前带点痞气的男人，他锋利的剑眉轻蹙，嘴角微扬，修长的手指展开，露出被刀剑割裂的伤口，语气略有些欠揍：快来给本将包扎。少将军，您再回来迟点就愈合了。程烨眼尾一挑，十分理所当然：那你还不赶快？冉子，这真的是那个以一己之力带兵击退柔然，导致人家3年不敢再犯的镇北大将军一子。第4章，本将很恐怖吗？冉子怀疑程烨多半是有点看不惯他，以至于把他弄到身边肆意搓磨，还动不动就以把他扔回军纪营相威胁。就这样待了数日，累得死去活来的冉子更加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其实当初史记逃跑并不完全是他心血来潮，冉元正还未入宫，在外游医之际结识过许多江湖友人。而据父亲被抓前所说，他一位姓彭的挚友便是在这朔北之地，他怀中的一枚玉饰便是姓武。现在想来，若那位友人势力不大，父亲也不会冒死同他说明。只是冉家遭难之初，他没时间去思考这些，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也只想着先躲过。如今再回想起父亲所托，冉子倒觉得是时候去计划再次逃跑了。而且他的弟弟冉衡多半也在这片朔北军中。冉子想，如果能得到父亲那位友人的帮助，或许有机会为父亲平冤。不过这一次绝不能同上次那般鲁莽。程烨虽表面狂傲不羁，但跟在他身边这些时日，冉子也能看出他的城府是极深的。是以不可轻举妄动。在想什么？程烨的声音打断了冉子的思绪，他不动声色捆绑好伤口，脸眸道：如今边疆太平，其实少将军可适当休整，如此日日受伤，难免引人担忧。担心我？
程烨单手撑着下颚，挑眉好整以暇地看着眼前女子，另一只手上还有刚缠好的布条。他倒要看看她会忍到几时，自然是担心的。他扬起一抹笑颜望过去，有那么一瞬间晃了他的眼，却又听他继续道：少将军乃朔北军营支柱般的存在，谁人不在意少将军安危？无趣。他撇了撇唇，手指一下一下敲击案桌。既然如此担忧本将，不若搬过来好生照料，也免得你来回奔波。闻言，冉子的笑容有片刻的僵硬。怎么不愿意？能为少将军效劳，冉子十分荣幸。我怎么觉得你很不情愿？程烨放下胳膊，身子往前凑了些，剑眉轻蹙。当初不是说让我差遣，如今这副模样，难不成你还想跑？冉子不敢他慌忙跪下，没想到这人会如此直白地戳中他的心事。若非少将军相助，我早就如今承蒙少将军厚爱，冉子必为少将军上刀山下火海，倒也不必如此惶恐。程烨轻笑一声，听得他后背一凉。这么多年流放来朔北的人也不少，想要逃跑的更是不计其数。后方的兵员你也见识过了，而前方则有本将亲自部署陷阱，若非武功同本将一般之人，怕是会死无全尸。所以本将很是放心。你觉得呢，阿紫？阿紫二字一出，冉子只觉周身一道阴风吹过，他抬眸对上程烨似笑非笑的眼眸，不自在地抿了抿唇。少将军所言极是，我这就搬来。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程烨将手收回，摸摸下巴，若有所思。本将很恐怖吗？他只是想待在他身边，或许能让他更安全一些。一侧看完全程的木南肃然道：是冉姑娘还不够习惯军营生活。有道理。程烨认真点头。刚进来的幕北未久，他平复表情，向前呈上密文：少将军，近日柔然似有异动。接过密文，程烨收起方才玩世不恭的笑意，冷哼一声：朝廷军干什么吃的？早年来，朔北军完全由镇北大将军管辖，而就在3年前柔然一战后，朝廷派来了由朝廷直接管辖的朝廷军驻扎于朔北军以北，这明摆着就是监视。只是镇北大将军程宇泽却不甚在意，毕竟他们行得正，因此3年来两方军队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算和平。柔然地域贫瘠，每逢冬日总会有人暗中劫取禹朝边疆百姓的粮食，但在程烨3年前打过一仗后，他们已经收敛了许多，今日竟然又出现了，而且还出现在了朝廷军驻扎范围。朝廷军一向与我军来往甚少，属下猜测应是上土官员管理不当所致。幕北说：去见义父。程烨收起密文，迈腿便向帐外走去。虽然对朝廷军里那群废物的实力有所揣测，但也不至于一夜之间被抢走50担粮草，除非有人暗中接应。而他们这边刚抓获一名柔然奸细，便来这一出，未免也太凑巧了。回到医师营帐的冉子耷拉着脑袋，埋头收拾东西，连有人进来了也未可知。小子，男子温润的声音自他身后响起。贺大哥。冉子回头便看到一约莫25、6的白袍男子立在门侧，眉目俊秀，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医者的柔和，他便是军营医师贺子安。当初只是根据程烨叫走医师后无人医治徐行一事，他猜测出军中医师匮乏，但当他真的来了之后，才发现何止是匮乏，除了贺子安和2个侍童，便再无其他人会医术了。日后怕是不能及时帮衬贺大哥了。冉子有些惭愧，这些时日贺子安待他极好，算是他来这朔北之后唯一给予过温暖的人。无事，现下并非战时，不算很忙。贺子安弯起眉眼，语气亲和。见他如此，再想起程烨那恶劣的模样，冉子只觉十分郁闷。少将军一向如此孱弱吗？以为自己听错了的贺子安，就是以往也需要贺大哥日日前往处理剑伤之类的吗？冉子有些艰难地说：在这朔北，大概只有你会用孱弱2字形容少将军。贺子安哑然失笑。冉子皱眉，他确实听闻过程烨的屡屡功绩，但目前就他所感受到的，分明就和传言不同。少将军3年前带军攻打柔然时，曾受过很严重的剑伤，那支箭穿透了他的腹部。彼时军营麻沸散缺少，伤员太多，少将军硬生生地抗下剜剑之痛，将剩余的麻沸散留给其他伤员。那时他才14岁。贺子安回想着当年重伤的程烨，咬着布条，额头青筋暴起，却一声不吭的情景，还是略有叹息。他从未见过如此坚毅的少年。也正因如此，军中众人无一不心甘情愿尊称他少将军，与他是否是镇北大将军一子无关。竟然还有这等事，冉子怔中片刻，可为何现在？少将军行事向来捉摸不定，其中缘由，贺某也不甚清楚。贺子安说着，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17岁的少将军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在这遍地男子的军营中，忽然出现一名容颜不凡的女子，有些非常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冉子哪里知道贺子安所想，当下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便沉默了下来。见他咬着下唇，蹙着眉，贺子安忽然想起他是军纪出身，面对未知事物难免有些担忧，于是开口安抚道：
其实少将军对待亲卫是极其护短的，如今既然让你随侍在侧，只要你不背叛少将军，便不必担心会被送回去。听着贺子安的安慰，冉子心中一暖，他莞尔一笑，我明白的，谢谢贺大哥。而后告别贺子安，冉子便离开了。只是走到成业营帐附近时，他忽然感觉气氛不太对。啪！果不其然，下一秒一道鞭子便凌厉地甩到了他的手腕，抱着的包裹瞬间落下，白皙的手腕处狰狞的鞭痕赫然而上。冉子的脸瞬间煞白，抬眸望去，见到的便是一个身着身子劲装的女子。她手持长鞭，眉飞入鬓，神采四溢，只是目光不善。你就是成业带回来的那个军界？他的语气张扬又傲慢。楚小姐，如此行径，待少将军回来，怕是不好交代。留守营帐的幕北在下一道鞭子即将甩来前，徒手抓住，眼神中带着警告。滚开！楚曼曼柳眉一皱，大力一扯，便将鞭子扯回。面对如此跋扈的楚曼曼，幕北内心直呼救命。为什么他会来到此处？若是让冉子出什么意外，等少将军回来，一定会扒了他的皮的。不过是个军界，成业还能为此坏了同我楚家的交情不成？楚曼曼不屑一笑，而后对身后人使了个眼色，带走。眼见着楚曼曼身后的壮汉要上前来抓人，冉子视线越过幕北与他对视，镇定道：我确实是个军妓，但如今也是少将军亲自点名留在身边的医女，就算再微不足道，楚小姐也应先问过少将军意见才可。哼，你再叫本小姐做事？楚曼曼才懒得听他拖延时间，冷哼一声，便要亲自上前抓人。噌，伴随着刀剑出鞘的声音，转瞬间两方人马便对峙而上。冉姑娘，你且先去贺医师那处。幕北背对着他悄声道。见此，冉子轻轻点头，在他们对上的一瞬间，拔腿便往后跑去。虽然不知道这楚小姐是何来处，但就幕北的反应来看，应当是个不好惹的。难道是成业的爱慕者？这样想来，也算是能解释这女子见到他时的反应了，多半是将他视作了情敌。这样想着，冉子跑得更快了，忽然头部一阵闷痛，似乎是撞到了什么物体，身体不自觉地往后倒去，却在下一秒被人搂住了腰身。第5章，诡异的画面出现了。怎么搞成这样？头顶的男生低沉中隐忍着怒气，受伤的手腕被他虚虚环住。少将军，幕北与那位楚小姐带的人打起来了。不知为何，在此时听到成业的声音，竟让冉子的内心莫名有一种心安感。他微微后退，脱离他的环抱，来不及思索，便急急告知了方才发生的一切。跟在我身后。成业抿唇凝视他手腕片刻，然后松开他，迈步向前。冉子回过神后，便紧跟在他脚步后方向前小跑而去。成业眼看着冉子跑远，却又被拦住的楚曼曼看到成业护着冉子走来，心下更不爽了。楚曼曼，你伤了我的人！成业眸中泛寒，声音不算大，却冷如冰窖。以前的成业虽然将他拒于千里之外，但好在他身边没有其他女人，他利用城主女儿的身份接近他，也算是他能接触到的唯一的女人。可如今突然出现了一个身份下贱的军妓，得他亲自维护，楚曼曼内心极度的火焰四溢而起，看着他将那个女人拦在身后，他后槽牙紧咬，眼睛都要红了。不过是个军界，我打便打了，你难道要打回来？他就不信成业真的会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下贱女人和他们楚家闹得不愉快。可显然成业并不吃这一套，他嗤笑一声，打女人这种事本将还是做不出来的。楚曼曼还没来得及得意，便又听到他下一句，所以要请阿紫代劳了。幕南幕北得到示意的二人立马上前将楚曼曼钳制住。你楚曼曼愕然瞪大双眼，周身带来的随侍见此正欲上前，便被成业的人一下阻拦住。成业，你这般待我不怕父亲前来问罪吗？他拼命扭动身躯，却无法脱身。方才幕北是怕伤到这位大小姐引来麻烦，所以未曾使出全力，如今得了成业的许可，楚曼曼自然是挣扎不出他们的力度。去吧。成业对他的质问置若罔闻，转身便将手中的鞭子向冉子递去。冉子下意识地望向他，就见他向他扬眉一笑，手指握住的鞭柄还带着成液的温度。有报复的机会摆在眼前，不用白不用。楚小姐得罪了，少将军的命令，我等贱妾也不得不从。冉子状似为难地扯动鞭子，贱妾二字咬得极重，而后眼神一凝，鞭尾带起一阵厉风，甩向楚曼曼的左臂。这可比刚刚他甩给冉子的那一鞭要重多了。啊！一道凄厉的惨叫响彻天际。只见楚曼曼那姣好的面容瞬间扭曲，原本完好的左臂因着皮鞭的抽打撕裂了衣袖，里面的皮肤混着衣衫，血肉模糊。幕南幕北见此，立马松开他，往后退几步，立于成业身侧。没了支撑的楚曼曼捂着臂膀匍匐在地，狼狈的大口喘息。成业，我要和我爹，听到没？还不快带楚小姐回去找他爹！不等他说完，成业双手环胸，眼尾上扬，目光示意自己的人退回。得到释放的侍从立马上前扶起楚曼曼，将他带走。咒骂的声音渐远，冉子还回鞭子脸眸道：多谢少将军方才解围，我竟不知你还会使鞭子。
接过皮鞭，程烨挑起他的下巴，瞳孔中带着玩味与探究。刚刚不过只是想让他打回去，只是他的动作却让他有些吃惊。那一鞭不论是从力量还是方向的把控上，都不像一个从未用过鞭子的人能甩出来的。幼时随父行医时练过些拳脚，不过都是些花拳绣腿罢了。此时的姿势使他与他隔得极近，近到他都能在他的瞳孔中看到自己的倒影，一时间竟让冉子的心漏了一拍。方才程烨维护他的模样，让冉子不由得想起刚刚贺子安所说的少将军对待亲卫是极其护短的一事。只是就冲这楚慢慢能直呼程烨名讳看来，这楚家在朔北定是权势极大的。如今程烨这般不给他面子，日后估计会有不少麻烦，所以他这始作俑者更不能久留了。就在这方的冉子正心下忐忑之际，程烨放开了他。你们以前不在东陵？父亲年轻时是一名游医，行至东陵后被皇上看中，才得以提携成了太医院士。他答：那你可记得去过哪些地方吗？程烨装作随意问道。彼时太过年幼，已然不记得了。冉子一五一十地说，他随父亲入京时不过10岁，当时母亲病逝不久，后来他也重病一场，对于年幼的事情十分模糊，不过左右是些行医救人的事。这个回答也在程烨意料之内，他没再继续追问下去，瞥见他手腕的伤痕，微微皱眉道：跟我进来。营帐内，冉子看着一脸严肃摆弄着药罐的程烨，有些发怵。不过是小伤，少将军不必如此顾虑。我才没顾虑你。程烨撇撇嘴，将药罐摆好，继续道：只是你这般伤着手腕，对本将的照看必定不如往日。冉子他就知道这人没那么好心，况且连到鞭子都躲不过去，着实弱得慌。看着冉子熟练地为自己上药，程烨掸了掸身上的灰，倚在榻侧，漫不经心地说：都说了花拳绣腿，还要怎样？缠好手腕的冉子暗自腹诽，本将身边不太想留如此孱弱之人。冉子心里咯噔一跳，好家伙，下午才说他孱弱，现下便印证到了他身上。不若从明日起随军训练。少将军，我一介女子混迹众多男子之间，可能不太好吧？冉子结结巴巴道，更别说他本是军妓出身，这番又随军参训，未免太荒谬了些。有道理，那便由本将亲自监督你。程烨点头，颇有些义不容辞。可以不去吗？少将军你也知道我们做医女的挺忙。他讪讪笑道，本将不受伤，你需要忙什么？程烨凉凉地扫了他一眼。冉子，或者你想要本将把你再送回去？可恶，又来了。明日我一定准时报道。冉子努力扬起一抹牵强的笑意。于是诡异的场景出现了。数万大军训练的教场上出现了一名与众多男子高大身形不同的娇小女子，在她身侧竟是那人人畏惧的少将军。而且少将军似乎心情很好，才一展茶腿就抖。程烨蹙眉看着眼前蹲马步抖得像筛子的冉某女，其实此等强度于他而言并不算什么，但是他现在只想让他快点打消让他再来教场的念头。于是冉某女内心骂骂咧咧，表面装作一脸菜色。你这身体素质还练过？说了花拳绣腿啊哥，你咋还当真？放在外面岂不是被人一打就倒？我为什么要和别人打？不过也是，要真有点武功，也不至于被魁月吓成那般模样。冉子，在现在的冉子眼中，程烨就是个喋喋不休的大爷，而大爷正甩着皮鞭审视着他这条根本翻不过身的咸鱼。不远处的幕北瞅向此方情景，略有些担忧。冉姑娘莫不会让少将军整废吧？难，你说少将军图啥？喜欢直接上不就好了，搞这些肤浅。木南掀起眼皮瞟了眼，他又继续闭目养神。你给老子说清楚！被突然噎了一句的木北立马炸起了毛。然而木南却不想再搭理他，喜欢当然是要让他和自己一样。此时程烨看着正在训练射击却连靶都打不中的女子，静默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他说的花拳绣腿是真的。或许真的是机缘巧合，又因着女子使鞭子更多，从而让他产生了他会些武功的错觉，以至于现在接触其他兵器显得他宛若白痴。冉子的背影逐渐与8年前那个稚嫩的女孩相重合。那时的他因为襄王叛变一事连累9族，被满门抄斩，好在他命大逃了出来，遇到了在隐郡行医的冉家妇女。彼时的他不过9岁，却记住了那满院的月见草。是以在后来听到冉子说自为月见时，他便确认自己第一眼见到他时的眼熟感并非空穴来风，他正是来自他苦寻了许久的游医一家，只是后来不知为何入了京成了太医，而他找到的也太迟，如今冉家只剩了冉子一人。上一次他便是迟了一步认出他，好在冉子还算聪慧，不然就真的要被徐行那厮糟蹋。是以现下程烨只想让他有些自保能力，因为这天下已然并不太平，他与朝廷中有一战，所以此番举动便当是报当年冉家于他的救命之恩吧。另一边估摸着时间差不多到的冉子双腿一晃，
佯装因为长时间的超负荷训练让他支撑不住，便要软下腿去。弓箭落地的声音敲回了程烨的思绪，他瞳孔紧缩，身体比思绪更快，一个箭步便冲向前，搂住马上栽地的他。今日到此结束，慌乱替换了程烨平日的玩世不恭。他抱着冉子便向营帐冲去，冉子头脚并晃，被颠地七荤八素，没晕也被颠晕了。哥，你叫我什么？狂奔的某人脚步顿了半晌。冉子。另一边凌乱的数万将士，今日竟然提前1个时辰休息，士兵甲满脸写着难以置信。少将军竟然没找人单挑将领椅，喜极而泣。路过的木南一脸漠然。少将军传令，务实加练，补上白日的1个时辰。何时传的？有人不服。马上！众人。第6章进入朔北城内。朔北城主府，都给我滚开！随着一阵药碗摔落的声音，室内随侍皆惶恐的低头。楚慢慢披散着头发坐在床上，胸口因着愤怒大肆喘息起伏。小姐注意，手臂可别再磕着了。奶娘在一旁担忧不已。你们说程烨这些天在干什么？楚慢慢红着眼问。少将军在教场和那个军妓一同操练。下人瑟缩着将方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呵，楚慢慢嗤笑一声，身体颓然地往后靠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程烨同那个军妓在一起。瞥见自己被药草缠住的手臂，他心下一狠，便伸手要扯去。哎呦，我的小姐啊，这可使不得！离得最近的奶娘见此心跳都漏了一拍，赶紧过去握住他的手，以免他胡来。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那个贱人，见无论如何撒泼哭闹都挣不脱。楚慢慢尖叫出声，他已经快要极度疯了。他爱慕已久的男人不仅任由别的女人打他，还在他受伤之际和那个贱人日日流连在一起。明明在以前不是这样的。朔北城主楚家同朔北军一向交好，他以前确实待他不算亲近，但也是礼貌有加的，何时出现过此番情形？就算那日是他让那个贱人打了他，可他在心底依旧认为事后程烨定会登门请罪，一切不过是当时的他落了他的面子罢了。可现在的种种情景都表明都是他的一厢情愿，都怪那个东陵来的贱人，一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柔弱模样，哪里配得上他？啪！奶娘端来的第2碗药再次被扔出，只是这一次被扔的那方出现了一双黑色的靴子。慢慢，楚天烈威严的声音响起，看向满地狼藉，皱起了眉。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爹！被训斥的楚慢慢更委屈了。您去帮我找程烨好不好？他和那个贱人，不准再提程烨。为什么？楚慢慢不满道。爹把你养这么大，不是让你去为一个男人丢人现眼的？楚天烈看着自家女儿哭得不能自已的模样，心下略有不忍。可是他的女儿从小就是捧在心尖上的，哪里受过这种屈辱？像程烨这种被朝廷视为眼中钉的存在，自家女儿越早死心越好。爹，你知道的，程烨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听到自己父亲如此否认自己的一腔情谊，楚慢慢眼眶又开始红了。哪里不一样？你若是喜欢武将，爹日后定给你。我不要他大吼一声。当初说要攀上他的是您，如今说不准再提的也是您。闻言，楚天烈愣了一瞬，随即便被忤逆的怒火替代。这其中利弊，哪是你一介女流能参透的？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给我待在府中，哪都不要去。以前朔北军在朔北声望极大，他自然是要同他们走得近些。可今时不同往日，眼下由东陵城派来的朝廷军才是这方更能与陛下联系上的路子，他又何必去碰那软硬不吃的朔北军？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冷酷无情，在母亲死后不足3月便续弦吗？我就是喜欢程烨，换谁都不行。矮楚慢慢难以置信地捂住自己被扇的脸颊，泪水在眼眶蓄积。你这逆女！楚天烈颤抖着手腕，气得吹胡子瞪眼。你心心念念着他，可他呢？你看看你受伤这么多天，他可曾来问候过你一次？他程烨早就不是3年前那个还要依附镇北大将军的毛头小子了。把小姐看好，别让他再闹出什么幺蛾子。他最后瞪了一眼楚慢慢，便转身拂袖而去。楚慢慢垂着头，发丝遮住了他眼底的滔天恨意，紧攥的拳头指甲陷进掌心，后槽牙咬得咯吱作响。冉子，都是这个女人的出现才打破了以前的平衡。若非如此，程烨又怎会对他如此狠心？这些年他们分明是一起长大的，哎，为什么会成现在这样？现下就连父亲也不帮他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会就此妥协。冉子发现装柔弱是个非常好逃离程烨魔抓的办法。自上次体力不支被他抱回来后，每每出现在他面前，他必然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而因着这个样子，程烨已经好几日没找他麻烦了。况且这几日的程烨似乎很忙，时常不在军营，是以给了他充足的时间空间。如今的冉子在军中的隐形地位极高，虽然表面上他没有任何名分，但大家都默认他为少将军身边惹不起的女人，这也对他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便利。至少像上次那般夜间探路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因为
他现在都是打着给邵将军办事的由头，穿梭于军营南北。而在这期间，冉子对朔北军营的部署方位也了解的差不多了。先前程烨所说的由他亲自布满陷阱的地方，就是流放来时的那条路。那天是因为有军中之人引路，他们才得以平安走过。若他只身一人前去，只怕是会尸骨无存。但是一切并非无解。就在不久前，冉子偶然发现，这片区域不仅只有朔北军，似乎在北面还有一支不隶属于镇北大将军的队伍，而他们的交界便是冉子的突破口。这一次，他选择的是白天行动，他越是光明正大，便越没有疑点。军营中的士兵对于他的肆意走动都习以为常，所以他一路走到朔北军北面都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今日无风也无雪，透过云层的太阳光毫无温度地洒在雪层上，泛白的反光引得冉子微眯了眼。同这方的橙字军旗不同，那方军营的旗帜上语字十分显眼，想来是朝廷派来的军队。边界看守的人不多，冉子随意游走，循着个无人的空档，就两下爬上围栏又翻过，动作无比娴熟。忽然一阵窸窣的脚步声从前方传来，冉子立马闪身躲到方才翻过的围栏之后，半个身子掩盖在雪地里，倒是让路过之人没有发觉。朝廷真要主动同柔然开战？一男子的声音响起。那群蛮夷抢了老子们这么多粮食，就该打另一暴躁的男生打。可如今朝廷军饷短缺，程将军那边似乎并不是很赞成。切，他们不赞成有什么用？这天下难不成姓程？喂，这话可别乱说。交谈的脚步渐远，冉子侧出身子望向快要消失的背影，果然不是朔北军的军服。所以这几日程烨便是在为此事奔波吗？说实话，他也很厌恶战争，而且东陵城的那位皇帝很明显不算是个明君，否则怎会如此草率地发落他们全家？不过听方才那2名朝廷士兵的口吻，此番攻打柔然或许还有待商榷，毕竟程烨这方的朔北军绝对称得上是主力。但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冉子不再停留，按照这几日的踩点，顺着出路缓慢行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冉子看到一支穿行于雪地的商队时，他便知道自己已经走出来了。不同于上次的兴奋，这一次的他要谨慎克制的许多。朔北城是边疆城池，所以同一般的过城池不同，此处大多都是商队，他如此孤单一人，必然会引人生疑。是以，那不远处的商队便是他进城的唯一机会。他加快步伐往前赶去，而那行车队似乎出了些麻烦，停在了原地，最终让他赶上了。贾景修，这批货很急的为首的男子，一身厚重棉袄，被帽檐遮住的面部有着被冻红的痕迹，像是个正儿八经的商人。冉子此行穿的一身麻衫，头发仿造平常男子般挽起，脸上特地涂了些黑灰，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实在的小厮。这位大哥，我同我家掌柜的商队走散了，通关文牒皆未携于身，大哥可否行行好，捎带我一程？他压低声音问道。莫不是个柔然奸细？正在修马车轮的伙计忽然仰头。柔然人都长相粗犷，眼眸蓝绿，您看我这像吗？冉子压着哭腔，装出一副十分着急的模样。你们商队去往何处？掌柜显然也很警觉，但打量了下眼前之人，又觉得过于矮小瘦弱，不像柔然人。彭，是去给彭老板送货。他顿了一瞬，接着开口。果不其然，在听到彭字时，眼前的掌柜面色变了。可是龙月阁的那位老板？是的，就是他。冉子点头，然后从脖颈上解下通身上下唯一值钱的吊坠递给他。虽然不知道是不是那位，但看这掌柜忌惮的模样，应该是个有权有势之人，多半是他要找的。小小心意，望掌柜不嫌弃。为了保证在军营中的行动不被盯上，冉子没有带包裹，身上仅有的值钱物时便是怀中作为信物的玉饰，以及这一路从东陵带来的吊坠。虽然肉疼，但现在也别无他法。掌柜接过冉子的吊坠，对着天空照了照，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这可是东陵贵族世家才能得到的上好翡翠。掌柜手下吊坠的同时，也敛下了眼底的金光，装作遗憾道：“看你走散，可怜我便捎你一程。只是你这玉并不值钱。”冉子哪里不懂他是何意思？方才那贪婪的眸光，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只是线下有求于人，他当即接过话头：“我明白，若掌柜能将我送至龙月阁，见到彭老板，该有的报酬都不会少。”第7章，彭老板。他们顺利的进了城，城口哨卫都与他们商队相识，因此并未有疑虑。这一路上，冉子才知这位掌柜姓薛，名薛平康，在朔北与柔然之间做些玉器生意，而这批刚从柔然运来的软玉，便是要送去一些达官贵族的府家。这也是薛平康能一眼认出冉子那颗吊坠来自东陵的原因。掌柜的，龙月阁到了。马车骤停，小厮在外喊道：“还请掌柜的在外稍等片刻。”冉子回头对薛平康道：“小兄弟记得就好。”薛平康眯着眼笑了，他倒不担心他会跑，此番若能同彭家攀点关系，也算不虚此行。客官，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冉子刚走到龙月阁门口，便被小二热情迎上。
他这才发现这阁楼竟是个酒楼。只是他这一身破旧装扮，没引得这店小二赶人，他心下略有些意外。不愧是大酒楼，请问彭老板在吗？在下有一遇事想请老板鉴别。冉子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只贴身携带的信物示意。这是一块白中泛青的上好羊脂玉，上面刻着的花纹同酒楼厅柱上相似，想来是他们的商号之类的吧。冉子愈发觉得自己赌对了。小二在接过玉饰之后，面色微变，客官先里面请，容我上去通报一声。有劳了，他笑答。过了没多久，小二便捧着一个木盒走了出来。姑娘，老板在楼上等您，这里是给那位掌柜的一些心意。方才那辆马车停至门前时，小二便认出是来自哪家商铺，自家老板对这姑娘的到来很是欣喜，稍微猜测便能知晓其中缘由，因此带来了报酬。冉子惊讶于她的眼力，不仅能看出她是女子，甚至连身后那辆马车与她不是一道都能猜出，难怪是父亲所托之人。当下对这彭老板是更加好奇了。那一方未真正见到彭老板的薛平康本还有些微词，但在打开木盒的瞬间就闭上了嘴。10根金条，不愧是朔北第一酒楼的老板。一旁见着他神色转变的小二，心中比表面却依旧笑得和睦。若无他事，便请离开吧。薛平康哪能不应，当下便命小厮驱使离开。冉子被带上酒楼2层，顺着通道往前走，最终行至最里面的一间隔间外侧。老板在内等着姑娘。多谢。冉子对小二道谢一声，便推门入内。只见一约莫40左右的华服男子坐于主位案前，在冉子进来的瞬间，立马扬起温和的笑意。彭老板。冉子抿唇上前俯身。我名为冉子，家父冉元正，因京中遇事，故不得已寻到此处。丫头，这是作何？快起来！彭远面色一变，急忙上前扶起他。哎，你们家的事我清楚，只恨当初远在朔北无能为力，难为你能找到此处。冉子被他搀扶着，听着他的话，心下顿时泛起了酸涩。这是家里出事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人宽慰他。求彭老板为我父伸冤。他挣脱开他的手，后退一步便要跪下。我父亲不可能无故害死健康的胎儿。你与我父亲交好，应当是知晓这其中定有蹊跷。他压抑着喉头的哽咽，磕了个头。一定是东陵城中那些位高权重者的互相阴谋算计，连累了父亲。来，孩子。彭远蹙着眉头，眼底满是不忍。我当然相信元正，此事我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彭老板，叫我彭伯伯吧。他温和地笑着，看得冉子鼻子一酸。彭伯伯，哎，这些年我同你父亲偶有书信往来，他常常提起你和你弟弟。你叫岳剑对吧？彭远扶起冉子，让他坐到一侧。是的，我自为岳剑，只是我弟弟，我并不知道他在何方。他敛下眼眸，深呼吸几口，才将眼泪忍回。无妨，现下你便先住在彭府，府中环境虽比不上你在东陵那么好，但至少不会让你受委屈。元正的事，大约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现下也不好查挨。彭远抿了一口茶，听着他的为难，冉子急急道：我不用住在府中，父亲生前冒死托人送来信物，交于我，想必是对您极其信任的。若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直接让我去便是。冉子只求彭伯伯能助我一臂之力，或是送我回京搜集证据。岳剑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只是如今世道并不算太平，你一个女孩，我可以女扮男装的。彭远看着目光坚毅的冉子叹了口气，这等模样不由得让他想起了曾经同冉元正一同学艺时的样子。那时的他也是这般坚贞的，同他说要尽自己所能医治天下穷苦之人。尽管如此，你也得先有个住所不是？彭远略有些无奈。闻言，冉子眼前一亮，彭伯伯是答应帮我一同查明此事吗？彭远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朔北军营，此时室内的气压极低，自程夜发现冉子不见之后，他便一直保持着拇指与食指捏太阳穴的姿势坐于主位，而底下众人皆不敢发声。什么时候的事？未久，程夜开口，声音平静的听不出喜怒。这几天因着同朝廷军谈判，一直鲜少回到军营，而今日一回来，便得到他失踪了的消息。小子这5日一直没有来取药材，想来是5天前便离开了。贺子安说：“5日不见人，你们都没有发现？”哗啦一声，程夜案前的物石被他一扫在地。属下该死，属下该死！看着排排跪下的众人，他左侧拢在袖中的拳头握紧，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怒气，话语间似是疑问，又像是自嘲。是本将待他不够好，是那军纪不知好歹，本不过是个下贱人，得少将军厚爱还敢蹭！滚出去！程夜掀起眼皮，锐利的目光射向方才开口的最后排将领，左手还保持着刚刚扔出佩剑的姿势。利刃从那将领耳边飞过，在脸颊上带下一道血痕。他知道少将军这是手下留情了，却不知哪里得罪了他，顿时冷汗淋漓。是，等等！程夜忽地叫住他，带人去哨口外给本将找，一寸都不可放过。闻言，那将领脸色瞬间煞白，
哨口外可是少将军亲自布下的机关陷阱，他的位阶还未到参与部署的地步。此番让他带人去寻，只怕是有苦头吃了。有异议。程烨将双手交叠于身前屁事下方，属下领命。将领咬牙抱拳，便退了出去。穆北斜视那人落荒而逃的背影，怜悯地摇了摇头，想拍马屁拍马腿上了不是？连帐再次被掀起，木南带着一名士兵走到了室内。少将军，这人说在2天前见过冉姑娘。木南单膝跪地，对上抱拳。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哪？程烨沉声问。回少将军，在北边。士兵被室内的氛围吓得不轻，惶恐开口。哪个北边？程烨眯起眼，心中有了隐隐的猜测。往柔然那方去必然是不可能的，而哨口外，以他的聪慧，在知晓其中危险的情况下，应该不至于以卵击石。这般算来，大约只有小的前些天见着冉姑娘穿着麻衣往朝廷军那方走去，当时只以为姑娘是受少将军之命，便并未怀疑。士兵战战兢兢地说。闻言，程烨冷笑一声，他还当真是聪明啊，仗着他对他的特殊对待，便如此光明正大地从他眼皮子地下溜走。没想到当初任由那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朝廷军设下两军界限，竟在今日让冉子那臭丫头钻了空子。你们先退下，木南木北留守。程烨对众人摆摆手，是，属下告退。待人走后，木南说，属下方才去查过哨口外的陷阱，并未有被动过的痕迹。程烨轻嗯一声，示意继续。如果冉姑娘真是走得同朝廷军相邻的那条路，恐怕凶多吉少。木北皱眉开口，他一介女子若被朝廷军发现，就没有在少将军身边这么好的待遇了。后半句木北没说，但程烨明白。不会。半晌，他闭上眼睛，单手抵着头，缓慢吐出2个字。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冉子并非真的同他表现的那般柔弱，相反他是很聪明的。这一点从他看到他出现在那条冰河上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能避开营中种种巡视，他行事必然不会莽撞，是以这次逃走一定是早有预谋。至于朝廷军那边的蠢货，本就训练懈怠，管理体系更是一盘散沙，向来疏于周边环境的设防，又怎么抓得到他？如此说来，冉姑娘便只有可能去了朔北城。木南道。得到提点的木北眼前一亮，他没有通关文牒，一定是跟着商队进去的。听着二人的猜测，程烨猛地睁开眼，一改方才的戾气横生。此时的他黝黑深邃的瞳孔中流露出势在必得的光芒。我要近5日进朔北城的所有商队名单。敢跑，最好别让他抓到。第8章，谁在暗中？彭府的奢华程度要远高于冉子的想象。以前在东陵的时候，父亲过得简朴，就算是太医院使也未曾大肆铺张，因此对于彭府的华丽他略有些感叹，当真是很有钱哎。只不过自那日冉子被带回彭府之后，彭远的酒楼便因一批货物出了问题，前去解决到今日都未归府，反倒是他的儿子彭子睿日日前来，也因此搁置了送他去东陵的日程。月见妹妹就在他推开房门欲再次前往彭老板书房时，一年轻俊秀的少年忽然出现在了他眼前。彭公子。冉子下意识后退一步，礼貌颔首，威廉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无奈。他并不喜欢有人叫得如此亲近，而这人就像缠上他了一般，每每出门定会遇见。16岁的少年，一身月白长袍，低垂的双手拢于袖中，因着他疏离的动作微抿着唇，一双眼睛宛若星辰，青色白皙的面庞在同他对视的瞬间染上红晕。你来朔北城也有几日了，不若我陪你出去走动走动，也能熟悉一下这方风土人情。彭子睿袖中的手指不安地搓磨。闻言，冉子轻蹙柳眉，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相邀，前几次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可今日人已经到了他门口，他也不好再做推辞，想着这几日根本找不到彭远，或许能从他儿子身上知道些消息。思及此处，他的嘴角扬起一抹微弧，那便劳烦彭公子了。本已经不抱希望的彭子睿，在得到冉子答复的那一瞬，眼睛亮了起来。他是极好看的，这在他来到彭府的第1日他便知道了。如今换上女装的他，一袭苏绣月华裙，腰带勾勒出他纤细的腰身，手臂上还搭着未来得及披上的绛红色织锦披风，满头青丝梳成垂环分孝髻的模样，一半挽于头顶，另一半由一根藏青色发带束起，鬓边的发丝随着微风晃动，就算是未施粉黛也掩盖不住其绝色之姿。而刚刚那一笑，竟一下子让他看得呆愣了。彭公子。看着眼前人微张着口，一副失了魂的模样，冉子忍不住叫了一声：“我这就去命人准备。”回过神的彭子睿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作揖，然后逃一般的跑了出去。若程烨发现他不见之后，定会猜到他来了朔北城，因此这一次出门他带上了斗笠。月见妹妹，你看看此物可还喜欢？同冉子并肩行走的彭子睿斟酌再三，从袖中掏出一只蜜花色琉璃发簪。见此，冉子愣了一下，掩盖在斗笠下的面容情绪不明，
彭公子的好意，冉子心领了，只是此番借宿彭府多有叨扰，已经非常抱歉。况且此物过于贵重，我不能收。且不说这簪子看起来就价值不菲，就说男子送女子发簪，其中寓意就不单纯。他并不想惹上其他麻烦。是时我莽撞了，听着他的拒绝，彭子睿只觉脑子嗡嗡的，磕磕绊绊答着话，那脸颊的红晕已经快要蔓延到了耳后根。冉子暗中叹了口气，心下决定还是要和他少接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彭公子可知令尊何时回来？父亲昨日派人传信说，约莫今晚便会抵达朔北城。彭子睿垂眸凝视冉子斗笠的边缘，若隐若现间，他能看到他那掩于白纱下的红唇，眼底的失落一闪而过。他知道他是有事要办才会来到彭府，若不是父亲临时出了远门，他此时便不在朔北了。可不知怎么的，他在看到这位姑娘的第一眼就想让她留下，一直留在他身边。如此便好。冉子的话还未说完，不远处的人群忽然一阵骚动，紧接着一辆无人驱使的马车不受控制般疾驰而来，那方向正是他所站立之处。月见妹妹彭子睿瞳孔紧缩，手臂一伸便要去拉他，只是冉子比他更快，他用力推开彭子睿，而他本就没练过武，这一下竟将他推了许远。他脸色惨白地看向冉子，只见他单手撑住身侧一小滩的桌面，双腿微曲，手臂一个用力，整个人便凌空越过那摊贩，避开直面而来的撞击。下一瞬，马车撞向摊位，引起一阵巨大的轰鸣，街道上尖叫与怒骂交错。冉子冷冷地看着眼前撞成废墟的马车，拉马车的马此时已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他顿了片刻，走上前，用手指撩开那车厢的帘子，果然没有人。如果方才他没看错，在那辆马车驰来时，不远处有一人影隐匿在人群之中，在众人皆望向此处时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所以这是有人冲着他们蓄意而为。可他初来乍到，能有什么仇家？难道是针对彭子睿？周围嘈杂声渐大，官兵闻讯而来。冉子收回手指，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转身向那方被吓傻了的彭子睿走去。月见妹妹，你没事吧？他喃喃道，额角的冷汗顺着鬓角流下。冉子轻轻摇头，示意无碍，只是这番闹剧发生，倒也没了继续逛下去的心情。彭公子，我们回吧。彭子睿对方才的惊险刃心有余悸，余光瞥见冉子的斗笠在刚刚躲避时落在了马车下，被轱辘碾成了两半。他不禁想，若是他反应差了一点，若是他没有被推开，是不是也会同这斗笠般折损于此？抱歉，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就遇到这种事情。彭子睿低着头，嘴唇抿成一线，神情很是懊恼。与你何干？是那驾驶马车之人不小心罢了。冉子笑着安慰。彭子睿在他身侧俯视他，久久没有开口。他看到由于刚刚的躲闪，斗笠挂落了他几缕发丝，此时正随着他的走动左右飘摇。忽然脑中想起了什么，蹙起了眉。可是刚刚那马车上并没有人。他是内敛，但绝不傻，结合方才冉子灵活的身手以及撩开车帘时微皱的眉，便已经可以猜个七七八八。是冲你来的？冉子轻笑一声，我一弱女子，能得罪谁？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冲他来的，而这一笑在彭子睿眼中便只当他是不愿承认。他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是想到这个比他还小1岁的女孩，在本该有父母亲爱护的年纪，却四处漂泊，被人追杀，他的心就有些烦闷。日后在彭府，没人敢欺负你，我会保护你。后半句他吞在肚子里，眼神飘忽地望向远方。冉子依旧笑着，并没有搭话。朔北城主府，花梨条案前，楚漫漫手捧暖炉，微脸的眼尾上挑，语气轻慢：你说在城中见到了那个贱人？回小姐，此事千真万确。今日那辆马车疯了一般在街道横冲直撞，那女子躲闪之际碰掉了斗笠，奴婢这才看清她的脸，就是当日少将军维护的那人。婢女晴儿一五一十的回答。那日楚漫漫带人去军营巡城夜时，他也跟在身后，是以他是知道冉子长相的。楚漫漫食指在暖炉上画圈，眼眸中金光流转。那个贱人既然离开了朔北军营，来了朔北城内，这不是直接送上门来吗？可看清他身边是何人？他问。从那男子身上配饰来看，应该是蓬莱酒楼的少东家彭子睿。晴儿答：彭家。楚漫漫嘴角噙起一抹轻蔑的笑意。军纪就是军纪而已，若是程夜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维护的女人转眼间便投入别人的怀抱，又会怎样呢？给我盯好彭家的一举一动，别让人发现。彭家的产业遍布大半羽朝，爹爹对他很是顾忌，这一次他可不能莽撞。是。冉子一回彭府，便听闻彭远受伤在屋内休息的消息，于是他同彭子睿直去了彭远的院中。爹，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看着彭远因着腰伤躺在床上的模样，彭子睿不忍地皱眉出声。只不过是下船时没站稳，磕到了腰罢了。爹以前也是学过医的，无妨无妨。彭远惨白着脸宽慰出声。彭子睿见此，又多叮嘱了2句大夫，
可在侧的冉子却发觉这不仅仅只是磕伤那么简单，胃掖进去的衣摆沾染了些血丝，彭远的面色也像是失血导致，此种情景定然是受了箭伤。只是彭远不说，冉子也没必要挑破，或许他只是怕徒增彭子睿担忧。岳建哀同彭子睿交谈几番后，彭远便强撑着要坐起来。彭伯伯，您别动。冉子见状，连忙上前搀扶。袁正的事确实有蹊跷。彭远握住他的手臂，另一只手拍了拍他扶住他的手背。您此番是？冉子愕然。彭远轻轻点头以示默认，顿时冉子就明白了，一定是为了他父亲彭伯伯才会受伤的吧。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接着他将其余人遣走，甚至连彭子睿都被拒在门外。此时房中只有冉子与彭远二人。沉吟片刻，他似是痛心的闭上眼睛，缓缓道：袁正手中有东陵上头官员贩卖私盐的证据。一语落地，冉子只觉脑中有什么东西轰的一声炸开了，身体摇晃，险些站不稳。贩卖私盐乃死罪，而他的父亲成了别人升官发财路上的绊脚石。第9章，东陵来人。所以他们已经发现我离开朔北军营了。冷静下来的冉子很快分析出了今日遇袭的前因后果。如今的朔北已然不安全，唯有找到袁正送出去的那些证据，才有可能为他翻案。彭远点头，所以我和小恒会是挖出父亲留下证据的仅有之人。不过小恒才10岁，想来那些人的重点会放在他的身上。你可记得你父亲有什么隐秘居所会藏匿吗？彭远眯着眼望向他，眼底的金光转瞬即逝，而恰好抬眸的冉子捕捉到了这一点。方才只顾着震惊，现下恢复清明后，他突然察觉到了彭远语气与之前的不同。先前他对待此事分明是抗拒的，可现在着实热情的有些诡异。思绪在脑中游走半晌，他缓慢开口：彭伯伯与我父亲交好，可知他先前在渔川游弋过？自然是知道。彭远答。得到回复的冉子心下一凝，他在撒谎。他虽在10岁那年高烧后忘记了很多东西，但父亲生在南方，同母亲成亲后从南方一路游弋至东陵这件事他是知道的。可渔川在朔北城不远处，属于禹朝北部，他们一家从未去过此处。因着刚刚的疑虑，所以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没想到会得到这种结果。只是当下他依旧面不改色。我猜父亲极有可能将证据送去了渔川的住所，只是当年离开时我太过年幼，已经不记得具体在哪里了。他的神情懊恼，彭远也知一个15岁的女孩知道的必然不会很多，当下宽慰：无妨，明日彭伯伯便准备车马，我们一同前往渔川，说不定故地重游你便能想起些什么。彭伯伯如此帮衬我，无以为报。冉子垂着头，语气四气。这说的什么话？袁正一生正直，却落得个被人栽赃的下场。作为其挚友，我实在痛心啊！彭远满目悲怆。冉子看着他愤懑悲戚的模样，同他寒暄片刻，便以早些休息，以待明日出发为由，离开了他的房间。待他走后，彭远一改方才的和蔼，面色变得沉重起来。老爷，冉姑娘径直回房了。未久，管家从外走进来。他点头示意管家可以退下了。片刻之后，房间隐秘的角落间，一黑衣人闪了出来。方才的对话你也听到了，我该做的已经做了，可以兑现你的承诺了吗？彭远的语气不算友好，但黑衣人却并未生气。彭老爷您放心，事成之后，5品以上3品以下的闲职任由您挑选，有了官位加身，老爷的生意定当更加顺遂。黑衣人笑着，但彭远却更为愤怒。他胸口大肆起伏，我不要什么狗屁官位，你们别来缠着我家就行。没错，白日的马车失控一事是这群人故意为之，当时的他就被刺伤腰身，按在不远处目睹了全部。若不是那丫头反应快，他的子睿差点就活不成了。彭老爷重情重义，不愿出卖恩人之女，但总要为自己的儿子考虑吧，下一次这马车可不会撞这么歪。后来他妥协了。彭老爷息怒，我们家主上只不过想除些隐患罢了，谁让这冉园中还有彭家的信物呢？如此也只能委屈彭老爷帮我们演场戏，将这背后的大鱼啊钓出来。说着，黑衣人比划了个钓鱼的动作。只是彭远闭上眼，再没看他。明日我会送他去渔川，之后发生什么便与我彭家无关了。多谢彭老爷。室内的二人达成一致，门外僵硬许久的彭子睿死死地捂住嘴，不敢发声。他本来是想来问父亲关于冉子的事情，却不想听到了这样一番对话。一路走回自己的院子，冉子的脑中一直在回想着同彭远接触的每一次。人都是明哲保身的，所以他最初抗拒这件事，冉子很能理解。甚至在他接他回来的第2日离开朔北城，他都只当他是碍于就有面子，但又想逃避这个话题，借机离开。所以他已经做好了让他将自己送回东陵，再不连累彭家的准备。可在他回来之后，却表现得异常义愤填膺。他是怎么知道父亲是因为有贩卖私盐的证据被害？若他真的是父亲的挚友，父亲又为何在给他传信去投靠他时没有一并将证据寄到朔北，或者留下蛛丝马迹？又或者为何他连父亲是否去过渔川都不知？
而且若东陵的官员真的知道了他在哪里，那他们为何用如此隐晦的方式来害他？按照彭元所说，上头的官员应该会直接下死手才对。种种疑点都让然子不得不怀疑此人用心。回到院中，拉开房门，他疲倦地仰躺于床榻，左手臂搭在额间，颓然地叹了口气。他不是没有想过为赴平渊这条路会十分艰难，他也以为自己想方设法地逃离军营后，一切会变得好起来。可是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巴掌。他以为会帮助他的人，正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谋划着他们自己的利益。然子眼神空洞地盯着床幔，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程夜那张扬狂傲的脸。发现他逃走后，以这人的性格，定是想要把他抓回去，好生折磨一番的。背后一阵凉意爬起，然子甩了甩头，试图将他的面容清出脑海。扣扣，谁？他警觉地从床上坐起，屏气听着外面的动静。月见妹妹，是我。男子的声音极小，然子松了一口气，然后下床过去开门。彭公子。他的门板刚拉开一条缝，来人便从缝隙中挤了进来。彭子睿的发丝微乱，衣摆上还带着外面风雪的气息。快和我走。他伸手就要去抓他，却被他利落地躲开。然子皱眉，不知彭公子深夜造访有何要事？月见妹妹，我父亲不知是冻的还是胀的。彭子睿满脸通红，话在嘴边却又说不出来。见着面前的然子愈发不耐，他心一横，便开口道：我爹他与你爹并不是旧友，只是在我爹南下经商时遭遇恶疾，被你父亲救过，那玉佩只是我爹的答谢。他现在想利用你和东陵官员交易，找什么文书你快些和我一起走。虽然早有猜测彭远目的不单纯，但就这般被他儿子告知，然子还是有片刻没反应过来。怎么走？如果他是一个有力筹码，身边必然会有人在暗中看顾。我知道后面有暗道，你跟着我。彭子睿径直走向房内，然后用力推开窗子，看向身后的然子。从这儿翻出去。然子借着外面覆盖着雪的砖瓦所反过的光，在幽暗的半空中与他紧张又坚定的目光对视。好。身随音动，他跨步上前，双手撑住窗沿，一跃而过。那方的彭子睿在他越过之后，凝视着快有他人高的窗沿，吞了吞口水。他为什么没有年少开始习武？那方的然子看出他的窘迫，随手折了几根树枝，拢成一束递向他。不高的，爬上去，我带你一把。彭子睿心一横，学着他方才的模样横跨上去，然后扯着藤条落下。落地后，他在前方带路，然子则在后面边走边用树枝扒动雪层，掩盖脚印。就我不怕你们家遭牵连吗？他在他身后问。闻言他顿了脚步，可你是无辜的。谢谢。然子垂眸，然后无言。彭子睿对府中路线极为熟悉，不一会他们便到了他所说的暗道，竟然是一个被雪与树枝遮蔽的狗洞。然子眼角有些抽搐，只是当下也别无选择。这些你拿着，我爹他本心不坏的，你别记恨他。临别之际，彭子睿从怀中拿出几片金叶子递给他，神情有些忐忑。我理解。然子看着他递过金叶子的手，挣扎了一下，然后伸手接过。借你的，日后定会归还。现在他身无分文，确实不好行事。说完，然子便佝偻着身体从狗洞钻了出去。彭子睿呆滞地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手掌，脑中一直回荡着他方才的话。所以他们日后还会再见对吗？自幼不缺钱的彭小少爷第一次这么期待有人还钱。彭府的人发现地很快，然子还没走完一条街，便隐隐听到那道府墙之后的嘈杂声，以及照亮半边天的火把。尹俊是父亲去东陵前待过最久的地方，就算他忘了那段时光发生过什么，但因为时常从父亲口中提起，他想一定是个不寻常的住所，或许会有他想要的答案。打定主意，然子加快了自己的脚步向南城门跑去，却不想有人比他更快。冉姑娘，和我们走一趟吧。一道阴影落下，然子堪堪闪避，那木棍的重击便落在了他的肩胛。他闷哼一声，捂住肩膀，转身一脚横扫，但被人在下一秒抓住了小腿。是谁？看样子并不是彭府的人。他一拳挥去，却被从黑暗中走出的另一人反手钳制。得罪了我们小姐，算你倒霉。一语落下，然子只觉后脑勺一阵剧痛，然后天旋地转，便没了意识。第10章又入虎穴。目送完然子离去的彭子睿正悄声潜回院子，却在路上听到嘈杂声渐起，火把点亮了彭府的半边天空。他的心咯噔一跳，这么快就发现他不见了吗？就在他还未来得及深想，眼前火光大盛，然后一群士兵服侍的人便将他团团围住。带走！你们是谁？放开我！彭子睿惊慌地看着这群陌生人，挣扎拉扯着被拖到了前院。少将军，彭府的人都在这里了。木南巡视一圈下来后向上汇报。闻言，本背对着大门的程业缓缓转过身来，眼神扫过下方众人，薄唇轻启。他呢？回少将军，属下等未曾见到冉姑娘。随着木南话音落下，一侧被绑成粽子的薛平康急了：少将军，少将军，
小人所言句句属实啊。那日那位姑娘就是进了蓬莱酒楼，是她亲口说的，自己和彭老板相识，我这小门小户哪里弄得来10根金条，都是那眼见着程烨面色愈发阴沉，穆北揉了揉耳朵，索性点了薛平康的哑穴：你们是何人？为何擅闯民宅？信不信我这就去报官？被压制在地的彭远怒目而视。朔北军少将军程烨奉命捉拿逃跑军纪冉子，还请彭老爷配合。说着，程烨从袖中掏出一块虎纹令牌，煤油灯下的令牌泛着光。彭远面色大变，他们彭府这是做了什么孽？刚送走东陵的大官，这朔北的将军又来了。而被捆在后排的彭子睿同样也是愣在原地。他竟然是军纪吗？他房间在哪里？他问。在后院。彭远低着头一五一十道。见自家父亲如此轻易的便想将冉子交出去，彭子睿暗自松了一口气。还好方才及时将他送走，只是想到他的来历，他心下还是一阵闷痛。军营那种地方，他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呢？得到回复的程烨长腿一迈，人便从主位跨步而下。带路。他的声音不大，却能听出其中隐含的怒气。披风随着他跨过门槛的刹那，带起一阵雪风，刮得彭子睿脸颊生疼。少将军，这床榻上的被褥已经凉了，想必是走了许久。穆北掀开被子又合上。程烨没有说话，只是举着火把上下打量起了这间房屋。确实要比军营的条件好上许多，盆里的炭火已经熄了，稍微扒拉一下还有火星迸出。门窗也很封闭，不会像军营那般大风刮来时还有透风的现象。衣柜的服饰虽然算不上华贵，好歹也是像样的女装。他在被冉家人救下后便去了北方参军，因着天赋异禀被镇北大将军看中，收为义子。是以他确实不太了解富贵人家的子女过的都是什么生活。这还只是个商贾之家，冉子在东陵做贵女的时候，生活条件一定要更好一些吧。穆北，把这房间内的陈设记住，购置一些送回军营。是。穆北应下，而后开始观察这间房有何不同。程烨踏步走进内室，撩开一抹窗帘，双眼微眯，目光凝视着窗台。这里的灰尘有被人动过的痕迹，他一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嘎吱，随着窗户被推开，程烨一个闪身便跳了下去。入目见到的便是有些凌乱的血痕，虽然看不出脚印，但他能断定他走的就是这条路。行至血痕末尾，程烨看到了方才冉子钻出去的那个狗洞，而在那洞附近还有几个并未完全遮盖的鞋印，看大小应该是一名男子。少将军，有人发现在彭府不远处的巷口有一根带血的木棍。听此，程烨眼皮猛地一跳，正在探看脚印的手指一顿，看好彭府，一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是。哗啦，嗨嗨，昏迷中的冉子被一桶冰冷刺骨的水浇醒，他动了动身体，这才发现四肢被铁链死死捆在刑架上。哟，醒了。他缓缓睁开眼，便看到楚曼曼正坐在身前挑衅地看着他。啪！楚曼曼手腕一甩，一道带着倒刺的鞭子便刮破了他的衣物，带下一片血肉。冉子痛苦地仰头，牙齿死死咬住下唇。这一次，你看程烨还会不会来救你？楚曼曼癫狂地笑着，手中的鞭子应声又挥舞了几下。半晌，冉子声音减弱，头低垂在一侧，紧闭双眼。一旁的随侍提醒道：“小姐，他晕过去了。”楚曼曼皱眉，又一道鞭子落上了他的侧脸，带下一片深深的血痕。这么不经打？他迈步上前，扳正冉子的头，看着他那令人嫉妒的面容落下如此痕迹，心下的愤懑稍微好转。扔到牢里，别让他死了。说罢，他便转身离开。本以为还会蹲守几日才会抓到人，哪知这贱人会趁半夜偷溜出来，还恰好被他的人碰上。他本是想抓到这贱人后，让程烨看到他和其他男人苟且的样子，可今日一见到这张脸，他就很想毁了他。他要让这个贱人生不如死。楚曼曼离开后，冉子被人揭下桎梏，扔到了一间漏风且阴冷的牢房中。他耳朵微动，在确认看守人离开后，睫毛轻颤，缓缓地睁开了双眼。脸颊处是一片火辣辣的疼，身上的血肉与衣物交织融合，加上漏尽的雪风，湿漉漉的衣衫积郁成冰。冉子冻得瑟瑟发抖，强拖着身体往内靠了靠，想要避开点外面的冷风。他将身体蜷缩起来，紧咬的牙齿由于愤恨和寒冷开始打颤。接下来的几日，每每楚曼曼想起，便会将他拖出去发泄一番，而冉子也总会恰到好处的晕厥过去，以此减少自己承受的折磨。到了第3日，他全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了，脸颊的伤口也因着未能及时医治，开始化脓。呸！甄晦气抬着冉子的壮汉啐了一口，然后一阵身体跌落稻草堆的声音响起，冉子再次被扔到了那间阴暗的牢房。脚步声渐远，他唰的一下睁开双眼，黑夜中的瞳孔却亮得出奇。这一次，他没有再同往常一般去那个躲风的角落，相反的，他扯开了自己的衣襟，躺在了直面冷风的那片地方。刺骨的寒风肆意地吹打着他，
冉子闭着眼睛，带着自己身体的温度上升。今天是他被抓来的第3日，按照冉子的推断，现下身体上的伤口已经到了感染的最高峰，若再加上高烧，必然呈现重病趋势。他看出来了，楚漫漫短时间内只想折磨他，是以他不想让他死得那么简单，因此楚漫漫一定会让人来医治他，这便是他逃出去的唯一机会。意识逐渐混沌，冉子不停掐着手心以保持清醒。这一整夜，他都在冰与火的折磨中沉浮，无数次快要昏睡过去，终于等到了铁门被拉开的声音。喂，醒醒，吃饭了。送饭的伙计一脸嫌弃地将馊掉了的饭菜递到冉子跟前，但没见到他同往常一般接过。不吃我可带走了。说着，他不耐地试图去推搡他，却在碰到他指尖的时候被那滚烫的温度吓掉了饭碗。你要死人了！伙计连滚带爬地摸起来，向外狂奔去。冉子胆子真叫。不一会便有2名壮汉带着医师走了进来，纵然他医人甚多，但依旧在见到体无完肤的冉子时还是吓了一跳。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一名女子礼仪师的道德？令他怒喝出声。让你治没让你问？身后的壮汉猛地踹了他一脚，他一个踉跄便跌跪到冉子身前。看他还活着吗？伤口溃烂感染，又受了冻，礼医师直起身也知这些人他惹不起，当下蹙起眉开始把脉。不论如何，在小姐回来前把他治好，不然你就和他陪葬。说着，铁门哐的一声又关上了。2名壮汉嫌恶地站在外侧，对于夹杂着血腥与潮湿味的牢房是1秒都不愿多待。今儿个也不知道是哪阵风把朔北军营的那个小祖宗吹来了。嘘，听说这里面的女人就是那位爷之前的人。2人的交谈声在外面的走廊回荡。冉子微眯起眼睛准备睁开，原来是程烨来了吗？难怪楚漫漫没有亲自过来。丧尽天良啊，丧尽天良！李医师摇摇头，便打开衣箱准备医治。别动！忽然喉咙被人从后方扼住，他瞪大双眼，将双手缓缓举起。冉子的声音嘶哑的可怕，他甩甩头，努力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得罪了！手起掌落，李医师两眼一翻便晕倒在地。他连忙撤下他的外套披在自己身上，然后开始翻找他的衣箱。医者的衣箱中通常会配备小刀用于医治，于他而言防身足够了。他将小刀隐匿在袖中，衣领提高遮住自己大半张脸，试探着站起身，身体摇晃了2下，又被他撑着墙扶稳。冉子深呼吸2口，然后将手搭在铁门上，欲要拉开。第11章，程烨来了。这就看好了。看到走出的冉子，正在攀谈的一名壮汉转过头问。冉子轻轻点了下头，可那壮汉却忽然皱起了眉。刚刚那医师似乎没这么瘦啊。他伸手就要去拽他，见此，冉子左手小刀捏在指尖，在他的身体被转过去时，猛地刺穿他的咽喉。你那人瞳孔瞬间放大，惊恐地倒下。与此同时，身后见同伴遇害的另一壮汉立马抽出腰间佩剑，便要刺来。冉子摇晃着身形堪堪躲过，下蹲时眼前一阵黑雾，眼见着那人举剑又要再攻，他借着自己身形娇小一个翻滚，便从他钻过，同时出手的还有那把小刀。哎，那人发出一道杀猪般的尖叫，而后双手捂住下身，栽倒在地，在那之上赫然冒出半截刀柄。冉子趁他无力反击，夺过那把长剑，双手握住，眼睛一闭，直直刺穿他的胸膛。了结2人之后的冉子再也支撑不住，他撑着剑背，靠着墙体缓缓滑下。还好这里是城主府的私牢，没有关押其他犯人，否则就方才这般动静，就会引得不少人前来。休息片刻，冉子喘着粗气扶墙起身，用手理了理身上穿着的医师衣袍，然后一步一步向外走去。只是他并不了解楚府布局，摸索之时，身后有人叫住了他。李医师，您又来了。他背对着来人点了下头，见他似乎并未察觉，便欲再走。哪知那人提着东西直接走上了前来。上次我女儿的病，多亏您施以援手，要不然恐怕活不到今日。听闻您上府就诊，我特地带了些家里种的菜。他说着便想搭上冉子的肩，可他哪能让对方得手，当下不留痕迹地绕开，而后压低嗓音道：救死扶伤乃医者职责所在，收礼着实不太妥当。老夫近日受了些风寒，现下要早日回去。您看这。哦，好的医师，您注意身体。挨那人鞠了个躬，笑得憨厚，转身之际，忽然将手中篮子里的菜扔向他，大喊道：人在这里。冉子见状，发现自己被骗了，当下闪身躲避，然后快速跑开。没想到楚漫漫的人竟发现地这般快，他们四处暗中搜寻，以防打草惊蛇，而隐匿暗处的人见此，便全数涌了过来。高烧未退的他眼前逐渐模糊，身体斑驳的伤痕随着每一次脉动，身体都剧痛无比。他忍受着心里与身体凌迟般的痛苦，朝着无人拦截之处奔去。咻！一道剑雨擦过他的耳边，他脚下一个踉跄，便摔倒在地。还能跑，看来是下手不够重。赶来的楚漫漫喘着气，眼神仿若淬了毒一般弯向冉子。今日程烨突然造访，一定同这个女人脱离不了关系。
城主府舍司牢本是鲜有人知，他倒也不怕他突然派人搜来，只是正在他和父亲招待之际，竟然得到了这个贱人跑掉的消息。若后方动静太大，势必会引起程业注意，不若现在直接杀了干净。想到此处，楚漫漫眼神示意，弓箭手背弓，身侧的男子手指搭上箭尾，这一次的箭端对准的是冉子的胸口。冉子匍匐在地，大口喘息，眼前重影不断，却也能隐隐见得那人的箭是对准他的。原来这就是楚小姐同本将说的，未曾见过此人。就在此时，程业的声音自不远处响起，看似平淡的背后却隐含着压抑的怒意。程业，这不过是我在街上随意买下的奴隶罢了，确实同你说的那人没有关系。楚漫漫强撑着平静，笑着说道。他的话刚说完，空气中便陷入了一种死寂。程业并未理会，目光直直盯着那处蜷缩在地上的人影，一步一步走去。他的脚步仿若山泉滴落石涧，在冉子混沌的脑海中浮起一片清明。本已做好葬身于此准备的他，莫名的就对他有一种信任，他可能还死不了。忽然身体被人腾空抱起，程业目光阴鸷的可怕，看清他那里的血肉模糊后，瞳孔中愤怒的火焰再也隐藏不住。他单手搂着他，另一手唰的一下抽出腰间长剑，剑端与地面摩擦，迸出星点火花。楚漫漫看着他越走越近，心下慌乱更甚，刀剑和地面摩擦的声音更是宛若催命音符，直逼人心。一向想要展露的同他势均力敌的楚漫漫第一次畏惧的向后退了一步。你要做什么啊？噌，又是一剑，这次挑断的是他的双脚筋。程业，楚漫漫痛苦的蜷缩在地上打滚，被挑断胫骨的四肢蔓延出来的鲜血流了一路，可他置若罔闻。小姐，漫漫。才赶过来的楚天烈见此目自欲裂，他抽出一旁侍卫的剑便要砍来，却在下一秒被木南回击过去。本将不打女人，畜生除外。程业的声音低沉的宛若恶魔低语。与此同时，他的亲卫将众人团团围住，他目光冰冷的扫向楚天烈。从今往后，我朔北军与楚城主一刀两断，至于你们私设牢狱之事，便留着同陛下亲自解释吧。禹朝陛下铁律，除军营衙门之外，不可设立私刑，违者剥削官职，贬为庶人。闻言，楚天烈手握的刀柄应声而落，他僵硬地将目光转向由于剧痛在地上不断扭曲的女儿。这一切楚漫漫至始至终都瞒着他。离开城主府之后的程业冷静的面容开始皲裂，他颤抖着手臂看向怀中不知何时已经昏过去的冉子，怒吼出声，去把贺子安给本将连夜送来。他的伤势太重，根本受不了颠簸，而程家恰好在朔北城有座府邸，于是程业将他带到了此处。他平退了一众随侍，掏出腰侧匕首，开始割裂那与冉子皮肉混合在一起的衣物。昏迷中的冉子感受到皮肉撕扯，无意识痛哼出声，引得握着匕首的程业顿下了动作。他剑眉紧蹙，虽然知道他听不见，但还是开口道：“忍一下。”而这声音是他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温柔。初时发现冉子逃跑时，他是极其愤怒的，愤怒到将那5日所有来往朔北与柔然的商户抓来一一盘问。可在今日见到他奄奄一息的倒在地上时，他那满腔怒火竟被熄灭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他从未感觉到的慌乱。现如今，他只希望他能赶紧好起来。冉子醒来的时候，入目便是陌生的场景，被打伤的侧脸由纱布覆盖住，他动了动身体，却扯得一阵生疼。姑娘您醒了。一道中年妇女的声音响起，冉子侧眸便见她正端着盆子走来。这里是？她缓缓开口，嗓音还带着阴哑。他记得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幕是程业将他搂起，所以这里是城府，奴婢是伺候姑娘饮食起居的，您可唤我张婶。张婶笑盈盈地看着他，眼见他又想起身，连忙上前。姑娘重伤未愈，切莫再扯到伤口了。经他提醒，冉子这才发现身上已经换了一套衣物，应该是这个张婶换的吧。他在心里想，你们家少将军呢？他问。昨日姑娘退烧之后，少将军便被大将军连夜召回，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张婶拧眉答道：昨日我睡了多久？姑娘昏睡3日有余，奴婢还从未见过少将军这般紧张过一名女子呢。张婶说着，眼角眉梢带了些笑意，俨然是把他当成了程业的人。冉子并未接话，沉吟片刻道：我可以起来吗？这张婶有些为难。我不走，只是想在院中活动活动。看出他的为难，冉子解释道：那姑娘当心身体。他被张婶搀扶着跨出房门，今日的天空难得出现了太阳。冉姑娘见他出来，一直留守在门外的穆北笑着对他颔首。穆北与木南虽然长得一模一样，但二人的气场泾渭分明，是以冉子从未弄混过他们。他一回之以礼，北副将，此番多谢相救。静默许久，冉子继续道：其实现在言谢有些尴尬，毕竟他们本意是来抓他的。姑娘应当谢的是少将军，这次为了救姑娘，我们家少将军可是彻底与城主府决裂了。
和慕北的轻松不同，此时的冉子彻底愣在了原地。河城主府决裂，因为他完了。这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姑娘莫要担心，楚城主私设牢狱，贪污百姓，这一桩桩查下来都绝无翻身之地。慕北还在一侧喋喋不休，可冉子心下却不甚平静。这一次为了抓他损失这么大，程烨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了。忽然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慕北眼前一亮，是少将军回来了。话音刚落，嘎吱一声，门便被推开。冉子下意识望去，正好同程烨那黝黑深邃的眼眸撞了个正着。院中的雪融化了大半，他的靴子踏在地面上落下沉闷的响声，一步一步向冉子走近。而这似曾相识的压迫感，仿佛在上一次逃跑被抓时也出现过，只是这一次又同那次不同，因为这次他是从他身边逃走的。冉子垂下眼眸，静待着接下来的狂风暴雨，却不想他只是在他身前站定，上下打量他，而识趣的张婶和慕北早已不见了踪影。好些了。好半晌他才张口道：“谢少将军关怀，好多了。”冉子抿唇答，看似正常的氛围，在他眼中却充满了各种不自在。第12章，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跑？他再次向他逼近。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少将军冉子随着他的靠拢缓步后退，突然脚下一块石头绊到了脚后跟，他身体一个趔趄便往后倒去。程烨的手下意识抬起，想要拉他一把，然后又放下。他冷眼屁视着跌坐在地的冉子，拢在袖中的手掌握成拳。冉子脸色微白，咬着下唇，双手撑在身侧，身上的伤口似乎又有裂开的趋势。我若是说是因为来这朔北城体验风土人情，您信吗？你说呢？听到这般回复，程烨咬牙切齿地蹦出几个字，简直要气笑了。应该是不信。冉子脸眸，手指卷曲着扒拉地面，看着他又恢复成那般柔弱无骨的模样，程烨气不打一处来。他似笑非笑地俯视他道：“还装？身受重伤还能杀掉2个比你高几个头的壮汉时，莫非也是这般模样？”他倒要看看这小东西还有多少是他不知道的。冉子当真是花拳绣腿，和少将军比起来，自然是上不了台面的。冉子干笑2声，程烨就这样凝眸看着他笑，眼底的气愤与些许担忧疯狂翻涌交织。说什么甘愿为我差遣，训练10腿都站不稳，射箭把离心，都是骗我的。他蹲下身子与他对视，低语的声线带着危险的沙哑：“我确实射不准。”够了！他大喝一声，震得冉子猛地瑟缩一下，他眼神中还带着未退的惊恐，嘴唇因着身体的不适变得煞白。若是他没感觉错，他的癸水该是又来了。初次来癸水时，在那冰河泡了许久，落下了些病根，因此每月总会痛上几日。而这一次本就重伤未愈，又再次经历冰冻，现下是愈发严重了。程烨看着如受惊小鹿般的他，心底悔意一闪而过，又瞥见他衣摆下沁出的血迹，眉宇皱得更深了。如少将军所见，我确实一早就想离开军营。见他说得如此直白，冉子索性也不装了，他按耐住手指因疼痛不自主的颤抖，将自己的声音尽可能显得平静。少将军待我很好，冉子十分感激。闻言，程烨冷哼一声，让本将劳师动众抓你一人，本将可没看出你有半分感激。我只是一个军界。谁说你是军界？他的音量再次拔高，冉子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陛下亲自发配的。程烨后槽牙咬得咯吱作响，从我将你带到身边的第一日起，你就不再是军纪了。所以他是因为这个身份，所以想要不断逃离的吗？冉子咬唇不语，这话他不知该如何接下去。看着他越来越差的脸色，程烨忍无可忍，噌的一声站了起来，向下对他道：“滚进来。”说完，他便迈着长腿从他身边越过。冉子艰难地撑起身体，又因着扯到伤口失败了几次。许久没听到动静的程烨，在即将跨过门槛时突然回眸，只见他弱小又可怜地缩成一坨，双手撑地，试图借力而起。他就这样看着，明明心下略有不忍，可出口变成了这都起不来。没有。冉子强忍着浑身上下自内而外的痛感，龇牙咧嘴地站了起来，对上程烨目光时，却发现他似乎越过自己看向了后面，伤口又裂开了。他的眉毛凝得像麻花，眼神死死盯着地上一小团血迹。冉子顺着看过去，裂开了，但又没完全裂开。没事。他讪讪地笑着，然后尽量压着平缓的步子向他走去，却在离他几步距离时被猛地拽进屋内，然后便是木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他被程烨围在了木板和他胸口之间。极近的距离让他略有些不适，挣扎之际被他扼住了手腕。我看看你什么表情，又不是没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程某人立马闭了嘴，耳后根燃起可疑的红晕。那日将他带回来，便是他为他包下的那层血衣，只是那时的他满心想着的都是让他减少感染的风险，就算为着寸缕，他也是没有任何其他心思的。
而今日骤然再提起，程烨忽然反应过来，那是一件很冒犯的事情。就在然子听到这言论，大脑空白的瞬间，他的脑中已经过了几遍补救措施。于是心虚的程某低头对上他呆滞的眼，一字一顿道：“我可以负责。”然子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医者救人，难免有些情非得已，不是少将军也会有旁人，不必介怀。”旁人？听到这话的程烨直接截取了后6个字，然后瞬间炸了毛。还有谁能不必介怀？然子，这人理解能力多半有点毛病吧？彭府的那个小公子。程烨撑在门板上的手掌握成拳。我并非这个意思。他注视他良久，最终闭了闭眼，颓然放下手臂，与他拉开些距离，然后上下观察他一番道：“是哪里又裂开了？”此言一出，然子脸更红了，他支支吾吾道：“不是伤裂开，那是什么？”于是然子同他解释了一番女子身体每月会经历的特殊情况。本以为程烨会略有些局促，可哪知他面上并未表现出丝毫不妥。然子不知他又在酝酿着什么，踌躇之际，便听到他皱眉说：“会不舒服？”这语调平和到与方才判若两人，以至于然子惊得差点咬到舌头。并无大碍。程烨观察到他失了血色的嘴唇，以及无意识揪住衣摆的手，很明显不信他的说辞。他再次瞥了眼他，然后移开目光，语气不善：“看你这样子，仿佛本将欺负你一样。”然子听，这才是程烨该说的话。然后他走了，然后张婶来了，再然后张婶不必如此大动干戈。然子半卧于软榻，身上盖着厚厚的锦被，背后还披着织锦皮毛披风，他勉强扯出笑意，手中捧着刚被张婶塞过来的汤婆子。这事可怎么能小？姑娘重伤未愈，又受了风寒，身子骨本就弱，而女子啊本就最忌寒气，若是落下病根，损了根本，对日后的子嗣可是有影响的。张婶一边撸着背角，一边苦口婆心道。看着他如此担忧的模样，然子不由得想到了母亲，若是娘还在，也会这般叮嘱于他吧。只是他自幼身子骨变弱，父亲常年用月见草入药为他调理，又让他习武，这才有所好转，这也是他的自取为月见的原因。可惜有些从娘胎带出来的病根，并不是后天调养几年便能好的。寻常女子的初次癸水大都在12、13岁，可她却在15岁，再加上线下受了不少颠簸。然子身为医者，很清楚自己的情况，他这身子日后若要有孩子，恐怕会很艰难。不过线下这般光景，这些都不甚重要。谢谢张婶，我知道了。想到这些，他对着张婶莞尔一笑。张婶看着他那被纱布缠了半边的脸颊，眼底闪过一丝不忍，于是安慰道：“姑娘放心，我们家少将军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断断不会因为姑娘的脸便舍了情义。日后姑娘若能为少将军诞下一儿半女，就算少将军再娶个侧室，这日子也是好过的。”然子他们哪有什么情义？所以张婶眼中的不忍，都是以为他要被程烨抛弃了吗？其实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窘迫的开口想要解释，却换来了张婶一副我都懂的眼神。少将军少年英才，应当以名门望族之女相配，我这一介孤女，总归不是能同他长久相伴的，是吗？他话未说完，便听到程烨凉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然子僵硬的抬头，就见张婶已然颔首退下。看着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子，程烨走过来坐在床侧，想到方才他那未说完的话，心下竟然有些不爽。你还想走？这一次的语气没有带着质问与怒气，却让然子有了些压迫感。想与能是两码事，不说能不能走，就连能不能活现在也都是程烨一句话的事罢了。我问你是不是还想走？他的声音重了些，只是然子却没有同往常一般搪塞过去。回少将军，我确实想走。他抬起头同他对视。程烨看着他那即使虚弱也依然坚定的双眸，心底某处仿佛被触动了一下，思绪辗转。他说：“你想为父亲平反？”是疑问的话，却是肯定的语气。然子愣了一下，没再否认：“是。你可知此番若不是本将及时赶到，你已经死了。”他嗤笑一声：“少将军屡次相救，然子无以为报。只是您便想看着自己拼死守护的国土中生长蛆虫，腐蚀着来之不易的万里河山，让清白正直之人因此蒙羞吗？”然子声音不大，却坚毅异常，明亮的双眸中迸发的是程烨许久未见到的生机。第13章，留在我身边。他又何尝不知，如今禹朝风气腐败，虽然远在边关，可近日来同朝廷军的交涉合作，便能看出这些蛀虫的存在早已不是一日两日，而是已经破坏到了这整个国家的根基。他只是惊讶于眼前这个不过15岁的女孩，竟能在经历了这种磨难之后，还能有如此斗志。若是你所谓的蛆虫，在这禹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又当如何？程烨缓缓开口，他去查过他委身的彭府，确实是个纯粹的商贾之家，就算有些官场上的往来，也是为了生意所行的通融之事。只是在近日，他们家才突然和东陵有了联系，
而那幕后之人正是丞相曹洪才。看看你如今这个样子，你觉得够他们杀几回？他的话让冉子沉默了下来。是了，若是没有程业，他早就死了。而且经过这一遭，他也明白在家破人亡的背景下，想要去做这件事会有多么难。他能相信谁？又可以相信谁？无人相助倒也罢了。现在东陵不知多少双眼睛早就盯上了他，而父亲留下的证据多半会在尹郡。此时的他若是贸然前去，必然会暴露。退一万步来说，他就算能真的顺利将证据带到东陵，那位只手遮天的大人物又怎么会让他有机会见到陛下？见冉子许久不语，程业也不再追问。他知道聪慧如他，很快便能权衡其中利弊。可我就应该这样看着他们凌驾于王法之上，为了他们的利益将更多的人推向深渊吗？他语气不甘。少将军，你就甘心吗？他不信眼前这个桀骜的少年会是个忍辱负重的主，可他这一次还真的猜错了。甘心？程业听言轻嗤一声，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眼底的阴霾盘旋而起，却又在对上冉子目光的那一瞬收敛了下来。首先你得活着，只有活着你才有机会不甘、愤怒和挣扎。若只是为了心中执念着的不甘和愤懑去以卵击石，简直可笑。他的这句话宛若一道重拳击中冉子心底，将他赖以维持的那层可怜的傲气捶了个粉碎。他忽然发现自己曾经自以为是的觉得去了东陵就能平冤的想法有多么愚蠢。说到底是他还没有足够自保的能力。想清楚这一点的冉子咬着下唇，垂下眼帘，虽然开口有些艰难，但语气却不再犹豫。少将军，我不会再跑了。至少在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把握保护证据，且一击即中的情况前提下，他不会再轻举妄动了。毕竟尹郡将会是为父亲平反的唯一机会，他不能冒险。如今我在明敌在暗，最好的做法就是潜伏下来，让对方放松警惕，转移视线。见他做下了决定，程业翘起腿，恢复漫不经心，偏过头，语调轻松：切，搞得本将多稀罕你似的。这次是本将秉持着军规出来捉拿逃犯，下一次失踪便直接挂上暴毙，若再见到活人杀了了事。见此，冉子却只是笑了一下，和他相处这么长时间，似乎一直都是在伪装与试探，惧怕大于信任。而今日本着破罐子破摔的原则同他说明，他竟突然发现这位少将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相反还有点可爱。你笑什么？在质疑本将的行动力？看他一改往日或是求饶，亦或是害怕的模样笑着，程业倒是十分不适应。不是，我很相信少将军恩的执行能力。听到前半句的程业眼神不自觉地瞟了过去，却又在他说完后半句的时候转了回来。知道就好。室内突然陷入了沉寂，冉子低着头，手指不停在汤婆子上面画圈，而另一边的程业则单手撑着头侧倚在座椅上闭目小憩。这一世静默让冉子慌乱之余，隐隐有了些岁月静好的味道。岁月静好，他被自己脑中蹦出的词吓了一跳。他怎么会觉得和程业同处一室很岁月静好？只是这一想法既出就很难收回。见他没有睁眼的趋势，冉子索性抬起头打量起了眼前之人，脑中尽是同他相处的每一帧画面。他生得很好看，剑眉星目，棱角分明，但在睁开眼时，那双微挑的桃花眼又给他增添了些许张扬傲气。身形修长，即便是最平常的军官装扮，也将他的身材衬得恰到好处。带着薄茧的手指搭在一侧，骨节分明，一头黑发由红色发带高束，零星落在额间的碎发显得此人干练又不羁。他忆起与他初见时，他正在被抬到那都司房中的路上，若不是徐都司恰好被他打得半死不活，他可能真的逃不过那晚。后来在冰河上再次相遇，他虽面目凶狠，却也并没有真的伤害他，反而在最后将他调离了军纪营，成为他贴身医女之后，他虽时常扯些幺蛾子折腾他，还把他扔到军营磨练，但追根到底，他都没有伤害他。就算是这一次他逃跑被抓，也没有迎来想象中的腥风血雨，反而是线下被照顾着。他不是傻子。这一桩桩一件件看似顺利且平常，但是连起来再看，却又有点不同。相比于那些被他折腾的死去活来的手下，程业对他似乎太过好了些。若说是看上他的外貌想收作通房，倒也不必如此大动干戈；若说是非他不可，冉子倒也没这么自恋。毕竟他虽生得不错，但也没到仅此一人的地步。疑惑的藤蔓在心口开始蔓延，以至于程业何时睁开了眼，他都没有发现。看够了吗？他低沉的嗓音宛若一道惊雷炸裂在他耳际，让他蓦地从回忆中被拉扯出来。够了。他在说什么？闻言，程业轻笑一声，翘起的腿放下，双手肘搭在膝盖上，身体前倾，散落的马尾洒落在身前，语气中带着些揶揄的笑意。好看吗？这下冉子闭嘴了。程业只当他是默认，心情都好了许多。少将军，我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沉吟许久，冉子还是决定问个明白。程业挑眉示意可以。您先前是同冉家有过交际吗？思来想去，
似乎只有这个可能性更大。程烨怔中片刻，似乎是没想待他会问的这般直接，但是随即想到眼前女子做过的些事情，也能理解他会联想到此了。是。然子也没想到他会回答的这么爽快，一时不知作何回复。又是在南方待过，有一次风寒遇上冉医师，也就是你父亲给我开过药。程烨很自然地继续道，其实并非那么简单，他一直被襄王寄养在隐郡，直至襄王出事，他重伤逃离，后来被冉家收留了些年。只是现下的冉子很明显是不记得这些，多说也无益。听到他的解释，冉子这才释然点头，原来他们还有这一番萍水相逢的际遇，所以是因为父亲才对他有所照顾的吗？想清楚这一点的冉子疑惑虽解，但心下却涌起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失落。程烨只是注视着他，并没有直面回答。初见他时，他只觉十分眼熟，却并未贸然出手。恰逢徐都司被他打伤，他便调走了贺子安，想看看这丫头能否把握住自救的机会。果不其然，他成功的留在了那里，还借机换药，用以拖延徐行痊愈的时间，来降低自己的危机。他很聪明，甚至于找了条逃跑的路线。而在这期间，他也查明了此番东陵送来的官女子之前的身价。原来冉家在后来搬到了东陵，成了太医院士，所以他将计就计，借以除掉徐行的宕机，将他调到自己身边。若说初时是因为他们一家与他有恩才对他多加照看，那么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一时也说不上来。不过如果这样解释能给他一个安心待在他身边的理由，倒也算是一件好事。留在我身边，他说。沉默许久的冉子听到此言，心下忽然漏了一拍。偌大的朔北军营，只有贺子安一人确实不够，所以我准许你日后多去帮衬他，至于军营训练，暂时不必参加了。程烨正色补充道。听到他接下来的半句，冉子心中的那点涟漪瞬间消失不见。但凭少将军差遣，能让他在军营有个相对正常的职位，于他而言也是光明正大留下的机会。至少在朔北军营，东陵的人还不会拿他怎么样。程烨轻嗯一声，站起身，正欲迈步走向室外，却顿了脚步，似乎是想起什么。他微微侧头，从冉子的视角看去，刚好能见到他那锋利的下颚线。以后叫我名字。他薄唇微勾，留下这句话后，便再没给他反应的时间，随即大步迈向门口。吱呀一声，门被拉开又关上。而卧在榻上的冉子却还沉浸在方才的那句话中，半晌没有回过神。他刚刚似乎笑了，与先前的或张扬不羁，或危险嗜血不同，这一次似乎染上了温柔的味道。手指不停地搓磨着怀中的汤婆子，室内炭火带来的热气晕红了他的脸颊。叫他的名字吗？程烨。许久之后，他呢喃出声。第14章，姑娘家家不比他们糙老爷们儿。朔北军营主帅营帐内，啪！装笔的竹筒被一股大力甩得老远，几个轱辘下滚到了刚刚踏步进来的程烨脚下。他淡定地弯腰捡起，然后便对上程宇泽那气急败坏的脸。程烨呀程烨，你最好给老子好好解释一下，带着老子的兵去朔北城耀武扬威，你怎么敢的？在上次听到程烨这小兔崽子把人家城主女儿的4肢给废了时，他差点没气晕过去，于是以遭遇突袭为由把他诓了回来。可哪知这人一见被骗，立马掉头就走。这不，终于等到他回来的消息，程宇泽在他刚进军营时就派人把他给押来了。我可没耀武扬威。程烨勾唇一笑，修长的手指握住竹筒，啪的一声放在了程宇泽案前。看着他这满不在乎，甚至还带着挑衅的模样，程宇泽气得吹胡子瞪眼。你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带着你手下那些将士为了一个老百姓的府邸。义父，这话可不对，我事后可是给了人家补偿的。程烨对于他的质问不以为意，就着最近的地方拉过凳子，然后往后一坐，左腿搭在右腿上，手肘撑着椅背，整个人显得十分慵懒。真的？程宇则半信半疑地看着眼前仿佛痞子一般的逆子。我何时骗过你？程烨挑挑眉。彭家敢打冉子的主意，想利用他和东陵来的人交易，他没杀他们，甚至还留他们一命，可不是补偿。那城主府呢？你这逆子！想到这一点的程宇则继续横眉竖眼。现下应当不是城主了。程烨接过他的话茬，揉了揉耳朵。义父，你难道还想和这等背信弃义之徒交好？先前朝廷军不在，城主府为了傍上他们，可谓是费尽心机。后来见着朝廷派了人，那楚天烈脸变得可是比谁都快，还明里暗里几次三番的针对他们朔北军。而且据他上次所查，那日柔然突袭偷窃朝廷军的粮草，就与这楚天烈有关。这人为了利益，可谓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就算如此，这也不该你这少将军亲自去处置，还废了人家的女儿程宇泽。虽然还皱着眉，但语气已然柔和了许多。哼，我难道不知道你是为了个女人才搞出这番动静？突然想到这里，他的声音又提高了许多。听言程烨坐直身体，神情认真道：这可是我们朔北军的地盘，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就
就这样逃了出去，我军颜面何在？程宇泽还不得抓回来？程烨又补充一句：程宇泽，不要以为他猜不出来这小逼崽子在想什么。那军法处置。他冷笑一声，目光锐利地射过去。如今我军医师短缺，正是缺乏人才之际，义父不也常教导儿子功过相抵，正确用人吗？程烨摇头，说得煞有其事。程宇泽看着他这般颠倒黑白的模样，一时语塞。行了，老子说不过你。他大掌一挥，后槽牙咬得咯吱作响。见程宇泽恨铁不成钢的模样，程烨无奈耸肩，然后似是想到什么，那玩世不恭的神情出现了一丝不自在。而且我怀疑楚天烈同那人的死有关。闻言，程宇泽愣了一瞬，过了许久才敢确定他说的那人是谁。你是指和王爷的案子有关？他的声音带着颤抖。程烨撇开目光，轻微的点了下头。东方旭当年被定罪谋反时的一条关键证据，便在与柔然勾结的10封书信。我这次在城主府里发现了这个。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件。这是程宇泽接过来拆开，瞬间瞪大了双眼。这是东方旭当年在朔北时写过的家书。程烨接着他继续往下说，楚天烈在8年前并不是什么城主，而是出身一代书法名家。你说他为什么成了城主？程宇泽目光死死地盯着这封信，虽然上面的一字一笔都只是写着简单的边关见闻和回报平安，可落在他手中却似乎有千斤之重。见他沉默，程烨没再开口。伪造信件最重要的一步便是收集大量与此人相关的文书，找出相应的文字进行临摹模仿。而这一切对于楚天烈书法之家出身的人来说并不是难事。若不是这一次他向上呈报了楚天烈的罪行，在他入狱当天去了趟楚府，他也不会发现这封夹杂在尘封角落的信件。而这信断然不会只有一封，一定是当初销毁证据时的遗留之物。再联想到他上任时间之巧合，很容易便能推断出他是因为什么成了城主。沉默许久，程宇则颓然地放下信件，沉声道：你终于肯上心他的事了。程烨抿唇，此番不过是偶然罢了，我是看你日日为此劳心费神，才顺带着给你带回来。他是你父亲。程宇则听言眉头一拧，手掌猛地拍向桌案。见此，程烨也不复以往被骂时的嬉皮笑脸，他站起身，头也不回，仿佛在躲避着什么。没什么事，我先走了。程烨对身后程宇则的咆哮置若罔闻。他撩开帐帘，便见木南木北正守在外面。少将军木北小心翼翼地试探叫了一声：有话说。程烨眼角都没给他一个，就直直往前走。您吩咐的买给冉姑娘的东西已经送去了。他点头轻嗯一声，然后顿了下脚步，侧眸望了眼木北，怎么和他说的？木北见状，立马绘声绘色地表演了一番。少将军说了，女人就是娇气，动不动就要破个皮，留个疤什么的。少将军他正说得起劲，忽然被一巴掌拍得栽到了地里。一旁的木南嘴角直抽搐，而程烨的脸已经快要黑得滴水了。老子他妈是这么教你的？他已然气得顾不得什么教养了。您明明就是这样。木北艰难地转过身体，神色十分憋屈。那日启程之前，少将军分明就是这样一脸嫌弃地同他交代，说什么女子娇弱，那军营的寒风刺骨，冉姑娘身上还有伤，脸上疤痕未消，姑娘家的不比他们糙老爷们儿，让他多去备些女子用的润肤膏、祛疤药什么的带回军营。程烨看着木北这不争气的模样，咬牙切齿地捏紧拳头，又放开，而后狠狠拂袖而去。今儿个真他娘的一点都不顺心。冉子本以为回到军营又要同先前一般条件艰苦，却在打开帐帘的那一刹那，被眼前的场景愣在了原地。这他呆呆地打量着室内布局，有完整的桌椅床帘，甚至还有梳洗所用的案台，一个不算小巧的衣柜摆在床侧。他缓步走去，拉开柜门，里面赫然挂着几套素雅的女装，连颜色款式都与他在彭府时一模一样。紧接着，木北又送来了一个大包裹，说里面皆是女子才用得上的物品。看着他模仿程烨说话的样子，冉子有些忍俊不禁。待到他走后，冉子才坐在床边打开那包裹，和风堂的凝香膏、碧玉轩的祛疤霜，甚至还有月事带。冉子脸红地将包裹合拢，身体向后仰躺在榻上，眼睛瞪大，直直盯着这崭新的床幔。若他不说，此情此景，谁又能知道他本是过来做军妓的呢？从我将你带到身边的第一日起，你就不再是军妓了。那日他的话又回响在他脑海。冉子双手搓了搓脸，又坐直身体，平稳心情之后继续收拾。冉姑娘。忽然床帘被掀起了一个角，冉子抬头便见张婶正在往内张望。张婶，他连忙起身放下东西向他走去。见此，张婶立马钻了进来，拉好帐帘道：日后我便跟着姑娘服侍了。这怎么可以？程府还需要您。闻言，冉子心下一惊。程将军在军营，可这程家应当还有女眷孩子之类的需要照拂爱，而且这几日他在程府虽没有怎么走动，但也是知道这府里是没几个下人的。现在连张婶都要过来和他一起，这算什么事？看出他的困惑，张婶摇摇头，笑得一脸和蔼。
城府没有其他人，若真要说其他人，可能就是姑娘了。冉子被他的话说得满脸茫然，便又听他道：程将军少年丧妻，至今未娶，自然也是没有子嗣，唯有少将军这个义子罢了。听言他更震惊了，一个镇守一方的大将军竟然没有妻子儿女，还是因为少年丧妻才未续弦，当真是个情深之人。日后少将军若是娶妻，张婶。冉子打断他的话，不太想和他聊这个话题，然后不自在地捏了捏衣角，继续道：您收拾一下，就和我一起住吧。这怎么可以？张婶立马皱眉否认。怎么不可以？我在军营是做医女的，不是做小姐的。您同我住一起，还可以帮我磨磨药，打打下手。冉子笑着说，尽量将自己的理由说得容易接受。在这条件艰苦的军营，独他一人待遇不一样，就算程烨说他父亲曾经帮过他，他也觉得住得不安。张婶还欲推辞，最终在冉子的软磨硬泡下，坚持自己只在一侧打地铺，坚决不和他睡同一张床。而能得到这个结果，冉子也安心了许多。第15章，为什么要躲着我？这次回来，冉子本还担心程烨会和以前一样让他日日陪侍左右，在过了几天正常生活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不知为何，他现在有点害怕和他相处。忽然外面一阵哀嚎打断了他的思绪，这是怎么了？快将他平放到床上。冉子抬眸便见一士兵被几个人抬进来，腿上赫然插着一根没入的剑尾。可此时贺子安却不在这里，他以前虽也来帮过忙，但真的上手却是少之又少。冉子思索片刻，上前单手握住剑尾，屏气凝神，另一只手按压住那士兵的伤口周围。你们把他的四肢给我按住。噗呲，剑矢被猛地抽出，一股黑血直接喷到了冉子的脸上，浸透了他用以遮盖疤痕的面纱。那士兵由于疼痛疯狂挣扎，但被其他人按压住四肢，倒也无法折腾出很大动静。冉子目光直直盯着那冒着黑血的腿部，剑上有毒。他的声音沉重，一语既出，四下哗然。一定是那朝廷军的暗哨故意的，他们就是看我们不顺眼。冉子被他们吵得头疼，他一个眼神横过去，吵什么吵？众人被他吼得面面相觑。而此时闻讯而来的程烨在掀开帐帘，便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参见少将军，参见少将军，都出去！他紧蹙眉头，越过他们向冉子走去。得到命令的士兵迅速离开了室内。此时出门采草药的贺子安终于回来了，他脸颊微红，应当是跑着来的。看到他，冉子面色一喜，视线越过程烨，便对贺子安道：贺大哥，麻烦你帮我把这绳子系紧。贺子安点头，正欲过来，却被程烨抢了先。我来。他接过绳子，手指灵活地捆住那士兵的腿，将毒血蔓延的速度减慢。冉子见此抿唇不语，当下将麻沸散涂抹在那受伤将士的伤口周围，然后拿起一把匕首，开始小心翼翼地切开那人的腐肉。程烨距他极近，能清晰地看清他鬓角落下的汗珠，面纱上洒有斑驳的血迹。他皱眉欲言，却被他打断了话头。按紧。他的手很稳，几下便去除了那些腐肉，然后贺子安递过药草铺上，又用麻布固定。几番操作下来，就算是冬日，冉子后背也已经有了一层薄汗。以前只是看到爹这样给别人处理过伤口，这一次自己来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小子，你这手法可以挨。贺子安赞叹道。以前随父亲见识过。冉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被忽视许久的程烨终于按耐不住，你的脸上还有毒血。被提醒的冉子这才想起方才被那毒血溅了一脸，他不自在地和他对视一眼，然后撇开目光。方才多谢少将军了。此话一出，程烨的脸肉眼可见的阴沉了几度。冉子这才想起那日他说以后叫他名字的事，当下咬着嘴唇，脸目低眉，不知当不当再叫一遍。看出二人氛围的不对劲，贺子安连忙出来打圆场：小子，要不来帮我分类这些草药，今日运来的这一批可以用上许久。冉子又小心翼翼地掀起眼皮看了眼程烨，然后走过去。程烨更气了，那是什么眼神？他会吃了他不成？一个叫小子，一个叫贺大哥，到他这里就又成了少将军，简直是没把他的话放在眼里。少将军，大将军传您过去。帐外副将冲里面道。闻言，程烨紧了紧拳头，瞪了他一眼，不再流连迈步向外。当下毕竟还有要事要解决，等他回来，他定要好好盘问一番。小子，贺大哥，你说。回过神的冉子猛地抬起头，贺子安用下巴点了点他面前的草药，要被你揉烂了。冉子，抱歉，我刚刚走神了。他有些无措地摊开被自己揉成一团的药草。有心事？贺子安的语气轻柔，仿佛兄长一般，让他心下的躁动散了许多。没有。他状似无意的莞尔一笑，而那沾了血迹的面纱早已经被他换下。贺子安教养是极好的，他虽能看出他这笑意不达眼底，只是他不愿意说，他也不会追问。室内寂静许久，冉子缓缓开口：贺大哥知晓今年同我一批流放过来的士兵在哪里吗？
你是指被贬充军的男子？贺子安稍加沉思道。冉子点头表示没错。此事我可帮你打听打听，不过你具体要找的人是？听到他这样说，冉子眼前一亮。他是我弟弟，名为冉恒，今年10岁。贺子安宽慰道，我知道了，你且放心，他会没事的。多谢贺大哥。他激动地站起来鞠了个躬。以前他就一直想找到冉恒在哪，今日见到这伤兵之后，冉子不由得后怕。他的小恒才10岁，会不会也被迫迎敌？若是受了伤，可又该如何是好？程烨发现这几日冉子似乎有意在躲着他，比如现在他正站在自己营帐外面，佯装同属下议事，余光瞥见不远处往这方走来的冉子，见状愣是绕了条路。少将军，许久没见回应，木南忍不住叫了他一声。你继续说。程烨轻咳了下，继而恢复镇定。大将军让您在与朝廷军的交界处加派人手。我知道了。后面木南的话他不用听也知道是什么，当即应下后便越过木南向方才冉子消失的方向走去。冉子走得急，脸上的面纱因着他急不带起的风掀起了一角。小子，他慌乱地按下面纱，然后转身看向来人。贺大哥，有什么事吗？你上次托我打听的是有消息了。贺子安立在原地，就算穿着厚棉衣也掩盖不住他瘦高修长的身姿。闻言，冉子脸上的慌乱瞬间被惊喜所代替，连问出的话语都有些颤抖。他可在朔北？贺子安摇头，朔北军最近都没有流放充军之人，如若他和你是一道发配，那么他在朝廷军的可能性更大，如若不然，就是去了淮南。淮南？听到这句话，冉子的脚步都有些站不稳。淮南与朔北可谓是与朝的2个极端，若小恒在那里，他岂不是这辈子都可能无法再见到他？小子，贺子安，你在这里做什么？贺子安还欲再言，却被身后传来的一道漫不经意的声线打断。程烨斜靠在一侧墙面，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们，只是那眼底燃起的不善却没逃过冉子的眼睛。回少将军，属下同小子商议些私事。贺子安对上程烨饱含怒意的眼眸，依旧笑得自然且无畏。私事2字彻底激怒了程烨。他们已经熟到这种地步了吗？程烨冷哼一声，走到冉子面前，俯视他道：是我打扰你们了？没有。他摇头。那你还不快走？他微微侧头，狭长的眼尾扫过身后的贺子安。贺子安看了眼2人，暗自叹了口气，是，属下告退。待贺子安走后，气氛一度陷入僵持。这条路本就鲜少人走，若不是方才为了绕开程烨，冉子也不会往这边来。少什么少？程烨就这样看着眼前的小女人，憋了半晌，动了动嘴唇，最后吐出个他最不想听见的开头，对着贺子安一口一个贺大哥，叫得如此亲切，怎么没听你叫我一声哥？冉子觉得他大概是受了什么刺激，当下正色对他道：程烨，我现在1没逃跑，2没损害军务，请问你现在这般所谓何事？程烨被他问得一愣，随即转换脸色说：你为何要躲着我？没想到这也能被他看出来。冉子有瞬间的心虚，他不动声色地撇开眼：我没有。程烨哪里看不出他这畏畏缩缩的模样，于是似笑非笑：你别忘了，你能去帮衬贺子安是我允许的，你的本质还是我的贴身医女。可如今你没有受伤不是吗？非要我受伤你才会来吗？你不受伤我过来治什么？冉子噌的一声刀剑出鞘，他被吓得后退一步。你要干什么？受伤哀程烨勾唇一笑，然后光影一闪，剑刃便朝着胳膊划去。你疯了！冉子上前一步，伸手抓住他的手腕，想要阻止他，却在下一瞬被反握住手臂。随着佩剑落地的声音，他整个人被猛地扯到了他的怀里。程烨冉子捶了一记他的胸口，显然他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于是慌乱地任他将自己推开。你几岁了？冉子胸口大肆起伏，看向他的眸中带着不满和怒意。17。程烨撇撇嘴，弯腰捡起剑柄，冉子却以为他又要自残，立马过去夺，2人指尖碰到一起，又迅速撤开，啪的一声，那剑又落在了地上。冉子，为什么要躲着我？他又问了一遍，只是这一次却带了些委屈。第16章，一抹悸动怦然而起。冉子从未见过这样的程烨，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你把剑收好。他弯腰捡起剑，然后朝他递过去。程烨就这样盯着他一动不动，拿着哀，他又向前送了送。他不情不愿地接过，咻的一声，刀剑入鞘。见他收回了剑，确认不会再伤到自己，冉子道了声告辞，便转身想走，但程烨上前一步，拦在了他前面。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要躲着我？看着他认真的眼眸，冉子抿了抿唇，拢在袖中的双手相互揉捏。你已经帮我够多了，不过是父亲的一次顺手帮助，甚至连搭救都算不上，而他却照顾了他这么多，于情于理都有些过了，所以不如少见面。他安安分分的在军营尽自己所能，
待到时机成熟再去求他让自己离开是最好的结果。这算什么理由？程烨哪里能猜到他所想，听着这句话只觉无比离谱。帮得多难道不该更感激他，从而与他多多见面？程烨，你是少将军，而我只是一个被流放的孤女，你的精力不应该放在我这里。冉子无奈道。程烨唇抿成一线，眼底神色不明。冉子见他这般反应，于是敛下眉目，就要绕开他走过去。只是这一次他没再阻拦。说开了也好。正在他这样想着，身后突然传来他的声音：宁愿去找贺子安一个既没有人脉也没有途径的医师，也不愿意来找我吗？没待他回答，他又继续道：你的弟弟确实在淮南军区，方才贺大哥已经同我说了。他紧了紧拳头，依旧背对着他，没有转身。他只是同你说了，或许在朝廷军，亦或者在淮南。程烨在他身后一步步走近。而我不仅知道你弟弟在淮南，还知道他到底在淮南军部谁的手下。闻言，冉子猛地回过头，却发现他忽然离自己好近，近到他要仰着头才能和他对视。原来他有这么高吗？你想知道吗？他弯下腰，嘴角噙起一抹势在必得的笑意。他的呼吸隐隐有喷洒在他脸颊的痕迹，刹那间让他热了脸。我想。他咽了咽口水，鼓起勇气抬头望他。陪我一天。陪我一天，我就告诉你。他的嗓音低沉中夹杂着磁性与沙哑，这种距离，冉子能清楚地看到他那琥珀色的瞳孔中微光流转，仿佛被蛊惑一般。他喃喃道：好。得到应答的程烨轻笑一声，那双狭长的桃花眼因着他的笑意眼尾上扬，弯出一抹醉人心神的弧度。而就在这一刻，冉子才蓦地反应过来，方才答应了他什么。你要我怎么陪你？见他这后知后觉的模样，程烨忽然起了捉弄他的心思。你觉得呢？看他笑得如此意味深长，冉子愈发确定了心中所猜。他如今能陪他的，怕是只有……想到这里，他松开了咬着的下唇，努力扯出一抹笑意，出口的声音却是阴哑：今晚就可以。程烨被他这副模样看得心底一沉，烦躁之意蔓延而起。他以为他会挣扎一下的，当真为了弟弟可以做到如此地步吗？若是那人不是他，是旁人，譬如贺子安呢？原本快要燃烧起来的火焰，却在看到他这明明害怕却又强装镇定的样子时灭了下去。他竟然有那么一丝不忍。于是程烨撇了撇嘴，然后一脸嫌弃的伸手弹了冉子一个脑背儿：看看你这什么样子，我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吗？他吃痛捂住额头，对于他的话有些迷惑不解。明日别去贺子安那里了，也带你去个地方。说着，程烨便又成了那副放荡不羁的模样。他挑了挑眼尾，取下腰间别着的皮鞭甩了两下。听到没？得到应答的程烨满意的笑了，然后转身离去。冉子呆愣地望着他的背影，夕阳透过营帐洒落在他的周身，仿佛镀了一层光屏。这一刻，他忽然觉得胸口有一抹悸动怦然而起。翌日天才蒙蒙亮，冉子便准备好蹲守在了程烨营帐外。他昨夜辗转反侧，未曾入眠，脑中一会想的是冉恒在淮南如何，一会又闪过程烨那张不阴晴不定的脸。虽然现在快要入春了，但太阳未升起的初晨却依旧寒凉。程烨出来时看到的便是他相互搓着双手，隔着面纱都能感觉到在那之下的面颊上定是冻得通红。他走过去，心下一股异样划过，如此迫不及待。冉子见他过来，面色一喜：我们去哪儿？我们二字取悦了程烨。虽然知道他是为了弟弟才会这么早就在等他，但在看到他对他扬起的笑颜时，他还是忍不住唇角上扬，心情十分不错。他带着他去换了身猎装，顺便拿了2把弓，然后便到了先前的那条冰河之前。这是冉子第2次到这里来，只是同上次不同，如今气温回暖，那条河面上的冰块都皲裂破碎了。记得这里吗？程烨问。记得。冉子点头。见此，他勾唇一笑，左手食指拇指环成圈，抵在唇边吹了个口哨。而后冉子便见到一大团雪白从远方直奔过来，他瞳孔瞬间放大，连心跳都漏了一拍。魁月眼见着他要向冉子扑去，程烨拧眉喝住：小色狼崽子！冉子惊魂未定，看着朝程烨甩尾巴的魁月，只觉得十分骇人。这么久没到见这只狼，他都快忘了这人还养着狼王。他挺喜欢你的。程烨向他挑眉，大掌薅了2把魁月的头，引得他不满甩了甩。他瑟缩在他身后，小心翼翼地瞄了眼，确定他不会伤害他后，又大胆地往前走了一步。嗷呜！魁月见到露出头的冉子，立马从程烨的魔抓下溜出，朝着他欢快地叫了声。他一阵无言。白眼狼说的就是这种狼吧？他很大，整个狼身到了他腰际以上。冉子试探地伸出手指碰了一下魁月的头，见他没有要咬他的迹象，便愈发大胆地又摸了2下。他的毛软乎乎的，表层还带着些露水的潮气，摸起来很舒服。
被冷落在一旁的程叶见着他眯起眼，似是很享受的模样，又看了看下方谄媚的葵月，顿觉十分不爽。好了，天快大亮了。他不动神色的用脚隔开某狼，引起某狼不满的哼哼两声。冉子放下手，抬头看他：我们现在做什么？会骑马吗？他问。会一点。他点头。程叶嗯了一声，然后目光转向蹲在他身后的葵月。葵月感受到主人的目光，也歪了下头，原本耷拉着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他看着葵某狼，忽然笑了，然后薄唇轻启：骑他。冉子，不好吧？所以这和骑马有什么关系？他习惯了。这样一说，他似乎也想起来了，第一次见到这狼的时候，可不是正让程叶骑着。忽然身体一轻，他惊呼一声，整个身体便被他腾空架起。程叶双手插住他的腋下，一提一放，而后冉子便稳稳地落坐在了葵月背后。他的触碰转瞬即逝，却让他红了脸。可程叶却丝毫没察觉到其中微妙，他拍了拍葵月的头道：跟着我的方向。嗷呜！葵月弓起背朝他叫了一声，抓稳哥程叶的声音随风飘散。冉子身体猛地后倾，这才明白他这句话所谓何意。寒风在耳边呼啸，他死死地抓住葵月颈上的皮毛，而他则跟着程叶的脚步，似爪踩冰，就这样不停踩踏碎冰，越过河去。凛冽的风刮得冉子睁不开眼，他匍匐在葵月背上，将眼睛眯成一条缝。而那身前程叶正运起轻功，衣袂纷飞间，他微微侧目向后看来，恰逢太阳越过地平线，晨光熹微，笼罩住他通身上下，唇角微微勾起，狭长的眼尾上扬，带起的风将他竖起的高马尾吹得肆意，是那么明媚又张扬。落地后，冉子趴在葵月的脊背上，大口喘气。他没好气地瞅了眼正往这边走来的程叶，就这，他自上而下俯视着他，语调轻狂。感觉到被轻视的冉子心中一阵不服，他从葵月背上翻身而下，仰头对他道：你这是以强凌弱。你弱？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将背后的弓取下一副扔给他，继续道：今日你若能猎得10只猎物，我便告诉你冉衡在哪。你昨日明明说我陪你一天，便告诉我的冉子接过弓箭不满道，况且你明知我连靶都射不中。看着他眉头拧得像麻花，微咬着下唇，一副受到天大不公的模样，程叶有些忍俊不禁，只是当下依旧语气欠揍：我上次看你挺会打架的。听此，冉子立马辩解道：打架和射箭能一样吗？同一人使得好鞭子，但不一定用得了弓箭。你们军营不也还分后排弓箭手和前锋近战军？看他说的头头是道，程叶状似惋惜般将他手中的弓箭拿回来，耸耸肩无奈道：既然如此，今日也没得玩了。说着他就准备往回走，还不忘回头：回去你自己游过去吧。冉子真是个大爷。等等，他在背后叫住他。哼。程叶转身好整以暇的双手环胸，与他对视。冉子咬咬牙，上前几步拿过他手中叼起的弓箭。我猎。第17章，到底是谁在陪谁？曾经在对岸时，冉子以为这边不过是一大块荒原，现在真的过来之后，他才发现在那背后竟还有一片森林，所以那群狼应该便是栖息在那森林之中。他想，就算那日侥幸没被狼群分食，约莫也是走不出这丛林的。见他许久不动手，程叶一手持弓，一手持剑，然后闭上一只眼，向上瞄准树木之隙。咻！箭矢离弦，空中飞鸟应声而落。冉子望去，这才看清，方才他竟是一箭双雕，抛砖引玉。程叶向他扬了扬下巴，迈步向前，拎起被串起来的2只鸟，对他示意。冉子，他调整了下姿势，低头试了试弓，忽然一道白影在眼前掠过，是只兔子。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发现危险的来临，跑过之后便蜷缩在一个角落，一动不动。得来全不费功夫。冉子勾唇一笑，举起弓箭对准那抹白色。咻！这样他不信还射不中。笑容凝结在他嘴边，箭端插中了兔子旁边的树干，而那只兔子因着惊吓瞬间跑远了。程叶见状，左手屈成拳头抵在唇边，笑了一声，引得冉子不满地看了他一眼。需要我教你？他等说这句话很久了。没事。可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不行，自己揽下的活怎么也要凭自己的能力射中几只。不就是射箭吗？还不都属于武术一类？他就不信了。沉浸于不甘挫败中的冉子浑然忘却了方才同程叶讲的同一人使得好鞭子，但不一定用得了弓箭。军营不也还分后排弓箭手和前锋近战军之类的云云？他屏气凝神，蹲守许久，才见到另一只没有发现危险的黄鼬，捏着箭羽的拇指与食指放开，又是一箭射出，较之上次要好点的是，这次好歹碰到了那黄鼬皮毛。得了信心的冉子快速取下第3根箭，这一次他的目标对准了程叶身后。还没来得及收回笑意的程叶，咻！箭矢擦着他的耳边掠过，带下几根发丝，而他身后的树杈上赫然钉着一条布满花纹的赤练蛇。
我成功了！冉子兴奋地放下弓箭，对程叶扬唇一笑。他余光斜了眼身后，然后又转过去看他，挑眉道：“不错。”这句不错让冉子备受鼓舞。于是接下来，程叶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许我可以教你射箭，这次总可以了吧？不用，我自己可以。你已经猎了7条蛇了，换一个。换一种跑地快的他肯定不行。我就喜欢蛇。你今天准备就吃蛇？已经第7条了，他就不信。什么？等一下，我马上就射到了。你趴下来点。他的头被再次冉子伸手按下。蛇是看不到的。程叶无奈的被他按低身体，想他堂堂8尺男儿，竟然就这样和他一起蜷缩在一撮草木之后。嘘！冉子转过头对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刚想用唇语，却发现自己戴着面纱。于是他拉过他空着的手，示意他摊开手掌，右手食指轻轻在他掌心画上几笔。他听得到，他指尖的触感一笔一画传到他的脑中，似是被灼烧到一般。在他写下最后一笔程叶便迅速收回了手掌。他移过视线，头微不可见的点了一下，耳根弥漫起点点红晕。而另一边专注于眼前猎物的冉子再见他了，然后继续拉起弓，对准了不远处的一条银白花蛇。他算是找到猎物技巧了。那些兔子、阿黄鼬、阿梅花鹿什么的，反应太快了，更别说天上的鸟，他连根毛都射不下来。与其如此，还不如猎些行动慢的，比如这蛇就很好嘛。反正他只说了数量，没说种类。箭矢穿破虚空，那银白花蛇便被直直射中。冉子熟练的起身跨过草丛，手中匕首一起一落，那蛇的头便被斩断。他拔起箭矢，然后挑起蛇身向程叶扔去。第10只猎物，而他则单手接过抛来的蛇，同刚刚的9条放在一起。看他笑得如此得意，再看看地上的10条无头蛇，甚至方才剁掉头的那条还在窜动。他哑然：“你竟然不怕蛇？”闻言，冉子将擦拭匕首的手帕收回袖子，看向他的眉眼带笑：“蛇也是可以入药的，所以小时候和父亲见得多。现在可以告诉我小恒在哪里了吧？”见他忽然不语，冉子急急上前道：“你不会要反悔吧？我在你眼中便是这般背信弃义之人。”程叶捞起地上10条蛇，便越过他向前走去。“那你现在要做什么？”他跟在身后问。闻言，程叶回头挑眉道：“不得先吃饭。”经他这一提醒，冉子才发现不知何时天已经快要黑了，而他方才为了找些看起来笨且好猎的蛇费了许久功夫。他忽然反应过来，这程叶就认着他这样耗了一天，所以他们这到底是谁在陪谁？吃蛇？当他看到程叶架起火堆，便取出匕首开始处理蛇身时，冉子连刀都拿不稳了。方才不是同你说过了？程叶眼皮都没抬，顺手给他扔了一条。是他自己沉迷于猎蛇，他能有什么办法？冉子堪堪接过他扔来的蛇身，咽了咽口水，然后艰难地坐下，向他身后探了探头道：“你猎的2只鸟呢？给葵月吃了。那葵月呢？去找他的崽了。行吧。”然后冉子认命地开始处理起了蛇。他偶尔会偷瞄一下对面垂眸不语的程叶，火光摇曳，在他那棱角分明的侧颜上投下淡淡的阴影。静谧的丛林中只有柴火烧着火星迸开的声音。程叶突然开口，打破这一沉寂：“冉恒在左将军麾下。”左将军被告知的猝不及防，冉子手指一不小心就划到了匕首上，而程叶比他更快，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他便握住了他的手指。这匕首上怕沾染了蛇的毒素，你要死在这了，我可没法交代。那我们还吃？看着他强装严肃的模样，冉子憋着笑，小心试探着问了一句。程叶紧蹙着眉，确认血止住后，放开了他的手，一本正经的抬眸道：“蛇的毒大都在牙齿上。”冉子，所以匕首没有碰到牙齿，为什么会有毒？于是二人就这样面面相觑，极近的距离使他们之间的温度瞬间上升。最终冉子败下阵来，率先移开了眼。他不自觉地揉了揉脸，轻声道：“左将军是谁？”“左浩明，淮南大将军，与我义父同位阶。”程叶也往另一侧移了移。“听说你弟弟很得他的赏识。”“他才10岁，能有什么？”说着冉子便停了下来。“是啊，他才10岁，但是他所在的环境又和普通孩子的10岁不一样。”程叶被火苗映照的瞳孔中深沉如夜，他唇角轻扯：“他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谢谢你。”他轻轻颔首。二人就这样并排坐着，又是一阵无言。冉子翻动着手上木棍插着的蛇肉，却瞥见程叶不知从哪掏出些他不曾见过的果子，挤出汁液撒在手上的蛇肉上方。“尝尝。”他递过来。冉子侧目接过，半信半疑地凑到鼻子上闻了闻，好香，半点蛇腥味都闻不到。“吃吧，毒不死你的。”程叶漫不经心地接过他手上的那一串烤了起来。冉子，然后他掀起面纱咬了一口。“你怎么知道这些果子能够用来调味？”
听言，程叶掀起眼皮瞟了他一眼，天赋异禀。算了，当他没问。可他哪里知道，他在10岁那年离开冉家后，便是靠着吃这些野物才得以存活到朔北的。突然，正在吃着蛇肉的冉子顿下动作，屏气凝神。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哭？他问。程叶本是习武之人，对于这种细微的动静，自然是察觉得比他快。不过他向来是个不爱多管闲事的人，与他无关，他便不在意。真的有人在哭。他眉头皱得愈发深了，听着声音像个孩子。做什么？见他起身，程叶忽地拉住他的手腕。我们去看看。他俯视他道，不然他真的要喂你的狼崽子了。没想到他还记得这一茬，程叶嗤笑一声，然后放开他。那多好，把他们养得肥肥壮壮，不正好守卫这边关？冉子看了他一眼，也没指望他能做些什么。那我去看看。见他真的循声而去，原本自顾自烤着肉的程叶忽然将棍子一扔，低咒一声，然后愤然起身。真是欠他的。冉子过去时见到的便是一个约莫11、12岁的男孩，正奄奄一息地靠着树干，腿上被一根荆棘彻底贯穿，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整个衣摆。醒醒！他走过去，蹲下检查他的伤口，拍了2下他那由于失血过多而苍白的脸。他的动作震醒了男孩，他嘴唇微动，吐出的几个字却不是中原话。冉子这才发现，这个男孩是一副柔然人的打扮。他说：“让你救他。”程叶在他身后双手环胸，不情不愿地屁视着眼前一大一小。第18章，今晚回不去了。听到他的话，冉子并没有回头，而是看了一眼身前奄奄一息的男孩，然后起身在周围寻找些什么。只是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他夜间事务能力不比程叶，因此摸索了好一阵，才找到几根可以用于止血的草药。程叶就这样倚在树旁看着他忙活，见他要伸手去撕扯那男孩的衣物时，忽然大步迈前，用手掌隔开了他。我来。他唇抿成一条线，眉头紧蹙。冉子微微退后一步，看着他扯开那男孩衣物后，直接上手去碰那荆棘，忍不住道了声小心。听到他的声音，程叶的手顿了一下，便继续去拔那荆棘。半昏迷中的男孩被这撕扯的剧痛引得闷哼一声，见此，冉子立马蹲下，揉碎手中的草药，覆盖于那片血肉模糊上。程叶将带血的荆棘随手扔在身旁，而后侧目看他，语气中带着轻嘲：救活他，然后让他长大了来打我朝。两国交战，不伤妇孺幼童。冉子一瞬不眨地盯着男孩的伤口，继而揉碎更多草药往上涂抹，确认不会再出血后才松开。你看他再过2年是幼童还是敌军？说着他便起身，却并未等到冉子同行。怎么，你还想把他带回去？冉子的目光闪烁了一下，程叶这下来起了兴致，他复返而来，单膝跪地立于他身前道：你觉得军营之人会有我这么好心吗？禹朝与柔然乃死敌，多少人的父兄葬身于两国交战，若带这个孩子回去，恐怕就不是救他了。冉子怎么不明白这其中道理？只是这救人就一半扔这里和没救又有什么区别？想着他便抬眸与程叶对视，程叶被他看得有些莫名其妙。果不其然，他接下来的话印证了他的不安。或许我们可以把他送回去。见他目光瞬间变冷，冉子急忙解释：这片森林不是接通柔然吗？我的意思是把他往那边送一下。在他森冷的注视下，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但依旧小心又瑟缩地补了一句：不然他一个人在这儿，不还得喂你的狼崽子？程叶后槽牙紧咬着搓磨，你看我愿意吗？冉子眨眨眼，愿意吧。二人僵持对视许久，程叶舌尖抵着腮帮，搭在膝盖上的手猛地扯了一把地上的草，口中低咒一声：冉子，你属菩萨的。他眼帘微敛，细密卷长的睫毛因着他的低喝轻轻颤抖。他看着刚刚被他连根拔起的草，撇着嘴小声道：我好歹是个医者，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那也先走了。说着，程叶直直起身，没想到他真的这样要离开。冉子抬头急忙伸手想要扯他衣摆，但因着他的步子太大，一下没抓住，整个人便向后倾倒而去。同样没想到他会来抓自己的程叶，下意识就要去拉他，却不想被他一起带落，滚到了地上。程叶反应极快，他双手撑在他耳侧，将自己的身体与他拉开距离，避免压伤他。而刚刚的一番拉扯，冉子的面纱早已飘落到了一边，他想要伸手遮挡，却无意识地碰到了程叶的腰，仿佛触电一般，他侧头急速收回，额头却在下一秒磕到了他的下颚。程叶眼角抽搐，手臂用力刚想起来，但冉子却以为他又要走，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揽着他的腰向下一拉，于是方才撑地的手掌已然变成了手肘，二人鼻尖相贴，瞳孔中皆是对方的倒影。他的呼吸略喘，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脸上，让他好半晌没找到自己的声音。你先起来，刚刚谁拉的我？我想要救他，今晚可是回不去了。他侧过头想要避开与他直视，可程叶却十分恶劣地将他的头摆正过来。他眼底的不耐被戏谑替代，孤男寡女
干柴烈火，是不是要做些什么？他脸上的疤痕只剩下了一丝淡粉的痕迹，面颊因着他的话逐渐染红。黑夜中，他甚至能听到他略微急促的心跳声。你昨日还说不是趁人之危的人。冉子吞吞吐吐道：昨日不是，今日可不一定。他笑得邪魅，手肘微曲，同他的距离又近了些。见此，冉子赶紧用手臂抵住他的胸膛，双眼一闭：别这样，那边还有人。程叶闻声望去，果然见那男孩正睁着大眼睛看着这方。本是乱说的冉子。男孩摆摆手，说了句柔然话，神情有些慌张，然后又闭上了眼。他说什么？冉子吞了吞口水问。他说他什么也没看见。程叶瞥了眼他答：有点此地无银300两，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还不起来？他又推了推他，想要我帮你就叫我生哥，不然我走了。说着他真的起了身。冉子急了，他立马坐起来，神色不自在地嗫嚅道：哥，什么？我没听见。背对着他的程叶脚步一顿，头侧过来，表情无比欠揍。他抓了抓手侧的草，硬着头皮又叫了一声哥。哪知这方的程叶依旧用手挠挠耳朵，神情十分懒散，方才的肉都白吃了，这般有气无力。程叶哥他话还没说完，便被冉子的一声大喊打断。他俯视着坐在地上满脸憋得通红，胸口大肆起伏的小女人，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声。现在可以了吗？他双眼冒火地盯着他。要不是因为在这危机四伏的深夜丛林，他才不求他。看到他一副受了天大不公的模样，程叶难得平和地点了点头。那当然，我向来是遵守诺言之人。冉子好想打人。他站直身体，拍了拍身上的草屑，然后向那男孩走去。刚走近，便见到他急速颤抖的睫毛。冉子有些无奈，别装了。闻言，那男孩缓缓掀起眼皮，眼底还带着些惧意。你叫什么名字？男孩看了眼他，又小心翼翼地越过他，看向后方的程叶。冉子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程叶抱着手臂，好整以暇地望着这边二人。于是他对他道：你给他翻译一下。程叶理直气壮：那你得再叫声哥。冉子。阿策就在此时，尉迟策挪动嘴唇，生涩地用中原话说了2个字。冉子这才意识到他是听得懂中原话的，只是不太会说而已。好小子，很争气。这般想着，他没好气地瞪了眼程叶，而程叶见状，则是向他耸了耸肩。你家在柔然市吗？尉迟策点头。我们把你送到边界，你自己回去可好？他犹豫了一会，摇了摇头。冉子皱眉又转向程叶，我想他大概是受了惊吓，不如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晚。程叶挑眉不可置否。看着他迈步走向方才生火的地方，冉子看了看地上根本走不了路的尉迟策，一咬牙便蹲下，想让他趴到自己背上。再叫声哥，我帮你。不知何时程叶又去而复返。不用。他背着尉迟策从他身边擦肩而过，只是背上忽然一轻，他回头便见尉迟策被他拎起扛在了自己肩上。哎，你小心点他的腿。他在后方提醒了一句。知道了。程叶嘴上应着，手上的动作依旧粗暴。尉迟策在他肩上颠得嘴唇泛白，而他则心情好转了许多。竟然敢让他来背，哼，岂有此理！冉子注视着程叶单手扛着尉迟策的背影，嘴角无意识地弯起了浅浅的弧度。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家伙。经过这一番折腾，方才的火堆已经灭了，程叶又重新生了火，而那没烤完的蛇则被他择了些好的重新烤了一番。令冉子惊讶的是，这阿策对于吃蛇肉这件事十分习以为常。柔然吃这些比较多。看出他的疑惑，程叶解释道：你为何对柔然如此熟悉？反应过来的冉子察觉出了其中不对。他一个生在中原的将军义子，怎会对柔然如此了解，还会说柔然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挑眉，听言冉子了然点头，心下对他倒是更敬畏了几分。别看他表面一副纨绔模样，内里还是有点学识的。进食过后，本就受伤在身的尉迟策很快便靠着树干睡着了。忽然一个小物件落在下方铺好衣物正欲就寝的冉子身上，他抬头便见程叶已在上方分叉的树杈之间，双手枕着颈，轻佻地向他扬了扬下巴。你的东西。他捡起绳索，这才发现那是他当初抵给薛平康用于混进朔北城的翡翠吊坠。这个吊坠是父亲从寺庙所求，自幼便给他带在身上以保平安的。那日抵出去时，他便没想再要回，没想到程叶竟然给他找回来了。谢谢。他仰头看他，要谢就再叫声哥。见他垂眸不语，程叶也没再指望什么，目光透过树木间隙望向皎洁的月亮。程叶哥。突然一道低声细语微不可闻地传入他的耳中。他想明日一定有个好天气。第19章，你们中原人还能数菩萨吗？夜半时分，倚靠在树杈上双目紧闭的程叶在一阵窸窣响动中蓦地睁开了眼，
他向下垂眸，便见尉迟策正蹑手蹑脚地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不知想往哪走。他本不想理会，按照他以前的作风，这种人是死是活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想着，他又把头偏回，恢复闭目养神的模样。只是不知为何，脑中忽然闪过然子咬着牙叫他程叶哥的模样。算了，答应了他的事，若是明日这小兔崽子死在了哪只野兽口中，他又该夸着脸了。于是他翻身自树上一跃而下，带起的一阵风将尉迟策吓得跌坐在地。程叶看了眼熟睡的然子，然后蹲下小声道：“不想死就待着别动。”我不想回去。尉迟策嘴唇颤抖，眼底还蓄有泪光。见此，程叶嫌弃的撇撇嘴道：“那正好，老子也不想送。”听言，尉迟策抖得更厉害了，他双手向后撑着地往回挪动。过去干嘛？接着跑哎！不跑了。他双手环膝，靠在方才呆着的树干上，眼神警惕又小心地看着程叶。看着他这般没出息的模样，程叶轻嗤一声，然后靠近他，用只有他们两人听得到的声音对他说：“你们尉迟王族都和你一样不争气吗？”这句话宛若恶魔低语，萦绕在尉迟策耳际。他瞪大双眼，满眼充斥着不可置信。你……程叶满意的看着眼前被吓得不轻的男孩，然后起身不再回头。尉迟王族分支众多，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他们的大腿上都会纹有鹿角，因为这是他们所信奉之神明。而方才他在扯开尉迟策衣物时，便发现了他身上的这一图腾。眼前这个逃出来的少年，显然是族内争斗的牺牲品。就如然子所说，他倒还没计较到同一个孩子过不去的地步，索性依着他把人送回去，只是之后是死是活就与他无关了。但倘若今日在场之人换作他那些在战场上同他交过手的义脉兄长，估计早已身首异处。你是朔北军的人？尉迟策忽然在身后用柔然语说道。嗯哼。程叶回眸不可置否。谢谢你没有杀我。这一次他说的是蹩脚的中原话。程叶泰然自若地转过身，等着尉迟策的下文。求你不要把我扔在柔然边境。第二日，然子睡醒的时候，身旁的一大一小正排排坐于一侧，早已熄灭的柴火堆旁摆了一堆沾染了朝露的果子。你们这么早？他直起身体揉了揉眼睛，这才发现身上盖着程叶的外袍。见他揪着自己的衣服，程叶才想起昨晚揪回尉迟策后，见他蜷缩成一小团时，下意识地解下了外袍给他披上。他刚想解释，便见他将衣物叠整齐递过来，一双碱水秋瞳中荡漾着醉人心神的笑意。谢谢。谁要他谢？程叶没好气地接过衣物，然后展开往身后一劈，手上还拿着根木棍戳了戳昨晚燃尽的废柴。姐姐吃。尉迟策有些局促地拿着一颗青中带红的果子递给他，却遭了程叶一记眼刀。谢谢阿策。然子伸手接过，他这声姐姐让他蓦地想起了远在淮南的冉恒，说起来他们俩似乎同岁。程某更不爽了，和他就是干巴巴的谢谢二字，换个人就是谢谢阿策了。无辜的尉迟策又被瞪了一眼，看着他瑟缩的动作，然子胳膊肘戳了戳身旁的程叶。你别吓唬小孩子。小孩子？你也就比他大个3岁吧。程某嗤笑着扔下手中木棍。然子懒得和他理论，正欲询问何时出发，便见他忽然收起散漫，神色严肃了起来。程叶屏气凝神，闭目探听片刻后，睁开眼站起身道：有人来了，快走。看着他面色凝重，然子终于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连忙跟着起身，一旁走不动的尉迟策则被程叶一把提起了后衣领。而就在他们离开不久，他们方才所待过的地方便出现了一支商队。商队为何会走这里？隐匿在暗处的然子问他。他们不是普通的商队。程叶皱眉道。虽然柔然与羽朝互为敌国，但两国却从未禁止过商贸往来，对于通商行人都会有专门的关卡路线，因此正经商人是绝对不会走这种险路的。况且见他们这般行事，似乎已然十分熟练，这说明这条路他们不止走过一次。从他肃然的语气中，然子大约懂了这支商队所来之蹊跷。你怀疑有人通敌卖国？不是怀疑。他顿了顿，继续道：是一直有人在往柔然输送羽朝消息。那我们现在应当如何？你们先在这等我，我去就回。说着，程叶放开揪住尉迟策的手，然子点点头，说了句小心，他便消失在了原地。然姐姐，他们是送去达旦城。忽然尉迟策断断续续开口。达旦城？然子侧眸抓住了他话语中的重点。你的意思是他们送货的目的地是你们柔然的达旦城？尉迟策点头。你怎么知道的？尉迟策抿唇，令牌。他方才注意到为首之人手上握着的是属于达旦城主的通行令。然子听着他的话，忽然觉得这个孩子曾经定是出自非富即贵的家庭。你认识这个城主？他试探地问了一句。闻言，尉迟策垂眸，唇抿得更紧了。看着他垮下去的小脸，他意识到自己可能问了不该问的话，于是转移话题道：对了，
你为何知道我姓冉？他似乎并没有自报家门。尉迟策抬起头，眼睛睁得老大，看着他一字一句道：昨日他说你是属菩萨的。冉子温和的笑意逐渐凝固，他想起来了，昨天程烨有这样讽刺过他。这家伙还是厉害，不过这小子那时候就已经醒了吗？你们中原人还能属菩萨吗？见他没回答，尉迟策疑惑歪头。他记得阿娘曾说12生肖皆为动物才对。冉子干笑2声，没有，他乱说的。尉迟策似懂非懂的点头。见此，冉子决心不再找话题。程烨回来的很快，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魁月，他会带你回去。他说：那你呢？见他二话不说便要让他先走，冉子十分不解。我要去一趟柔然。程烨瞥见仰头看他们的尉迟策顿了一下，我一个人送过去便好。可是有什么发现吗？见他要走，他拉住了他的衣摆，小声道。程烨垂眸看了眼他的手，微不可见的点了下头，并未过多解释。冉子也知道有些是为军中机密，但他总是不想就这样回去。边关戒备森严，你若暴露，该当如何？闻言，程烨轻笑道：你也太小看我了。他伪装潜入敌营的次数可比他想象的要多。只是冉子依旧不放心，可他确实没有别的理由阻止他。就在他缓缓松开手时，在一旁观望许久的尉迟策忽然开口：或许我能帮你们。冉子眼前一亮，如何帮？原来尉迟策一直同一对夫妇居住在这片丛林的另一端，只是前几日被仇家寻来，他逃亡之际在这里迷了路。那对夫妇有柔然编成达旦城的通关文书，是以他们可以通过易容混入其中。听完他的解释，冉子深觉可行，风险还低。于是在他的坚持下，程烨无奈地背起了尉迟策。最后经过尉迟策的指路，他们来到了森林的另一端。映入眼帘的是一间仿佛要与这片葱郁融为一体的茅草屋，只是这茅草屋外明显有凌乱的打斗痕迹。他们应该不会回来了。他趴在程烨背上解释道，里面有柔然服饰和一些易容用具，看来那对夫妇用的也不是自己的脸。冉子同程烨对视一眼，然后又听到尉迟策继续道：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他问。他踌躇片刻，把我也带进去。冉子哑然，这算什么条件？不过先前他不是很抗拒回柔然吗？而尉迟策在说完这句话后便缄默了下来。他只是不想被扔在边境，那样被发现的几率太大了。但要是进了城就不同了。之前那对夫妇被杀，他没办法回城，如今有了机会，他当然不会放手。然后他们在房中找出了2套柔然服饰，与他们的身形刚好匹配。程烨看着一副柔然打扮的冉子，莫名觉得十分般配。他一根粗长的麻花辫斜编于侧，额间挂着稍显异域风情的发饰，整个人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感受到他的目光，他抬眸也愣了一瞬。你很适合柔然装扮。柔然人较之于中原人要更为开放且张扬。此时的他左耳挂着柔然男子特有的耳饰，长发半披于肩，再加上他本身便棱角分明的五官，显得邪魅又不羁。所以此行应当不会有问题吧。第20章达旦城。柔然边境，达旦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最终还是利用茅草屋的易容工具，将自己打扮成中年夫妇的模样。尉迟策则作为他们2人的孩子一路同行。他们紧紧跟随着前方的商队，果不其然，那支商队的目的地便是达旦城。商队行得不快，约莫3日才走到边境，而这些天也足够让尉迟策的腿下地走路了。此时的冉子用面纱围住大半张脸，原本平整清秀的额上刻上了浅浅的皱纹。虽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乔装混入城中，但现下面对的是柔然，心境却又与之前不同。他看着前方的商队在出示通关文书后顺利进了城，心下略有些忐忑。就在此时，他的肩膀蓦地被人搂住，程烨压低声音在他耳边道：靠我近点。听言，他不自觉地往那边靠了靠，握住尉迟策的手也紧了些，仿佛真的是一个母亲牵着孩子。待会你别说话。冉子颔首轻嗯了一声，也明白自己若是说话必然会暴露不是柔然人的事实，当下伸手将脸上的面纱又拢了拢。但达旦城毕竟是柔然边关，就像朔北之于禹朝一样，对于来往行人的盘查是极为严苛的。虽然知道程烨精通柔然语，但听他说这还是第一次。他的脸贴近他的胸膛，与之前明朗张扬的少年音不同。为了符合他如今的身份，他现下刻意压低了嗓音，胸口因着发声的震动一下传入冉子耳中，被他握住的肩膀也愈发滚烫。忽然肩膀被捏了一下，他抬眸便见程烨示意他往前看。那卫兵上前探查了一番，又与他交谈2句，最终向后挥手以示放行。在进入达旦城有些距离后，冉子从他怀中脱离出身，目光虽然直视着与他们距离不远的商队，但注意力却全部都在身侧之人身上。没想到有通关文书也会被检查得如此严格，若不是有这一层关系，你原本打算如何混入？他虽听不懂方才程烨与他们的交流，
但约莫也能猜到是在问一些关于来往目的之类的问题。总归是有办法的。他又把他揽过来，俯身低语道：“若不想让人看出端倪，便别急着跑远。”知道了，放松点，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劫持你。听着他又恢复先前欠揍的语气，冉子身体虽然依旧有些僵硬，但也能明白此时应当是没有危险的。感受到他努力习惯他的接触，程叶不自觉地扬了扬唇。确实，佯装成一家三口出行会降低关注度，较之他一个人前来要更有力去光明正大地跟随那可疑的商队。就像接下来他们以这极难以察觉又无比自然的方式，顺利地住到了与那商队相同的客栈。本以为进了这达旦城便会完全语言不通的冉子，在见到此处真实民风时，还是惊讶了许久。为何这里如此多汉人？进了房间，他向程叶问道。方才入目之处，无论是酒楼老板还是街边摊贩，汉人大约是占了一半，甚至他们入住的这间客栈几乎全部是汉人。而在这里，许多人交流也都是用的中原话，这让早准备当一路哑巴的冉子振作了起来。抛开两国上位者间的交战，哪国百姓喜欢战争？程叶撩起衣袍，坐于一侧道：“虽然柔然与羽朝时有摩擦，但倒也不至于不死不休。归根结底，不过都是利益的冲突碰撞。而贸易往来同样也是一国之利，谁又愿意堵死这条路？”冉子了然点头。方才是为了迎合通关文书，不得已扮作柔然人。现下既然已知中原人也能很好的在此生活，倒也没了继续装的必要。只是现在这家客栈附近必然都是那商队的眼线，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得继续装着。可这阿策……这样想着，他转过头看向立于程叶身旁垂着头的尉迟策，蹙眉正欲开口，便被他抢先了一步。他暂时不会走。猜到他所忧，程叶掀起眼皮瞅了眼尉迟策，引得他连连点头。这下冉子更奇怪了，他们俩氛围有点诡异。忽然程叶起身走向窗边，然后单手推开窗户，身体侧靠在那里，目光扫向下方聚集在一起的几个7、8岁的孩子，对尉迟策说：“去和他们玩。”我不。尉迟策立马垮起了脸，看着他瞬间沉下的脸色，又继续硬着头皮道：“我12岁了，怎么能和那群7、8岁的孩子混在一起？”后半句他没说，因为不敢。见此，程叶放下支起窗子的手，似笑非笑的用柔然语说句什么。尉迟策听言，立马瞪大双眼，急切道了句：“我突然想去了。”然后人如一阵风，瞬间消失在两人眼前。冉子便这么快？门板一开一合，他在他身后问：“为什么要把阿策支出去？”没待他回答，忽然一阵敲门声响起。冉子警惕望去，却见程叶不紧不慢地走到门口，拉开了房门。“客官，您要的热水来了。”门外的小二笑得满脸褶子。程叶淡然点头，然后示意人将水桶搬进又离去。“你先沐浴。”他没有回答他刚刚的问话，说完便也准备出去。见此，他小跑上前拽住他的手臂：“程叶，你老实说，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看着他盯着一张中年妇女的脸，皱着眉，程叶低笑一声：“冉子，你要臭了。”他被他说的脸一红，但依旧能察觉到他嬉皮笑脸下的不对劲，当下紧了紧拽着他手臂的手，继续道：“你给我交代清楚，是不是要去探查那对商品？”程叶垂眸不动声色地瞥了眼握住他的手，唇角扬起一抹戏谑的弧度，答非所问：“既然你不想让我走，我在这儿看着也成。”说着，他便顺势倚在了墙侧，双手环胸，俨然一副登徒浪子的模样。冉子被他的厚脸皮弄得愣了一下，方才抓住他的手悬浮在半空，见他这好整以暇的样子，他心里一股反叛之意忽然作祟。可以哀说着，他扬眉笑道，卸下自己脸上的易容，双手附上腰带，然后轻轻一扯。程叶的笑容凝固在了嘴边，眼见着外衫被他脱下，他猛地上前一步，扯起滑落的衣物，将他整个人包裹在内。真当老子柳下惠？他的眼底充斥着怦然怒气，相反，此时的冉子眼中却以认真替代了方才的轻佻。他们车队里运送的是盐，对吧？他一瞬不眨地盯着程叶眼底的波动，果不其然，在他听到盐字时，目光微不可见地闪烁了一下。冉子便知道自己猜对了。这一路来，那支商队虽对货物看守极为严密，但盐这种东西毕竟是粉粒状，总会洒落在沿路。他能发现，程叶必然也能。而运送私盐给敌国，已经不仅仅是贩卖私盐这般简单了。程叶，他顿了顿，似是下定决心：“我父亲，他大概就是因为掌握了朝中重臣贩卖私盐的证据，才被害的。你那日应当也是查到彭府背靠东陵了吧？”他的话让程叶沉默了下来。他确实查到彭府与东陵丞相有来往，只是当时他身受重伤，他并没有去追根溯源，却没想到其中会有这等渊源。所以这件事，我可以同你一起吗？我身形娇小，又会些拳脚功夫，帮你引开监视之人都是好的。冉子听着他谨慎小心又不愿就此放弃的话，他蓦地捏起他的下巴，恍然间，一双渲然欲泣中带着倔强隐忍的双眸撞进了他眼里，同时也撞进他心底，
引起阵阵闷痛。既然如此，你便助我做一件事。他说，助他。突如其来的回应让他亮了眼睛。好，你说。酉时3刻，正值夕阳落下，夜幕即将来临之际。冉子擦拭完身上最后一滴水珠，扯下悬挂在一侧的衣衫披在身上，湿漉漉的满头青丝被他挽在身前拧干。他换上了一身黑色劲装，脸上的易容早被卸下，此时的身形同方才入住时的中年妇人完全不同。冉子将匕首拢在袖中，静待外面动静。忽然一阵火光照亮了窗沿，紧接着是一阵刀剑出鞘的嘈杂。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暴怒的中原话四处响起，他知道这是程烨给他的信号。冉子不再犹豫，随即握紧匕首，自窗台灵活地翻出，双臂紧贴墙沿。此时的夕阳落了大半，火光映照的阴影恰好笼罩住了他所在的位置。摸索到那支商队所住之地，他先是小心探查了一番，果然如程烨所料，空无一人。于是身体一个灵活的翻动，潜入室内。他开始借着月光探查每一个包裹。这是几个时辰前他与程烨一成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会在查明商队到底运输何物之后，以火为引，将他们的人全数引出，而此时便是冉子潜入的最好时机。他们与柔然的交易必然有信物支撑，然而在这种货物都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他们定然无法顾及这信物。是以冉子便有机会去偷得此物。这个东西就是能让他们知道同羽巢交易之人到底属于柔然何方势力的关键所在。第21章，好想再报一次。摸索许久，他终于在一个隐秘的夹角处找到了程烨所描述过的密信，以及他们入城所用令牌。冉子将两物揣入怀中，正欲离开，忽然眼角一阵寒光闪过，他本能闪躲，而他方才所在之处已然一把长刀替代。竟然还有人在此！哪里跑男人见他躲开，立马提起刀继续砍来。冉子心知自己不是对手，在几个翻滚之后，终于到了窗边。噌的一声，长刀贴着他的耳际，削断了他的发带，长发瞬间披散开来。冉子背后狠狠撞击到墙壁，一阵生疼钻入脑海，堪堪躲过要害。他单手撑住窗沿，凭借着自己身材娇小的优势，在下一次攻击到来时，灵活地自他腋下穿过，然后举起凳子，用力砸向男人的后脑勺。砰！男人的身体摇晃两下，轰然倒地。呼！冉子咬着牙放下凳子，来不及平缓急促的呼吸，便立马闪身向窗外溜去。他按着方才来时的路径原路返回，外面众多脚步声渐近，等他们发现室内情形时，一定会很快追来。是以他不敢过多停留，身体宛若狸猫般敏捷。他在漆黑的夜色里迅速游走，待到寻到先前住所的那扇窗，冉子不再犹豫，一个翻身便潜入其中。夜行衣被褪下，他燃了把火，将其烧精。轰！忽然一阵巨大的轰鸣自后院传来，炸裂的火光几乎染红了大半天际。由着距离太近，爆炸的声音使得冉子有耳鸣片刻。也正因为这一骚动，原本围绕过来的众人被重新转移了视线。他抬头望了眼火光之处，捏紧了拳头又放开。那边是程烨的方向。老大，我们的这批火器损失了大半。他们本是将这批货停留在客栈后院，却不想遭了偷袭。我们的通行令和信件也……一群废物！何仙额头青筋暴起，一脚猛地踹向地上那被冉子砸晕在地的男子，拳头将身前的桌案砸了个粉碎。追到人了吗？两名随侍低着头互望一眼，皆不敢言。我们的人已经把客栈围住了，方才纵火之人一定就在其中。去通知城主，我就不信还抓不到这个人。何仙狠狠地剜了眼二人。老大，您忘了，城主大人只认密信下手一人。瑟缩开口，他们与柔然的交易极为隐蔽，每次往来都是只认信物不认人。现下丢了密信与通行令牌，证明不了身份，且又暴露了个彻底，城主又怎会出面解围？这个道理何仙自然是知道的，只是当下他别无他法。这批货在他这出了问题，若是找不到人，那就给老子一间一间查。可老大，这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还不快去！说着又是一阵桌椅碎裂的声音。下手二人见此连连点头。是老大，是老大。一直未等到程烨归来的冉子在房内来回踱步，忽然隔壁传来了一阵暴力的拍门搜查声。他心下咯噔一跳，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来搜房，所以他们背后到底是何人，能他们再柔然都如此毫无顾忌？听着外面将近的脚步声，他的手心都捏出了汗。若说阿策不在，倒能解释，毕竟此时人就在下面被拦着，不准上来。可程烨，叩叩，敲门声骤然而起。他抬头猛地看向晃动的门板，开门，开门！剧烈的敲击声一下一下落到他的心底。那些人仿佛下一秒就要破门而入，可他现在是个哑巴的身份，说不了话。突然身后窗户一阵轻响，精神极度敏感的冉子几乎在程烨落地的瞬间便转过了身。他看着满身尘土的他，正欲开口，却在下一秒被他推到了床上。程烨迅速解下自己的外袍，然后被褥一拉，他们二人的身体便一上一下
交叠在了榻上。得罪！他伏在他身上顿了一瞬，然后头便埋到了他脖颈处，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颈间。冉子立马明白了他的用意，当下也顾不得什么礼义廉耻，立马扯下自己的衣衫，裸露的双臂勾上他的脖子。与此同时，门被一道大力踹开，滚成叶压低的嗓音带着被打断的不悦。站在门口之人的角度刚好能看到被褥里隆起的弧度，以及女人纤细白皙的双臂。二人尴尬对视一眼，均知道自己破坏了什么。方才我们老板货物失窃，特来探查一番。其中一人硬着头皮道：“你们老板是这客栈的老板？”程烨拢着外衫起身，隐于室内阴暗处，使得他们看不清他的脸。管那么多作甚，另一人显然脾气没那么好，抬腿便要闯进来，只是身后的一声怒喝止住了他的脚步。你们老板是何许人也？把我这客栈闹腾至此！老者花白着头发，拄着拐杖敲击地面，脸上带着怒气。岳掌柜，我们这是给城主送的货，现下受了损失，还请您通融。堵门的男子见到惊动了掌柜，立马点头哈腰，靠近他小声道：“什么城主？城主来了吗？”哪知岳掌柜并不买账。他纵横商场多年，见到的这种失窃闹事的太多，现下还敢碰瓷他们。被岳掌柜演了一句，两名小弟也不敢再搭话。岳掌柜，在下确实丢了东西，方才院中的动静您也听到了，我们一向照顾您的生意，不知可否？何仙也走了过来，在看到室内光景时，嘴角不可抑制地抽搐了两下，随即狠狠瞪了一眼办事不力的二人。何老板这话老夫可听不懂，若是人人都同您这般以失窃东西为由闹上一番，老夫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岳掌柜冷哼一声：“是，我这就带人走。”何仙扯着笑颜讨好的点头，然后便带着小弟转身离去。他也没料到今日这声暴动会将客栈的大掌柜引来，而福来这一商号能在柔然经久不衰身后，也正是因为有着一号人物坐镇，今日他也只能自认倒霉了。那对夫妇可有问题？想着，何仙忽然停住脚步，向后问道：“老大，你也看到了那夫妇的孩子都被支到下面玩去了？”小弟苦着脸答：“何仙，真他娘的出师不利！”待人走后，岳掌柜拄着拐杖行至门前鞠了个躬：“小店看守不力，打扰了客官，还请见谅。”无碍。见程烨不再追究，岳掌柜又吩咐了句今晚被叨扰的房客均免单后，便亲自为他们带上了房门。室内恢复沉寂，程烨径直走向一侧，点亮了煤油灯，光亮昏暗中带着暧昧，映照在二人脸上。看来这客栈能做大也是有原因的。从被褥中探出头的冉子打破了空气中的一丝尴尬，不过他也是真的惊讶于这客栈掌柜的魄力，若不是他在，那些人硬闯可能就免不了一场恶战。程烨轻嗯一声，话卡在喉中却又张不了口，现下回忆起来，脑中竟都是方才同他接触时那沁入心脾的女子香味，好想再抱一次。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而另一边看着他神色古怪的冉子，只以为他是在刚刚的行动中受了伤，心中的一丝涟漪瞬间被担忧替换。他急忙掀开被子走下床：“你是受伤了吗？”见着他鞋都不穿，露出一双精致小巧的玉足，身上堪堪笼着一层单衣，若隐若现间还能见着内里的一抹红。程烨蹙眉掠过他，然后弯腰勾起他的鞋扔在身前：“我没有受伤。”一件衣服被丢过来，他下意识地接住，又看了眼地上的鞋，忽然明白了他在别扭什么。东西我带回来了。他迅速披上外衫，然后双脚踏进鞋里，拿出方才弄来的令牌和密信，脸颊染上了不正常的红晕。他们都很默契的没有提示才在床上发生的事。程烨接过密信，手指搓磨片刻，他们明里运输的誓言，实则乃隐藏其中的军火。他方才引爆藏匿其中的震天雷，一来是想将这大掌柜引来阻止何仙的搜查，二来便是确认他的这一猜测。闻言，冉子忽然明白了方才的爆炸声来自何方，所以他们是在用一个谎言去隐瞒一个更大的谎言。贩卖私盐之罪固然严重，但较之于通敌卖国，却又算得了什么？那么这条隐匿于羽巢的暗线又究竟埋藏了多久？信件的落款没有署名，只说见令如人，看来他们很谨慎。他翻查了一会，密信上不过是在写些货物数量以及交易筹码，并看不出来自何方。或许达旦城主那里会有线索。我明日会去一趟达旦城主府。二人的声音同时响起，冉子蓦地抬头对上了程烨那英气剑眉下宛若繁星的深色瞳孔：“你要小心，我等你回来。”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冉子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或许发现的并不仅仅是走私盐这么简单的秘密。我明白，你也是。第22章赠儿翡翠。如今即使达旦城主为了避嫌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暗中定时有不少眼线观察着这方动向，因此他们在确认离开了监视范围后，便找了个相对隐蔽人少的客栈暂住了下来。而程烨则在当晚乔装潜入了达旦城主府。虽然知晓他武功高强，但冉子依旧放心不下，毕竟这里可是柔然的地界。阿策，你若是有亲人在此，大可不必再跟着我们。
现下的他卸了伪装，已经不需要同他扮演母子，所以也是时候告别了。闻言，尉迟策咬唇，依旧不语，知晓他是个话少的。当下然子也没再追问。可就在他转身欲走时，尉迟策忽然开了口：“然姐姐。”尉迟策看着眼前比他高不了多少的女子，嘴唇挪动半晌，也不敢开口。他听说过中原有一句话叫大恩不言谢，那他这就他的恩情是不是也不能谢？这样想着，话一开口便成了：“然姐姐是有弟弟对吗？”他谨慎又小心的模样，然子心中微动。有时候看着他，他便会想到冉恒，不知他在淮南过得可好？有的。他比你小2岁。见尉迟策半天憋不出几个字，然子索性接下了他的话。闻言，尉迟策微微颔首，其实他也不是真的好奇他弟弟是什么样，只是想同他说说话罢了。毕竟程烨在的时候，动不动就威胁他要把他扔到边境去，他实在是敢怒不敢言。他一定很幸福。我和他走散了。一语既出，尉迟策猛地抬头：“对不起。”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然子笑着打断他的话：“你的家人一定也在等着你回去。”我的家人，他喃喃着这几个字，不知想到什么，眼底的光芒逐渐暗淡。意识到自己可能戳到了眼前这个小小少年的伤心事，他正欲出口安慰，却见他蓦地伸出了双臂，颇有一副英勇就义的架势。“我可以抱一下你吗？”然子愣了一下：“可以，不过是个孩子罢了。”随即他走上前，轻轻环住他，摸了摸他的头，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脖颈上绑着翡翠吊坠的红绳也悄然断裂。他们本是订了2间房，因此等然子发现吊坠不见的时候，尉迟策也不见了，只留下桌上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中原字：“换给你”，以及压在上方的一个小巧的鹿角玉佩。人走了。背后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他下意识地震了一下。然子蓦然回首，便见程烨已在门口双手环胸，黑衣劲装，马尾高束，嘴角噙着一抹懒散的笑意。“你怎么就这样回来了？”他柳眉一蹙，立马上前将人拉进来，视线扫过外面后拉上了门板。“不然我还能怎么回来？”进了房门的程烨自顾自地走到岸边，倒了杯茶。“不怕别人认出来你吗？”然子转过身看着他，满脸写着不赞同。“担心我挨他轻笑一声。”然子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你出事了，我还能走吗？”他同柔然多次交战，见过他脸的人应是很多的，就这样毫无伪装，大大咧咧地出现在人家大街上，简直不知所谓。猜到他心中所想，程烨单手摸了摸下巴，状似苦恼道：“那可怎么办？我已经这样走了一遭。”然子，他瞬间觉得此番或许并无大碍。果不其然，他听到他紧接着道：“不过在战场上见过我的人，大约都已经投胎许久了。”然子无语撇嘴：“既然如此，算我多问。”看他一副不想再谈的表情，程烨终于收敛了戏谑：“哎，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此番我发觉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什么？”“他们所有来往源头都出自宁通郡太守。”“你是说是这个郡太守在背后操持？”“一个小小的郡太守怎么会有如此人脉势力？他应当只是一个中转。”程烨猜测道：“他们将这条线分为多段，只要不将其串联起来，就算知道幕后之人是谁也无法定罪。”沉吟片刻，然子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若我们将其抓起来拷问，是不是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那人？”只是话刚说完，他便想到了其中问题所在。据他所知，宁通郡在靠近淮南的地界，这很明显就是为避开东陵刻意为之。若按照这般推算，这雨潮之中，这种掩人耳目的线路必定是盘根错节，甚至于他们或许连自己的上线是谁都不知道。而今日他们能找到最后一批送到柔然的商队，大约是纯属巧合。见然子的脸又垮了下去，程烨出声提醒：“你之前说过，你父亲是因为发现了东陵贵族贩卖私盐，才得以被害。据我所知，彭府之前所联系的东陵来人与丞相有关。你是说这事是丞相在后面？纵然知道幕后之人必然来头不小，但在听到丞相2字时，他还是惊愕不已。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我们需要证据。”“证据？或许他真的要去一趟尹郡了。程烨，你能帮我个忙吗？”犹豫片刻，他还是决定说出来。毕竟如今的他也算是和他目的相同，或许父亲的那条线索关系到的是一件叛国大罪。我们一家去东陵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是尹郡，我怀疑父亲将证据送到了那里。尹郡2字让程烨的目光闪烁了一下，他看向然子的眼中带着些微妙复杂，只是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他并未察觉。“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是帮？”他问。“我们拼死守护的国土与河山不能让任何人腐蚀，同样的正直之人也不该蒙羞。”他的声音不大，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理所当然的洒脱和坚毅，这让然子不由得想起那日被他救回后自己对他的质问：“只是您便想看着自己拼死守护的国土中生长蛆虫，腐蚀着来之不易的万里河山，让清白正直之人因此蒙羞吗？”看他神色松动，又欲言又止，程烨从怀中掏出从达旦城主府搜来的通敌证据递过去：“我们一起去尹郡。”
他伸手接过信封，却觉得似有千斤重。那现在就出发吧。冉子说。先不急，他风轻云淡地换了个姿势，继续道：昨儿个我把他们武器库烧了，这几日城关戒备会森严些。冉子，他刚刚说把什么烧了？程烨疑惑。怎么了？冉子嘴角抽搐，就觉得你挺厉害的。闻言，程烨挑眉不可置否，在注意到冉子手中握着的鹿角玉佩时，眼底一抹微讶闪过。那小崽子留下的？冉子点头，掩盖住眼底的失落，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无所谓一些。只是你帮我寻回的吊坠似乎被他顺走了。看吧，救了个小白眼狼。程烨撑着下巴，狭长的桃花眼尾微挑，笑得十分欠揍。冉子懒得和他争论，便没有搭话，满心想着的都是如何去引郡，还有那被烧了的鞑靼城主府会不会侦查过来。可一旁的程烨却同他的担忧完全相反，他起身就想拉着他往外走。做什么？他挣扎了一下没挣脱，便放弃了。柔然盛产玉石，给你找个一模一样的。于是他们俩就这样毫无伪装的走到了柔然大街上，偶尔过路行人还在谈论昨夜城主府走水一事，而这始作俑者正在他身边大摇大摆的逛着街。我觉得甚是不妥。冉子不自然的跟在他身后。柔然民风开放，你这般畏畏缩缩才是不妥。程烨在前面回眸瞥了眼他，你真的不会被发现吗？昨夜城主府失踪的是个柴房伙夫，和我这翩翩少年又有什么关系呢？冉子抿唇不欲再言，却忽然被小贩拦住。小公子是给夫人买玉饰的吧？您瞧我这翡翠成色，是昨日刚从王城运来的呢。小贩摊主笑得面脸褶子。程烨接过翻来覆去看了几眼，皱眉，感觉不行。哎，小公子，您这可就不识货了。您夫人保准喜欢。夫人喜欢吗？他忽然侧头问他。什么夫人？他红着脸掐了把他的胳膊，却没捏到什么肉，反而手指生疼。看来我家夫人也不喜欢。程烨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他忽然觉得逗他要比和他对枪好玩许多。冉子无语凝噎，索性径直往前走去，不再回头。但程烨腿长，2、3步便赶上了他。先前要跟着我一起来柔然时，老夫人都当得，现在作为我这般玉树临风小少爷的小夫人，倒是不愿意了。你一天天的在哪学的这些纨绔子弟言论？他白了他一眼。什么纨绔子弟？这叫入乡随俗。小爷好心好意给你找个一模一样的翡翠，就得你这般狼心狗肺的对待。多谢大爷，小女子可以不用。话还没说完，程某的注意力便又被另一个玉石摊贩所吸引。哎，我觉得那个不错。最后程烨用匕首典当了银子，在一家玉石铺子买了块祖母绿翡翠雕刻的月牙吊坠。公子和夫人当真是伉俪情深。收到银子的掌柜笑得合不拢嘴，好听的话那是信手拈来。程烨十分满意自己看上的玉石成色，不比你之前那个差吧？这太贵重了。何止不比那个差，直接高了几个档次。只是程烨对他的忧虑置若罔闻，将装好翡翠的盒子递给他，语气难得正经温柔，下次可别再被小白眼狼给盗走了。冉子接过，忽然感觉眼眶微热，知道了。他那看似无谓的表面下，又似乎什么都明白。第23章柔然突袭。你们说那个小兔崽子几日不在军营了？营帐中，程宇则隐忍着怒气，双手握拳抵在额头上。回大将军、少将军已经7日未归了，被押过来问话的幕北151师答。他去哪了？回大将军，属下不知。程宇则头痛的捏了捏太阳穴。那个医女也一起不见了，是吗？下属的默认让他忍不住叹了口气。程烨虽然年纪不大，看似桀骜不驯，可他骨子里却刻着同他父亲一般的运筹帷幄与能谋善断。因此平日里程宇则就算表面再如何气恼他的举止行为，也约莫能明白他到底想做什么，然后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只是这一次他却是看不懂，为了这个叫冉子的流放孤女，程烨似乎上心太过了。报！忽然一阵急促的通报声自外而来，打破了他的沉思。说，禀报大将军，柔然突袭了我方侧手。什么？程宇则一掌猛地拍向桌子，太阳穴的青筋突突直跳。袁素，传我命令，率1000轻骑兵上前迎敌，弓箭手后方预备，众士兵营前列阵。属下遵命。冉子与程烨利用当初顺来的令牌，顺利的出了城，却在出城的那一瞬间被城外的光景吓了一跳。有许多柔然的百姓为了逃离税收，便同先前的尉迟侧一般，住在这无人管辖的两国中间地带。而现在不知什么原因，这些百姓齐齐在城外排着长队，闹着入城。看着不远处背着包裹的老妇人被一守城卫兵踹倒在地，他皱眉正欲开口，却被程烨拽回。他的身体贴着他的后背，以极不可闻的声音在他头顶低语：开战了。他身形一僵，半晌才道：同我们吗？程烨轻嗯一声，语气中听不出情绪波动。可我们在这里几日都未曾见到兵马调动。同朔北军驻扎在城池之外不一样，柔然的守城军没有地域优势，
只能驻扎在城内，因此若是要进攻朔北，必然在城内有迹可循。可如今的达旦城却是异常的和谐，这才是最可怕的。他剑眉紧蹙，薄唇微抿，眼底流露出一抹严峻之色。因为蓄谋已久，所以不动声色。而两军交战，这中间没有隶属的地盘，自然是无人保护，所以他们都纷纷向达旦城涌来，以求庇佑。冉子听着他的话，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不简单。程烨是朔北军的少将军，此刻却远在柔然。我记得回去的路，你可先走一步前去支援。他们走得很快，如今城门被避难的百姓围困，倒是没人注意到他们这边的动静。程烨没有答复他方才的建议，只是在远离众人视线后，忽然将他拦腰搂起。冉子惊呼一声，抓紧了他的手臂，耳边的风呼啸而过，程烨踮脚凌空而起，借助树干几番起落，最终停在了丛林深处。没待他稳住身形，草丛一阵窸窣过后，头顶阴影闪过，一团雪白忽然落在二人身前。程烨摸了摸魁月的头，然后将他抱坐到他背上，对他道：“保护好你怀中的东西，先回去。那你呢？”冉子急忙抓住他的衣袖，生怕下一秒就被带走。与他着急的模样不同，程烨那明亮的双眸中渲染着胜券在握的自信。若遇突袭，义父必会以轻骑兵对抗，再加以弓箭手辅助。柔然军为了扰乱我方军心，定然趁此机会猛攻。你回去给木南木北带句话，4日后寅时3刻，火攻西南方粮草部。你是想再烧一次他们的粮仓？冉子皱眉，可先前在达旦城主府闹得那般大，你且信我。他忽地伸手缚住了他拉着他衣袖的手，这一突如其来的接触让二人均愣了一下。程烨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下意识地做出这番举动，只是当他看到他那拧起的眉时，就抑制不住地想要安抚他。安抚？他在心中将这2个字反复斟酌。对于恩人的女儿是可以这样做的吧？只是看着他咬唇沉默的模样，他忽然又觉得哪里不太对，于是率先撇开脸，收回手摸了摸鼻子，头一次面对他说话磕绊了起来。我的意思是……冉子脸下的目光闪烁了一下，安抚住心口的悸动，打断他：“我会同他们传达的，你别死在那了。”听言，程烨剑眉微扬，正欲离开，却又转过头看他，揶揄的嗓音将最后3个字拖地极长。有空想些有的没的，不如多帮朔北军救几个人，染衣女。魁月跑得很快，快到冉子回眸时，便再也看不清他的身影。他时常会觉得，在很多时候自己根本帮不上他任何忙，不论是去达旦城主府探听消息，还是这次他深入敌营，他都只能遥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小心翼翼地藏匿着自己的忧心。他也不能同木南木北一般与他并肩作战，唯一能算帮过他的，还是那日弄到商队的通行令牌。说来可笑，明明是他亲自指明的贴身医女，却除了最初他的刻意使唤，便再未有过实质性援助。挫败感油然而生，但更多的却是不甘示弱。他可是羽朝最厉害医师冉元正的女儿，既然他无法在对阵杀敌上帮衬左右，但军后医备也同样重要。收到冉子传来消息的时候，程宇则正在主帅营帐中同众将领紧张探讨战术部署。你说他一个人去了敌营？程宇则双手撑在桌侧，垂下看不防图的眼底夹杂着复杂的思绪。回大将军，是的。这是冉子第一次见到镇北大将军，和他想象中的彪悍魁梧不同，此人浑身散发着由鲜血浸染过的沉稳。若说程烨是一把出鞘的利刃，所过之处片甲不留，那么他便是尘封多年的宝刀，不怒自威。我知道了，你退下吧。他随意摆动了手臂，却并未等到他离去。正当他疑惑抬手，冉子已然先开了口：大将军，如今我军医备匮乏，所能救助伤员之人实在少之又少。冉子斗胆，可否请求大将军将那些有罪流放至朔北的人放出，一同医治伤患？程宇则听着他的话，心底隐隐有了猜测。他眯起眼眸，上下打量他一番。比如军纪第24章坚不容发。这是冉子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认知到战争的残酷。由于医治不及时而溃烂的身体，近身搏战后被砍断的四肢，以及火药炸裂后血肉模糊却还一息尚存的将士，正是他这些时日见过最多的场景。而自那日同程宇则商谈后，他最终应允了他，让军营中军纪参与医师营的救助。只是刚从战场上被抬下的伤兵的状况大多惨不忍睹，也不是每个女子都能接受此等血腥场面。是以冉子给了他们选择，自愿学医参与救助者则可摆脱军纪奴籍身份，而若是接受不了，便继续在军纪营生活。朔北军对待军纪倒也不算苛刻，因此并不是所有军纪都愿意来到前线支援，但是能来一些，便也算是对线下紧张的局势一些慰藉。小子，你先去休息吧。贺子安看着眼下一片乌青的冉子，心下略有不忍。在他来到伤兵营后，已经有3日未曾合眼了。贺大哥，我没事，军备中的金疮药与麻沸散不够了，何时才能送来？他将一名士兵骨折的腿用木板与麻绳固定，然后用袖子擦了擦方才为伤兵拔剑时溅在脸上的血迹，
向贺子安看过去时，稍显狼狈的面容上一双清澈的瞳孔熠熠生辉。贺子安听到他的询问，脸上闪过一丝忧虑，这次柔然来得太过突兀，且显然做足了准备，我们太被动了。况且我们的军备都会通过朝廷军的搜检，线下被克扣在那，莫说金疮药，就连普通的止血草药都已所剩无几。朝廷军搜检与运送药品物资有何冲突？若说他们也急需，但近日柔然突破的防线主要在我们这边，于他们而言应当会有所缓冲才是。然子也知道朔北军线下正值坚不容发之际，只是若连伤兵的生存都无法保证，他们只会越来越难以抵挡接下来的对阵。贺子安摇头，面色无奈，昨日便派人前去催促，但对方以自顾不暇为由驳了我们，还说朔北军在朔北独大，其中衣备物资不可无故播放。可他们分明在我们后方，这几日也没见他们派兵支援。然子皱眉，朔北军与朝廷军的军服不同，他是分得清的。这些天送来的伤员全部都是朔北军的人，他们这是哪门子的自顾不暇？看着贺子安欲言又止的模样，他虽然心中愤懑，但却没有再言，隐约也能察觉出这两方军马的不合，只是在这边关危机存亡之时还如此计较，属实有点过分了。贺大哥，我有个想法。然子拢了拢手中所剩不多的麻布与麻绳，抬头道：军中衣备走向来自东陵批准，朝廷军那方掐着我们的衣备不肯送过来，我们却不能坐以待毙。你想做什么？他问。朔北城的百姓受朔北军庇佑多年，我想他们应该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大将军不会同意的。贺子安眉头紧锁，继而道：我们朔北军军令第一条便是不允许私拿百姓一分一毫。闻言，然子心下有片刻动容，他当初去朔北城的那些时日，可没少见朝廷军的人仗势欺人，而这纵横一方的朔北军竟然还有如此铁律。眼下非常时期，我们给百姓们写字条借据，待这仗打完了，再按照借据加倍还回去，你觉得如何？他提议。我倒是觉得可行，只是大将军那边，届时我亲自去请罪。如今程宇则忙于战局部署，自是无暇顾及这后方，不若让他先斩后奏，救回这些伤员，再议来日不迟。看着他去意已决，贺子安虽然不想违抗军令，但是又想到若后方伤员都无法得到保障，那所带来的后果远不是一条军令能比得上的，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请罪？他笑了笑，这是我们俩的私自决定。贺大哥，你的意思是？贺子安从怀中拿出一枚令牌，那是他得以入关的信物，你拿着它便可自由来往朔北城与军营。然子伸手接过，还未开口，便又听到他说：允之、燕之，你们同冉姑娘一起前去，务必保证她的安全。是。两名相貌清秀的少年听到命令走上前来，看着他将自己身边的侍从叫出，然子急忙道：贺大哥，还是让他们在身边帮你吧。你一个女子孤身一人前去，且不说会不会遭遇不测，就是弄来了那么多物资，你又如何运回来？知道他不会因为自己安危而浪费人手，贺子安索性说出了他不能拒绝的理由。然子斟酌再三，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虽然他劝说贺子安时信心十足，但实际上到底能运回多少物资他也不清楚。不过若真的能运回他一个人很难带回的物资，在路上耽搁了时间，那便得不偿失了。我们会尽快回来的。他向他颔首。贺子安将人悄然送到了军营后方，他目送着三人骑马绝尘的背影，拢在袖中的手紧了紧。一定要平安回来。贺大人，前方又送来了伤兵，此处可还有空位？忽然背后一阵急促的呼唤拉回了他的思绪，他脸下担忧，恢复镇定，转身向后走去。随我来。有了贺子安的令牌，他们进城十分顺利。当下已是午时一刻，日暮落下，城中已经笼罩在了半黑的傍晚中。与前方如火如荼的战事相反，此刻城中是一片安宁沉寂。先前去柔然时，然子曾疑惑过，为何朔北军不和柔然军一样将守城军设在城内，但看到这一幕的他忽然明白了为何朔北军要将营地驻扎在关外，然后利用河流与丛林的地域优势再多设一道防线。因为在战事突破不了最后防线时，他们身后的百姓便不会陷入战乱的恐慌。允之和燕之是吧？他回眸望向身后二人，继续道：我们兵分三路，你们二人走左右两道，我走中间，敲门询问时先亮明身份，以自愿为主，切记不可硬来。是。二人点头回应。第25章并没有想象的顺利。然子曾预料过此行不会十分顺遂，但现实往往要比想象中更加残忍。小姑娘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非得学别人乞讨？大婶，朔北军现在在前线对敌，我们物资匮乏。骗谁呢？砰的一声，大门关上，然子后退一步，险些被砸到鼻子。他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个拒绝他的人家了。他缓缓转身，放下手中贺子安给他的令牌。是了，这些百姓未曾见到柔然人打来，又如何相信他？况且也不是人人都识得朔北军令牌的。小姑娘，军中衣备为何要你一名女子出来筹备啊？
忽然身后一道中年男子的声音唤回了他的思绪。冉子努力扬起笑意，前线战事吃紧，调动不开人手。那中年男子笑了，我家有多余的麻布和外伤药物，可以援助于你们。见此，冉子眼前一亮，那便多谢大叔了。朔北军我是知道的，一直镇守着我们朔北城，危急时刻能帮则帮。冉子随着大叔走了几步，听着他絮絮叨叨的言论，最初时觉得自己难得遇到了个好心人，直至地方越走越偏，他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大叔，您家住这么远呀？他状似无意问道。是啊。中年男子侧过头，眼角弯起褶皱。冉子心下一凝，不对，在这个时辰，街道上行人甚少，寻常百姓根本不会在这夜间走这么远。这人显然是跟踪了他许久，而若是真的想要捐献物资，又怎么会在他问了这多家后才出现？又是一个转角，入目之处，甚至连月光都快照不进了。他维持着表面的笑意，大叔，您家到了吗？进来吧。中年男人伸手推开一扇破旧不堪的房门，这种人家怎么也不像个有富足物资的。冉子明白自己约莫是被骗了。不用了，进您私宅多少有些冒犯，我在门外等您便好。闻言，那中年男子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却又在下一秒恢复了正常。小姑娘，你不得进来才知道哪些可以使用吗？冉子不动声色后退一步，不过是些寻常麻布与止血药品，您只要愿意给，我们都感激不尽。见他似乎看出了异样，中年男子索性不装了，慈眉善目瞬间被阴翳扭曲所取代。让你进来就进来。他猛地伸手向他抓来，冉子眼眸一眯，然后装作慌乱的闪躲而过。你要做什么？中年男人见他竟然躲了过去，便不再顾忌向他扑去。个臭婊子，你在军营不就是做这一行的吗？在这装什么贞洁烈妇？男人骂骂咧咧的词汇不堪入耳，但冉子的所有注意力都在他对他身份的了解。你是东陵人？他堪堪后退至角落，这次出来的急连匕首都未带在身上。忽然手掌摸到了一根木棍，他立马握住，看着眼前人一步一步逼近，心中计算着哪个角度能一击致命。算你识相，让老子爽了，这一路回京倒是可以少些苦头。中年男人猥琐地笑着，见他如此轻易便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冉子并没觉得轻松片刻。他能如此有恃无恐，这附近必定还有其他同伙，但现在他的同伙未曾出现，只能说明是他出门偶然见到了他，而又私心作祟，没有通知其他人。冉子紧握住背后的木棍，看似慌乱的面容上，眼底却是前所未有的平静。带我回去，你能有什么好处？我双倍给你。中年男子讥笑，加官进爵，你能给吗？冉子垂眸，杨坚应该是不能给了。什么？在他皱眉瞬间，冉子猛地抬头，抽出身后木棍，对准他的头就是一个重击。在他头晕眼花之际，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双手抱住他的脖子就是一扭。咔嚓！中年男子瞪大双眼，嘴角血迹蜿蜒而下，死不瞑目。冉子勉强拽住他脱力的身体，缓慢放下，以防发出过大的声音，然后吐出一口浊气，拍了拍手掌。还好这次来的不是个高手，只是东陵人，竟然还停留在朔北，可见他们根本没放弃抓他回去。如今他们的同伙死了一个，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找来，而他身边除了允之和燕之别无他人，因此今晚必须要离开。冉姑娘，你没事吧？没有在约定地方等到冉子的允之和燕之找遍了大街小巷，终于在这一处看到了人，但这眼前一幕却昭示着方才的情形有多惊险。想到这里，允之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且不说贺大人嘱咐他们照顾好他，要是他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少将军那边定然是不会善罢甘休。我没事。冉子抬脚跨过尸体，神色如常。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一语既出，允之和燕之皆抿唇相视一眼，冉子便懂了。不怪你们，没有见识到敌军打到家门口，百姓无动于衷也很正常。看他这般从容，燕之却有些急了。我们朔北军为了守护他们一方安宁，不惜扎营于主城10里开外，到如今就落得如此下场吗？燕之，允之皱眉喝了一声，然后又转头对冉子道：我这边倒是有个医馆的老大夫愿意捐助，只不过什么？他问。只不过他想要看到朔北军的信物。冉子听这话松了一口气，贺大哥的令牌应当算是信物。允之点头，嘴唇挪动两下。燕之年幼，对朔北知之甚少，其实这城里百姓并没有那般冷血，只是朝廷军在这些年一而再再而三的搜刮百姓，一次两次大家为了边关安宁倒是乐意配合，次数多了他们也十分负担不起。允之说的十分隐晦，实际上的朝廷军岂止搜刮，百姓敢怒不敢言，因此对于所有军队都处于一种不信任且戒备的状态。你们没有干预吗？冉子疑惑。允之摇摇头，大将军为了避嫌，甚少参与城中事宜，除了必要的联系会通过前城主，他们朔北军的范围始终不会离开军营。要知道天子多疑，将领在外，最忌讳的便是招揽民心。第26章柳暗花明。
他了然点头，接着便同允之、燕之一起到了那家医馆。令冉子惊讶的是，这家医馆的大夫竟是那日在朔北城主府派去医治他的李医师。老伯，听说您愿意捐助我们朔北军物资，这里是朔北军军医银鹤大人的令牌，您看。冉子将怀中的令牌掏出递过去。李高眯着眼接过令牌，对着烛火照了照，在看到他的脸时，眼睛瞪大了些许。你是那天在城主府被关在地牢的女娃？冉子没想到，不过一面之缘他还能记得，况且那日的他脸上因着伤口化脓，应是十分骇人才是。那日为了逃离升天，对大伯多有得罪。没待他话说完，李高便连连摆手：无妨，我本也看不惯他们那一家子的作风。见他这般豁达，冉子略有歉意，正想开口再言，却被他递回了令牌。老伯，我知道你是少将军的人，既然是朔北军有难，那便是我朔北城有难。我这小医馆储备不多，只能尽些绵薄之力。李高说着，转身向里屋走去，不一会便拖着一只大麻袋走了出来。这是我家储备的全部麻布与麻绳。他又抱出一堆瓶瓶罐罐，这里是我们医馆近期余下的金疮药与麻沸散。冉子看着眼前的物资，忽然就有些眼泪盈眶，他都快觉得没有希望了，却又在此等绝境时出现了转机。您将这家底都拿出来了，就不怕我们同朝廷军一般忘恩负义吗？朔北军在此处镇守多年，护得一方百姓平安，这其中孰轻孰重，但凡是有些良知之人便能懂得。李高安抚性笑了笑，然后又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交与他手中。姑娘脸上的伤好了不少。冉子惊讶接住：是您的药膏？没有直面回答他，他自顾自继续道：朔北偏远，衣食住行皆比不上东陵城，少将军为了姑娘这药膏的原材，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听言，冉子瞬间愣在了原地。他早该想到的，能被曾经的城主府一直聘用的医师，必然是这朔北城最好的。难怪他医馆虽小却物资颇多，也难怪他一开口便说他是少将军的人，因为程烨也去找了他。想清楚这一点的冉子心底深处似乎有一块地方酸胀的厉害。他没有为难您吧？程烨那人说不准就来个威逼什么的。李高轻笑摇头，说起来这些物资还是少将军所给报酬换来的，如今也算是物尽其用。那少年来时虽一身桀骜煞气，让他有些忌惮，但在之后的行为举止中却透露着不惊不伐。朔北军有此类将领，很难不服众。冉子抿唇，待这仗打完，我让他再送来。李高淡笑不语。突然间，门外传来一阵打杂的骚动，冉子警觉，跨步向前拉上大门，耳朵贴紧门板，听着外边动静。李大伯，朔北的新城主还未上任吗？李高皱眉摇头，东陵距朔北甚远，再加上朝廷行事拖延，没有数月是到不了这里的。竟然连官员派遣都拖成这般模样，那现在的朔北城岂不是处理无人管辖的时期？也难怪这些东陵人敢如此狂妄。冉子紧了紧拳头，他现在出去简直是自投罗网。允之、燕之，你们先带物资回去。燕之急道：冉姑娘，那你呢？我大概一时半会走不了。他闭目又听了一会，多半是东陵人发现自己的同伙被杀害，现在正一家一家砸门搜查。可你会武功吗？燕之为难地看了眼允之。允之神情坚毅，颇有要为之赴死的味道。燕之，你先送物资回去，我保护冉姑娘。冉子见他们俩一来一回，心底略有触动，只是他早已经有了打算。于是允之只觉眼前一道黑影闪过，抬手下意识阻挡，却在下一秒被冉子将双手别在了背后。你连我都躲不过，跟着我是想让我死得更快点吗？他语气是先有的冷冽，听得允之羞愧不已。见差不多到位了，冉子松开他，对李高道：李大伯，他们两人便麻烦您送出去了。李高点头：姑娘你要小心，我知道一条暗道，你可顺着出去，那些人找来时不会发现的。多谢。彭府本是漆黑静谧的庭院，此时被火把照得灯火通明。主厅中，彭远满脸怒气地盯着眼前来人。冉子那丫头早和我们撕破了脸，又怎会躲到我们彭府来？风向明摸着下巴似笑非笑。当日彭老板可是同我们做好了交易，货源和渠道我们给了，可这人我们却是没有看到呢。先前来朔北的那群废物，后来被程烨处理了个干净，偏生还抓不到把柄，不然哪需要他来这苦寒的边关办这等差事？货我没要，渠道我们彭家商号也从未使用，请你们不要来找我了。彭远胸口因着愤怒大肆起伏着。那可不行。风向明摆摆手，身后便出现了两个侍从。听说你的儿子和他走得甚近，说不定走投无路时便又来了你们彭府呢。你们简直是群强盗，前线正在打仗，你们却在这残害自己人。见那人要抓彭远，彭子睿冲上前便想拉扯，却被一下推倒在地。方才正是燕之前来的彭府，只是还未说上两句，便被小厮轰了出去。恰逢彭子睿失眠夜起，问清缘由后，二话不说便想追去。他一直记得那日程烨来府上时的匆匆一瞥，
虽然男人的本能告诉他此人不善，但内心却有莫名的自尊心作祟。月见妹妹在朔北军营，而那人是来寻她的，他的身手甚至敌不过他，更难谈参军。但若说朔北军在外抗敌需要援助，那他可以做的便有许多了。只是异变来得太快，他还来不及追上，便碰到了前来兴师问罪的东陵人。强盗！风向明迈步走向前，伸脚猛地踹向他的心窝。彭子睿捂着心口，脸色瞬间煞白，他死咬着唇，看着来人蹲下，眼神阴翳冲他道：“我很不喜欢这个词。”第27章釜底抽薪。子时过半，本是就寝的最好时辰，然而此时的朔北城却家家灯火通明。东陵人将动静弄得极大，丝毫没有要收敛的意思。他们暴力撞开院门，肆意翻查四宅庭院，一时间民众怨声大起。奈何此时朔北城新任城主还未上任，原城主管辖的官兵也不过是走走过场，最终竟是无人管得住他们。冉子凭着记忆摸索到彭子睿送他出来的洞口附近，而那洞口却在那日成夜发现端倪之后便被彭远命人堵上了。不过这也难不倒他，冉子卷起裙摆，仰头估量了一下墙体高度，而后脚踏上一侧的树干，顺着蜿蜒过去的分岔翻进了后院。如他所料，这些人的首领果然在彭府，底下之人皆是一袭夜行衣的蒙面打扮。他趴在假山的缝隙之后，堪堪露出一双眼睛，外头来往人数比他想象的要多，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些蒙面人的真实身份。若真的是东陵某个大官的人，也不至于能将手伸得这么远。只是眼前的情形让冉子来不及多想，一群废物，连个乳臭未干的毛丫头都抓不到。大人，这城东城西我们都翻了个遍，属实没有见到人。听着属下的汇报，风向明在庭院中来回踱步，负于身后的手掌握拳，眉头蹙起。忽然他向前迈一大步，双手撑在彭远所坐的椅柄两侧，眼神阴鸷：“给我想办法把他引过来，不然我可保证不了你儿子的死活。”说着，他的视线扫了眼被打晕在一侧的彭子睿。彭远嘴唇发抖，额角冷汗淋漓，心中早已将冉子骂上了千万遍。先前不过是想用他捞上一笔，哪曾想肉没吃到，倒是惹了一身骚。先有朔北军的那位煞星围了他的院子警告威胁，后又有东陵人再三找他麻烦。若他真有办法，此刻定把人交出去，让他们互相争取。冉子在我这暂住时，同我儿子睿接触甚多，许是有些情谊，或许可以利用这个将他引来。彭远哆哆嗦嗦地说着，风向明听着他的话，眯了眯眼：“我们彭府绝对配合大人。”见他似是疑虑，彭远唯恐他对彭子睿不利，便急急表明立场：“谅你也没这个胆。”风向明松开手，随后开始对下属传递命令。冉子就在那隐蔽处看着他们商议如何抓捕自己。彭远甚至不惜搬出仓库中的金条及其他贵重物品，用以贿赂百姓，提供他的行踪。他淡定地看着众人来来往往，忽然视线锁定到一落单的侍从身上。冉子猫着身体潜伏过去，静待时机，以极快的速度一跃而起，从后锁住那人脖子。那人瞳孔急剧放大，在他几个用力蹬腿后挣扎缓了下来。冉子将人拖进假山之后，迅速扒下他的衣服套在身上，黑色面巾遮住大半张脸，然后不动声色地在夜色隐蔽中走出，融入前方队列。彭府既然要用来守株待兔，风向明自然是不能留在这里。冉子一直待在朔北军，他们一直无从下手，而今日却意外在城中发现了他的踪迹，所以无论如何这次都不能失手。他脑中正这样想着，蓦地察觉到了身后的不对劲，有人在跟踪他，不自量力。风向明唇角微勾，在又一个转角后便立马将身体贴紧了墙面。冉子看着眼前人忽然消失在转角，心下更警惕了些。他步伐放慢，在即将踏过转角处时，一只大手猛地向他脖颈扣来。冉子侧身堪堪躲过，却还是被他袖间的短刃割破了侧颈。好快，他打不过他，这是冉子的第一反应，但是他从来都没想过要打过他。风向明锐利的眼眸眯起，在他躲闪之际，又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凌厉的攻击冲向他。只是这一次冉子没躲，手掌长度的短刃完全没入他的肩胛骨。风向明趁机扯下他的面罩，露出了内里不施粉黛却难掩绝色的容貌。他眼底的惊艳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的惊喜。你是冉子，得来全不费功夫。是我。冉子苍白着面容，微微一笑。没待他察觉过来其中不对劲，便觉眼前一阵白雾闪过，刹那间四肢的力气全数消散。风向明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身体缓缓倒下。你！冉子冷眼看着他瘫软在地的身影，没有顾及肩膀上秘密不绝流血的伤口，他蹲下在他身上摸索一阵，最终在后侧腰际找到了他想要的令牌。由于药物作用，风向明此刻的嗓子阴哑发不出声，四肢疲软不得动。他看着冉子就这般光明正大的顺走令牌，双眸充血变得通红。虽然你想害我，但我们做医者的嘛，向来宅心仁厚，你就在这躺几个时辰吧。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冉子心情不错的在他面前甩了甩令牌。
见他这般挑衅，风向明的胸口由于滔天怒火大肆起伏，喉咙嘶哑，发出阵阵低吼，但却又只能无力地看着他就这样在他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离开。脱离风向明视线后，冉子再也撑不住，靠在墙边喘起了气，左肩胛处的鲜血浸透衣衫，好在是黑衣，倒是不太明显。他的脸色由于失血苍白的厉害。冉子用力扯下衣摆，强忍着疼痛在肩膀处绕上几圈后打了个结，勉强止住不断渗出的血迹。方才挥洒在空中的是他在军营闲暇时花费许久得以制成的10香迷魂散，较之普通迷魂散的药效更为猛烈，且维持时辰更长。只是制作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会使用。好在目的达到了，不算很亏。冉子拿着从风向明身上顺来的令牌，聚集来了他的所有下属，传大人令，用彭府提供的所有财物换取百姓家中麻布麻绳及跌打损伤药物，送至城外。一语既出，下方皆是一片哗然。怎么有异议？有人大胆道：那名女子不寻了？冉子掩盖在面巾下方的唇角微勾，自然是要寻的。那我们……蠢货，你们这去换上朔北军的服饰，去装作搜集物资，还怕引不出他来？他眼尾上挑，显得十分轻蔑且不可一世。那大人为何不亲自前来？那冉子狡猾得很，必然是识得大人面容。你们是嫌暴露的不够快吗？下方众人恍然大悟，大人英明。见此，冉子表面冷然，却暗中腹诽，果然是一群蠢货。第28章寅时3刻。寅时1刻，朔北城中百姓的骚乱已被突如其来的朔北军平息。看着他们带着诸多财物用以抵换家中并不算很值钱的麻布麻绳时，百姓们无一不惊讶，更有些惶恐者连连交出家中物资，唯恐被找麻烦。只是朔北军谨遵军中铁律，却是毫不退让，将钱财扔下便走。此等克己奉公且有人有义之人，与方才打家劫舍的强盗形成鲜明的对比。朔北军在前线维护我们一方安宁，我老高家愿捐出全部麻布供之使用，我老陈家也捐，还有我们张家。不知是谁起了头，一家又一家的住户突然从抗拒到自愿捐赠，达到此等效果，是冉子先前未曾想到的。他蓦地想起李医师说过，朔北军在此处镇守多年，护得一方百姓平安，这其中孰轻孰重，但凡是有些良知之人便能懂得。或许正是他这次釜底抽薪之举，误打误撞的让他们以为是真的朔北军来了，而面对如此朴实的军队，自然是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人，属下在，将城外物资向朔北军方向运去。可这没有见到风向明，他们自动将冉子视作了代替他发号施令之人，对着他的态度也恭敬了许多。只是这送物资给朔北军，未免也太耗人力物力了。做戏做全套，这点道理不懂吗？冉子屁事来人，到底是在程烨身边耳濡目染久了，这一副狂傲冷然的模样，倒是能学了个10之8九。懂，属下这就去办。见他这样，属下哪敢不从？他们也只不过是被派来协助东陵来的大人物的，听从命令便是。若是出了问题，他们可要吃不了兜着走。等等，冉子看向城外方向，突然出声：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尽量动静小些，还有给百姓的钱财依旧按物价双倍。朔北军向来不拿民众财物，若是真这般轻易的接受捐赠，他冉子又如何信你们？反正彭府有的是钱，敢算计到他头上来，不多用点，简直对不起他们。是，属下明白。冉子看着那人毕恭毕敬的背影，满意的笑了。方才他观察过了，这群属下明显和那被他撂倒的人并不算熟悉，约莫是其他势力派来助他的人马，是以他才敢这般拿鸡毛当令箭，不过倒是没有露出破绽。而他的10香迷魂散用量会使风向明在天亮前都不得动弹，因此他行事十分有底气。因着大部分百姓都十分配合，纵然是深夜，可效率却依旧不低。他们齐齐协助将物资搬运到城门外，由于风向明的令牌，他们一路畅通无阻。这也再次让冉子感叹此人地位之高。在各类药物麻绳全部装好后，冉子象征性的让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城中寻找他，其余人则同他一起向朔北军军营驶去。允之验之已经离去有几个时辰了，若是他算得不错，约莫行到路程一半处便会有人接应，是以让些人跟着做苦力也不足为惧。还有，他蓦地抬头，似是心有灵犀般，朔北军与柔然交战方向一片火红的光亮骤起，只是距离较远，在此处便显得不算明显，但在冉子眼中却宛若璀璨的烟花炸裂在心际。寅时3刻，现在是4日后的寅时3刻，成功了吧？他这样想着，然后心中默念出那人的名字：程烨。被困在阴暗转角的风向明虽身体动弹不得，有口也难言，但那听觉却是异常灵敏。他听着自己的手下就在与他一墙之隔的地方被别人摆弄，一口牙齿几欲咬碎。废物，都是一群废物，竟然让一个黄毛丫头给算计了。若这是传到东陵，主上定会对他大失所望。不可以，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风向明这样想着，
体内被药物抑制的内力开始疯狂翻涌。噗！一口鲜血猛地喷出，肺部的剧痛让他抑制不住的剧烈咳嗽起来。大人！路过的一名身着朔北军服的侍从听到动静走了过来，见到的便是风向明一身狼狈，嘴角溢血的侧躺在角落阴暗处。风向明看着他一身军服，只觉无比碍眼，眼底的怒意肆意而起，胸口剧烈起伏，堪堪咬牙切齿地吐出2个字：蠢货！来人见他艰难地扶着墙壁想要站起来，便立马上前要扶他，只是强行利用内力消除药力的风向明力气已经开始恢复，在他即将接触到他时，风向明一个抬脚便将人踹出几米远。砰！那人的身体不知撞倒了什么，引起一阵巨响，与此同时也引来了更多的人。风向明目光森寒，眸中的冰冷仿佛要将人结成冰块，在场众人皆是不寒而栗。只是总有人不怕死。大人，我们还要继续搜集物资吗？收集个屁！他大喝一声，就你们这蠢驴模样，若不是这朔北还有个朔北军，柔然早打到东陵去了。没错，这些人是主上密令过来让楚天烈联系为他安排的朝廷军暗线，只是现在楚天烈垮了，这派来的人也愈发废物，亦或者他们都是这样废物。毕竟这驻于朔北的朝廷军首领是个只懂得吃喝玩乐的侯爷。风向明冷笑，就这样还想要军功，简直痴心妄想。大人见他一瘸一拐地向外走去，底下人皆面面相觑，不跟上还愣着做什么？他只不低喝：一群废物蠢货，被比你们小得多的死丫头骗得团团转，此番若是抓不住冉子，你们家侯爷这官位也别想要了。一语既出，众人脸色骤变，顿觉身上的军服如针扎身。只是风向明却没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他适应好身体运作后，立马就近牵来一匹马向城外驰去。而沿路看着自家手下被百姓感恩戴德的模样，喉头一阵老血，差点呕出。冉子，他要让他生不如死。第29章前后联动。军火储备之地向来是军中最为隐蔽的地方，因此只有程烨深入敌营才会摸索到其中具体位置。当初让冉子传话回来火攻粮草营的目的便是声东击西，木南率兵自左翼围攻，木北则从右侧接应程烨，纵然他们人数不多，却硬生生使出了4两拨千斤的效果。少将军！见程烨打马自火焰攒动中逆光而来，木北立即挥手示意断后。是。柔然主力军本都在前线突击，留在大营帐中的人手本就不多，还因着粮仓失火，派去了大半人马，因而造成线下军火部被炸，却无人来阻击程烨等人的局面。少将军，您这一招真绝！跟在背后的木北将随身携带的软猬甲扔给前方马背上的程烨。此时的他纵然还是一副柔然军营中普通士卒的打扮，却依旧掩盖不住那通身上下的桀骜不凡。程烨头也没回，随手接住软猬甲，然后往身上一套，唇角弯起一抹轻佻的弧度，又不是第一次。3年前，为了不引人怀疑，只有14岁的他便是这般孤身一人潜伏在柔然1年，最终抓住其命脉，一击制敌。也因此，军功他有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被程宇泽收为义子。而木南木北也是在那场战争中被他带回来的。是，少将军英勇不减当年。木北笑着看向前人的背影，显然也是想起了此事。说起来，他同木南还要比程烨大上几岁，家破人亡之际，却又是这个看起来很小，实则老练狠辣的少年将他们救出了深渊。此等恩情仁义，他们兄弟又如何能忘？朔北军营报，禀告大将军，少将军成功夜袭柔然军火部。不愧是我儿。原先面色凝重的程宇泽忽然大笑几声，随即从座位上直起身，迈步向外营去。他头盔上的红缨随风飘扬，在看到程烨带着突击队从远处归来时，那饱经风霜的面孔上扬起自豪的笑意。义父！程烨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向上抱拳。好好好！程宇则赶忙上前扶起他来，一连3个好字，难以掩盖其中欣慰。如今柔然后方依然溃散，还请义父准许我带兵将其一举歼灭。后方出现了问题的柔然大军立马撤了下去，而逆风翻盘的朔北军又怎么会放过这乘胜追击的机会？只是程宇泽却皱起了眉。阿叶，我们这一次被打得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军队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药物医治伤员了。简而言之，便是后勤没有了保障。朝廷的物资，程烨的话说到一半，忽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燕之在看到程烨时，眼前一亮，没待呼吸平稳，便急急道：“少将军，快去救救冉姑娘！”闻言，程烨脸色一变，猛地上前一步，抓住他的手臂，宛若黑夜般黝黑的瞳孔中翻涌起刀锋般逼人的寒意。他怎么了？被他神色吓到的燕之半晌没吐出一个字。好在后方的允之及时上前解释了一番方才发生的事情，这才让燕之逃离了程烨那仿佛要吃人的目光。简直胡闹！没待程烨出声，程宇则已然掩盖不住其中怒气。贺子安是把军令看作儿戏吗？冉姑娘说会给捐赠物资的百姓写字据，
带回来后亲自向您请罪允之声音越说越小，气得不轻的程宇泽还欲再言，却见程业直接越过众人翻身上马。此情此景，他还有什么不明白？朝廷军扣下了他们的军备，这仗无论如何都是打不下去的。阿叶，你要做什么？带他回来。程业，他怒喝一声，若要找人，我派人去便是。一介军中少将几次三番为一个女人兴师动众，成何体统？只是程业对他的呵斥置若罔闻，他扬鞭策马，只留给程宇泽一个绝尘的背影。他的罪，我来请。天空泛起鱼肚白，边疆迎面吹来的春风暖得刚刚好，只是冉子却感受不到丝毫适宜。他那黑色面罩下的脸庞上已经沁满了冷汗，原本红润的嘴唇早已泛着森白。冉子伸手探了探自己的脉搏，算上今日他已经4日未眠了，再加上方才受的伤，虽不致命，却让他发了高烧，元气大伤。大人，再往前走2-3里，便是朔北军营了。我们这戏做的也够足了。马车外的声音传来，冉子伸手撩开车帘，看向蒙蒙亮的天空，眯了眯眼。不只是错觉还是什么，他似乎隐约看到了数里开外的橙子军旗，只是这距离依旧不近，为何允之验之还未叫人前来？不急。他放下手，外头的下属欲言又止，但还是按照他的指令继续向前走。冉子！骤然间，一道饱含愤怒的怒吼穿破虚空，响彻整个空旷辽原。车内的冉子心下一个猛颤，连浑浑噩噩的脑子都清醒了许多。怎么会？他的用量绝对不会错的。只是风向明却没有给他思考的机会，砰的一声，马车自顶部皲裂，他使了十足的内力，一剑击穿了冉子周身所有的防护。噗！内力席卷的余波将他击向空中，而后又重重落下，带起一阵沙尘。嗨嗨！冉子只觉浑身的每一寸骨头都快要碎裂一般，唇角的鲜血大口喷出，眼前风向明一步一步走来的身形成了重影，而方才跟随他一起出来的那群人在发现被骗后，立马抽出剑来将他团团围住。算计我！他蹲下身子，用剑柄挑起他的下巴。冉子嗤笑，为朔北军做贡献，你应该感到荣幸。看着他这轻蔑的模样，风向明再也维持不住表面的镇定，面容上瞬间被扭曲狰狞所替代。他蓦地直起身，一脚猛踹向他的腹部。冉子闷哼一声，面色更白了。带走！一声令下，有人从后架住他的身体，便要拖走。他微合着眼，在经过方才碎裂的马车时，忽然一脚踢向身侧之人的下身。在他痛呼之际，他迅速抽出那人腰侧长剑，刺！刀刃没入那拖着马车的马后方，随着一声痛苦的嘶鸣，那马便疯了般向外冲去。而冉子则在此时勉强将身体挂在了缰绳上。一切发生的太快，待风向明反应过来时，一人一马已经跑了很远。他咒骂一声，随即拉扯过身侧的马匹追上前去。腰间别着的短弩被他握在掌中，对准挂在马匹腰际的冉子，怒火焚烧了他的理智。死了也行，大不了重找线索。冉子被吃痛狂奔的马颠地七荤八素，他努力想要爬到马背上，却因着力气不足，最终放弃。似是有感应一般，他堪堪回首，就见一道带着劲风的箭矢直逼而来。就在他心道不好时，相反方向一支更为锐利的长剑以更快的速度将其中间劈开，而那击落的距离与他不过半寸。忽然身体一轻，他的腰身被人从马侧捞起，落到了一个平稳的怀抱之中。扑面而来的气息是夹杂着血腥与泥土的味道，算计不上好闻，却让他倍感安心。竟然是他亲自来的吗？程业薄唇紧抿，未来得及更换服饰的他，还是一副柔然人的打扮。半边起的辫子和披散的长发，由于疾驰带来的烈风，在空中拉成一道直线。他左手臂紧紧搂着怀中的女人，心底仍有余悸。他若是再来晚点，他就会被那致命一剑穿透胸膛。第30章，魏同参将。你是什么人？突然被接了胡，风向明语气十分不善，只是来人一副柔然打扮，看武功又在他之上，让他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程业勾唇冷笑，根本不屑于同他搭话，手腕翻转，将冉子安置好后，飞身而起，利剑出鞘。不过几个回合，风向明便落了下风。后面跟来的木南木北迅速控制了他的手下，见大势已去，风向明心中连连叫苦。眼前之人出手招招狠辣至极，却又每一剑都不算致命，以至于现下的他身上已然伤痕累累。就算他此时没被这人一刀了解，若不及时止损，过不了多久也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当真阴毒！认清现实的风向明不再恋战，他发现这人很是在乎冉子，于是在又一个旋转过后，他左手微抬，袖口3根极细的银针直直向冉子射去。程业见此，目光一凝，下意识便要上前护住他，而风向明则趁此时机立马向相反的内城方向跑去。少将军，追吗？木北问。不必了。程业收回剑，俯视怀中气若游丝的冉子，浓密鸦语下的瞳孔晦暗不明。那人身上的伤不死也会扒层皮，若他命大，日后还会有再见之日，届时慢慢讨回也不迟。
少将军，这些人如何处置？木南横了横手中的剑，看向被钳制住的一众身着朔北军服的人问道。程烨抱着冉子翻身上马，带回军营，明日本将亲自给朝廷军送去。是。冉子再次有意识时，第一反应便是那在路上还没运回来的物资。只是室内空无一人，他拿下搭在额头的毛巾，肩胛处的伤口隐隐作痛，花了许久，终于披上外套向外走去。此时的军营中充斥着战后的疲倦沉寂，不远处的战场上还有硝烟的余韵未曾散去。冉姐姐！就在他径直走向伤兵营的路上，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冉子回眸眯眼，他记得这个女孩，不仅仅是因为当初去军纪营时他第一个站出来自愿为医女，更是因为他就是当初那个将他推出来的那人。虽然他因祸得福遇上了程烨，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忘掉此人最初的动机。看他不语，松和眼神中染上了些畏惧，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开口：冉姐姐此去辛苦了。听着他小心翼翼的声音，冉子却不想再和他多聊些闲话，淡淡点头过后便转身欲走。见此，松和急忙上前，手不自觉地拉住他的衣袖，只是方才冉子不过是披上外套，这一扯竟被他直接扯落在地，露出了里面单薄的内衫。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松和慌乱蹲下，拾起衣物想要给他披上，却无意间撞到了他的伤口，皲裂的血迹一下子又红透了衣服。不必了。冉子冷然接过他手中的外衫，并没有在意又裂开的肩膀，而是将衣带系紧了些。冉姐姐是不是嫌我笨手笨脚？松和余光瞥见不远处的人影，咬着唇，眼眶瞬间泛红。我小子。许久没等到松和送药过来的贺子安出来，便见到了这一幕。贺大哥。冉子颔首，而一旁的松和在见到贺子安的那一刻，本还蓄积在眼眶的泪水便直直落了下来，活脱脱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贺大人，我……只是贺子安的视线并不在他身上，他咬牙看他，注视着冉子，眼底有难以掩盖的担忧。身体可有好些？并无大碍，现下军中物资，这个你无需担心。你带回来的药物已经解了燃眉之急，况且现在朝廷军那边的物资补给也不敢怠慢了。冉子听言松了一口气，只是有些疑惑，他们怎么突然改变了想法？贺子安正想回答，视线却越过他，落到了后方来人身上。他抿唇轻笑，或许你可以问问少将军。冉子。熟悉的男音让他愣了一瞬，随即转过身，此时的程烨已经换回了常服。你回来了呀？他莞尔。你都是我带回来的。他挑眉，忽然视线扫到他衣领渗出了血迹，剑眉微蹙。怎么不好好躺着？没等冉子回答，身侧被忽略许久的松和蓦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都怪我太想快点送药品给贺大人，却不想笨手笨脚撞到了冉姐姐，害得他伤口裂开，是我该死。松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双眼眸浸满泪水，额间因着慌乱垂下几根发丝，贴近侧脸，楚楚可怜。先前未曾见到少将军，他只以为是和军中其他将士一般粗鲁狂暴、满身臭气的汉子，可今日一见，他发现他竟然是如此俊美不凡，甚至要比贺子安还要好看上几分。刹那间，心中不平衡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若是当初被带出去的人是他，一切会不会不一样？不过他对自己很有信心，虽然容貌上比不过冉子的绝尘明艳，但论起驾驭男人，他们通常会更喜欢他这种我见犹怜的女子。要不然他又怎会在短短几日内便能到贺子安身边帮助递送药物？冉子闻言皱眉，这话听着怎么就觉得这么不舒服？那你确实该死。什么？松和错愕抬头，便对上程烨带着嘲讽的眸子。他虽然同女子接触甚少，但是人是鬼还是分得清。于是他越过跪在身前的女子，十分娴熟地站到冉子身边。贺子安，你医师营的人犯了错该怎么做，不需要本将提醒吧？一语既出，松和脸色瞬间煞白，看向贺子安的目光中充满乞求。不，贺大人，求您不要把我送回去。贺子安看了看眼前二人，颇有些为难。就目前来说，现在并不是责罚他的最好时机。既然是冲撞的小子，那便你来处置吧。冉子又如何不懂其中利弊？现如今正值医师营缺乏人手之际，若真以此等小事便将人遣返，估计日后更不会有人愿意过来了。我并无大碍，遣返倒也大可不必。松和听言眼前一亮，谢谢冉姐姐。什么冉姐姐？程烨出口打断他。即日起，冉子位阶同贺子安，均为我朔北军后方医师营大医师，换算成武将，便是参将级别。你又是什么人？听着他的话，冉子微讶，不自主地扯了扯他的袖子。而松和闻言则立马俯首在地，是，谢冉大人。只是过了许久也没得到回应，待他再次抬手时，眼前早已没了人影。松和垂眸爬起身，方才脸上的惶恐早已褪去，拢在袖中的手掌紧握成拳，就连指甲都快陷入肉里。他快要极度疯了。第31章，女子又如何？经过这一闹剧，本想去伤兵营探查情况的冉子被程烨强行带了回去。为什么要去朔北城？
他背对着他，声音淡然，只是心下的不悦却只有他自己明白。昨日待他回来后急于处置朝廷军的人，让他来不及去想，现下平稳下来回忆，他依旧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日救下他时心中的后怕。他有多久没体会过恐惧这一感觉了？你说的，不如多救几个伤员。听着他语气中的冷漠，冉子略有些憋屈。还真是听话啊。他蓦地转身，眼底寒意四溅。方才有外人在场，他压抑着怒气，现下却是怎么也忍不住了。你可知这是违抗军令？被突如其来的吼了一句，这下冉子也有了脾气。当初去朔北城前，我便做好了事成之后亲自向大将军请罪的准备。谁要你请罪了？冉子气笑了，我这是违抗军令。这人简直自相矛盾。程烨被噎了一下，半晌没出声。他忽然发现自己除了违抗军令这一条以外，并没有任何立场可以指责他，而他也不会真的对他军法处置。毕竟此番若不是冉子的及时救援，朔北军恐怕会损失惨重。看他吃瘪，冉子乘胜追击，那你又是为什么要封我为大医师？这难道不是违抗军令？女子为官，无论是前朝文官还是边疆武将，都是前所未有的。下次有事直接来找我。程烨答非所问，声音小了不少。他随意往座位上一坐，单手支着下巴，眼神飘忽不定。你让我来我就来。冉子咬唇嘟囔一句。你说什么？程烨淡淡移回眼神，狭长的桃花眼微挑。冉子心虚地摸了摸鼻子，我说可我是女子。之前在东陵时，他一直想同父亲一样考入太医院，去那全天下奇珍药材最多的地方研习医术。只是因着他的女儿身，父亲就算再开明，也改变不了女子不得为官的事实。那又如何？他的语气理所当然，却又带着不可一世的霸道。孤身一人同敌人周旋，还能抽薪止费，利用其首领为朔北军带回物资，这份勇气与魄力，放眼整个军中也没有几个男子比得上。除去对他的担忧，他是欣赏他的。况且我的医女我说了算。冉子怔怔地看着他，心下的愤懑骤然被其他情绪所替代，想说什么却又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如果他能在军中有个名正言顺的职位，那么便能更好的立足，而不是寄人篱下，人微言轻。你不会给我丢人吧？见他不语，程烨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食指交叉，又恢复自如，似笑非笑。我尽量。他唇角扬起一抹轻微的弧度，然后想起刚刚贺子安说过的话，继续道：朝廷军为何突然变了想法？你觉得呢？他反问。冉子皱眉，是你干的。程烨轻哼一声，你可知风向明手下的人来自何处？风向明是谁？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还敢孤身犯险。程烨语气不善，就是你迷倒的那个人。冉子似是没看到他的表情变化，哦了一下，道：应该不会是东陵来的，难不成是？东陵距朔北甚远，若是真调动那么多人，就为抓他，也未免太看得起他了。程烨，他们是朝廷军的人，两军虽私下不和，但若是真的要明面对质，朝廷军依旧是忌惮的，是以只敢在背后做一些小动作。这么说来，这次是我帮了你们。冉子挑眉轻笑，聪慧如他，很快便能想清其中因果。程烨抓到了朝廷军在朔北城为非作歹的证据，再加上他们本就只是想在战争期间使些绊子拖延时间，待朔北军真带人找上门去时，便立马怂掉了。程烨撇嘴转头，懒得搭话。什么你们的，都是军营的大医师了，分明是我们。冉子不知道又哪里得罪他了，随即耸肩靠坐到床上。不过就算这样，我明日还是得去向大将军请罪，毕竟军令不可废。闻言，程烨又似炸毛一般猛地起身，将帐帘掀得飞起，偏头对他恶狠狠道：给我好好养伤，哪都不准去。他又哪里惹到他了？冉子抿唇，正欲出去追他，却被外面的木南木北拦了个正着。少将军有令，这几日不准大人离开营帐半步，大人见谅。冉子称呼倒是换得挺快。程烨来到程宇泽营帐外时，贺子安已经等候多时。少将军，他颔首示意。程烨淡淡看了眼他，道：来负荆请罪。是。贺子安微笑，对于此时出现在这里的程烨早有预料。程烨冷哼一声，径直越过他向内走去。若不是他在后面推波助澜，冉子也不会冒那么大危险。现下的他俨然已经将他受伤的事迁怒到了贺子安身上。室内，你真要替那女子戴罪？程宇则目光阴沉看着来人。程烨从容不迫，不是戴罪，此事本就因我而起。若不是当初我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救治伤员，他也不会违抗军令前去朔北城寻找援助。程宇则扯动唇角，明显不信。大将军，此事也有属下的过错，当初小子拿的便是属下的令牌进城。贺子安虽声音文弱，语气却坚定。这么说来，那冉子倒是十分无辜，偏偏被你们二人使唤来去。程宇则嗤笑。程烨凉凉地瞥了眼身旁的贺子安，可以这么说。程宇则胸口怒气翻涌，
一掌猛地拍向桌面，简直无法无天。儿子自请义父军法处置。说着，程烨单膝跪地，刀刻般凌厉的棱角泛着无畏坚毅。属下附议。贺子安亦跟随。程宇则额角轻劲抱起，拳头捏着骨节，咯吱作响。贺子安，你也跟着胡闹？贺子安是他亲自提拔的大医师，应当是最能懂他行事之人。此事虽是违抗军令，但也并非坏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只需要象征性处置一下那名女子，便算此事了解。可哪曾想，这一个二个的都出来请罪，还请义父定罪，还请大将军定罪。二人垂手抱拳，看得程宇泽是恨铁不成钢，自己去行堂领罚。谢义父将军。不想再见到他们这副样子，程宇泽最终冷哼一声，拂袖而去。见他离去，程烨也起身欲走，余光扫过身侧的贺子安，末了不忘说一句：贺大人习医多年，身子骨可承受的住着20军棍。听着他含沙射影，贺子安只是低笑，能在军营混迹多年，也不敢太过孱弱。那最好。程烨不再看他，联想到然子对他温和恭敬的模样，心里莫名窝火。这文文弱弱的有什么好？第32章，倒也不必如此阴阳怪气。木南木北仿佛在他门口安家了一般，日日轮换着看着他，不让他出去，以至于这3日来，除了他们俩和来照顾他的张婶，然子便再也没见过别人。我说，现在刚打完仗，你们好歹也是程烨身边的大将，不去参与调兵布防，天天盯着我算什么？我又不会跑。然子百无聊赖地靠在墙壁上，看着外面木南若隐若现的背影，自言自语。木北那活泼性子倒还能同他解解闷，换成木南，他说10句他只会嗯一声。果不其然，木南对于他的问话充耳不闻。忽然然子的视线中多了一道人影，他瞬间撑直了身子。这还没到2人换班的时间，难不成是要放他出去了？他的预感确实不错，不一会帐帘便被撩开，木北对他恭敬一笑，冉大人可以自由活动了。听言，然子眼前一亮，对2人轻轻颔首后，便迫不及待地往伤兵营方向走去。说实话，他的伤只是当时看着骇人，实际恢复起来还是挺快的。就在他快要接近目的地时，一阵轻微的抽泣声传入他耳中，顺着声音来源方向望去，然子看到身子单薄的松和正躲在角落，眼睛肿得像核桃。奈何他对此人着实没有好感，确认人没事后，便懒得继续上前。而那方的松和在见到他时，顿时停止了哭泣。然姐姐，你可算来了，你再不来，我们这都要乱成一锅粥了。松和眼底闪着泪光，看到他时，瞬间充满了惊喜。然子蹙眉，贺大哥不是在吗？他虽然成了大医师，但却还远不到非他不可的地步。听到这句话，松和眼底的光芒瞬间暗淡了下来，嘴唇蠕动，半晌没出声。然子有些不耐，有话直说。松和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缓缓道：贺大人被大将军军法处置后，就一直昏迷不醒。然子赶到贺子安住处时，恰巧碰到燕之端着水从室内走出，而那水中已被血迹浸红。他脚步一顿，问道：他怎么样？燕之抿唇摇头：大人连着发了几日高烧。然子轻轻点头，示意燕之可先去忙后，就径直走进去。室内，贺子安双目紧闭，趴在床榻之上，身上搭了条薄毯，然子指尖搭上他的脉搏，脉来艰涩，如轻刀刮竹，至色不华丽，是血流不畅之象。所幸的是，休养几天，加以药物辅佐，便无大碍。想到此处，然子起身去岸边写下一张药方，递给身后跟着的松和，去抓这些药来。闻言，松和立马上前接过，然后小心道：大人会好起来吗？会的。那就好，只是这分明是为军营好的事，少将军下手也太狠了些。松和咬着下唇，后面的话声音越说越小，但距他很近的然子依旧可以听得十分清楚。你说什么？他眯了眯眼。松和神情慌乱了一瞬，然后结结巴巴道：没有，我不该背后议论少将军。接着说下去。冉大人。松和啪的一声跪倒在地，身子瑟瑟发抖。少将军待冉大人是极好的，是我说错了话。他的字字句句一面说着程烨对贺子安下手太狠，一面又说着待他很好，但凡有点心思都能听出其中古怪。冉子坐在桌边，手肘支着案台，嘴角弧度上扬，眼底却没有丝毫温度。他看得出来，这松和很想傍上贺子安，那么能说出这番话倒也不算奇怪。待贺大哥伤好，营中有人照料之后，我自会去请罪，你倒也不必如此阴阳怪气。松和心中咯噔一下，琢磨不透他此时的情绪，连连摆头：不，我行了，你下去吧。他不耐摆手，松和又看了他几眼后才慢慢走出去。冉子手指捏着眉心，心中思绪翻涌。松和的话虽然带着些别的心思，但他也能猜到这其中关于程烨的行为并非凭空捏造。这几日不让他出来，大抵并不是单单让他休养这么简单。松和拿着冉子写的药方，抓完药煎好后，所走的方向却不是贺子安的住处。他走得很急，脸上因着呼吸急促而染上了红晕。木南大人。
木南闻声转头，便看见一个娇小又局促不安的姑娘端着药碗在不远处看着他。他一眼便认出这是冉子带出的那批由军妓转为医女的女孩之一。听闻少将军受了伤，这是治伤的药。近日伤兵营事情繁多，未曾照顾到少将军，所以特来送药。松和的声音是恰到好处的软糯又谨慎，他想没人会拒绝。冉大人派你来的？木南性子冷漠惯了，听言只是淡淡问了一句。松和抿唇摇头，贺大人高烧未醒，似乎伤得很重，且军中药备不多，需要冉大人一直照料着才好。言下之意便是他忧心少将军身体，偷偷前来的。木南皱眉，既然不是冉子，那这医女的行为显然是逾矩了。给我吧，你可以走了。说着，他上前端过他的药，便不再给他眼神。松和看着他的背影，咬了咬牙。虽然没有进去营帐内，但到此地步也不错。这副将应该会同少将军禀明吧。这样想着，他转身快速离去。贺子安那边的药还没送到，晚了便会生疑了。本将哪有这么弱，不喝。程叶翻动手中的兵书，眼角都没给木南一个，只是那泛白的唇色昭示了他此刻的身体已然极度虚弱。在敌后潜伏多日，偷袭军火时弹药炸裂所带来余波造成的伤还没来得及处理，便又急着去接应冉子。回来了又去领了20军棍，饶是铁打的人也经受不住。少将军，他在做什么？程叶打断木南的话。回少将军，冉大人在整顿伤兵营以及照顾贺大人。哼，就知道他受不住，还非得逞能，还让他亲自照顾。程叶啪的一下合上兵书，语气中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醋意。他余光瞥了眼木南手中的东西，语气森冷，给贺子安送去吧，让他赶紧好。少将军，这是冉大人送来给您补身体的。木南只是将药碗放在案前，神色无波，一本正经道：笑话，本将需要补身体。程叶嗤笑一声，然后顿住。谁送来的？冉大人。于是程叶拢了下手指，最终还是伸手拿过药碗，一饮而尽。军中药物匮乏，我等还需以身作则，不得浪费。是，少将军。第33章，虚弱却不减锐利。冉子发现他每天配的药总会少上一点，起初他以为是下方医女拿错了，可日日减少的量刚够一份补药，他便觉得其中许是有问题。于是在某一日，他特地多留了会，果然看见松和鬼鬼祟祟的折返回来，拿了些药材，绕向帐后，升起火堆，开始煎药。冉子在不远处注视着他倒完药渣，小心翼翼地捧着药碗向程叶住的地方走去，眼神暗了暗。他没再往前跟去，而是折返回了贺子安的住处。而此时贺子安正刚刚转醒。贺大哥见他过来，他连忙想要起身，却被冉子过来按住。你先别动，可这几日辛苦你了。贺子安惨白着脸，笑得牵强。不辛苦。他抿了抿唇，继续道：你其实不必替我顶罪的。贺子安闻言轻道：当初与你令牌时，便是说好了这罪也有我一份。可我……小子，这次入刑堂不是我，是我们二人。他忽然打断他。冉子怔中一瞬，随即明白了他所谓何意。他在贺子安受罚时被程叶关了禁闭，于外人看来可不就是一起受了罚？是他逼你的？看他如临大敌的模样，贺子安哑然：你怎么会这么想？是他让你受的刑吧？他记得先前程叶好像很是看不惯他，说不准就会下手狠些。看他越猜越偏，贺子安安抚性的弯起唇角，眸色温暖如玉。是。冉子握紧拳头：我会去找大将军罚回来的，哪有这道理？不过你也让他受了刑。顿了顿，贺子安继续道：因为他舍不得让你去。看似零碎无关联的几句话落入冉子耳中，却不知怎的就听懂了。大将军向来赏罚分明，从不有恻隐之心。你若去了刑堂，约莫是回不来了。冉子嗫嚅道：他想杀我，并不全是，只是你的存在影响了程叶太多，他会顾忌。如果此番没有程叶顶罪，他的命运可能就是在受刑后被悄然流放到另一个地方。他影响了他太多，冉子耳中一直萦绕着这句话。刹那间，过去的一幕幕似卷轴般一张张展现在他脑海里。他带他打猎时势在必得的眉目，送他玉佩时心口不一的闪躲，让他回去却独自一人潜入敌方腹地的决绝背影，每一次救他时如天神般的降临。突然，他的世界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离，外界所有声响皆销声匿迹。他不自觉地抓住衣襟，胸口的阵阵急促又猛烈的跳动如雷般轰鸣于耳际，宛若一道微光撕裂了无尽寂静的黑暗，无声却又汹涌。小子还以为他身子不适，贺子安正欲询问，却不想牵动了背后的伤口，猛咳了起来。缓过神的冉子急忙端过一杯水递过去。看他魂不守舍的神情，贺子安大抵也能猜到他方才在想什么。我的伤并不碍事，只是大将军向来对少将军严苛，此番忤逆，他定是受了更多皮肉之苦。冉子急道：可他不是大将军的义子吗？贺子安笑：
可曾听闻爱之深责之切？程宇则对程烨寄予厚望，也正因如此，对他要求颇高。他是医师行堂的人，自会收敛这些，可程烨就不同了。况且他的身上还带着深入敌营后受的伤。贺子安还在说着什么，可然子已然完全听不到了。他道了句好生歇息，便跌跌撞撞地向门外走去。而他身后的贺子安见此清澈无波的眼底浮起丝丝笑意。程烨呀程烨，他就只能帮到这了。一路向程烨住所走去的然子步伐很急，他向来稳重自持，如此狼狈急切的模样，引得过往之人不由侧目。啊！忽然胸口一痛，他垂眸才发现是迎面来的松河撞到了他。此碗因着撞击噼里啪啦的碎了一地。松河保持着端药碗的姿势，却见到然子时瞬间面色苍白。大人，让开！他柳眉一蹙，想起方才他那前去程烨营帐的背影，胸口便似堵了一团棉花般难受。松河哪敢不应，连连蹲下身想要捡起地上碎片，却被猝不及防地割开了手指，引得他痛呼一声。只是然子却没再看他，径直越过，便继续大步离去。程烨，他气喘吁吁地撩开他的帐帘，抬眸便见程烨正端坐于前方，只此一眼便再也移不开目光。他身形修长，原本健康的肤色此时隐隐透着些苍白，削薄的嘴唇轻抿，目光在见到他时有一闪而过的欣喜。冬日白天都未见他披上的白色大灰，现在却搭在他肩上，常年高束的黑发此刻用竹簪堪堪拢住，虚弱破碎却又不减锐利。来得正好，正想同你说补药之事可免，本将为防止军中浪费诚信，已然喝了不少，还是留给更需要的人才是。程烨解下大灰，轻咳了2声。替然子顶罪之事，军中鲜有人知，他也不打算让人知晓。左不过20军棍，所以连抓药都没有去抓。木南木北虽担忧他的身体，但也不敢忤逆他。是以在松河端来药物时，木南便直接接受了，顺便以冉大人担忧少将军操劳过度为由，让他喝了几日。补药？他狐疑半晌，便见那身旁的木南眼神飘忽不定。所以松河送的药，他一直以为是他授意的吗？然子上前一步，抓起他搭在身后的披风，一把将他环住。由于程烨此时是坐在位上，二人高度不一，一来一回间，他能清晰地闻到他散落在身前碎发上淡淡的香味，一如那晚在柔然他抱着他一般，宛若盛放的罂粟花，迷人心神。生病了就好好治病。他正说着，眼眶有些发热，程烨却骤然起身，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他，刚被系上的披风随着他的举动又滑落在地。他垂眸刚想伸手去捡，指尖忽然被另一只更大的手掌握住。我身体好着呢。程烨抓着他的手扯起身体，让他同他对视，原本戏谑的语气在见到他那微红的眼尾时愣了一瞬。是吗？然子移开目光，阴恻恻低语，随即另一只手猝不及防地戳向他的腰际。嘶！程烨蓦地侧身，神情因吃痛蹙眉。还好着吗？他退后一步，俯视着他撇嘴，装的真像，他都没用力。程烨弯腰呲牙，鸦语微颤，脸下的眼底却有掩盖不住的星光。真狠呐你！明明就很担心他不是吗？第34章，冉大人要如何为我医治？见他许久不起身，原本缄默的冉子最终还是不自主地上前了一步。程烨佝偻着被4世痛击的模样，身后的长发前倾挡住了大半容颜，让他看不清神情。很疼吗？他手足无措地举起手又放下，一时间竟想不起来方才的力度到底有多重。他声音低沉，这下冉子更担忧了。他本是为他受的伤，他还这样对他。对不起，或者你打回来也行。说着，他伸出手臂。程烨压抑着笑意，却在瞥见他微咬着下唇，俨然一副慷慨赴死的模样，且眼底的愧疚快要溢出来时，再也忍不住闷笑一声。冉子表情一滞，你骗我？看他立马变得气呼呼的样子，程烨直起身靠着桌沿，我可是替你挨了棍子的，你这就翻脸不认人了？看样子他已经知道了，那也没必要再瞒着。冉子看了他一眼，又迅速移开目光，我又没让你挨。话说完，他便后悔了，刚刚来时明明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为何和他搭上2句话变成了这样？那就当本将自讨没趣吧。程烨抿着薄唇，微和的眼眸看不清情绪。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踌躇半晌，终于还是直视了他的目光。程烨，其实你没必要这样对我的，我本是贱命一条，自流放起便注定漂泊一生，就算大将军再次发配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他似乎一直在欠着他们的关系早已不对等了。他倚着桌沿，眼皮轻抬，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敲击桌面，眸光微深。为什么没必要？我觉得很有必要。冉子与他对视眼帘，因着他这句话闪了2下，卷长的睫毛轻轻抖动，于他那眼下洒下一片阴影。程烨这人当真是该死的自以为是，可怎么又让人讨厌不起来？他攥紧衣衫，偏过目光，我不值得的。听着他的话，程烨的胸口仿佛被人砸了一下，闷闷的痛。他记得在很久之前，在那被人遗弃后，
蜷缩在阴暗之中时，是他在一片明媚晨光下向他伸出了手，带他去了他家，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明亮的1年时光。可现在，那个本可以笑得明媚又温暖的太医之女，却成了如今视自己为草芥的模样。他怎么不值得？他想让他不依附于任何人，想让他去做自己喜欢的所有事，因为他值得这世间所有的好。思及此处，程叶扯动唇角，眸光飘散。怎样叫值得？一物换一物，或者我能为你做什么？一语落，他听见他低低的笑了一声，身体骤然前倾，空气间的温度因着距离的拉近上升了几度。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冉子愣然，耳根随着他的靠近染上红晕。不若做个交易。神什么？我为你受的伤，于情于理也该你来治不是吗？他点头，自然。这几日你若方便，我会日日过来为你送药，那不要先别喝了。见他似是真的在思考如何给他治伤，程叶继续上前一步，引得他又向后退，只是脚还没迈出，便被他长臂一揽勾住了腰身。冉子惊呼侧头，可此等距离他还是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呼吸喷洒在耳边与颈内。他目光灼灼，薄唇一张一合，慵懒又阴哑的嗓音响在耳际。可背后的伤口只是喝药恐怕难以好全，冉大人要如何为我医治？听着他暧昧不清的话语，冉子脸烧得厉害，心跳在被他触碰的瞬间停滞了一刹。刚想说木南还在，却发现不知何时室内只剩下了他们二人。鬼使神差的他喃喃道：“我帮你清理伤口。”话刚说完，冉子才猛地回过神，而入目所见却是程叶揶揄的眉眼。如此，我便勉为其难了。勉为其难？冉子差点没咬掉自己的舌头，他这表情哪有一点勉为其难的样子？你做什么？见他忽地开始解自己的腰带，冉子红胀着脸颊冲口而出。程叶颇为从容：“勉为其难啊。”他发誓自己这几日都不想再听到这4个字。风向明行动失败的消息传回东陵时，曹洪才正自宫中归府。此时的他身边侍从围身，他抬起手臂带人换下一身朝服，饱经风霜的面容上看不清什么情绪。知道了。下手属下正屏息凝神，等待着一场腥风血雨，却不想丞相大人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把福卓叫来。”是。在得到示意后，他不敢多做逗留，急忙退了出去。不一会，一身着黑色劲装的男子便走了进来，抱肩跪地：“主上。”曹洪才此刻着了身银灰蟒袍，鬓角的头发微白，面容上竟是岁月雕刻的皱纹。他苍劲的手指握住茶盏，抿了一口：“福卓啊，风向明失利的事你怎么看？”福卓颔首一五一十道：“程家在朔北独霸一方，被他们护着的人，我们的手很难伸进去。”闻言，曹洪才轻嗯一声，中年男子的声音自带着厚重，一时间让福卓摸不清主上的心思。只是风向明无用，若属下前去，或许不必。他话还未说完，便被曹洪才打断。曹洪才放下手臂，茶盏与桌案相磕的声音，在这只有2个人的室内显得格外清晰。程家在朔北根基深重，不是一朝一夕便可瓦解。当年就算是陛下以朝廷直属的名义派了军队过去想要制衡，也并未有成效。当然，这或许和那驻守的是个废柴有关。余川可有消息？回主上，余川是为小镇，人口流动颇小，属下等在余川未曾找到冉元正一家的消息。曹洪才勾唇，那人的女儿倒不是个蠢的。其实在当初得到冉子逃走的消息时，他便猜到其中必有蹊跷，只是多派些人去探查一番，倒真证实了这一猜测。主上，我等现在还需继续盯着余川吗？福卓问。不用，算时间，那朔北城的新任城主应该快到了。闻言，福卓顺利了然，属下明白。福卓走后半晌，曹洪才才将视线从门外收回。他伸手取过插在笔筒中的笔杆，在宣纸上写下寥寥数语，然后装入信封。空闲的手指在碑沿上打圈，嘴角勾勒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他们在朔北天高皇帝远，可如果在东陵呢？第35章，他还有资格心动吗？就算是做足了心理准备，可当程叶褪下上半衣衫时，冉子还是忍不住攥紧了拳头。不同的旧伤斑驳纵横于整个脊背，而这次所受的棍伤似乎也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于是在那之上留下了更深的大片污渍和皲裂入皮骨的心痕，令人触目惊心。他强迫自己平稳呼吸，端着草药与棉布，侧身坐在榻边。明明是做过无数遍的动作，却在面对他时，手指的颤抖如何也控制不住。我叫营中医女过来吧。说着，他猛地放下物时，直接起身，可程叶却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腕。他侧身半支着身体，身上肌肉分明的线条因着动作起伏，吓到了。其实在战时他见到的伤兵要比这更加目不忍睹，可对上他时，他只觉得呼吸淤堵，完全找不到面对其他人受伤时的冷静自如。只是这也是他自找的不是吗？如果他装作无事发生，如果他心安理得的接受，如果他……可惜没有如果，他只会越来越觉得亏欠，以及一些道不明的心思。怎么会？他扯动了一下唇角，状似无味笑了笑。
你这好歹没有缺胳膊断腿，伤兵营中更惨烈的情况我都见过，只是这被关了几日，有些手生罢了。程烨放下手臂，眼角微弯，这样说来还是我不对。见他这样打去，冉子紧绷的一根弦忽然放松了许多，他重新执起药草，轻轻碰上他的伤口，见他神情不变，便又大胆了些。少将军在军中一人之下，我哪敢有微词？看来冉大人还是有不满。程烨眉峰轻挑，语气调侃，怕我吃了你？冉子手指一顿，忽然用了些力一按，躺好吧你。冉大人竟如此恩将仇报。接下来的时间，因着程烨的存在，冉子一扫方才拘谨，一来一回的对话间，心情倒是明朗不少。终于在处理完最后一处伤口之后，他起了身。你身体底子较好，再涂上的3-5日便无大碍了。许是他常年习武的原因，较之作为医者的贺子安，这些外伤倒是很容易恢复。程烨仰头看他，眼眸间尽是挑拨的笑意，多谢夸奖。冉子离开营帐后，他步伐略快，在确定离他住处许远之后，在一个转角处停住了脚步，身体靠着后方，看了会一望无际的天空，而后顺着墙壁下滑，药物被他放在一侧，他双手圈住膝盖，将整张脸埋进臂弯，呼吸起伏间，他脑中思绪纷飞。他又何尝看不出来，这人每次嘴上说的放荡轻浮，可他又在他窘迫难为之际顾及他的感受。这样桀骜又不失温柔的人，他怎么会不心动？可他还有资格心动吗？程烨望着他近乎落荒而逃的背影，低低的笑了起来，却又在慕北进来的一瞬间收敛了笑意。慕北见着正在拢上衣的程烨，又联想到刚刚撞见冉大人时他那微红的脸颊。少将军，属下先出去，有事就说。程烨淡淡瞥了眼他，长腿一迈，便向桌案走去。慕北被他看得后背一凉，但还是硬着头皮跟上前道：大将军说让您身体好差不多了，就滚过去问话。身体好差不多了？程宇则抬头看了眼身前如往常一般的程烨，淡淡道。此时的他将头发高梳于顶，依旧一袭玄色衣袍着身，见眉下狭长的桃花眼微敛，同方才在帐中略显虚弱时判若两人。不然怎么滚过来问话？程宇则不过也是，他的人下手他心中也有数，左右打不残。柔然细作在狱中不堪折磨而死，却始终没有承认同武安侯有关。程宇则拧着眉，武安侯便是朝廷军的首领，在3年前由陛下亲封前往朔北。程烨，他或许是真的不知道。程宇则抿唇，此话怎讲？此番我去柔然见到过相似的传递信息方式，他们的下线均不知上线为何人。那日我探查到，他们最后一条线是以运送私盐的方式将我朝军火暗送至达旦城，而冉子的父亲也是因掌握丞相运输私盐的证据被害。程宇则，你怀疑这2件事互有关联？程烨点头，那支伪装的商队来自南方，仅凭这2点我们无法定罪，且这一次柔然突袭多半也是因为类似的暗线传递情报。程宇则蹙眉，显然有所存疑。若真同你所说是丞相通了敌，那这种暗线应当很早便存在于我朝了。丞相辅佐2代帝王，其势力范围远超于想象，可他却从未有过丝毫逾矩，甚至于在这些年对抗柔然也未见其异动。况且如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突然叛国，又有何理由动机？鲍大将军，萧厉副将求见。程宇则摆手示意，让他进来。萧厉单膝跪地，冷峻且严肃，禀大将军、少将军，朔北城新任城主在赴任途中与松自相遇害。什么？程宇则猛地拍案而起，可查到是何人所为？据他所知，此任新城主乃今年春闱刚出围后选调的新任官员，可还未上任便。萧厉继续道：陛下因为此事大发雷霆，后派遣官员为丞相大人亲选。一语落，室内沉寂了下来。义父如此联系起来，你可信了？程烨手指敲击椅背，缓缓抬眼看向程宇则，见他许久未回话，继续转眼对萧厉道：你先下去吧。是。萧厉抱拳告退。程宇则紧了紧拳，此事须向陛下上谏。义父，程烨蹙眉，事到如今，您还看不清陛下对我们朔北军的忌惮吗？朝廷军在3年前便在侧虎视眈眈，不断给他们使绊子，不配合驻守防御不说，单单这次在这般危机之时还断送补给，便足以见得其居心叵测。只是程宇则却摇头，自古以来多少将领拥兵自重，虽然我们并无此心，但朔北军作为守护与朝2大军区之一，陛下有所防护实属正常，轻者自轻，陛下圣明自有考量。程烨嘲讽一笑，义父果真忠义，可东方旭为何被污蔑，又是被谁污蔑？您就真的不怀疑吗？你什么意思啊？程烨，您时常说同东方旭还有当今圣上幼时交好，可为何在他受污蔑之时，圣上没有出面？以他的地位，暂缓抄家之刑还是可以做到吧？但当初的行刑实则很仓促，不是吗？他那时虽年纪很小，但也能知道，在襄王被抓到举家被抄不过短短数日，甚至连刑部报备都未批复，便定了罪。
程宇则想起了当年事，面色沉重。彼时陛下刚登帝位，朝廷根基不稳，如何顾得上？况且伪造证据实在天衣无缝，我们就算尽举足之力，也无法为阿旭洗脱罪名。义父，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到底是无能为力，还是蓄谋已久？这些年，程烨鲜少同他谈论东方旭的事情，可今日却是控制不住情绪了。他虽恨东方旭自有抛妻弃子之仇，但也是见不得他被污蔑至此的。放肆！见他这样激动，程宇则语气也不好了起来。圣上与你父亲一母同胞，怎可如此揣测？程烨冷笑，如您所说，这自古以来为那储君之位自相残杀的手足还少吗？这句话让程宇则愣了一瞬，他看着程烨那张酷似东方旭年轻时的脸，骤然间就想到了当初一起打天下的模样。东方旭自小便有将相之才，深得先帝喜爱，也很照顾身为弟弟的东方耀。他们结义于一场秋猎，彼时还有身为世子的左浩明。只是后来东方耀被封为太子后，左浩明便继承父位去了淮南，成了淮南大将军，自此便再没了联系。不论如何，他不会害你父亲的。程宇则疲惫闭眼。话说回来，你如今这般在乎这些事，可是因为那一女？他记得这小子以前可是提到襄王二字便抗拒至极的。程烨没好气地瞥了眼他，懒得解释，是又如何？程宇则思索片刻，如果你真喜欢他，收为妾室倒也无妨，毕竟你今年也17了，身边确实需要个女人。程烨闻言噎了半晌，谁说我喜欢他？程宇则探究眯眼，对一个素不相识之人如此上心，是你干的事吗？我只是发觉东方旭的案子和他们或许有些联系，可你先前分明不是这般在意这案子。程烨，程宇则平淡道，你这般血气方刚的年纪，有些需求可以理解，不必遮遮掩掩。程烨见他缄默如斯，程宇则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猜错了，这小子向来心口不一，或许是真的为了自己的父亲而不好意思承认。想到此处，程宇则暗自欣慰了起来，方才只是义父猜测，你若真没这个心思，便当义父没说。其实萧丽今年也快27了，跟着我也未娶妻，我见那女子生得不错，不若配与萧丽，倒也不错。不可！程烨忽地起身。程宇则疑惑抬头，他是我亲封的大医师，萧丽都快大他一轮了，配什么配？程烨眉心紧拧，俨然一副此事十分荒谬的模样。既如此，那便他的事不必义父操心了，儿子告退。程烨说完便转身而去，衣摆因着他的动作大幅翻飞。程宇则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第36章季听兰。战事暂时平息，一切逐渐回归正轨。从前的医师营虽然以营为称，可却只有贺子安和允之燕之，而也正是经历这次，冉子成功组建起了军中第一支女子为主的正式医师营。只是当初构建的仓促，许多秩序并未得到真正的规划，因此混乱是这场战争结束后冉子对医师营的最深感受。就像此时，他刚走到医女住所之外，便听到了那里激烈的争吵声。松河，你莫要血口喷人，我从未偷过你的东西，可你手腕上的银链作何解释？听兰姐，众姐妹皆知，这是先前宋守备赐予我的，我把你当姐姐，可你却松河渲然欲泣，眼前女子要比她高上，一个个头看着气势逼人，相比之下，她倒是更引人怜惜。而他这话一出，室内本有所摇摆的其他医女皆面露愤懑之色。季听兰，咱们当初在军纪营都是个凭本事，你不愿伺候军爷便罢了，还偷到其他姐妹换来的财物，是否太过分了些？就是，不过他这生的魁梧粗犷的模样，约莫也是没人看得上，还装出一副贞洁烈女的样子。据说他来的第一次便把军爷打了。啧，难怪如此。指责的声音源源不断地涌入季听兰的耳中，他双拳紧握，手背青筋暴起。这分明是他母亲留给他的遗物，却被这松河这般污蔑。我再说一次，我没有偷他的东西。一语既出，松河挂在眼帘的泪珠便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串串落下。季听兰抿唇不语，沉默着往自己的床榻走去。他纵然读书不多，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道理还是懂得。他不想再解释，可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忽然被人猛地拽住了手腕的银链。他下意识反握，而后另一只手撑起那人大臂，伴随着一阵惊呼，女子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弧度，然后重重摔落在地。啊！小莲！啪！在季听兰还未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一道重掌便落在了他的侧脸。松河颤抖着手，身体向后软去，那惊恐的眼神唯恐季听兰在做报复。对不起，我都在吵什么？大约弄清来龙去脉的冉子沉着脸掀开帘子走了进去。冉大人，冉大人！冉子目光淡然扫过一众女子，此时的她一袭绛红色旗装，被特意改造过的软猬甲刚刚贴身，满头青丝编成一根长长的麻花辫垂于身后，红色的发带随着她的走动而飘扬，整个人显得干练又不失威仪。起来吧，在吵什么？他眯了眯眼，而线下室内却无人感应。
松和，为什么打他？松和咬唇，是他先偷了我的手链。我没有。季听兰下意识上前一步，又看到冉子严肃的眉眼顿了下来，他手指附上左手腕的银链。若是冉大人，也要他还回去。冉子余光中瞥见了他的动作，他的侧脸还有刚刚的巴掌印。你是如何断定这银链为你所有？松和神情落寞，这是当初骑兵营的宋守备赠予的，我们这些人不比大人好命，便只能。冉子听着他的话蹙眉，而那些医女的眼神也因这句话夹杂了些微妙的情绪。虽然他们这些军妓来时并非本愿，但为了生存下去，总会去寻各种方式谋以利益。在这满是男人的地方，军妓营混乱不堪，又僧多粥少，自然有了些以物换人的不成文规矩，这也是他们获得财物最直接的方式。冉子并非看不起这种行为，相反，他十分理解人处于险境时求生的本能。毕竟若稍有偏差，他也会是其中一员。因此，在他有了些权力后，第一件事便是想给这些可怜的女子一条可以选择的其他路，或是继续留在军妓营，以身体为筹码得以好处，亦或是作为医女辛苦繁忙，但换取一片安宁。可方才松和的一番话，很明显就是直接抹杀了他的作为。之前战时危机，这些人来不及思索，可现在再想起，心里便会不平衡。这冉子和他们的出身又有何区别呢？只是冉子并没有被影响，世上相似的银链很多，你们如何证明这是自己的？松和上前一步，我的那条因为一次磕碰，尾端镶嵌的红玛瑙缺损了一些。闻言，季听兰脸色一白，立马将手背于身后。你胡说，是与不是你拿来给大家看看便知。见他一副被戳中心思的模样，松和步步紧逼，最终趁他不留神向后一绕，猛地扯下他的银链。一条泛着银光的手链被松和举于半空，而那尾端确实赫然镶嵌着半块缺角的红色玛瑙。松和勾唇，刚才还满是泪水的面容上，此时竟是志在必得。冉子看了眼那银链，又将视线转向已经愣在原地双目失神的季听兰身上。听兰，你可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季听兰眼神空洞，完全不复方才甩开小莲时的强硬。冉大人，我见他吞吞吐吐，冉子愈发肯定了其中定有问题。你且放心，若这银链是你的，便不会落到别人手中。季听兰看着他那未加任何其他心思的眼眸，心中酸涩顿起。红玛瑙上刻有昌字，他艰难闭眼，我的右腿侧有一处一模一样的昌字。他的话刚说完，室内便陷入一阵诡异的沉寂，而拿着银链的松和更是僵硬了脸色。他几乎是在一瞬间就看到了那个字，微乎其微。这一原因让冉子心中一震，而另一方的季听兰已经解下了衣衫，笔直修长的双腿却并不如一般官家女子白皙，而是布满诡异的伤痕。她的右腿内侧确实也有着被烙铁烫上的疮字。冉子弯腰捡起她脱落在地的衣物，为她披上，似是毫不在意，然后安抚一笑，如此便真相大白了。季听兰呆呆地看着他为他系衣服的手指，纤长细嫩，掌心带着薄薄的茧。那约莫是我看错了，毕竟这相似的松和哆嗦着嘴唇，却被冉子打断。方才本司给过你机会了。冉子背对着松和，声音冷漠。第一次，你冲撞本司与少将军，念你初犯且战事危急，本司未曾追究。第二次，你私自挪用营中药材，本司念你记挂少将军心切，也未追责。私自挪用药材几个字一出，松和再也控制不住，腿软跌坐而下。怎么会？他怎么会知道？他系上季听兰的最后一缕衣带，转身，平淡无波的眼底此刻竟迸发出刻骨的寒意。这一次，为了一条银链污蔑同僚，本司若还不追究，倒是显得我们医师营毫无底线了。冉大人饶命！冉大人饶命！松和匍匐在地，身体站立不止。冉子缓缓蹲下身，从他手中勾起由于长时间贴身佩戴而发亮的银链，余光微瞥间，一个极小的字正赫然于上。他不动声色收回目光，嘴唇一开一合，声音轻巧却又残忍至极。既然你这般蔑视本司的存在，又如此爱惜在先前之地得来的东西，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营造舆论，诽谤他人，那不如就回去好了。来人，将松和带入刑堂军法处置，若还有命，便扔回军纪营，不必再送回无人眼睛。话音刚落，外面便走进2名士兵，他们一左一右牵制住疯狂挣扎的松和向外拖。不，我要见贺大人。冉子，你又能高贵到哪里去？不过是靠着少将军，若没有少将军，你便只是个任千万人践踏的婊子。怒骂声渐远，冉子神色无波，起身将银链递给季听兰，然后自顾自走向前方主位。刚刚为松和出头的小莲，此刻正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生怕下一个遭殃的便是自己。还有什么意义？他拍了拍座位上的灰尘，侧身坐过。听着他的问话，底下众人皆冷汗淋漓。他们就算初时颇有微词，可现在也是不敢再言。而就在这气氛凝固时，冉子蓦地轻笑一声，唇角微扬，话锋一转，屁事众人，你们可知这场战争的胜利，除了前方浴血奋战的英勇将士，
还有何人视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众人相互对视，面面相觑。忽然季听兰上前一步：“是主帅。”冉子笑着摇头：“非也。”“是你们。”听着他的话，季听兰猛地瞪大双眼，而他身后的其他医女无一不面露疑虑。冉子继续道：“本司曾查过朔北军近10年的大小战事，其中直接毙命战场的战士只占所有战死之人中的30%，而剩下70%皆死于治疗怠慢。而这一次战事的折损人数比先前降低了足足1半，其主要原因便是因为你们的及时救治，是你们救了朔北军，守卫了边关。”他慢慢陈述着这一切，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豪情壮志，仅仅是最为平淡的一字一句，却依旧让全场哗然。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罪臣之女，被流放边关，身如浮萍，可今日却有人告诉他们，这戍守边关有他们的一份力，因为他们的存在改变了劣势的战局，这又让他们如何不震惊？第37章，女子也能与男子一样有所关接。冉子看着下方激烈交谈的众人，轻敲了一下以备侧颜，下一瞬便立马寂静。和方才的质疑与不屑不同，现在的他们眼底涌动着巨大的欣喜和期待。我们虽不能同男子一般上场杀敌，但我们依旧可以作为军营中最坚韧的一部分，实现自己的价值。如今本司为一师营大医师卫同参将，那么下方自然要设立同其他营一般的职位。一女子急急上前：“大人是说我们可以和那些军爷一样晋升吗？”冉子点头：“军中男子军功皆以杀敌之数计算，我们为何不可以救人之数计算军功？”“是以。”本司同少将军禀明后决定，大医师下方设医师副官卫同营内都司，大医女卫同守备，其余人5人一队，由伍长带领。普通医女同普通士兵一样地位。以上种种都与对应职位的将领待遇相同，不论是住处还是军饷，大家可有异议？只是冉子的话说完，却没有立马得到回应。下方众人皆面面相觑。就算是他们家族还未没落前所习得的，也都是3从4德，夫为妻纲。但如今明明是更加命如草芥的日子，眼前之人却说女子能与男子一样有所关接。这简直比方才听到他说他们拯救了朔北军还要惊世骇俗。忽然季听兰上前了一步，没有异议。见有人带头人群之中，便有了第2个人蠢蠢欲动。他们若真的能和男人一样在军中有一席之地，那便不用再和以前一样只能指望有人看上自己的身体，而是能够得到真正的尊重。这样想着，陆续有人走了出来。没有，没有。听着他们陆陆续续的声音，本还有些紧绷的冉子松了口气，这其中也包括服饰。说着他站起了身：“本司同贺大人商议，结合男兵军服设计，适合我们女子的装束，正如本司这一身绛红旗装、贴身软猬甲，以及更适合军营奔走的军靴。与此同时，外部一阵嘈杂。”冉子抬眼望去，正是允之燕之带着人走了过来。“麻烦你们了。”他颔首：“大人哪里的话，我们主子生怕来不及。”燕之摸了摸后脑勺，然后示意身后之人将服饰发送到各个姑娘手上。这群女子虽是生在官家，但一朝没落后，便再也没见过如此齐整的装束，因此每个人脸上都带上了欣喜的笑意。这一次战事，依照本司方才说过的计算军功方式，晋为本司副官的是季听兰、大医女宋清，一队伍长文连。随着一道道指令发放，先前犹豫不决的下方女子们眼中此刻光彩更甚。既然决定让这群医女享受同男兵一样的待遇，那么便不能这样一起挤在同一个营帐了。冉子吩咐允之燕之带人去熟悉自己日后的新住处后，单独留下了季听兰。当只剩下他们2人后，季听兰眼眶微红，立马跪下：“多谢方才大人解围。”冉子上前扶起他，轻声道：“不必拘束。”统计救治伤员人数时，他便注意到了季听兰的名字，仅他一人便救治了接近100位将士，其中有几个还是被放弃的将死之人。冉子当时便想，这样一个肩负极强责任心与毅力的女子，怎么会偷盗？季听兰咬咬唇，然后将手链递给冉子：“属下没有什么值钱物实，若摘下这红玛瑙，应当可以换些钱。”冉子轻笑：“这是上任第1日便想贿赂我？”季听兰慌乱了一瞬，并非如此，只是季听兰孤身一人，对大人相救之恩无以为报。冉子打量了他通身上下，并没有直面回答，又想到他方才的身手，问道：“你练过武？”实际上季听兰长得并不魁梧，相反容貌英属上乘，她双眉修长，不似寻常女子肤白细腻，而是略带棕色，眼眸深邃有神，整个人显得英气逼人。见他询问，季听兰颔首，眼底划过的伤痛转瞬即逝。幼时学过些皮毛，他自幼便和母亲被寄养在郊外，因为母亲是柔然人，又是妾室，周围街坊对他们颇有敌意，时常来找他们母女麻烦。后来一单身屠夫看不下去，便教了他些武术，这才让人不敢来欺负他们。可后来不知怎得，他那名义上的父亲得知了此事，嫡母一口咬定母亲与那屠夫有染，父亲面子上难堪，不由分说的将母亲进了猪笼，而那屠夫也死于毒手，只剩他孤身一人。于是他被接回本家，身上与母亲相关的只有这银链，
家中嫡母嫡姐本就看不惯他，几次三番暗中使绊子，终于在有一日察觉到了他对手链的重视，非要夺取，还在上面刻了那极其不堪的字，又强行在他腿上留下同样的烙印。可尽管如此，他依旧贴身佩戴着此物。后来家道中落，他的来历竟就此得到了掩盖。若不是今日松和想要光明正大的窃取他的财物，冉子看着他的表情从伤痛到平和，最终也没再继续问下去。他来时查过他的卷宗，似乎是一县城贪官外室的女儿，因着那莫须有的父亲被牵连抄了9族，实在是个可怜人。待在本司身边必然不会清闲。今日是因救援伤兵数量敬你为副官，此刻我便问你一句，是否愿意？他有意培养一个亲信，但培养对方的态度也尤为重要。而他也相信眼前之人一定明白这一回答代表着什么。季听兰注视着冉子，目光炯炯，眼底是前所未有的坚定。这一次的他学着军营男子行礼的方式，单膝跪地，抱拳对上，没有丝毫犹豫。属下愿誓死追随冉大人。暮春3月，在经历了清明前后的几场春雨后，边关迎来了久违的晴日。此时的教场上万里无云，阳光倾洒而下，士兵排列整齐，举步练枪，其动作之规整与声势之浩大，无一不在彰显着。经过数月整修后的朔北军又恢复了最初的势不可挡。练完兵的程烨随手将红缨枪扔向一侧的木南，只是头还未转过，便有一道劲风呼啸而来。程烨反应极快，他后仰闪躲，与此同时长腿扫向来人下盘，又趁此机会跃身之际单手直逼面门。阿叶功夫愈发长进了，程宇则与他同握枪柄，苍劲阴谋中尽是欣慰的笑意。义父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好偷袭。程烨勾唇一笑，一旁的木南得到示意，立马将红缨枪扔向他。程烨身形借枪之力凌空而起，手中枪端自半空而降，程宇则眸子一眯，持枪的左手在半空中一转，抵御住他这一击。两人一来一回，谁也没有让谁。红缨翻飞在虚空中，留下道道残影，不知不觉间，周围已经引来了许多围观之人。程烨虽时常爱与军中将领切磋，但通常是单方面碾压，毫无看头。可今日却是不一样，谁人不知程大将军一身程家枪法出神入化，引得人人望而生畏。线下两人对上一下子，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我赌此局少将军胜。大将军纵横沙场多年，岂是他一小辈可敌？就在众人屏息观战，胜负不可分之际，电光火石之间，程烨一个灵活的虚晃，身体以一种极不可思议的角度拧转半周，手心朝上置于手肘之上，而后那枪便如离弦之箭，直直刺向程宇泽咽喉，却又在距离半寸之地骤然顿住。刹那间人声鼎沸，教场的呼喝声一阵高过一阵。程烨于万人喧嚣中将红缨枪收立于侧，他眼尾微扬，嘴角抿起一抹微弧。您输了。第38章，他该在那时便好好照顾他的。程宇则大笑几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眼底的欣慰之意快要溢出。他程家枪法世代相传，却到了他这一代，因为没有子嗣，机遇没落。好在现在有了程烨，虽然是旧有之子，但他一直将其视若己出。不知义父今日前来所谓何事？程烨再次将红缨枪扔给木南，一边挽袖口，一边向他走去。程宇则与他并肩行，无事便不能来看你吗？程烨勾唇，自然是能的。听闻你手下那叫冉子一女，现在将军中军纪聚集到一起，成立了个独立营。他状似无意问道。军中军纪颇多，与其养作贤人，不如人尽其才。程烨虽说的若无其事，但那在听到他名字时，眼底划过的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却尽数落入身侧人眼底。程宇则有些愕然，他这手段雷霆的义子，何时笑得这样温柔过？不过我们军中从未有过女官，况且又是这等身份出身，这样做你想过后果吗？不用上场杀敌，却能同他们浴血奋战一样获得的军功，并得到一样的军饷待遇。且这些女人本还是朝廷流放来让将士聊以慰藉的，军中总会有人不服。而据他所知，前不久的骑兵营下几个小队便闹过，不过被程烨派人暗中处置了。但若这种愤懑不仅限于几个小队，届时就算他是大将军，也无法堵住悠悠众口。谁知程烨只是冷笑一声，并未觉得此事有多难。那便让这些有异议之人亲自来找我。程宇则看了眼他，动了动嘴唇，最终还是没再说下去。他缓缓抬手，目光所及之处，湛蓝的天空中一只孤鹰划过天际。刹那间，他就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其实你义母曾经也是个医女。程烨脚步一顿，这是义父第一次在他面前提起那少年亡故的发妻。明明身体孱弱，却偏生性格倔强，不肯服输。程宇则语气平缓，脑海中回忆起那永远停留在双10年华的柔美女子，一双被岁月雕刻后的眼角因着弯起的弧度叠起层层褶皱。当年的他不知收敛为何物，狂妄又不羁，要比如今的程烨更加桀骜不驯。彼时家世如日中天，父母亲谁都不愿他娶个身份低微的平民医女，于是他便远赴边关，一同带走了她。可他却忽略了他身子骨弱，怎能经得起边关风寒？而他为了照拂他的情绪，不惹他担忧，强忍着身体不适，
最后死于有孕的第8个月。算起来，那孩子若顺利出生，应当与你同岁。程宇则状似无畏地搭上程烨的肩膀，可程烨却看到他那瞳孔深处印着无与伦比的落寞。只是他不善安慰，您如今为国征战，保佑一方平安，定是一母最愿看到的。如此顾全大局的女子，定然是更希望自己的丈夫顶天立地，保家卫国。程宇则轻恩一声，继而拍了拍他，但别学义父，要珍惜眼前人。他以前因着顾及程烨作为军中少将不可行为莽撞，特别是因为一女子接二连三的举止出格，可今日想来，此等行为又与当年反对自己的父母有何异？特别是在现在看到程烨为那女子所铺之路，很显然他并非不懂其中利弊，而那女子也不是恃宠而骄之人，与其如此，不若放手任他们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他不愿再看程烨重蹈覆辙。程烨被他的一席话愣在原地，一瞬间脑中闪过同冉子接触时的无数画面，有他瑟瑟发抖时宛若小鹿受惊的眼神，有他被人暗害时气若游丝躺在地上的身影，有他让他晋升的时手指搭在他唇边的古灵精怪，也有一骑绝尘时蓦然回首的担忧眼眸。此时此刻，他才猛地发现，在义父说出眼前之人时，他能想到的全部是他。少将军不好了！程烨正欲开口，却被火急火燎赶来的穆北打断。他皱眉，什么事？穆北停下脚步，看了眼他身侧的程宇泽，正欲行礼，但被挥手示意免了。于是他抿唇禀告：冉大人，他晕过去了。闻言，程烨下意识上前揪起穆北的衣领，波澜不惊的眸子此刻被无尽慌乱染满。他唇齿缝间蹦出的3个字泛着无尽森寒：他在哪？在大医师营帐。前去寻他的路上，程烨一路狂奔，甚至运着轻功避开了所要绕远的路程。义父方才所回忆的义母离世的真正原因一直萦绕在耳边，明明身体孱弱，却偏生性格倔强。他忽然想起冉子的身体并不好，来这边关又受了太多苦，之前在朔北城时那惨白着脸的模样依然记忆犹新。他该在那时便好好照顾他的，可他为何没有？悔恨、恐惧与担忧围绕着程烨，直到营帐门口。唰，帐帘被撩起，正半卧在床的冉子被突如其来的光线刺眯了眼。守护在一旁的季听兰条件反射般抽出了腰侧佩剑，却在看清来人面孔时怔了一瞬。程烨的视线越过室内所有人，完全落在那披散着长发、面色微白的女子身上。此时的贺子安正坐在床侧为他把脉，可他却觉得那搭在他手腕的手指无比刺眼。冉子被他灼热的目光烧得有些许不自在，他侧过头对贺子安说：贺大哥，我没事，你们先出去吧。他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不过是这些时日累了些，休息几日便好。不知怎的，竟连程烨都惊动了过来。贺子安收回手指，点了点头，起身路过程烨时轻声道：他的身子在先前的几次受冻中落了病根，现在处于虚亏状态，别让他太累。我知道。程烨抿着唇，虽语气平淡，但心中的不爽与杂乱更甚。连贺子安都知道他落了病根，可他却一无所知。待室内只剩下他们2人后，程烨一步一步向他走近，靴子踏在地面的响动声声传入冉子心底。他不得已逼着自己正对他的注视，撑了撑身子，轻扯唇角：怎么有空来这里？程烨紧盯着他的双眸，没有搭话。那是一双极美的眼睛，笑起来会下弯，嗔起来会上扬，瞳孔波光潋滟，回眸顾盼生辉。只是此时却染上了丝丝茫然，以及他忽略不掉的切切不安。忽然眼前一黑，冉子蓦地瞪大了双眼，思绪在一瞬间停滞，后面还未说出的字因着他突如其来的环抱咽了回去。温热的气息缭绕在他周身，撩人的呼吸喷洒在他颈间，他的声线阴哑低沉且无奈，隐匿着一股微乎其微的颓丧。让我抱一下。第39章，你当真不知吗？身体被他如铁般坚硬的双臂圈紧，冉子好半晌才反应过来此人做了什么。他埋在他怀里的面颊逐渐燥热，竟觉得呼吸都有些不畅了。你抱太紧了，他声音闷闷的，轻轻震动2下，本也没抱什么期望，却不想眼前人立马放开了他。由于他半卧在床的原因，此时的程烨半弯着身子，手臂撑在他身侧，极近的距离，甚至都能看清他眼底倒映着他。他们就这样互相注视着彼此，暧昧的呼吸交织在2人之间，谁也没有先开口。你来这做什么？未久，冉子终于受不了这奇怪的氛围，将方才没有得到应答的话又问了一遍。只是程烨依旧没有回答，他伸手将他零落到身前的发丝撩到耳后，指尖无意识地触碰到他那微红的耳垂，却不想引得他轻颤一下。他只当他是冷了，于是又把滑落了一半的薄被扯了扯，然后转过身背对着他坐在榻边。我听说你晕倒了。他语气恢复了平缓，双手撑在身侧，一身未来得及换下的黑色劲装将背影勾勒得挺拔如松。老毛病了，休息几日便好，无妨的。他微合着眼，看似淡然无波，可拢在背中的双手早已快凝成了结。这样急冲冲的赶来还抱了他，只是因为他晕倒了吗？这一突如其来的想法
让冉子惊了一瞬。可他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老毛病，是多老的毛病？他的声音平静到听不出情绪，只是那撑着床沿的手背已然青筋暴起。身后的冉子看不见他的脸，没想到自己随口说的一句话还要被他盘根问底。娘胎里带的罢了，自幼便在调理，现在好了很多，不会耽误事的。谁在乎会不会耽误事？若真是娘胎中带出来的病，方才贺子安为何要同他说是落下了病根？分明就是来了朔北之后出现的问题，却还死犟着不肯承认。他忽然有些后悔让他去做什么大医师了。既然身体不适，便不要勉强自己，这几日就别去营里了。明明是担心他的话，可听在冉子耳中却又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坐直身体，声音急切：“你这是又要软禁我？毕竟不是第一次了。”程烨听着他语气中的紧张与不安，紧了紧手掌，侧过头看向他：“在你眼中，我便是这样的人？”他似乎在怕他。他略带阴沉的目光骤然射来，让冉子瑟缩了一下。他嘴唇挪动半晌，终是没有搭话。看着他如此惴惴不安，程烨心中涌上的怒气又被懊恼盖过。他将身体完全转过去，却引得冉子下意识往床内退了退。他以为他又想抱他，咬唇道：“程烨，男女授受不亲的。”程烨被他这副明明反抗不了却又不甘示弱的模样逗得轻笑一声，眼底的阴鸷一扫而空。“你的身子不早就被我看过了吗？那日将他从城主府带出时，不就是他为他先行处理的伤口？没曾想他会突然来这样一句。”冉子的脸涨得通红，那怎能作数？怎么不作数？他步步紧逼。若这样说，那前几日我帮你治伤，不也算他偏过头，脸烧得厉害，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有道理。程烨若有所思，点点头。有道理个鬼啊！冉子暗自腹诽，但表面还是略显局促。你要这样说，我们算是扯平了，互相负个责。冉子，他蹙眉望去，只见程烨十分自然地将头靠到床侧，语气颇有些委屈：“你不会是想不认吧？这一副看负心汉的眼神是怎么回事？”冉子如鲠在喉，却又一时间不知如何反驳，于是就这般盯着他，大眼瞪小眼。可我是有婚约在身的。思考半晌，他终于找了个由头。闻言，程烨眼眸危险的眯起：“你们成婚了？”“这倒没有。说起来，那人面他都未见过，据说是个什么礼部尚书之子。不过他们家一朝落败，这种子虚乌有的婚约，估计也早作罢了。”程烨挑眉：“那这算哪门子婚约？总归是有过的。”他声音越说越小，而一旁的程烨则好整以暇地望着他，俨然一副你继续编的模样。然后呢？然后冉子觉得自己快要被绕晕过去。其实这和有没有婚约关系不大。可方才是你自己说的，有婚约在身，不可对我负责。怎么又是对他负责了？他深吸一口气，理了理脑中思绪，看向他正色道：“程烨，若仅仅是因为负责而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不负责的行为。我所理解的，在一起的前提是双方心中皆有彼此。那日你本是为了救我不得已而为之，我明白的。至于后来给你治伤，其实我对军中其他伤员也是这般救治。若人人都为此来找我负责，我还做什么大义士？”其实他所言不假，只是那些伤员来时大多血肉模糊，且面对他们时心无旁骛，与面对程烨时的心境到底是有些不同。但这些他没有同他说。程烨听着他一席话，长长的桃花眼脸下，薄唇轻抿，倒是收了些方才的戏谑。他说他给别的男人治病时和面对他是一样的。他说要彼此心悦才能在一起。那么他又心悦何人？是贺子安吗？他忽然问：“如果是他，你是不是就会答应？你心悦他？”冉子被他问得一愣，见他这副表情，程烨只当他默认了，拢在袖中的拳头捏得咯吱作响。就因为他比我文弱？冉子哑然：“你怎么会这样想？我同贺大哥并不是你想象的那般。还有，他为何要和自己比？”程烨闻言抬手，他看到他眼底的情绪太清澈，丝毫不想说谎。那是彭家那小子。只不过话刚说出来，程烨便否认了。那小子看起来畏畏缩缩的，他当时不会喜欢这种人。但是他娘的，就这小子越见妹妹长越见妹妹短的，他的闺名他都未曾叫过。见他又开始咬牙切齿，冉子颇有些无奈：“你这般揣测，到底所谓何事？”程烨沉吟片刻：“你当真不知吗？”他的话让他心头一跳，紧接着又听到他继续道：“若你没有心悦之人便好说。”冉子表情有片刻僵硬：“你什么意思？”只见程烨眉峰微扬，先前的暗淡稍纵即逝，取而代之的是嘴角压抑不住的弧度和志在必得的张扬。如此便不算我强人所难了。第40章，你不觉得你现在特别像只乌龟吗？是夜，皎洁的月光铺洒在大地，晚风微拂，轻轻撩起冉子披散在身后长及腰际的3000青丝。他将身影静静地隐匿在夜色中，看着程烨那方的灯火通明，脑中皆是白日里他在床边对他说的那番话。那时的他目光太过灼热，
灼热到快要将他心底隐藏至深的情愫全然唤醒。怎么可以这么霸道，又这么的理所当然？可他，嗨嗨！忽然一道披风落在他肩上，冉子抵在唇边的拳头一顿，侧眸看了眼身边人，笑了笑。多谢。季听兰抿着唇给他系好披风。大人，夜风寒，您需要多注意身体。冉子轻嗯一声，继续道：他们如何了？宋清已经安抚白日受惊的姑娘们睡下了，只是这样下去总归不是办法。他们医师营成立初时，许是碍于此事乃程烨亲自批准，也是因为当初战事刚刚平息，他们的功劳甚大，是以众人未曾有过多微词。可如今战事结束已有数月，相较之前，他们的作用已然没有那么明显，甚至现在竟然开始有人暗中围堵下方的医女，说什么让他们尽军纪义务之类的话。而冉子更是因为此事数日未眠，以至于今日身体终于不堪重负。见他不语，季听兰踌躇片刻，还是开口：大人，其实若是我们同少将军禀明，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况且就今日来说，虽然他不知少将军和自家大人发生了什么，但光见到大人受伤后少将军那紧张的模样，明眼人都能看出他定是十分在乎大人的。不可。冉子轻轻摇头。季听兰十分不解，为何？您与少将军，朔北军不是他一个人的朔北军。冉子拢了拢身上的披风，目光看向满天繁星，眼底一片清明。他可以对我们有一次例外，却不能次次例外。虽然总有些烟杂之人，但这并不能否认朔北军军纪严明。程烨能在军中有如此威望，可不是光靠一个大将军义子的身份，他一定是通过了不断的积累。而那时为他治伤时，他所见到的遍身伤痕，则都是他一步步走来的证明。况且他已经为他破例了一次，让他成了唯一的女医师，那时他便已觉十分亏欠。现下他还说了那些暧昧不清的言论，他便更不能肆无忌惮地将他拖下水了。这些人行事十分狡猾，专挑姑娘们落单时前来骚扰，我们至今都不知他们到底隶属于哪些营。若真让程烨知晓，必然闹得整个军营皆知，这是你想看到的吗？面对冉子的反问，季听兰终于明白了其中关键。女子在这世道本就艰难，更何况是在从未有过女官的军营之中，他们的出身就是军纪，若真因一些没有确切证据的骚扰闹得人尽皆知，届时无论真相如何，流言蜚语首先重伤的便是营中的姑娘们。大人说的是属下目光短浅了。冉子莞尔摇头，顿了片刻，状似随意问道：你可知今日下午发生了何事？程烨今日同他说完那些话后，忽得大将军急令传召，若非如此，在那等场景下，他机遇要装不下去，无动于衷。但现在想来，如若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他也不会走得这般急切。虽然他问得去头断尾的，但季听兰却是听懂了。据说是朝廷传来命大将军回京述职的旨意。回京述职？冉子紧了紧交握的手掌，心中却有担忧。他知道回京述职这一说法，与朝向来按距离远近规定述职时间间隔，以朔北的距离应当是5年一次才对。可据他所知，上一次朔北军回京述职是3年前，而也是那一年，朝廷派来了朝廷军。大人，此事可有不妥？见他拧起眉，季听兰小心问道。冉子摇摇头，无事。许是他想太多了。程烨没想到，不过短短数日，他便已经再也近不了冉子的身了。少将军，我们大人身子不是今日不见客。季听兰面无表情，伸手将人拦住。程烨扫了眼紧拢的帐帘，心中冷笑。第5次了，初时他只道他确实身子不适，且考虑到那日他同他说的话或许会吓到他，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将他拒之门外，他倒要看看他意欲何为。本将知道了。看着他一如既往离去的背影，季听兰身体瞬间垮了下来。少将军这通身的低气压，他总感觉下一秒便要被一刀毙命。走了。见季听兰走进来，冉子从床帘中探头。季听兰跨着脸，大人，属下见今日这架势，若明日少将军再来，您可能就见不到属下了。闻言，冉子咬唇笑了笑，语气讪讪道：不会的。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变得如此畏手畏脚，同先前一般交流就是，可一想到那日他说的话，总是有什么东西变了。若再来一次这种对话，他真的无力招架。于是在季听兰走后，冉子同往常一般换上医师营的服饰，再编好辫子后，自营帐侧方钻了出去。为了防止程烨没走远被带到，他这几日进出自己住处都跟做贼一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哎，身子不适？揶揄的语气自头顶传来，刹那间，冉子嘴角叹气的弧度瞬间凝结在脸上，从来没有哪一刻让他觉得这声音如此宛若恶魔低语。他忽然就明白季听兰的压力了。好好巧。程烨从帐顶翻身而下，眉峰轻挑，不巧，我就是在等你。冉子看着他一步步向他走来，身子更僵硬了。是事吗？可是有什么要事？要事倒是没有，不过他顿了顿，眉心一蹙，你不觉得你现在特别像只乌龟吗？缩头的那种。
冉子撇开脸，你说的对。程烨一愣，没想到他会突然来这样一句，突然间接下来的话就不知如何说起。于是他叹了口气，不过是同你多说了些话，就这般躲藏。若是见他似乎要越说越离谱，冉子赶紧上前一步捂住了他的嘴，你别说了。程烨怔中一瞬，紧接着黝黑的瞳孔中开始流转丝丝笑意。他就这样看着他踮着的脚微微颤抖，然后轻轻扯下他的手腕，眼尾上扬。若是真想与你在一起，你是否要连夜打个洞离开我这朔北军营？第41章，他像一只炸了毛的猫，岂止是连夜打个洞跑，他现在就很想开始挖洞了。当然这些他是不会说的。程烨就这样看着他，咬着唇，侧着脸，脸下的眼底不知又在想些什么。冉子震动了一下被握住的手臂，你先放开我。程烨没有立马搭话，反而捏了捏他那软弱无骨的手腕，大掌将其完全圈在其中，似乎再用点力就要揉碎一样。他忽然想起他当时便是用着这双手和人搏斗，不知不觉的就笑了起来。放开你，然后再跑。不跑了。冉子颓然道，反正我这一切都是少将军赋予的，少将军想要什么尽管拿去便是，也不必在乎我这等小角色如何。程烨哪里看不出他这激将法，当下挑了挑眉，你倒是能屈能伸。被戳中心思的冉子怔了一瞬，索性懒得抵抗，也没有再言，任由他捏去。见他真的放弃挣扎，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程烨笑得更加肆无忌惮。你这个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将恃强凌弱，可不就是恃强凌弱？他暗自腹诽，然后努力扬起一抹笑意。哪有人敢说少将军恃强凌弱？分明就是我这人不知好歹又不识抬举。你也说得对。这下轮到冉子无语凝噎了。就在二人僵持不下时，身后突然传来的季听兰的声音，大人，您忘了带种子。眼前的二人不清不楚地拉扯着，两道目光刷刷落在他身上。救命！这是季听兰的第一反应。冉子脸一红，下意识伸手拍开他的手掌，没想到这次他如此轻易就放开了他。大人，这是……将手中装着种子的荷包递给冉子后，季听兰小心翼翼地望了眼身后之人。没事，你先回去。见他神色平常，季听兰最终还是没再说什么，便离开了。什么种子？待人走后，还没来得及转身的冉子只觉眼前一道黑影一闪而过，方才还在他手上的荷包下一刻便到了程烨手上。你还给我！他脸色一变，上前便想抢去，奈何程烨比他高太多，他又有意举高手臂，以至于他蹦了两下，连荷包的流苏都没碰到。于是在他气喘吁吁停下时，他倚在墙侧，顺便打量了下手中的东西。这是一个月白色且并不精致的荷包，上方绣了些花草，虽然针法粗糙，但也不是军中该有的东西。你还没回答我呢。他掀起眼皮，似笑非笑。是草药的种子。冉子没好气答，余光瞥见他垂下了手，便立马扑上去将其夺来。程烨哑然失笑，甚至觉着他这蹦蹦跳跳的模样颇为可爱，有点像一只炸了毛的猫。为什么要自己种？他问。冉子将荷包收回怀中，看了眼他道，不过都只是些普通的止血药，若我们能种成，并在之后做成药丸、药膏，也能减轻点军中医资负担。他的语气轻描淡写，虽然早有猜测，但亲耳听言，他却更能体会到他日日夜夜里为军营事宜的考量。不过竟有如此觉悟，不错。所以能让我先走了吗？不能。冉子深吸一口气，程烨，你到底……我和你一起去。军纪营。一身高约莫7尺的剽悍男子掀开帘帐走了出来，他身形粗犷，脸上还横陈着一道骇人的疤痕。他一边紧了紧腰带，一边将目光扫向外侧为他把守的属下，眼神轻蔑。如何？被问到的下属颤巍两下道，回大人，近日那群女子戒备心极强，从不在无人巡守时出没，且什么？且这些时日少将军去的频繁，我等实在害怕被发现。属下的声音越来越小，天知道他们有多害怕被少将军抓个现行。扰乱军纪落到他的手下，不死也要脱层皮。只是宋阳却不以为然，他冷笑一声，废物，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要你们何用？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滚！是。看着手下落荒而逃的背影，宋阳眼神里透露出满满的嫌恶。军纪营的女人一个个人精似的，天天想着如何吸他们的血。若是以前那群女人还在，他倒还愿意为之出点财物，可现下剩的些女人都是些玩腻了的货色，着实让人倒胃口。再者，先前营里有个女人生得美貌又脾气火辣，当初要了些手段才将人拿下，没想到这女人摇身一变，竟在那什么医师营成了和他同等官阶的军官。想到这里，宋阳瑞森的眼眸眯起，舌尖舔了舔嘴唇，这倒是激起了他更强的征服欲。见过宋守备，参将大人可在？已在那里等候守备大人多时。得到应答，宋阳一改方才阴鸷面孔，在撩开帐帘的同时，转而换上一副讨好的笑意。宋阳见过参将大人。
曹瑞哲闻言，只是微微抬手看了眼来人，眼底的不耐一闪而过。何事？回大人，末将手下的人这几日一直进不了那一世营，可否？放肆！啪的一声，曹瑞哲手中的兵书便猛地扔到了宋阳的脸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红痕。本将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去直面招惹那群女人，你真以为少将军是那么好惹的吗？见此，宋阳也有些绷不住了。你也知道是群女人，军营里的女人不就是供我们玩乐所用？那老史子一师营的大一侍卫同参将，您是立了多少军功才到今日位置？他又是怎么得来的？我们大家心知肚明。曹瑞哲听着他的话，胸口微微起伏。这宋阳当真是只顾着下半身思考，全然不在乎其中利弊权衡。不过到底是在沙场征战多年，他很快便平复了心情。若我没记错，前几日那几支肆意散布抹黑一师营存在的小队被少将军送到了刑堂。宋阳脸色微变，您放心，少将军没有查到我们身上。蠢货！他扶着额，嘴角紧抿。这种事何须我们亲自下水？若本将没记错，今年的军中试炼也快要开始了。宋阳眼神一亮，您的意思是？曹瑞哲冷笑一声，他们不是想要和我们同等地位吗？那便同等地位好了。军中那么多将领，他就不信只有他们心中愤懑不平。第42章，今日谢谢你。自古以来，边关军队皆有屯田自给自足，是以找到一块荒地并非难事。冉子所寻的便是一块距主军营不远的地方，一来是便于姑娘们来往，二来也是考虑到太过偏远，可能会有危险。他们到时，那方医女们正在为地松土，看到冉子时，众人皆直起身，却又在看到紧跟而来的程夜后，忽然拘束了起来。冉大人，我们这是……大医女宋清神色略微有些紧张，知道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引来了少将军苛责。不必担忧，他闲的。冉子瞥了眼身后不知为何非要跟来的某人，向宋清宽慰道。宋清抿抿唇，大人好敢言。而身后的程夜却对他说的话置若罔闻，自顾自地蹲下身，抓了把黄土看了半晌。这便是你选的种药材的地方。此地虽靠近河流，但土地荒废许久，并不肥沃，不适宜种植。冉子点头，我们种的也不是什么娇贵药材，这种地方便足以存活了。他当初选种时，便是选那些最为平常的种子，在丛林中经常得以见到。若不是嫌采药过于麻烦，且又发现了这处荒地，他也不会打算寻个地方专门大片种植。程夜轻嗯一声，目光扫过不远处那群身形单薄却拿着锄头锄地的女子，又起身俯视冉子。不过你们这光锄完地，都快到收获季节了。冉子僵了一瞬，转而恢复平常。那你还在路上耽误我时间？程夜从容不迫，给你还回来就是。不待他反应过来什么是还回来，他便见程夜一边挽着袖口，一边单手拎起空余的锄头向那方走去。冉子面色一变，赶忙上去拉住他。你做什么？哪有让少将军亲自帮他们锄地的道理？不说这边的他大惊失色，那边虽忙于自己手上的活计，却依旧关注这方动态的众人也开始面面相觑。少将军这是要来锄地？天啊，我觉得他一定是觉得我们做的不好，要罚我们。少将军和冉大人不会是……嘘，别乱说。只有我觉得少将军拿锄头的样子也很好看吗？他真的过来了。冉子到底是没拉动他，他就这样硬着头皮也拿着锄头跟了上去。不过不得不说，有程夜在，倒是挺事半功倍。首先是大家皆不敢偷懒，一个个卯足了劲，生怕被训斥；再者便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敌得过他们这群女子一天干的量。待到日薄西山，冉子向众人吩咐了句不许将今日之事传出，便让他们自行回了营帐。此时的程夜对着夕阳而坐，左手肘搭在支起的膝盖上，另一条腿伸得笔直。冉子自他身后将水壶扔过去，随即在他身侧不远处也坐了下来。干净的，我没用过。他又补了一句。程夜单手接过水壶，侧眸勾唇笑道：用过的我也不介意。落日余晖洒在冉子脸颊，让他觉得略有些灼热。他将视线望向前方，轻咳一声，没想到你还会锄地。边境屯田颇多，每个将领也都是农夫。程夜将手臂搭在颈后，身体后仰躺在草地上，只是目光始终放在身侧之人身上。他看着晚风拂起他鬓边的碎发，合身的软猬甲勾勒出他纤细的腰身，琥珀色的瞳孔在夕阳下宛若琉璃般流转，红唇噙起的笑意醉人心神。冉子听着他打趣的说法，有些忍俊不禁，不由得转过头，却不想对上了他那双含笑的眼眸。此时的他那高束的马尾压在脑后，衣袂随风飘逸，雕刻般深邃的五官挂着浅浅的笑意，一双微微上扬的狭长桃花眼中仿佛有魔力一般，令人心沉目眩。他不敢再看他。今日谢谢你。听着他干巴巴的致谢，程夜饶有趣味的又坐直了身子。可你的眼睛分明在说，这人怎么还不快走？冉子不想回答他的调侃，垂眸道：明日你还是别来了。为什么？这样不好。为何不好？
程烨，他叫了他一声，正色道：“你这样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医师营不过是些走后门的无能之辈。”程烨眯起眼眸：“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他否认：“没有。我希望你可以对待我们，像对待你手下其他属下一样，一视同仁。”程烨回到营中时，一身冷冽氛围让守在外面的木南、木北隔着门帘都能感受到。今儿个少将军不是拦到冉大人了吗？木北暗戳戳的用胳膊肘抵了抵木南。木南瞥了眼他，所以呢？木北苦着脸，所以怎么还这样？你们两个给我滚进来！室内隐忍怒气的声音让话还没说完的木北一个机灵，他目光求救般看向木南，南，这次该你先进去了。木南无言，对着他屁股就是一脚。进去吧你。程烨双手环胸靠在案前，宛若黑夜般幽深的眸光锐森。少将军。被踹进来的木北讪讪地直起了身子，只是程烨抿唇未动，半晌才缓缓道：“若是有人十分抗拒同你们接触，你们当如何？”木北目光转向刚进来的木南，该如何？木南不想看他，你说该如何？程烨不耐抬眸，本将在问你们话。呵，末将以为，若冉大人不愿见少将军，少将军大可死缠烂打。有道言男怕烈女，女怕缠郎。木北硬着头皮道。程烨思索片刻，可他会不高兴？他总觉得他顾虑太多，以至于给自己套上了层层枷锁，不愿同他接近。可若真的对他态度强硬，以他的性格，多半是强忍着心中不适，任他所为。但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木北感觉今日听到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少将军还会怕人不高兴？少将军这您就不知道了吧？末将曾听说，这女人说的话得反着来解释。怎么说？譬如他说让您不要再去找他，那必然就是让您多去找他的意思。程烨眉头拧得像麻花。真的，少将军木北忽然觉得自己说的非常有道理，还欲再言，却被木南一把拉到了身后。木北，刚让你说你不说。木南一字一句道：“冉大人是位深明大义的女子，她顾全大局，与寻常女子定是不一样的。”程烨眉头微微舒展，摸了摸下巴，唇角微弯，同时回想了下他这些时日的所作所为。确实，他十分看重现在所任职位，并为之谋算颇多。是以，若他行事违逆了他的本心，无论如何都是走进不了他的，至少走进不了他的心。还是木南深得我心。木北第43章，一直有人记得。翌日，程烨果然没再来。想到昨日最后的不欢而散，然子也说不清心中到底是什么情绪。不过至少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就是了。大人，今日走正门了吗？昨日去锄地的那部分医女，统统被然子勒令不可提及程烨。是以，季听兰并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何事。这一次他记得带上了装有种子的荷包。其实程烨昨天说的也没有错，按照他们的速度下去，第一日种成的草药可以收割了，最后一日种的还没发芽。不过也没关系，他再次感叹自己选的种子生命力顽强，就算不是最适宜的生长时机，也不会影响多少，能用便可吧。这样想着，他一路走到了那片田地，只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愣在了原地。为何这里有这么多男将士？见然子终于来了，本还在犹豫不决的宋清忙不迭地跑上前来。大人，你看，我们这……只见原本荒无人烟的田地上，现在满是各个营里的将士，他们个个扛着锄头，不到半日，竟将还未开垦的田地除了大半。其中有几个面孔，然子还觉得颇为熟悉，似乎是之前与柔然一战时救过的重伤员。而医师营的医女们却只能两手空空站在一侧，不知如何是好。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蹙眉问道。宋清抿唇答：“今儿个我和众姐妹们还未来得及开始锄地，便见这些小将士们来抢了我们的活计。他们说什么？”听着宋清的描述，然子第一反应便是程烨叫来的人。可宋清下一刻的回答却否认了他的猜想。他们说，他们都是先前同柔然一战时被我们救助过的重症伤员，受了我们的救助，现在终于是他们能出一份力的时候了。然子有些愕然，当初救助的伤兵都是来自不同的营，若真是程烨派人，必不会这般麻烦，调遣亲信应该更简单。但是他们是如何知道我们的？他问。此地较之他们的住处不算近，若不是有人特意带头，应当不会被发现。宋清摇头：“大人，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然子沉吟片刻，然后迅速将围聚在那方的医女们召集过来。宋清，你带些人回去，将所有草药种子带来。这阵仗太大了些，还源源不断有人前来，估计今日便能将这片荒地全部耕种出来了。如此说来，那些种子还不知够不够用。文莲，你同剩下的人一起去多备些伙食和水。看样子他们应该是没时间回去用饭了。若他没记错，今日并非休沐，下午还得训练。其他人和我一起去安排后来的将士们。无人分配任务的话，人多了便会越来越乱。与其追根溯源，不如先将他们的力量更好地利用起来。是。这样安排过后，先前还有些慌乱的场面，一下子就变得有条理了许多。
看着预计大半月才能种成的荒地，现下便完成了差不多。冉子说不敢动是假的。50，正值太阳高照，虽算不上火热，却也隐隐有了暮春即将入夏的味道。文莲带着众人搬来了水与干粮，冉子上前同他们一起分发，却引得下方将士连连起身。大人，这怎么使得？俺们可受不起！一身形壮硕的战士赶忙接过冉子手中递去的馒头。冉子莞尔一笑，怎么受不起？拿着。唉，见差不多发放完毕，借着这个当头，冉子也拿起一个馒头，盘腿坐在了他们周边。但见他们又惶恐的要起身，他哑然失笑：你们不必如此紧张，我难道比少将军还要可怕吗？将士甲黝黑的脸颊透了些红晕，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大人生得这样好看，哪里恐怖？少将军哪里比得上冉大人温柔？将士乙咬了口馒头，含混不清道：只是您这般坐在俺们旁边，俺总觉得是参将大人在这儿，不得劲。姜士炳笑着拍了一巴掌将士乙的后脑勺，不得劲还吃成这傻样。嘿嘿。冉子看着他们如此朴素的模样，心情也不由得好了起来。但该问的还是得问，不知各位小兄弟是如何得知我们这里缺乏人手的？将士甲憨厚的笑了下，俺是听说医师营的姑娘们最近忙着锄地，俺想着这等粗活怎么能让姑娘们来干，就想过来帮帮忙。当初若不是医师营的姑娘们拼死救助，俺和俺哥早死了，现下好不容易能报答一下，自然是不能错过。俺也是，俺也是，似乎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有了一个人的带头，大家均纷纷附和起来。真好啊，青青。在身后的文莲见此，对宋青说了一句：是啊。宋青笑了，脸下的眼眸中隐隐闪有泪光。这些日子，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先前在军纪营时见不得光的生活，因为害怕被不怀好意之人跟踪，从而减少外出，看着之前付出的努力逐渐被时间掩盖。可今日见到这些人，他才蓦地发现，其实他们的努力一直有人记得，也一直有人真正的尊重他们。听言冉子也有些触动，在初时听宋青解释时，他只当是这些人的说辞，这一番本是想探听究竟是谁唆使他们前来，却不想得到的是这般答复。大家不必如此生分，我们一兵一家，各司其职。好，各司其职。而在那不远处，隐匿在一角的程烨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不知怎的，他就觉得那方同一群将士坐在一起的纤弱人影身上散发着让人难以忽视的光芒，这才是真正的他吧，笑得恣意且自信，行事稳妥，能得人心。少将军，我们也没想到这一传便来了这么多人。穆北在身后不知程烨此时情绪如何，只是看着前方黑压压的人影有点发怵。他不过是按着少将军的吩咐，于那些在此次战斗中损失惨重的营里传了几句话罢了。无妨。他勾了勾唇继续道：传令下去，今日凡是帮了医师营的，下午可休息半日，不必补练，这是他们早该得的。是。第44章，是时候反击了。原本预计大半个月才能完成的开垦田土以及播下药草种子，提前这么多日便完成。回去的一路上，一众女子皆是十分愉悦。这方的季听兰远远便听到了他们交谈的声音，刚撩开帐帘，便见他们已经快要走到了。大人。冉子的笑意在看到季听兰不自在的神色时微微敛下，直觉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了？他轻声问。季听兰抿唇，微微侧身，目光瞥了眼室内。与此同时，跟在身后的宋青和文莲皆是脸色一变。冉子深吸一口气，进去说。待他们走进营帐时，只见苏尔正裹着厚厚的棉被，将自己蜷缩在一个角落，一双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这副情景不用说便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只是这几日分明安分了的，可不知怎的，今日那些人竟又出没在这附近。宋青正想走上前去问话，却被冉子伸手拦住，他示意其他人先出去，而后倒了杯水，慢慢的坐到了他身侧。渴了吧？他将水杯递过去。苏尔看了眼他，并没有动作，竟带着他接下来一如既往的安抚。虽然这些话他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只是冉子却并没有这样做，他依旧维持着递水杯的姿势，自顾自道：我们今日去时，有许多军中将士前来帮我们开垦田地。苏尔眼神动了动，好半晌才沙哑着声音开口：为什么？为什么军中将士会来帮他们？见他略有触动，冉子继续道：他们说很感谢我们救了他们的命。苏尔藏在背中的拳头紧了紧，再次开口却是带了些哭腔：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躲着生活？为什么就算躲起来，也有人不愿放过我们？冉子见此，心下泛起阵阵痛楚，他放下水杯，上前揽过他，静静地听着他的哭诉。怀中人瑟瑟哭泣着，冉子一下一下抚着他的脊背，直至他平息下来。好半晌，苏尔吸了吸鼻子，自他怀中抬起头，眼眶红红地望着他：大人，我渴了。冉子轻笑一声：好。然后将方才放在一侧的水杯又拿过来。苏尔接过后沉吟片刻，手指抚着杯沿开口道：
其实我这身子早已不干净，就算……谁说不干净？冉子打断他，不干净的从来都是那些内心烟渣之人。苏尔抿着唇，似乎又要落泪。冉子俯身抽出怀中手帕，为他拭去。身体可有受伤？苏尔面色一红，摇了摇头，他没得逞。闻言，冉子提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看来这些人和前几次一样，根本不敢动真格，只是想吓吓他们，举止行为中约莫是在顾忌着什么。这样想着，冉子怜惜的又摸了摸他的脊背，轻声道：“以后不会了。”苏尔抬眸望他，似有不解。我保证。经过今日一事，冉子终于明白，一味的隐忍退让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所以不若主动出击。毕竟在这军营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他们。少帅营帐，程烨正在室内来回踱步。据上次散布消息让众人前去帮衬之后，他已经有数日未曾去找他了。可他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变化，更没有前来寻他的迹象。这一认知让他虽然气恼，却也无可奈何。忽然幕北自外而来，他单膝跪地道：“少将军，这几日医师营内外皆无人大肆走动，似乎是出了什么事。”程烨脚步一顿，蹙眉俯视他道：“前几日也是这般吗？”幕北摇头，似乎是从那日军中将士去帮他们开垦完土地后，他们就戒严了出入，一切活动范围皆不会远离自己营地范围。程烨抿唇沉吟道：“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待人走后，他拳头抵在唇边思索片刻，最终还是担心不过，换了身隐匿身形的衣物。临出门前，他看了眼自己通身黑衣，自嘲地笑了笑。没想到在自家军营里来往，还得和做贼一样。可奈何他这般不愿和他有些明面牵扯，他终是不忍勉强于他。医师营，今日便是冉子自几天前便开始准备的一场局。他汇总了这几次被骚扰的女子出事的时间以及地点，并从中发现了些线索。军中有女官本是一件争议颇多的事，前些时日来帮他们的均是些受过他们救助的将士。那么那些受过救助极少，亦或者是没有受过他们救助的呢？而没有受过他们救助的人，只有上一场战争中伤亡极小的几个营地。这样算来，范围就小了许多。再加上那些人的目的似乎只是想要他们知难而退，动静也不敢弄得太大，是以专挑些他们戒备稍严时前来扰乱。因为只有在他们的精神高度紧绷时出现意外，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击垮效果。不得不说，这背后之前思虑颇多。正因如此，这几日冉子特地命令营中之人不可外出，营造戒备森严的假象。恰好他们种药草的田地也开垦完毕，也没有外出的理由，一切显得十分顺利。大人，您真的要这般以身犯险吗？看着他换上了一身医女常服，打扮成寻常医女的模样，正欲出门，季听兰略有些担忧。冉子安抚性的朝他笑了笑：“你们做好接应，我便无妨。”已经过了这么多日，想必那群人已经虎视眈眈许久。今日他便去自投罗网，若能将其一举抓获，送到大将军那处，必能顺藤摸瓜，抓出背后指使之人。况且经过上次那些将士们的鼓舞，冉子对于此番很有信心。他们是时候反击了。季听兰本是说想与冉子互换，让他前去做这诱饵，奈何他的身形较之营中其他医女要高大许多，最后也只能作罢。大人小心。说着，冉子便跨上药篮。此时正值傍晚时分，是个能做些什么的好时候。第45章，是他冲动。知晓此番行动的人并不多，为了掩人耳目，此刻季听兰便留守在冉子的住处。忽然脖梗一凉，本还是身手不错的他，甚至没感受到身后之人何时而至，就见一把剑自后横到了他脖子上。他在哪？来人的声音低沉，隐含着薄怒，让人不寒而栗。季听兰身子僵硬，在对上程烨那令人不敢直视的锐利黑眸时，本能的有些腿软，但又想到先前冉子交代过的暂不可让少将军知晓，最终紧抿了抿唇，让自己站得更稳了些。程烨冷然地看着他眼底的挣扎，僵持片刻后，唰的一声将剑收回。他转过身背对着他，语气中少了些方才的威压，可说出的话却是直白且残忍。本将查出来，和你自己交代，这其中后果差异，你应当知晓。听着他的话，季听兰拢在袖中的手紧握成拳，鬓角的冷汗顺着额边流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他自然是明白的。当初冉大人避讳少将军，无非是害怕事情闹大，届时人没抓到，反而引起颇多非议。可今日他们的目的便是将此人抓出来，为此大人不惜以身犯险。而少将军似乎从未有过伤害大人的举动，且今日既然已来了此处，必然是瞒他不住。再者，大人一女子孤身犯险，他心中思绪辗转，程烨便在那方境带着他心底抉择。终于他动了动唇，垂眸开口：“最近几月，我们医师营的医女时常在落单时被人莫名跟踪，今日冉大人便是以身为饵。”而那方的程烨听着他一字一句地阐述着这里不为他所知的另一面，握住剑柄的手微微颤抖。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大人说我们的存在本就争议颇多，若无确切证据便向上禀报，于医女们的名声不利，
再者便是恐怕连累于您。闻言，程烨怔中一瞬，随即更加攥紧了拳头。连累他？他真想看看他脑子里面都在想些什么。许久没听到回声的季听兰惴惴不安，当再次抬眸时，眼前人早已不见了踪影。与此同时，他腿一软，身体便向后倾去，手掌勉强撑在桌面，才支住机遇不稳的身子，背后迅速附上一层冷汗。希望大人一切顺利吧。夜幕低垂，天空已由傍晚的橙黄过渡为暗蓝。此时的冉子依旧一袭绛红色软猬甲，简单的麻花辫绑在身后微垂。虽然他的名字在军中广为人知，但真正见过他的人却并不多，是以他并没有做过多的装扮，并且对于今晚的行动，他其实也没有太大把握，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冲动。但在看到一个又一个营中医女被威胁恐吓，他却是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这样想着，冉子放慢脚步，走在从重要田地到医师营帐的僻静小路上，俨然一副刚刚检查完药草生长状况的模样。只是这一路倒是十分顺遂，就在他以为今晚蹲守不到来人时，耳边传来身后一阵细碎的响声。面色掩盖在黑暗中的冉子勾唇一笑，步伐与速度依旧不变，终于在又一个拐角那人扑了上来。你是何？他装作恐慌的模样惊呼出声，却在下一刻被人捂住了嘴。来人力气极大步，过3两下便将他拖到了旁边空旷无人的草堆里。他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另一手撑地反转过来压到他的身上，却在看清冉子面容的那一刹那惊艳了半瞬。奶奶的，要不是老大吩咐不允许把事情闹大，他真要在这里办了这小娘们不可。还不是个给老子们骑的臭婊子，还妄想同军爷们平起平坐。老子劝你老实点滚回去，该怎样张腿就怎样张腿。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一阵仿佛许久未曾沐浴与不可描述的恶臭混杂着扑面而来。冉子终于明白，为何那些女子虽未受过真正的侵犯，却心底阴影至今。他压抑住内心翻滚的厌恶与恶心，依旧尽心尽力地挣扎着，手掌开始向袖中早已准备好的迷魂伞摸去。可就在这刹那间，冉子被眼前之人挡住的档口，余光瞥见前方一阵刀影反射着月光而来。来不及思索是何人会出现在此，他第一反应便是将身上压住他的人猛地推向一侧。别杀他！那刀刃来的凶猛，本是对着那男子背后的尖端，在被冉子推开后，直直向他面门冲去。他下意识闭上双眼，只觉耳边一阵劲风刮过，鬓边垂下的发丝被凌厉的剑气带下几缕，而后轻轻跌落至他衣摆处，身边及他腰际的草丛则被忽然转换方向的利刃齐根斩断。程烨死死握住剑柄，目眦欲裂，手臂上的青筋暴起，一双黑瞳中泛起点点血丝，他后槽牙咬得咯吱作响。天知道，在他看到那龌龊之辈伏在他身上时，多么想将这人碎尸万段。他竟然还敢拦着他！冉子显然也没料到程烨会出现这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同他搭话。而方才这一处的动静早已引来了不少人，最先出现的便是早在暗中潜伏，等冉子将人撂倒，便一同来将人送到大将军处审问的宋清和文莲。他们二人面面相觑，少将军此刻浑身散发出的冷冽杀气，让二人谁都不敢先上前一步。木南木北，属下在，将人给我带回去。方才那男子在冉子推开的瞬间，便吸入了他准备好的迷魂伞，此刻已然躺在旁边神志不清。木南木北见状上前夹拖着人便走，程烨的目光阴沉可怖，他紧盯着冉子，那眸底翻涌着滔天的怒火，似乎要将他吞噬而尽。他的衣着为何如此单薄，似乎还有些颤抖，又是为何会觉得连累他？种种复杂情绪堆积在他心里翻滚不止，他最终还是松开拳头，眼神随意扫视了一圈四周，冷冷道：今日之事，谁若敢传出，本将不保证他能见到明日的太阳。此言一出，四下本还有些许议论声戛然而止。他最后看了一眼，他便再没有留恋，转身而去。本以为会接连迎来轮番质问的冉子，这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急忙起身想要追赶过去，却因着长时间的跪坐抹了腿。见他起身又摔下，回过神的宋清与文莲立马上前将他扶起。大人，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宋清略有些担忧道。冉子看了眼他，拍了拍他的手背，轻声道：无妨，我明日亲自去看看。人既然抓住了，少将军一定会秉公执事。听着他的声音，二人提起的心这才稍稍放下。可方才安抚他们的冉子内心却并不平静，为何他会一言不发地离去？况且他方才的眼神太过冷漠，冷漠到让他觉得他不会再想见他。第46章，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按照军纪，违反军令者皆需送入刑堂等候处置，但这一次程烨却并没有将人送去。他命木南木北将那被冉子迷晕的男子带到了教场，并用铁链捆绑在了最中央。四周的火把排排升起，将这本是寂静无声的黑夜硬是燃出一片光亮。所有士兵皆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引来。程烨坐于下属搬来的主位，双腿交叠，手肘斜靠椅背支撑着下颚，剑眉平起，如黑夜般深邃的墨瞳，此刻闪动着阴霾与冰冷寒气。弄醒！哗啦！一桶冷水自上而下
从那男子头顶浇下。那人本是吸入了过多迷魂散，就算有这冰水刺激，也只是略微清醒了片刻。程叶看了眼木南，得到示意的他铮的一声抽出腰际长剑。木南面无表情地走上前，一阵光影闪过，那人的胸口便豁然出现了一道深口，血迹飞溅，可木南的剑刃上却未落下分毫。啊！剧痛终于唤醒了那人的意识，他强撑着眼皮，终于看清了自己所处位置。那森冷宛若修罗的视线交织在他身上，竟不自觉的身体抖了几抖，一片液体浸透了衣上下摆，散发出阵阵难闻的气息。离他最近的木南却依旧不为所动，他的剑法十分富有技巧，再次手起剑落，割裂的每一处都足够令人痛入骨髓，却又不算刀刀致命。那人的惨叫声接二连三传入围观众人的耳中，无一不觉背后森寒，宛若置身于其中。程叶的瞳孔幽深如狼，在那眼底最深处泛起血红的光芒，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刺激着他身体的每一处，血液中沉寂许久的嗜血因子开始蠢蠢欲动。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只是装得久了，倒十分像那么一回事了。谁指使你的？他手臂微抬，木南见此立刻停下了动作。只见那人此时浑身血肉模糊，斑驳的血迹顺着染红的铁链滴落到地面，汇聚成一滩暗红的血斑。他的意识仅存有一丝清明，在程叶问出那句话时，下意识地将视线转向隐匿在人群中的宋阳。宋阳心底一惊，威胁的目光随即射出，那男子不敢再看，立马收回视线。程叶自然也是注意到了他的神情变化，他冷笑一声，继续。啊，我说。又是一剑割裂肌肤，那人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嘴唇泛着惨白，最终还是顾及家中妻儿性命，未敢供出宋阳。是张权还有诸人，我们看不过那群女人位阶比我们还高，便出此下策。少将军饶命，少将军饶命！程叶自是不信他的话，而方才被提及的两人已经被幕北带人扯到了教场中央。张权腿都快要站不稳，在跪倒于地的那一刻，蓦地碰到了一手血迹，便惊慌大叫了起来。只是拖着他们的人并没有给他们反抗的机会，十分粗暴地将两人用铁链分别捆到相同的柱子上，然后静待下一步指令。程叶将交叠的双腿放下，起身向那三人走近，阴鸷的声线缭绕在他们耳际，如同从地狱而来。本将再问一遍，是谁指使？唯恐被和身边这血肉模糊的人影一般对待，诸人的牙齿打颤，再也顾不上什么身后家人。是宋守备。宋阳他心心念念着那个医师营里叫季听兰的医女，才唆使小的们去恐吓他们，小的也是被逼无奈。少将军明鉴啊！他的声音惶恐不安，夹杂着对死亡的恐惧与惊骇。而急忙赶到教场边的冉子便恰好听到这一句话，他下意识地望向身侧猛然煞白了脸的季听兰，心下便知这宋阳一定是对他做了什么。大人，我没事。感受到冉子的视线，季听兰勉强地扯动嘴角。冉子心知自己无法安慰什么，只好伸手握住了他紧攥的拳头。他方才辗转反侧，一直未曾入眠，脑中不停思索着明日该如何同程叶解释。可这外面的嘈杂声却惊动了他，待他出来细问，才知他已将那被抓的男子带到了教场。冉子就这样望着不远处的人群中心，那身形修长、浑身散发着戾气且眼底迸发出强烈杀意的男子，不知怎么的，脚下似乎被灌了铅一般，再也往前走不动一步。夜风将他身后的衣袍吹得鼓鼓作响，他持过长剑，眼皮都不眨一瞬，直直刺透诸人的肩胛。啊！又是一道惨叫响破夜空。还有谁？程叶眼眶通红，一字一句皆嚼穿银血，他单手一拧，陷入皮骨的剑端便将那间侧脚的血肉模糊，而诸人也在这应声之中喉头滚动几下，两眼一翻晕了过去。然后他那如深渊般阴鸷的眼眸转向唯一还清醒着的张权，以及刚刚被押来的宋阳。少将军，少将军，我们都是奉守备大人的命令，其余当真不知啊！闻言，宋阳大声道：“你们这几个杂碎冤枉我！少将军，您可千万别！”话还未说完，他的声音便戛然而止。宋阳惊恐地看着身前宛若恶魔般的男子，任由他用那还带着温热血迹的剑挑起他的下颚。冤枉！宋阳此刻的身子抖得像筛子，比起被一剑穿喉，他更怕的是如刚才两人那般下场。程叶的剑刃顺着他的下颚开始往下滑动，带起的每一丝触觉都宛若在宋阳那紧绷的弦上刀刀凌迟。这么缺女人？程叶弯着腰，似笑非笑。不是。忽然他蓦地直起身子，剑端从宋阳身上移开。就在宋阳来不及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下一瞬程叶的话便再次将他打入炼狱深渊。既然不是，那身下肮脏的物石也算无用，不若剁去喂狗罢。他的声音算不上大，却乘着夜风飘到教场的大小角落。围观众人皆是不由自主地夹紧双腿，而这方的宋阳更是浑身泄了力气，浑然不理解自己方才听到了什么。少将军，属下知错了。少将军回过神的他连滚带爬的想要去抓程叶的衣摆，却被身后更为大力的掌力拉了回去。不，
他猛地瞪大双眼，刀影起落间带出胯下大片血迹，宋阳轰声倒地，身体止不住的开始痉挛。程烨没再看他，转身的同时，阴郁中带着绝对不容置疑的眼神冷然扫过在场所有人，却在看到不远处角落中一抹熟悉的身影时，原本锐利似剑的目光刹那间凝固了片刻，取而代之的是几乎掩盖不住的慌乱。只是未待他有何动作，一道威严的声音便自教场另一端传来：“阿叶，你这是在做什么？”程宇则缓步行来，围堵的一众将士皆为他让了条道路，而在他身后跟着的正是骑兵2营参将曹睿哲。第47章，属下愿与少将军共担责罚。曹睿哲看着那方的血肉模糊和不省人事的几个手下，心中暗骂晦气。也只有宋阳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才会做出以为派几个虾兵蟹将去威胁恐吓几下便能挽回局面的蠢事，甚至差点连累到他。这样想着，曹睿哲立马一副深明大义的模样，上前一步，视线越过程烨，向身后下属挥了挥手：“此等烟杂之人，怎可污了少将军的眼睛？违反军纪，还不赶紧送去刑堂，交与他们处置！”短短一句话，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更是暗自指责了一番程烨的私自动刑。程宇则抿唇不语，他在等程烨给自己一个解释，可不曾想程烨就这般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切如义父所见，17岁的少年身形修长，已然比他要稍稍高了些，与他身前站的笔直，面容上尽是不卑不亢。程宇则蓦然间就想到了第一次见到程烨时的场景。襄王叛变一事后，东方旭一家满门抄斩，他当时远在边关无可奈何，后在偶然间得知他竟还留有一子，一直寄养在别郡。为了防止有人暗中迫害于他，于是程宇则便开始追寻那孩子的下落。辗转经年，直到他在狼群看到他时，只需一眼他便识得这是旭的孩子。彼时的程烨还叫东方烨，虽不过10岁且一身污秽，却依旧掩盖不住那眼底和年纪不符的坚毅锐利。后来他想将其收为义子养于身侧，却不想那孩子十分倔强，不论如何也不愿跟他回去，非得要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而也正因为如此，小小年纪的他进入柔然潜伏多年，最终釜底抽薪，于3年前大胜柔然，导致他们多年不敢再犯。无功不受禄。那时他说出这句话时的眼神与现在如出一辙。思绪收回，程宇则淡然地看着他，不服军中铁律安排视为罪1，无故挑弄是非拉帮结派视为罪2，私下威胁恐吓其他同僚甚至制造慌乱视为罪3，他们确实该罚，但不该你罚。听着他的前半句话，曹睿哲心都凉了半截，可最后一句话却让他松了一口气。大将军一向赏罚分明，此次程烨私自搞出这么大动静，他就不信还能全身而退。这样想着，曹睿哲心中颇为得意。在最初听到程烨抓到他手下之人时，他还害怕被牵连降罪，好在自己想到能搬出大将军来压他，现下竟真能反制于他。末将甘愿受罚。程烨依旧从容不迫。见此，程宇则也不愿再多说什么，他冷哼一声：“既如此，100军棍，禁闭7日，自己去刑堂领罚吧。”一言既出，引起一片哗然。众所周知，刑堂的20军棍便可将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士打到半月不可下床，这100军棍岂不是沙场无父子？大将军果然从不徇私。在另一边，一直关注这方动静的冉子却早已站不住，他刚想往前走，忽然手腕被人拉住。季听兰对他摇头：“大人不可。”冉子抿唇，伸手掰开他的手指：“此事本因我们而起。不论如何，今日程烨都是为他们出了动用私刑的罪，于情于理，他都不该缩在后方冷眼旁观。”见程烨要被人带走，曹睿哲立马上前一步，趁热打铁：“大将军，属下有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说：“这自古以来便没有女子在军中从官的道理，甚至都并非武将。此事虽是末将手下鬼迷心窍，但他们毕竟出身就如此低贱，军纪营中更是常年弥漫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这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他说着便顿了下来，状似被程烨突然射来的眼刀害住的模样，向后退了一步。但那位说完的话，饶是程宇则都忍不住皱了皱眉。此言差矣，若这巴掌扇到了你的脸上，该想还是得想。冉子信步而来，唇角上始终挂着一抹微扬的弧度，只是在那眼底深处却并无一丝笑意。属下参见大将军。他又转头对程宇则行之以礼。这是程宇则第一次真正见到那始终存在于属下汇报中让程烨一而再再而三举止无常的女人，而这一眼却是让他明白了程烨为何如此在意她。此女子虽算不上十分倾国倾城，但眉目秀丽，举止不惊不伐，一双对杏眸宛若秋水盈盈，就算指着简单的软猬甲都不可掩盖其淡雅脱俗。他收回视线，淡淡挥手。而那边被冉子猝不及防噎了一下的曹睿哲，面色虽有片刻凝固，却又很快恢复如常。冉姑娘这话可就有点强词夺理了。冉子莞尔回视：“大人若是不信，在下可以试试。”曹睿哲，这女人怎么看起来不好欺负？回归正题，
冉子也不想和他多费口舌，他继而转向程宇泽，然后撩开衣袍跪了下来。大将军，此事皆因属下所起，属下愿与少将军共担责罚。冉子，程烨黑白分明的瞳孔中夹杂着惊诧与复杂，他不是一向怕他的吗？而他的身上甚至还沾染着方才溅起的鲜血。随着他与他距离的渐近，所有猜测与不安开始同他的脚步应声皲裂。他不知如何形容如今心境，直到此番话一出，他终是忍不住开了口：义父，此事与他，属下愿与少将军共担责罚。没待他说完，冉子垂眸再次重复了一遍方才的话，只是这一次的语气中夹杂了更多义无反顾。你！程烨气急，想要跨步去将他扯起，却被程宇泽打断，把他带下去。他挥了挥手，此言一出，他身后立马出现一对亲卫压住了程烨。他的命令让冉子愕然抬手，身体比思绪更快的起身，上前一步拦在他们的去路之前。大将军，100军棍会要人命的，更何况还要禁闭7日，若不能及时医治，他简直不敢想象会是什么后果。程烨俯视着张开双臂挡在他身前的娇小身影，有些怔神。他抿着唇，眼神坚毅，看起来有些不自量力，更多的却是道不明的触动。但那身侧的下属并没想很多，见前路被挡住，就想伸手去扯他，却在下一瞬被人扼住了手肘，拽到了一边。此时的程烨分明是被压制的一方，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无人敢上前。他们看着他绕过亲卫，走到了冉子跟前，而他虽是挡在他的前路，但目光却一直落在身后的程宇泽身上，脑海中皆是上一次为他治伤时的场景。20军棍尚且打成那副血肉模糊的模样，100军棍。意识到自己或许根本无法阻止当下局面，他忽然觉得呼吸一滞，胸口跳动的不安如雷霆万钧。就在此时，双肩被人扶住，手臂被他缓缓拉下，冉子瞳孔转动，对上了程烨挑笑中含着抚慰的眼眸。死不了。而这句话蓦地就让他眼睛红了。冉子红唇诺动，刚想说什么，可他已经放开了他，径直向他身后走去。那本是制裁他的一众亲卫见此才后知后觉地跟了上去。这件事本是你们受了委屈。忽然程宇泽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冉子攥紧拳头又放开，并未搭话。曹瑞哲见势头不对，立马露出一副担忧的神情，接过了话头。末将以为事出原因主要在于这医师迎来的特殊，若冉姑娘能证明自己却有不上战场便能得到参将位阶的能力，恐怕才得以服众。但此话一出，却立马引起了下方部分将士的不满，但赞同曹瑞哲的呼声也依旧不小。冉大人当初带人救助了这么多弟兄，这还不够证明吗？不过是救了些人罢了，死的兄弟更多，怎么没见你们提起？你倒是说得轻巧，若非他们，我们只会死更多人。以前只有贺大人的时候，我们不也照常将那柔然蛮人打得不敢再犯？怎么现在来了几个女人，就把功劳却归根于他们了？嘈杂声四起，争论愈演愈烈，大家都是些久经沙场的铁血将士，大部分性子本就急躁，现下吵着吵着便想动起手来。不知这位大人想让我如何证明？平息过后，冉子目光冷然。曹瑞哲几乎掩盖不住眼底得意。我们朔北军历年都有试炼之日，彼时以营为团体，派出个人参与骑射近战进行比试。姑娘既然为我军一员，又未皆如此，此等试炼总归是要参加吧。听着他这番似乎早有准备的话，他心下冷笑，若只如此，也不是什么大事。没待议论又起，他继续道：只是既然医师营要正式成为朔北军中一员，那这医术是否也需加入比试其中？沉默许久的程宇则开口道：自然是可以，不过为了确保试炼公平以及诸位将士的骑射战各方面均衡，我军历来规定，骑兵营不可参与骑类比试，弓箭手不可参与射箭类比试，前锋近战军不可参与近身搏斗类项目。这般解释你可明白？曹瑞哲本欲反驳医术加入的提议，却不想程宇则说出来正中心中所想，于是一副深明大义的面孔下带了些惋惜，似乎是真的在为这一结果感到遗憾。这军规严明，大将军想来秉公执事，冉姑娘应当理解。只是冉子却并没有他想象中颓然，他点了点头，自然理解，大人这般顾全大局，也实属朔北军之幸事。被突然夸赞一句，曹瑞哲愣了片刻，而在这间隙，他已经走到程宇则身前抱拳道：只是这医术比试不同于骑射好判定，不知大将军有何好的规定方式？程宇则扫视曹瑞哲一眼，让他没由来的感觉后背一凉。本将曾听子安说过，柔然用毒极甚，不少军中伤患皆死于被涂抹剧毒的利剑伤口之上，可有此事？冉子点头，确实如此。程宇则，既然这样，这医术比试自然该围绕着解毒开展。听言，冉子微微抬眸看了他一眼，心下略有了些猜测，只是依旧面露难色。大将军所言极是，只是比试解毒之法，需要有人试毒才能够进行。你觉得何人合适？看着他平静自制的模样，冉子顿时心下了然，于是他莞尔一笑：若要有人试毒，
必然是身强体壮之人才能在就算无法及时医治的情况下全身而退。与此同时，这人还需具备极强的责任与担当。程宇则挑眉，怎么说？无论是治病还是解毒，这医治对象的心境也尤为重要。若是怯懦胆小之人，恐怕还没来得解毒，便已将自己吓出了其他病症来。此言一出，立马引起下方哄笑。这天下竟还有自己把自己吓病之人。上次步兵营那李四全不就因为腿上中了一箭，吓得魂飞魄散？你胡说，老子没有。咦，你在这儿啊？冉子勾了勾唇，将视线转向曹睿哲，语气同他方才一般，十分遗憾。大将军乃一军统帅，万不可出任何闪失。少将军刚刚受刑，身体不便于参与试毒，如此算来，约莫只有大人您可以胜任了。曹睿哲见此，脸色猛地一变，脚步下意识后退。这种事情随便找个小将便好，我们朔北军男儿个个骁勇善战，何必非扯上诸位将军？这是毒之人，关系到整个医术比试，怎可随便选人敷衍了之？若非将军有言，医师营之人不可参与医术试炼，这是毒之事，我便亲自揽下罢了。莫非大人的胆量还不如我一介弱女子？冉子蹙眉，质问紧追不舍，将女子二字咬得微重，眼底一闪而过的锐利，让曹睿哲恍惚透过他看到了少将军。难不成方才大人叫大将军来处置少将军时的大义凛然是假的？你，睿哲！程宇则打断了二人逐渐剑拔弩张的气氛，瞥了眼曹睿哲后缓缓道：不过是试毒，就算军中无人可治，也还有医师营，你怕什么？接过程宇则的话，冉子笑得嫣然。不错，所谓试毒，我们下手必然知其轻重，断不会让大人您有所闪失。与此同时，我们会配备解药，大人无需担心，死不了。他娘的！看着眼前二人一人一句，他一口牙齿几欲咬碎，让他试毒，还需要他们的解药，这岂不是在宣告军中无他们便不行？但即使心中的愤懑几欲忍不住，他当下还需表现得十分乐意。既然如此，末将愿意担着试毒的责任，只是冉姑娘可要记得，若这骑射近战3项医师迎接，无法出围。若君无法出围，我自请卸任。一语至地，铿然有声。程宇则终于正视了他，笑道：好，2个月之后，本将期望能看到一次与众不同的试炼。今日势必都散了吧。是。医师营。方才的一番动静很快便传到了医师营中，同刚刚冉子在教场上的神情自若不同，此时在营帐内的众医女皆面露难色。大人此番决议是否太过草率了些？若大人卸任，我们岂不是都得……嘘，别乱说。一路回去，季听兰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冉子虽没看他，但也感受得到他的不安。你是想说我今日冲动了是吗？季听兰摇头，大人，我在想那个近战，我或许可以一试。冉子诧异侧眸，他竟是在思考这件事吗？季听兰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其实把握也不大，毕竟对手都是些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将。冉子宽慰道：你先别急着否认自己，大将军也说了，此次比试真正步兵营的老将不会参与，也就是说我们对上的也并非十分擅长之人。虽然他也不是很能确定是否会是对手，但这不是还有2个月的时间，一切皆有可能。季听兰点点头，二人又是沉默许久，他终于开口说了心中正事：大人，您若是想去看少将军，我便为您掩护。大人从教场回来开始便一直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虽未言，但季听兰也能猜到和少将军有关。以前便对少将军的手段狠辣有所耳闻，今日却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场景，但不得不说，少将军此举甚是大快人心。冉子摇了摇头，先回去吧。室内议论声在冉子出现时戛然而止，他扫视众人，直入主题道：我明白大家的担忧，只是不知大家可曾听过一句或惜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室下众人曾都是贵女，学过些四书五经，这句话自然是听过的。见他们点头，冉子继续道：我们的存在在军中一直处于十分微妙的地位，有人认为我们值得，但也有人认为我们不值，而这一次便是我们证明的最好时机。可是大人，我们并不会骑射箭术，都是些出身便尊贵后来没落的闺秀，在这之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更别说在这武力方面出围。冉子自然是明白这其中道理，其实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在这3项中拔得头筹，但若是参与的人多了，总有人有机会出围。话虽如此，如果真无人出围，您岂不是……没待那人说完，宋清忽然上前一步：大人，我父兄上在时教过我骑术，此次试炼我可以一试。冉子眼睛亮了一瞬，随即看了眼身侧的季听兰，见宋清上前自荐，一向同他交好的文莲咬了咬唇：我可以让青青教我吗？这话一出，立马引起底下其他医女的笑声，连方才微微压抑的氛围都轻松了不少。冉子忍不住弯了眼角：那你可要问他了。文莲转过目光，宋清无奈：自然可以。又经过一番调解，人心惶惶的女孩们终是稍稍定了心，虽然还是略有担忧，但毕竟还有2月，
乾坤未定，谁也说不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主帅营帐，已是夜深时分，几盏油灯燃起室内光亮。沉默许久，程宇则单手敲击桌面问道：“你觉得那女子如何？”遇事沉着冷静，胆量不错。萧丽答。程宇则勾唇，确实胆量不错，还知道顺着他的话去摆那曹睿哲一道，也算是有点聪明。到底是见着程烨长大的，萧丽终是于心不忍，在看着程宇则面色不错后，便将压在心底许久的话提了一句：“少将军年轻气盛，做事总是会冲动，这100军棍外加7日禁闭，是否太重了些？况且曹睿哲营里那群阉杂之辈的行为，确实令人不齿。”程宇则猛地伸掌拍向桌子，哼，他从不长记性，这次还闹得这样大，竟在教场将人给当场阉了。要是老子年轻的时候再如何，也会找个偏颇之地动手。这小子简直无法无天，让他无处可避。萧丽，那这禁闭7日。程宇则胸口大肆起伏，而后掀起眼皮看向萧丽，没有直接回答他。冉子现在在做什么？径直回了医师营。他揉了揉太阳穴，继续道：“这几日若是发现有可疑之人出没行堂周围，将军放心，行堂戒备森严，不必担忧有人接近。”程宇则抿唇，颇有些恼羞成怒的模样。而那方萧丽忽然被一道锐利的视线射中，心下瞬间了然，可不会有男人接近。闻言，程宇则满意的松开眉峰。第48章共处7日。朔北军驻军之地大多皆由营帐建成，而这行堂却与之不太相同，约莫是因为其中关押了些柔然重犯以及军中犯事之人，是以设置的离主营要远，且建筑防守程度宛若京中天牢。冉子虽从未来过此处，但也听闻过他的戒备森严。他心知以自己的身手，若想悄无声息地混进去，难如登天。可只要一想到程烨挨了100军棍，还要在内关上7日，他就无法置若罔闻，大不了被发现后一同关进去罢了。这样想着，他便在此夜过半后换了身夜行衣，向那方前去。只是令冉子没想到的是，本该防备严密的大门口，此时却空无一人。他在暗处观察半晌，确定并非换防之时，而是真的无人之后，才慢慢向那处接近。他的身体紧贴着墙面开始移动，正在他想着该如何撬开大门，忽然余光一闪，他发现门锁之处竟未合拢。这真的是传说中森严壁垒的朔北军行堂？冉子抿唇沉思，只是此刻他来不及思索更多，当即猫着身体将门板拉出一条缝隙钻了进去。牢狱之地要比想象中更加阴森可怖，入目所见便是宛若洞穴般幽深的长廊，内里通道盘根错节，若非熟知之人进来恐怕也难以走出。想来这便是外部看守挟持的原因。冉子心下微紧，深吸一口气，不再多想，往里面走去。空气中弥漫的皆是铁锈与血腥混杂的气息，走得越深，这气味便越浓郁。而这里面的设计也十分巧妙，他虽在去到外围，却隐隐能听到最深传来的刑犯阴哑痛极的嘶吼。忽然一阵阴风袭来，墙壁上的排排油灯跟着颤抖了几下。正摸索着行走的冉子脚步一顿，没由来的背后一阵森寒。他不敢过多停留，只是确实不知程烨会被关在何处，只能一间一间的寻去。就在此时，前方转角处传来了细微的军靴踏在地面的声音，他立马顿下脚步，后背紧贴墙壁，左手攥紧腰侧匕首，右手抓住准备好的迷魂伞，屏气凝神，静待那方动静。听说少将军这次是当众把人给阉了？那人声音颇有些心有余悸。何止阉了，还把人剐了。另一人声音大了些，语气中惊恐更甚。那我们今日执了100军棍，岂不是第3道声音要比先前2人更为稚嫩且不安闲？不会，大将军罚的棍子，少将军不会牵连执行之人。岳老哥，你很懂啊。那可不，少将军小时候可是更加难训，若非大将军管得严苛，还有那边朝廷军什么事，早他娘的给一窝端了。他的话引起一阵哄笑，潜伏在暗中的冉子却是眉头皱得极深。竟然是一队人，而且听他们的谈话似乎是刚刚执行完毕，那么他们行来的方向大概就是程烨被关押的地方了。听着脚步声渐远，冉子便再也等不住向他们来的方向行去。就在此时，刚刚还在担忧少将军是否会报复的少年蓦然回首，似乎发现有一道黑影闪过。他蹙眉，岳大哥，我刚刚好像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跑了过去。哪曾想被唤作岳大哥的那名中年狱卒眼珠转动2下，大手一伸便将他的头给扳正，不以为然道：哪有什么人小小年纪便眼花了吗？那少年将信将疑地摸了摸后脑勺，哦，可是前不久还有人夸他眼力好，射箭百步穿杨呢。找对了方向的冉子一路上出奇的顺遂，甚至都未再遇到任何巡查狱卒。于是在一间间牢房排查过后，很快便寻到了程烨被关押的地方。只是在当他看到那人合着眼帘斜靠在墙侧时，一阵剧烈的揪痛自心口开始蔓延到4肢百骸。他虽身处桎梏，发丝微乱，却未露出丝毫狼狈。玄色的衣袍本是看不出血迹的浸染，
但那身后溢出的红色却无法粉饰太平。冉子颤抖着手去握那锁链，可那手掌却仿佛被什么控制了一般，怎么也抓不稳。啪！锁链砰的一声捶打到铁栏之上，他有些颓然的伸手想要再试一次，但却依旧次次失败。哭什么？忽然男子略显虚弱的声音自内里传来，冉子愕然抬手，便见程叶微掀起眼皮，失了血色的薄唇微扬。他慌乱的摸了把脸，仰头平稳呼吸后，垂眸终于抓稳了锁链，道：“这锁太难开了。”却只听他低笑一声：“你锁拿反了。”冉子见他还有力气同自己嬉笑，心底的担忧倒是少了不少。于是他取出怀中早已准备好的细铁丝，伸进锁孔钻了半晌，随着吧嗒一声，那锁便应声而开。他不再逗留，拉开铁门后钻身而入，然后径直走到程叶身旁蹲下，将怀中早先准备好的一众药物摆出，抬眸看他：“给我看看。”闻言，程叶眉峰微蹙，语气为难：“男女授受不亲。”冉子气笑了，索性盘腿而坐，伸手拍了一把他的胳膊：“我发现你这人说话一直自相矛盾。先前他说男女授受不亲的时候，可没见他这般扭捏。”司程叶眉头拧得更紧了，当下抿唇不语，看着有些委屈。委屈？冉子撇撇唇角，见他龇牙咧嘴，又想到方才那一掌会不会碰到了他的伤口，刹那间他有些于心不忍，连说话的声音都软了下来。好了，让我给你处理一下，100军棍可不是小伤。其实并无大碍。他仍然敛着眸，一副不想配合的模样。冉子无奈：“那你便让我白跑一趟。我也没想到你真能进来。”程叶低笑道：“你什么意思啊？按道理来说，以你的身手，约莫是连大门都无法靠近。这时候了，还不忘损他？所以你想表达什么？”程叶蓦地将目光转向门口，思索半晌，唇角微勾：“你没有白来一趟，准确的说是有人不想让你白来一趟。”他的话音刚落，室外一阵嘈杂骤然而起。冉子猛地起身，目光射向门处，便见这间牢房被一众穿戴严整的士兵团团围住。大将军有令，冉大人私闯行堂，罚禁闭7日。为首之人神色整肃，在说完这句话后，又上前一步，对冉子低声道：“这7日便委屈大人暂住在此处，所需衣食以及药物皆会按时送到，且为保大人声誉，对外不会称您同少将军关在同一间牢狱。”没待他有何反应，那人便示意身后随侍放下送来的物品，然后同来时一般砰的一声锁上锁链，带着一众人离开了此处。而这次的锁链要比他刚刚捅开的更为复杂。凌乱的冉某，难怪来时这般轻巧，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没事，你不必在乎那老头子，若想出去……他状似无畏的在身后宽慰他，没曾想他转身看他，目光探究：“你早就知道？”程叶耸肩：“你来的时候，我应该还在挨棍子。”他语气轻松的仿佛吃了顿饭那般简单，可他却眼尖的发现，似乎自他进来开始，便没再见他动过身体。可我本就是来为你治伤的，此番关押倒是省得我来回跑几趟。况且耽误了这么久，他再也没了和他调侃的心思，知晓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定是强撑着精神同他搭话，当下便不再顾他的意愿，蹲下就要扯他的衣领。本以为他会气恼此番冲动的程叶，在听着他反过来安慰他的话后，一时间也不知如何言语。明明在他印象中，他是很怕他，且想躲着他的，这次贸然前来，他也只当他心中有愧。突然，方才睁眼时见到他泪水滴落的模样再次呈现在眼前。别！他蓦地伸手握住冉子的手，目光中闪烁着无可奈何，真的无碍。可到了这番情景，冉子哪还肯让着他？于是扯过他的手掌捏在手心，眸光认真：“你是不是怕痛？”笑话！他程叶身经百战，大小伤受过无数，还怕这痛？只是话还没说完，他便又听到他言：“不怕，我会亲的。”而这句话却让他瞬间愣在了原地。眼前眉目秀丽的女子和多年前那个将浑身是伤的他带到冉府的女孩面容开始重叠。那时的他说了什么呢？那时的他似乎也是同今日一般，潋滟的双眸中闪烁着慰藉与柔光，轻声对他道：“哥哥别怕痛，我爹会亲的。”在他正神的这当头，冉子已然褪下了他的上衣，背后的伤因着是新伤，还未与内衬完全凝结在一起，但也十分骇人。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他还是呼吸一滞。20军棍与100军棍的强度到底不同，那日的场景便让他难以平静。今日归根结底，他这2次受伤都源自于他。忽然一只带着宝剪的手掌附上了他的脸颊，掌心微热的温度让他感受得分明。他指尖微动，为他拭去挂在眼尾的泪珠。冉子这才发现他的手臂上已经落满了泪水。我怕你哭。耳畔传来他的声音，温暖又阴哑，仿佛有一股莫名的吸引，连带着他的心神都跟着颤抖。他缓缓抬起头，目光与他英气剑眉之下，那双亮如繁星的双眸对上，然后交织。静谧的环境内，极近的距离中，冉子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声如雷贯耳。他
他的右手似乎还紧握着他的另一只手掌。意识到这一点，仿佛烫手山芋一般，他忙不迭地将其扔开。我才没哭。程叶看着他那红透了的半边脸，以及脸上干涸的泪痕，轻笑两声，终是没再逗他。冉子咬着唇，绕身形至他身后，忽地发现方才大将军派人送来的物件中有一把小刀。他的伤口太复杂，有这小刀，这可比他手中的匕首要灵便许多。于是他拿过那方的小刀，开始慢慢割开他背后与血肉相连的衣物。听说你小时候很是顽劣。二人相处无言，冉子想起方才来时那被称为岳大哥的男子似乎对程叶小时候颇为了解，便随口问了一句：何谓顽劣？他挑眉问：大概就是经常挨棍子。他发现他似乎对这挨军棍一事颇为熟练。果不其然，下一瞬便听他道：如你所见，这地方我自小便是常客。听言，冉子忍不住笑了一声，目光环视四周，才感觉到这其中不同。方才来时只在关心他的身体有无大碍，现下看来，这间牢房除了大门有点像牢房的样子，其他地方似乎都过于规整了些。角落整齐的床榻，甚至还有一张布置完好的桌案，怎么看都十分的违和。难怪你这般坦然，原来是回了另一个家。倒也不是另一个家。冉子忽然来了兴致，偏头问他：你以前做了些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天天挨罚？程叶嘴角有些抽搐，什么叫偷鸡摸狗？见他语塞，冉子兴致更甚。我见军中之人都甚是怕你，不会是你便是这样看我的？听他似乎要越说越离谱，程叶索性打断了他：不然大将军为何时常罚你？他疑惑。程叶撇撇嘴，不情不愿道：不过是喜欢打架罢了。听言，冉子憋了半晌，最终扑哧一声，笑得再也停不下来。他似乎能想象到一个10来岁的小少年是如何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和别人打完架，又被自家父亲不情不愿地抓回去关禁闭。听着后方传来的阵阵笑声，原本气恼更甚的程叶忽然就无奈地轻哼了一声。到底是个小姑娘，还挺容易逗笑的。这样也罢，总比耷拉着脸要好。二人时不时地对打两句，原本僵硬的氛围也更加轻松了起来。这是冉子第一次觉得和程叶独自相处，貌似并没有那般想逃。最后一层棉布缠绕，刚刚还惨不忍睹的后背线下便好了许多。冉子活动两下手臂，刚想站起来，但双腿因着长时间卷曲骤然一麻，小腿一软便要往地上栽去。电光火石之间，预料中的疼痛没有出现，头顶一道闷哼声响起，身体被人紧紧圈住。冉子瞬间大骇：你的伤口！你别乱动就没事。此刻的程叶一手搂着他，另一只手向后支撑着地面，额角冷汗在撞击的瞬间顺着鬓边滴落，他甚至能隐隐听到身后伤口再次皲裂的声音。冉子急得不行，心下懊恼自己为何不歇会再起身，却又怕擅自动作让他伤得更重。呼吸起伏间，他伏在他的胸口，能听到那胸腔强而有力的脉动。不知过了多久，他在他怀中沉闷开口：你如何了？许久没得到回复，冉子忍不住转动了下头颅，然后缓缓抬起，可红唇却猝不及防地碰到了他那硬朗分明的下颚。你亲我作甚？冉子刚想开口辩驳，却看到了他那强忍痛意的面色。这个样子了，还有心情调侃，活该。虽然这样想着，但他还是轻手轻脚地从他怀中慢慢推出。感受到怀中人的离去，程叶莫名的有股失落，可这失落并未维持多久，便被他再次搂来的双臂打破。我扶你去榻上休息。说着，他便将他一只胳膊担在肩上，想要将他撑起。我去榻上，你去哪？他突如其来的问话让冉子脚步一顿，随即释然道：我睡地上就行，反正就7日，忍忍就过去了。不可。他沉闷摇头。你又要如何？他无奈。你同我一起，要不然我睡地。那你睡地。被迫达成一致的程叶，最终由去床上的路变成了铺个平坦的地铺。他望着不远处在床榻上躺好的冉子，声线哀怨：这便是你所谓的来照顾我？冉子十分不以为然的拉起被子，翻了个身背对他：我可没说照顾你，不过是上药罢了。更何况你方才都真心诚意的让我睡床了，那我便勉为其难的答应喽。程叶，他娘的！第49章。第49章。墙壁的油灯在黑夜中微微站立，于幽暗昏黄的室内拉下道道虚弱的剪影。这并不是他们二人第一次单独相处，可此情此景却又与之前不同。冉子背对着那方，尽可能的让自己放平心态，默念着此次与先前每一次都无差别。可越是这样暗示，他便会想得越多。刚刚为他处理伤口时，他总是有意无意的同他搭些话，转移了自己的注意。现在平静下来，他却是如何也忽略不掉那不远处他的存在了。冉子慢慢拢起搭在身前的手掌，合上的眼帘微颤，脑海中不停浮现出方才的一幕幕。唇边间似乎在残留着误碰到他下颚时微热的温度，指尖好像还有为他擦拭伤痕时无意的触碰，以及被他环抱住时忽略不掉的坚实与厚重。
忽然间，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窸窣的响动，来人的脚步声微乎其微，可他却依旧能感受到有人正在向他慢慢接近。如此情景，除了程叶还能有谁？可他过来是要做什么？他的背上还有伤。不对，没伤也不能。冉子紧咬着唇，将自己的脸埋进臂弯中，想要停止自己的胡思乱想。手中攥起的拳头捏得更紧了，卷曲的睫毛因着紧张不停颤动。荒诞的想法在这短短几瞬间便于心悸摇摆了千百回。只是预想中的碰触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薄被搭上了身体，紧张感慢慢消退。他缓缓眯起眼，细弱的光亮中，他看到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指伸到他身前，然后为他掖了掖背角。刹那间，一阵道不明的罪恶感侵染上心头，他竟然那般揣测于他，还让重伤累累的他真睡地上了。于是，在那只手快要退离时，他鬼使神差般的松开拳头，一把握住了他近在咫尺的指尖。他的掌心覆满了薄汗，与此同时，思绪迅速回笼。冉子心跳得很快，他将身体缓缓翻过躺平，目光瑟瑟，仰视着程叶略微惊诧的双眸，手掌中抓着他的手指，不自主的搓磨，踌躇许久，最终还是挪动嘴唇，说出了心中盘旋多时的话：“不如我们挤一挤。”说着，似乎是怕他反悔一般，他立马放开他的手，身体往里面挪动几寸。奈何这张床榻本就不大，能容下他已是刚刚好，是以不论他如何缩紧身子，能留出的空地都不算很大。程叶看着蜷缩成小小一团，背对着他贴近墙壁，努力给他腾出位置的女子，一双微扬的桃花眼中竟染出星点笑意。他常年习武，自然听力过人，他方才紊乱的呼吸早已彰显了内心的不安，甚至连被子滑落都未曾注意到，让他同自己在这狭小的地界待上7日，终是委屈他了。冉子感受到身后床榻微微现动，然后便是一阵温暖的气息包裹而来。他背后有伤在身，只能侧卧而眠，且他的身形实在要比他高大太多，以至于此时的他更像是被他环抱在内。此刻冉子的身子十分僵硬，可正是这越不敢有动作的时候，他便又觉得哪里都不太顺畅。别动了，阴哑的低音在耳畔缠绵，他灼热的气息喷洒在他颈间。在他呼吸凝固的当头，又听见他压抑着莫名情愫的声线再次响起：“我伤的只是后背。”冉子顿觉仿佛有一束烟花轰的一声迸裂于耳际，只此一瞬，红晕爬上脸颊，而后蔓延到了耳根。程叶感受到他的不自在，心下有些无奈，原本坚硬的一颗心忽然柔软了不少。就算平日里的他对他多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现在看来终究不过是个会脸红的小姑娘罢了。这样想着，他忽地伸出手臂，掌心微拢成拳，揽过他的腰身，然后将下颚抵在他的发心，轻轻磨蹭2下，轻声道：“睡吧。”突如其来的触碰让冉子下意识地伸手握住了他圈在腰际的手掌，后背紧贴着他坚硬的胸膛。寂静的夜里，他能听到属于他的延绵呼吸。眼皮逐渐沉重，不知怎么的，此情此景，他忽然感受到了一阵久违的安心。但也或许是因为心中紧绷的弦松了下来，那掩埋于心底想要刻意去忘记的伤痛便开始破土而出。意识朦胧间，冉子似乎回到了幼时同父母亲在隐居的时光。那是一处不算很大的小院，在院子里面常年种着一片嫩绿的月见草。父亲时常抱着年幼的他，指着那片葱绿道：“希望我们小子能同这月见草一样，不论生在何等逆境，也要顽强生长。所以便取自为月见吧。”他也时常小跑于其中摘采药草。母亲体弱做不了重活，他便帮衬着晒药配药，然后同父亲与弟弟一起出门义诊。直到有一天，镇上动乱了起来，惊慌失措的他和父亲走散了。就在他摸索着回家时，遇到了一个浑身伤痕的小少年，他带他回了家。然后，记忆中的场景骤然变成素白，画面一转，他身着素色丧麻，目光空洞地跪在灵前，而那里面躺着的是他那一生性子温和却久缠病榻的母亲。再然后，他们一家去了东陵，父亲成了太医院使，从此忙碌了起来。他再也没有了同父亲弟弟一起重要义诊的生活，也再也无法同先前一般无拘无束。府中下人开始越来越多，皇家封赏越来越多，规矩也越来越多。他从一个平民丫头摇身一变成了京都贵女，只是东陵贵女的圈子始终容不下她一个像野丫头出生的女子，她不愿谄媚讨好，因此一个人倒也过得自在。后来父亲说给他寻了个亲事，据说是朝廷重臣礼部尚书之子，待到及笄之年便来提亲，必能保他一世无忧。那时的他虽然不太愿意，但父命难违，他想或许就这般聊聊此生吧。可是没待他及笄之日，烈焰般的火红便燃起了整座冉府。他手足无措地立于庭院之中，看着围剿的官兵将他们层层包围。再后来，他看到父亲死于乱刀之下，弟弟被迫从他怀中被拉开，他们的四肢被套上重重的枷锁，于一场大雪之后被分别送于这雨朝的南北极地。与此同时，一起带走的还有冉府曾存在过的痕迹。程叶是被怀中窸窣的呜咽声惊动的，他垂眸看去，不知何时他已经转了个身，整个人仿佛一只受伤的猫儿窝在他怀中，
而就这一眼便让他的心软得不成样子。他缓缓抬起手，有些僵硬的一下又一下抚摸他的脊背。此时的他柳眉拧起，紧闭的眼角边挂有晶莹的泪痕，似是被什么掩住了一般。他上齿咬着的下唇泛出圈圈红色。程叶见眉一蹙，伸手便要去掰开，却不想在他即将碰到的瞬间，怀中之人同时睁开了双眼，眼底的茫然还未褪去，然子便发现此刻是一副如何不堪入目的姿态赖在他怀中。嗨，只是他刚想说话，便被自己呛了两下。感受到背后那不停抚慰自己的手掌，又想到方才所梦之事，他最终动了动唇，也没再开口。程叶并没有问他梦到了什么，只是看他这般模样，想来也并非什么好事，于是便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他自己平息。可这氛围却让他愈发难耐。未久，他状似轻松道：“我小时候其实也很顽劣。”程叶手掌一顿，忽地想起他上半夜为自己治伤时所问过的话，继而眼前闪现出一副他年幼时而气鼓鼓的脸，不由得弯了唇角。东陵的贵女们都不喜欢我，为何？因为我是个乡野丫头。说着，然子撇了撇嘴，特别是我爹给我寻了个高官之子定亲后，他们便更不喜欢我了。东陵土生土长的女子们皆自出生开始便恪守礼节，学着女则女戒，遵着三从四德，日日期盼着找个好夫家。是以她这种天降贵女忽然谈了个大官的儿子，自然是引得他们极度不满。程叶闻言，眉峰轻拧，搂住他的手臂收拢，语气有些不悦：“什么高官之子？有我官阶高？少将一职，乃羽朝正二品5职外臣，又如何是一个小小的礼部尚书的儿子可以比拟？”然子哪里懂得他又在暗自比较些什么，当下不自在地动了动身体，却引得他搂得更紧。二人的身体贴地极近，就算是他极力将双手撑在他的胸膛，也依旧抵挡不住那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突然间，一阵天旋地转，他惊呼一声，整个人便被他压在了身下。他的瞳孔中流转着危险与敌意，在他愕然之时，缓缓俯身朝下，于他耳际轻言：“或许是我先前表达的不够明显，不管什么东陵权臣，还是高官之子，你现在只能有我。凡此先种种，我或是无法陪你，但在这以后，你也有我。”他的言语不算直白，却也太过心惊，但在恍然间让他蓦地找到了一丝清明。于是他缓缓抬起被他压在身下的手臂，轻轻回搂住他，眼眶湿润间咬唇侧眸，一个好字抵在唇边，终是未说出口。第50章，那我便勉为其难。知晓然子和他一同待了7日的人并不多，就连医师营的人也只道他是有要事在身，几日未曾在众人眼前露面。而出了狱的程叶便立马投身于军事操练之中。经此一事，然子终于明白了他先前所说的死不了并非虚言。他不仅惊讶于他的恢复程度，更惊讶于他的忍耐力，如此重伤却不过寥寥数日便可活动如常，实乃常人不可为。再说到他们这边，自那日他安抚过诸位医女之后，他本以为不过是饮鸩止渴，只是现在看来，对于试炼一事，他们的热情要远超乎他的想象。但是这样却远远不够。大人，您找我。季听兰的声音传来，打断了然子的思绪。他抬眸将手中摆弄许久的瓷瓶装入木盒，然后起身边走边对他说：“这里便是此番试炼中我们试毒的解药。”季听兰不解：“不是说我们不准参与吗？”然子轻笑看他：“总不能真让人出事不是？”季听兰了然点头：“大人顾虑确实周到。”将手中东西安置放好后，然子又从岸边摸出一封信向他递去，神色颇有些不自然：“你将此物交与幕北副将，就说是我给程叶的，他自会明白。”季听兰接过信封，却见眼前的然子脸颊上染了些红晕，连带着眼神都有些飘忽。他抿了抿唇：“大人，您这些时日还是需要多注意身体。”然子茫然抬头，不知他为何突然说这样一句。季听兰神色有些严肃：“我见您脸色不太正常，可是发热了？近日天气变换颇快，您若是染了风寒……”等一下，然子无奈地打断他，方才的局促被他这一阵打乱，倒是恢复了不少。你先把东西送去就好，我没事。他手背无意识地蹭了蹭脸颊，随意道。闻言，季听兰还是有些不放心，但终究还是大人交代的事情更重要。是以，他神色担忧地看了然子片刻，最终点了点头，道了声告退，便离开了帐内。待他走后，然子深呼一口气，手掌拿过桌案的茶盏抿了一口，然后坐到桌案之后发呆了半晌。在牢狱里同程叶相处的7日，虽然之后并没有了什么逾矩的举动，但那第一夜二人猝不及防的相拥，以及他在他耳畔的低语，一直萦绕在心头，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许是看出了他的不自在，以及男女共处一室多日实在不便，他最终借了些由头，让人为他又排了间距他不远的住处，而那其中待遇简直没有丝毫深陷牢狱的势头。以前的时候，然子害怕程叶，且处处躲着他，但他却乐此不疲的百般围堵，那时他只觉心烦。可如今从狱中出来之后，他在未来过，不知怎么的，心里仿佛有一块地方空落了下来。如此日夜忙碌，就算他再能忍，
可这伤却是真实存在的，也不知他身体现下如何。想到此处，冉子终是坐不住，又站了起来，然后在室内来回踱步。忽地想起方才季听兰的一番话，他猛地走向柜台，拿了面铜镜看了又看。方才他的神色就那般的不自在吗？应该没有吧，他此番找他，分明是有要事相商。酉时已到，日落时分，军营中一整天的操练结束，正是众人休整之际。冉子将垂在身后的麻花辫重新梳整一遍，用红丝带在尾端打了个结，然后脱下了因着白日整合药材时弄脏的一身衣物，将另一身整洁的衣裳换上。虽然前后不过都是和方才差不多的打扮，但他总觉得稍微收拾一下要显得更整洁一些。于是经过再三摆弄，他最后再次理了下通身衣角，然后深吸一口气，撩开帐帘向外走去。可就在他一只脚刚踏出帐外，便觉身体一轻，然后整个人便被凌空带起。他紧闭双眼，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抓住了来人身前的衣领，却引得来人闷笑两下。待冉子稳住心神后，他才在他怀中缓缓睁开眼，入目所见皆是一排排的营帐顶部。他有些涩然，抓住他的手掌不自觉地攥了更紧些。这就怕了。程烨看着怀中咬唇不语、脸色微白的女子，平稳的声线中夹杂了些许笑意，似是生了存心逗弄他的心思。原本直线行去便可的轨迹，硬生生让他带着多起落了几个帐顶。他带着他掠过重重营地，向那方河流驰去。而就在他们落地的瞬间，冉子猛地一把推开他，他柳眉紧蹙，因着恼怒和羞愤的胸口气喘着大肆起伏。幼稚！说罢他扯了扯衣摆，心下十分懊恼，方才出门白换衣服了。我见你说酉时3刻要与我相见，可这都过了酉时都未见人影，我怕这再等下去你便是要反悔了。程烨眉峰微扬，嘴边叼着根不知道哪里扯来的狗尾巴草，一边说一边捡了块石头在手中上下掂量。忽然他眼神一凝，修长的手指轻轻夹住石块尾端，而后冉子便见一道极快的残影从眼前射出，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掠过几道细微的波痕。过了酉时又如何？我同你约定的时间便不会食言。冉子懒得再见他这副吊儿郎当的模样，随手撩过被风吹散了鬓角碎发，状似随意道：你这般动作是伤已经好了？程烨轻笑走向前去，约我出来便是问这？看他这副模样，明显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起下午幕北送来的那封娟秀小字，他便忍不住想快些见到他。是以刚过酉时，便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医师营这处，又想着他不愿让人看见，便在人刚出来的当头径直撸了过来。闻言，冉子轻咳一声，语气中带了些试探：我听闻你们朔北军历年来都有营中比试。没有接过他的话，他只是好整以暇的双手环胸望着他。冉子琢磨不透他的心思，按道理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答应了这次比试，但他又一直未曾询问。而这次他是想来让他帮他的。就在他下定决心准备继续问下去时，程烨忽然向前走动了一步，他以为他猜到其中问题是要离开，便赶忙上前一步，抓住了他低垂在身侧的手掌。可以帮我吗？程烨侧眸看着他小心翼翼又瑟瑟不安的潋滟双眸时，抿起的唇角便弯了起来。他手掌一翻回，握住他的手，带着薄茧的大拇指在他细嫩的手背上轻轻搓磨。陪我走走。说着，他便觉得手臂一阵前倾的力度，让他不自觉地跟上了他的脚步。二人就这样握着手，轻轻漫步在还散着落日余晖的河边，波光粼粼的湖面反射过昏黄的夕阳。他极其紧张，手指一动不敢动，掌心冒出阵阵细汗，却又在他温暖的大手中消失殆尽。你知道的吧？未久，冉子缓缓开口，他侧眸望向他，能看到昏暗的光线将他的侧颜描绘得棱角分明。程烨转头回视，扬唇一笑，璀若寒星的双眸此刻熠熠生辉。我在等你来找我。一语落，冉子被噎了半晌，当下便气急的想要抽出手掌，却不想被他拽得更紧，一下猛拉便让他撞上了他的胸膛。说正事，除了近战，骑射我皆可教你，为何不能是近战？冉子不解，虽然他也没想过此项，毕竟身手在这，短时间提升并不容易。谁知听言程烨只是转头冷哼一声，未曾搭话。近战便不可避免的要同那些军营男子肢体接触，若真要这样，不如他亲自上。冉子哪里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于是微微捏了捏手心，歪头看他，那便射箭吧。程烨瞥视他的余光微正，随即轻哼道：那我便勉为其难。冉子失笑：好，你勉为其难。同外面一派祥和不同，此时本该寂静无人的冉子住处，一道矮小的人影悄然从营帐侧方撩起潜入。来人手捧微弱的烛火，在室内翻箱倒柜找了许久，也没找到目标之物。终于在他转身之际，他的目光落到了一处不起眼的狭小木盒之上，他缓缓向其走近，然后借着烛火的光芒在木盒旁边摸索一阵。啪嗒一声，木盒应声而开，他眼底闪过一阵狂喜，激动的手掌微微颤抖着拿起其中瓷瓶，紧接着便忙不迭地将它恢复原样，放到最初之处。
做完这一切不过转瞬，他又循着方才来时的路径潜伏出去，然后一路谨慎小跑着往距医师营越来越远的方向奔去。经过几次拐角，他终于在一个鲜少有人路过的地方停住。他目光焦灼，似乎是在等着什么人。小莲，幽灵般的女声自身后响起，被唤作小莲的女子紧捂住自己的嘴，才勉强忍住没有惊呼出声。松河，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等缓过神来，小莲眉头紧拧，将怀中的瓷瓶一股脑扔到他怀中。此刻的松河裹着厚厚的斗笠，虽未曾露出其中狰狞面孔，却依旧让小莲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觉得眼前之人似乎再也不是先前同自己交好的单纯姐妹了。多谢。他的声音低沉嘶哑，而得到回应后的小莲再也忍不住往回跑去，自然也没看到那掩盖在斗笠下阴沉可怖的面孔。第51，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今日的然子一改往常简单麻花辫的装扮，将满头青丝用一根红色丝带高束于头顶。此时的他身体微伏于马背，一手扯着缰绳，另一手持着弓箭，马匹奔跑带起的劲风将身后的发丝拉得笔直。就在此时，天空中一只飞鸟掠过，然子眼眸微眯，扯住缰绳的手放开，然后直起身子，将弓箭立于身前，细嫩的手指夹住箭于尾端，在对准片刻后将其猛地射出。可就在手指放开的那一刹那，然子忽觉手臂一阵剧痛与痉挛，咻！歪扭的箭矢划过虚空，带下阵阵割裂空气的余韵。因着方才射出最后当头的颤抖，那箭却并非想象的一般，直接击中鸟。他于半途中开始减慢速度，最终落下。倒是那鸟儿仿佛受惊了一般，扑腾两下，掉落几片羽毛。然子攥紧缰绳，停下马匹喘息片刻，神情略有些颓然，左手附上僵直，右手臂轻轻揉搓，才慢慢舒缓。他已经练了1个月了，从最初的禁止射靶，到射些活物，再到今日，如此进步速度算得上突飞猛进。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此等揠苗助长，基本功根本不稳，如今能否射中更多看运气。忽然一道厉风刮过耳际，没待他回首，便见方才没射中的那只鸟被一支凭空出现的利箭直直射中，然后便觉身后一道黑影闪过，那人便径直坐落到了他的后方。再来一次。程叶自后侧环住他的身体，下一瞬，那虚握住的弓臂便被他一同还起。然子顺着他再次抬弓，只是那耳根却有些微红。专心点。感受到身前之人的心不在焉，程叶忍不住伸手敲了下他的发顶。然子不满地想要转过头控诉，可那飘零的发丝却不经意地扫过了他的下颚。程叶被这阵撩动带着呼吸一凝，一股燥热凭空而起，他不自觉地上下滚动喉结，在他还没完全转过之时，伸手又将他头转了回去。然子，他没再给他反应的时间，一手包裹住他直弓的柔仪，另一手附上他捏起箭羽的手指，在下一只飞鸟掠过天际时，猛地将箭端对准天际。收腹沉肩，手指别捏太紧，手臂放松，将力量集中到箭羽之上。回过神的然子不再思考其他，他感受着程叶带他寻到的角度，依着他的指导调整最适合自己的姿势。看他差不多找到了感觉，程叶的手掌微松，与此同时然子指尖一放，那箭便带着比方才凌厉100倍的力量再次划破虚空，一箭直穿飞腾而过的鸟。我成功了！见此，然子忍不住惊呼出声，眼角眉梢皆染上了欣喜的笑意。闻言，程叶在他身后也弯了唇角。你最大的问题便是力量太散，若能将其集中，再加上对于飞禽的预判，射中并非难事。骑、射、近战比试中最难的便是射，因为射击比试并非单纯的射些死靶，其中更是需要射中活物，而这也对参赛者的骑术有更高的要求。所幸他骑术不差，是以并不算难以教导。然子点了点头，这才想起此时还是未时，于是开口问：你今日怎得来的这般早？寻常的现在，他应当还在教场操练才是。程叶轻挑眉峰，将他被风吹乱的头发拢到身后，微微俯身在他耳边道：一日不见思之如狂。然子只觉耳根一痒，用手肘将他向后抵去，吞吞吐吐道：你正常点。程叶最爱看他这般脸皮薄又躲不过的样子，正欲再言，却被身后一阵马蹄声引去了思绪。大人，来人正是宋清以及一些随他一同练习骑术的女子。然子听着声音，心里咯噔一跳。这片区域靠近河边，又离主营较远，是他们寻得的一块用于练习骑术的好地方。而先前的这个时辰，程叶都未来过，他也未曾觉得有何不妥。可今日，不过现下担心早已迟了。驰马前来的宋清隔得远时，本是未看清前方情形，可现在他好像看到自家大人同少将军共骑一匹马，甚至还搂在一处。这样想着，宋清一时间竟不知是进是退。与此同时，和他一同愣住的还有身后一众女子，只是较之他们的不自在，程叶这方却十分惬意。他接过然子松落的缰绳，调马转头看向后方过来的女子，眼尾上扬，语气自在：最后一个落单的，你骑马的姿势不太对。
被点到名的那名医女身子一颤，险些从马背上滑落。冉子眉头微皱，伸手拍打了一下程叶，至于他身前的手臂，有些不悦道：“你别吓人家，我在指导他。”冉子翻了个白眼：“信你个鬼！”他挣扎着要从他臂弯中脱身，而这一次他没再拦他。于是冉子从马背上跳下，向他们走去。见他这般坦然走来，宋清等人也没什么好扭捏的，便一同下了马。今日练得如何？冉子率先问道。宋清看了眼身后众人，犹豫片刻，还是面色略微沉重，对他道了实话：“大人，我们这般情况，届时能上场之人估计不过3人。”实际上他还有些愧疚，为了他们能多些人上场，邵将军甚至将身边的幕北副将派来指导他们，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方面的天赋。是以经过这1个月，能勉强算得上会骑术的也不过寥寥几人。这个回答在冉子意料之内，他宽慰一笑：“3人已经很不错了。”他本预想的还会少一些，这般结果已是不错。按照以往来说，此时他们该在此处练上半日，只是不远处邵将军投过来的目光太过灼热，让宋清愈发觉得自己来的并不是时候。冉子自然也是发现了他的局促，于是在简单交谈过后，他轻咳一声道：“你们该如何便如何，不必在意我可我们。”宋清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那方程叶扯着缰绳来回踱步，见他终于过来，嘴角弯起一抹微弧：“上来。”他向下伸手，冉子也没再客气，当下借着他的力翻身上马。今日换个地方再练吧，这尊大神在这，除了他，估计没人敢动。今日不练了。你该歇歇。说着，程叶腾出空余的一只手掌，揉了揉他的右臂。他看着他这1月来就从未放松过。冉子怔中片刻，刚想说什么，却被他打断：“带你去抓鱼。”少年义气的声音飘散在烈烈劲风之中，说出的话却莫名让人觉得放松舒朗。冉子在他身前弯了唇角，脸下的眸中泛起阵阵涟漪。幼稚。自那日程叶答应帮冉子应对试炼之后，他便派了幕北去指导骑术，而木南则去教近战搏斗。只是由于近战比试的特殊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因此整个医师营中只有季听兰一人称得上可以迎战。但季听兰与木南皆是话少之人，2人一来一回的交流也只是寥寥数语。防守，侧攻，太慢，砰！身体再次被击飞，季听兰擦了擦嘴角，缓缓爬起，随手拍了2下身上的尘土，准备再战。与他的满身狼狈不同，眼前的木南依旧一袭黑色劲装，不染半分泥泞。他并不是什么怜香惜玉之人，对于邵将军的吩咐也只是照常完成便是。饶是如此，面对这等模样的季听兰，他还是微有讶异，毕竟他从未见过如此拼命的女子。于是他开口道：“今日便到此为止。”不行！季听兰急忙出声，知道是自己太差，引起了大人的不满，可又在下一刻意识到自己可能逾了矩。平稳片刻后，他声音缓了下来：“大人，请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木南眉心微蹙，终是没再说什么。见他这样，季听兰松了口气，收手握拳，狭长的眼眸一凝，便在上前攻来。木南游刃有余地应对着他的攻击，与此同时，他发现他的身法并非杂乱无章，更像是自幼练过许久。这种练过是同冉子那种为了强健身体的功夫不同的。就在他走神的瞬间，季听兰微微勾唇，在一次巧妙的侧身后，手臂灵活地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袭向他的脖颈。木南眼眸微眯，电光火石之间，伸手扼住了他的手腕，终是问出了心中所疑：“你师承何方？”季听兰被问的一怔，收回手腕后站直答道：“属下没有师傅。”木南沉吟片刻，显然不信：“你这身功夫打法，并非寻常人自行摸索可以得来，只是你疏于练习线下，发挥不出他的全部实力。”这是季听兰第一次听到木南说这样长的话，还是在说他损了这身功夫本有的实力，当下便有些惭愧。是属下损了师傅的颜面。方才还说没有师傅，季听兰更内疚了，急得脸都有些红，并不算师傅，只是教过我些功夫，让我自保罢了。木南侧眸不语，他只当是自己的隐瞒引起了眼前人不悦，于是连忙继续道：“他只是个拳脚功夫较为厉害的屠夫，姓甚名谁？”史月。闻言，木南那万年无波的眸子闪动2下，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未曾听到了。思及此处，他又看了眼惴惴不安的季听兰，欲速则不达，你本有底子在身，明日再练。说罢，他这次没再给他开口，便转身离去。第52章，所谓试炼。2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旦夕之间便匆匆而逝。这一日，乌泱泱的一众人齐齐排列与在教场上，其气势之浩大，令从未直接接触战士军队的冉子也忍不住惊叹。此时的他带着医师营的一众医女，换上了更为干练的绛红色短打，排列其中，目光追随着高台之上的诸位将军。人声鼎沸中，程宇则上前缓缓站定，刹那间，方才还喧闹不堪的下手，此刻便全部噤声。程宇则扫视众人，目光中带着些许骄傲与自豪。
诸位同本将征战多年，参与大小战役无数，为的便是守护国土，庇佑一方平安。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我们军中儿郎的铮铮铁骨以及永争上游的试炼精神。而今日便是我们朔北军历年惯行的试炼起始之日。今年以来，比试分为骑、射、近战搏斗3项，但今年却有所不同。我军新扩医师营，而今日他们也会加入其中，并新设医术比试。此言一出，下方众人目光皆齐齐转向医师营所立之处，其中或好奇，或惊讶，亦或鄙夷，却都未曾影响冉子等人半分。程宇则神色锐森，并未在意众人目光。此番试炼，诸位将士必谨遵比试规则，不可徇私舞弊，不可拉帮结派残害同僚，违令者军法处置，可有异议？无异议，无异议。程宇则满意点头，待到声音平息后，继续道：按照惯例，单项试炼中出为3者，皆可获得相应奖励。而今年本将决议以黄金100两作为本次赏赐。黄金2字立马引得下方众人眼神一亮，他们都是些家境苦寒、不得已从军之人，何曾见过1两黄金？而今日却见自家将军以黄金100两作为赏赐，又如何不引起他们轰动？程宇则抬手示意安静，随即侧身执起一柄长弓。按照朔北军历年比试规定，在比试开始之前，皆需由大将军亲自挽弓射鹰，以振军中傲气。只是今日程宇则似乎更有意让程烨取而代之，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将长弓执起后，转交于身侧程烨，幽深的瞳孔中皆是欣慰与信任。程烨一回视着他，父子2人相顾无言，却皆明白这支箭射出的分量有多沉重。他不再犹豫，双手接过弓臂，而后翻转而上，自身后抽出一支箭羽搭在弦上，箭端瞄准半空。视下众人甚至没看清他是何时出手，只能听见咻的一声，利箭破空，射向苍穹。只是那箭在穿透目标之后，却并未直接掉落，而是带着十足的后劲再次击中第2只雄鹰，竟是一箭双雕。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众人的思绪被唤回，刹那间沸腾更甚。不愧是少将军，此等箭法案还是第一次见。冉子于人群中正然地望向高台之上的那抹玄色，此时的他早已将弓箭收回身侧，他一袭银色软猬甲，身后的战袍被风吹得鼓鼓作响。不知为何，心中一时间百感交集。可就在他愣神的当头，那人忽地转过了视线，冷峻狭长的眼尾在捕捉到他的身影时忽地扬起，他的目光越过层层人海，猝不及防地与他对上，仿佛偷腥的猫狡黠地眨了眨眼，不过瞬间又恢复如初。冉子被他逗弄得弯了唇，他敛下眼眸低笑了一声：好，好，好。程宇则一连3个好字，脸上的欣喜快要抑制不住。他拍了拍程烨的肩，扬声道：本将宣布，本次试炼正式开始，愿诸位全力以赴，拔得头筹。谨遵大将军指令，谨遵大将军指令。由于参与人数众多，4项试炼并非同时进行，而是按照近战、骑、射与医术的顺序依次展开。而医师营这方能够去参加近战比试的，只有季听兰一人。大人放心，此战属下必定全力以赴。临上场之前，季听兰神色坚毅道。冉子抿唇为他拉扯了一下衣摆，然后对上他的双眸，缓缓道：听兰，若实在不敌，便不要勉强。虽然先前听程烨说过，季听兰在木南的指导下练得不错，但面对身经百战的将士，即使并非专攻于此之人，他也十分担忧。季听兰点点头，然后便转身向场后走去。冉子目送着他的背影，待到看不见后，才离开原地去往看台之上。近战比试采取决斗制，筛选10人进入初围，而所谓决斗制，便是令参与近战比试的将士分为10组进行自由搏斗，最后未倒之人便可成功进入初围。听兰一介女子要同这样多的男子近身搏斗，真的会有胜算吗？身侧的文莲在听闻近战比试的形势之后，满脸愁容。宋清虽也十分担忧，但毕竟不可自灭斗气，便宽慰道：木南大人可是少将军身侧之人，有他亲自教导听兰，定是进步十分大的。文莲并没有被宋清安慰多少，他诺动嘴唇，最终还是没再继续开口，只能在心中暗自丧气。话虽如此，可他们被木北副将教了这些时日的骑术，有所精进的也并无几人。冉子静静听着他们的对话，并未插进去。沉默许久，他忽地抬头向那高台望去，只见程烨与程宇泽还有诸位高将遥遥远立，并未有其他动作。是了，这些比试本就是给下面将士鼓舞士气所设，他定然是不会参与的。想到此处，冉子撇了撇嘴角，心中涌起一股道不明的失落。突然前方一阵喧杂，引走了他的颓然，原来是比试即将开始。于是他不再乱想其他，将注意力全然转向比试擂台。第一组上场的人里约莫有60人，但其中并没有季听兰。冉子本是稍松一口气，可这战况惨烈程度却令人乍舌。只见一声令下，一众人便如箭离弦般开始缠斗在一起。或许是并无系统联系，大多人出手毫无章法，只是秉承着将对方打到再也站不起来的信念，持着一枪蛮力近身肉搏。砰！
离冉子最近的一名壮汉轻易将一瘦弱的小战士凌空举起扔下，溅起阵阵尘土。那小战士口吐鲜血，在那壮汉的拳头临近落下之际，使出全身力气爬向圈外。而随着一声哨响，也意味着小战士已经出局。于是那壮汉拳头方向瞬间调转，继而攻向身侧其他人。这一幕不过是转瞬之间，却足以让冉子心惊胆战。他的背后瞬间附上一层冷汗。若是听兰那组也是这般。忽然攥紧的拳头被人缚住，冉子侧眸发现程叶不知何时坐到了他身侧。由于此时众人的注意皆在比试场上，而他又是寻的一处较为人少偏僻之地，是以这方动作一时间竟是无人注意到。你怎么来了？他不自在的想要抽回手臂，却不想被他握得更紧。别担心。他将他的掌心慢慢掰开，然后同他十指相扣，轻轻对他笑道：相信你的副将，也相信我的副将。第53章。直到看到季听兰上场后，冉子才明白，程叶并不是在随意宽慰他。在这混乱决斗的擂台之上，所有人的眼中都只有自己周边的敌手，能做到理智尚存之人少之又少。而季听兰虽与一师营的女子之中比起来稍显高挑，但和纵横沙场的男子站在一处时，却算得上矮小了。只见他凭借着自己身形的优势，在混战人群中辗转的游刃有余。但凡有人向他攻来，季听兰也是防守更多，然后再灵活闪躲，将其目光引至其他人身上。就这样来回数次，在场上淘汰大半人数之后，季听兰竟都未挂彩多少。看着这般场景，冉子提着的一颗心缓缓放了下来。感受到他手臂的放松，程叶随意把玩着他的手指，轻言道：这种淘汰式决斗，若非体格十分出众，单靠一身蛮力作用不大。见他这般无所顾忌的模样，冉子眉头微拧，挣扎两下也没将手掌抽出，随即伸出另一只空闲的手要去拍他，却不想两只手腕被他一同握住。当心被人看见。说着，冉子瞪了他一眼，这才注意到他此时前来换下了那身夺目的银色甲胄，取而代之的是一身不那么显眼的常服。可尽管如此，他这般举动也难逃周近之人的视线。程叶扬唇将人扯近了些，他们不敢。若要说被人看见，早在他过来时便一览无余，只是谁也不会蠢到直勾勾的去触邵将军的眼刀。而前方不远处，刚刚还偶尔搭话聊天的文莲和宋清早就僵硬了许久，身后的动静他们听得分明。虽心下十分好奇自家大人和邵将军为何这般亲密，但惜命的本能让他们更多感到的是惶恐和不安。他的身体同他隔得极近，自知说不过他。冉子耳根染上不自然的红晕，你这样像个登徒浪子。谁知他听言笑得更加肆意，多谢夸奖。冉子，这算是什么好词？就在他们交谈的间隙，此时的擂台上已然只剩下了10余人，大家都已到了十分疲惫的阶段。而方才未曾使用全力保存体力的季听兰便显现出了他的优势。他不再一味的防守，而是开始间断性进攻，闪避、侧身、翻转、回旋，动作之间的衔接未有丝毫拖泥带水。线下的季听兰更像一位伺机已久的猎手，开始不断对准眼前目标的脆弱点进行攻击。冉子看着他身手敏捷且运经成风，心中担忧减少之余，也忍不住诧异惊叹。先前季听兰同他说只是练过些皮毛功夫，简直太过谦逊了。若得空闲，必要让木南指导我一二。听到他的感叹，程叶轻哼道：季听兰师承不弱，稍加点通便是日新月异，但就你这般功底，饶是我来教你几年也不会精进如此，还想指望木南？哼！冉子抿唇一阵无语，然后趁他不注意，大力抽出手腕，往旁边坐了点。程叶见他恼了，顿时收了嬉笑之言，同样往那方挪了挪，试探的转移话题：你就不想知道他师承何处吗？冉子凉凉的瞥了他一眼，冷笑道：我这等孱弱功底，知晓又有何用？明白他是在反讽他刚刚的话，程叶身子前倾，双手支撑在下巴上，歪头看他，眉眼含笑：知晓了你便知道，赶不上也并不算丢人。冉子，算了。程叶，他不是在宽慰他吗？忽然擂台上一阵轰动，冉子定睛不再转移，此刻那之上只剩下了季听兰与另一身形高大的男子。那男子光裸着上半身，能清晰地看见那充满蓬勃力量的双臂肌肉，与之对比起来，对面的女子倒是显得十分弱小了。而经过一番搏斗，季听兰的发丝也凌乱了些许，她抬手随意擦了把脸，细长的眼眸微眯，目光沉稳且镇定。但她对面的男子显然没有她这般心情，不过是个女人，她还能怕了不成？这样想着，他讥讽一笑，然后活动手腕，对他挑衅的招手。季听兰也没客气什么，当下主动攻上前去。而也就是这短短的一次交锋，那男子忽然感受到了自己的轻敌，不过几个来回他便出了弱势。季听兰凭借身子的灵巧，将他绕得团团转，竟在半空中留下道道残影。不远处围观的木南见此，一贯紧抿的唇都弯了抹淡淡的弧度，以至于身旁的木北差点以为自己瞎了。砰的一声，季听兰借助一个极为巧妙的角度，以4两拨千斤之势将其击出圈外，
与此同时，场外欢呼声顿起。我宣布，第二组比试入选出围者为……噗！只是没待最终裁判声说完，季听兰忽地拧紧眉头，双手抓紧胸口衣衫，一口鲜血猛地喷出，尽洒于地面。那方冉子欢喜的笑意，甚至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便凝固在了嘴角。听兰身体比思绪更快，他立马冲向擂台，伸手搭上了季听兰的脉搏，脉象紊乱，嘴唇开始发紫，是中毒之兆。得到这一认知的冉子不再犹豫，他将不省人事的季听兰一只胳膊搭在肩上，而后续围来的宋清和文莲也帮衬着，想要将人抬走。我来。就在此时，木南忽然凌空而降，冉子面色凝重的点了点头，知晓他来更节省时间，而后放开人，跟着抱着季听兰的他一同疾步驰向医师营。经过细细问诊，冉子发现季听兰此番中是一种名为白葵的毒药，中此毒者会在1个时辰内导致内息紊乱，毒发时虽极为害人，却并不致命，若调理的好半月便可恢复如初。冉子为昏迷不醒的季听兰喂过药后拉好薄被，然后起身向外走去。就在他掀开帐帘的同时，在外等候许久的宋清、文莲等人立马围上前来。大人，听兰姐如何了？冉子暗自叹了口气，努力朝他们挤出一抹笑意，不算十分猛烈的剧毒，只是需要时间调养，并无大碍。他说的隐晦，但在场众人神色更加凝重了。在此关头，对季听兰下这种毒的人，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另一方的程烨则在出事的第一时间便控制了所有人，但凡是今日在场者，不论参与比试与否，皆不可擅自离开。只是这人数众多，一一排查起来十分困难。正所谓杀人诛心，在抓了几个可疑之人当众行刑之后，便立马有人招架不住的说出了自己当日所见的鬼鬼祟祟之人。况且没人希望自己被平白无故的冤枉，而程烨又紧接着放出了提供重要线索者重重悬赏之言，于是不过半日便将目标锁定到了10几人身上。许是过于惧怕程烨那残酷又狠辣的逼问手段，还没待他细审幕后之人，便有人在狱中咬舌自尽了。哪个赢的？此时的程烨面色阴沉可怖，询问的声音如坠冰窖。回少将军是今年新征入伍的将士，还未划分归属。幕北在下方答。闻言，程烨冷笑一声，倒真是思虑周全，但他差不多也能知道是谁在背后从中作梗。不过不急，他有的是时间让那人自己滚出来。木南何在？近几日都未曾见到人影。幕北表情一僵，不自在道：木南他死在外面了。幕北讪讪道：这倒不是，就是他去参加了第10组近战比试，还把人全锤爆了。只是为了防止一些武功极高的将领钻了比试奖赏的空子，年年出围，让下方小将无法出头，因此军中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便是像他们这般级别的将领不可参与这场试炼。许久未得到回复的幕北有些不安，要不让属下去将他带回？程烨眼皮掀起，懒散地看了他一眼，打断他：不必。本以为会得到训斥的幕北愣了一瞬，继而听着他继续道：左右罚几十棍子，他受得起。这白葵之毒会在前3日让人意识不清，只是即便在这般情况之下，季听兰还是始终惦念着那场比试，甚至于在临近决赛之际还偷跑了出去。冉子见过他为了比试拼命练习的模样，自然明白他心中执念多深，只是他的身体根本无法承载更强的动作，更别说是和别人近身搏斗。于是无奈之下，他暗自给季听兰的药中加了些催眠之物，不论他醒来是否会怪他，冉子都必须这样做。只是祸不单行，就在季听兰因着身体原因缺席了近战决赛后，奇数比试中医师营排出的3名女子，甚至连入围线都未曾摸到。3项比试，2项失利，一时间整个医师营都笼罩着低沉且颓丧的气息。大人，对不起，是我们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宋清低垂着头，眼眶微红。紫月连缰绳都能甩掉，这如何能跑得过那些人？忽然下座一女子愤愤出声，被唤作紫月的女子本是小声哽咽，在听到这句话后眼睛更红了，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般不停掉落。尤小莲，你行你上啊！在旁静默许久的文莲忍不住呵斥出声。尤小莲白眼一翻，我本来说的就是实话，你这人简直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去啊！早就说过，这种比试我们胜算不大，还非得……够了！冉子低声打断下方的争论，目光凌厉扫过众人。尤小莲被他的眼神害住，于是诺动2下嘴唇，将没说完的话咽回了肚子里。明日还有最后一项，我们还有希望。只是他这话并没起到多少安抚作用，毕竟这射箭比试只有他一人参与，且经过了这些10日的打击，大家对此胜算并未抱太大期望。好了，大家都累了，今日便到这里，散了吧。下方众女子闻言相互看了一眼，然后道了声告退，便离开了营帐。待到众人离去之后，冉子才收起脸色所剩无几的笑意，十分疲累地揉了揉太阳穴。他熄灭烛火，然后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却在昏暗间被猝不及防地拉入一个温暖的怀抱。即使输了，军中也不会有人质疑你们的存在。来人的声音低沉，在幽暗的环境中拉扯出丝丝魅惑。这次的冉子没再挣扎，他伸手环抱住他，在他身体僵硬的瞬间，将头埋入他的胸膛，属于他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他蓦地倍感心安。就这样沉默了许久，冉子闭了闭眼睛，缓缓道：“谢谢，但我会全力以赴。”程夜隐匿暗中的瑞森眼眸一闪，对于他的道谢很是不满，但却并未表露分毫。他轻嗯一声，将人搂得更紧了些，下颚抵在他的发顶缓缓磨蹭，最终无言。第54章，射箭比试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射镜靶，每人10箭，以总环数从高到低筛选50人，若有并列者，则让并列者加试10箭，直至分出胜负为止。第二阶段则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将靶子的距离由50米延长为100米，其他规则不变，总环数由高到低筛选出10人进入最终决赛，以定出围。第三阶段便是比试决胜出围之人，每人依旧10支箭雨，只是这一次的目标却不再是静物，而是飞禽走兽等一切活物。在此阶段，10名进入决赛的将士均会配马1匹，射击范围由教场转移至朔北军营旁的丛林猎场，最终出围者凭借所猎猎物计算分值，其中猎物狩猎难度越大，则得分越高。是以，在只有10支箭的情况下，大多人会选择将行动最为灵活的飞禽或者凶残的猛兽作为目标，以此将最少的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而这一切对从前的冉子来说，第一阶段的50米靶估计都射不中，但经过程夜这2月的指导，再加上他自己决心极胜，线下通过1、2阶段的比试并不算什么难事。但也正是因为他的锋芒毕露，总会让有些人快要按耐不住，竟然真让他进了入围决赛。曹睿哲一掌猛地拍向桌案，下手众人皆不敢抬目而视。参将大人，这射箭比试特殊，前2场中我们的人皆无法进那女人的身，况且他在少将军那处地位不一般，确实不能和对付季听兰一样。蠢货，你们还敢提季听兰？听言，曹睿哲的眼神愈发阴鸷，他腿一抬，便踹向前方趴在地上之人的心窝。那人脸色瞬间煞白，被踹着在地上滚了几圈，最终也不敢再次搭话。曹睿哲俯视众人的眼神中燃烧着熊熊火焰。这群废物当初在解决季听兰那个隐患时，差点暴露了他的幕后身份，若不是当初留了个心眼派的，是个无所从属的新兵，程夜便可借此证据来定他的罪。而先前他就打听过，在这女人来军营之初，程夜便带他去过教场，那时的他分明就是个柔柔弱弱且根本不会使劲的臭丫头，怎得过了几个月便能到如此地步？曹睿哲双手拢在袖中，不停在室内来回踱步，他绝对不能让这黄毛丫头真出了围，届时打的便是他的脸了。吩咐下去，今日下午的出围比试，寻着机会便。说着，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下面跪着的下属见此背后一凉，踌躇道：“可是大人，此番进入决赛之人并无新兵营的将士，若我们的人直接动手，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本将要你们何用？”又是轰的一声，桌案应声而碎。下方众人再不敢多言。是，属下等领命。另一边，因着冉子的接连取胜，也让原本意志消沉的诸位医女重新点燃了希望。也就是说，大人若能在这10人之中位列前3，便可出围。若大人出了围，便不必卸任了。我就说一定会柳暗花明吧。只是相较于他们的乐观，冉子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实力，若要应对接下来的入围之战并不容易。静物倒也罢了，去射移动活物所考验的方面则要复杂得多。大人留步！就在冉子挎着弓箭向马厩走去时，身后忽然有人叫住了他。来人正是宋清。见他转过身停下脚步，宋清急忙赶上前去：“大人，您今日一定要当心。”冉子目光微沉：“怎么说？”宋清抿唇道：“昨日的骑术比试，其实我们不该输的那样惨，因为后来属下发现，属下等配用的马匹似乎早就在前几日便下了药，虽不至于让我等出事，却也影响骑术比试。”说着，他又苦笑一声：“昨日未言，主要是您也知道，昨日大家都……”剩下的话他没有说完，他相信冉子能明白，在那等丧气的当头，若再说出有人蓄意谋害之言论，必然更加人心惶惶。我知道了。冉子莞尔，然后对他扬了扬弓：“等我回来。”宋清目送着他那被绛红劲装勾勒窈窕的身姿，担忧的视线始终没有收回来。而那方冉子在转过身之后，原本扬起的唇角瞬间抿成一条直线，甚少波动的眸子开始泛起森森寒意，简直欺人太甚了。为了防止有人舞弊，出围决赛的每一支箭上都有专属暗号。冉子到出发起始点后，接过10支箭雨放于身后箭囊，然后翻身上马。他目光随意掠过身侧同行的其他9人，只是他们皆面色如常，并看不出什么端倪。随着比试的一声令下，冉子收回视线，手腕缠紧缰绳，另一手扬鞭而起。驾！他将速度放得并不快，毕竟这不是单纯的骑术比试，他不需要跑在最前面，
且这场比试时间限制为1个时辰，众人先后进入丛林猎场，似乎都没有要跟随他的意思。于是，在看到他们消失在视线内后，冉子立马勒紧缰绳，将马调转了个方向，朝相反的林中更深处寻去。程叶曾同他说过，这种比试的参与者因为不是专门的弓箭手，导致他们的准头不足，力量却极盛，因此大多会去猎些猛兽以增加比分。但这场比赛不允许使用任何除了弓箭之外的武器，是以要想猎杀一只猛兽，用一支箭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就往年来看，通常一人猎得一只野熊或者猛虎，便足以拔得头筹。冉子若直接去走这般路子，同他们硬碰硬，自然是得不到什么好处。且力量这种东西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所以在这2月之间，程叶一直在教他如何以最少的力度发挥最大的作用。既然力量气力不够，那便数量来凑，足够多的灵活飞禽也足以比过一只凶兽的猎杀难度。忽然冉子思绪收回，眸光一凝，注意力全然对聚到了不远处树杈之间的鸟。那是一只麻雀，是射猎难度中较大的一类。他扯动缰绳，缓缓慢下步子，然后纤细的手指缓缓抽出身后的箭羽，搭在弦上，屏住呼吸。这么久以来，程叶在他身后手把手教他的模样，开始和自己手中的弓箭重合。咻！箭破虚空，带下了几片落叶，以及夹杂在其中的猎物。冉子面色一喜，第一箭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翻身下马，上前捡起那还不如他手掌大的麻雀，往马背上的狩猎袋中扔去。而后第2箭、第3箭皆同方才一般顺遂，只是到了第4箭时，他的手臂倏地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与此同时，本该稳稳射出的箭在空中拧出了极大的偏差，重重击中那粗壮的树干，惊起满树飞鸟。弓箭从指尖滑落至地面，冉子用左手死死地摁住右臂，下唇紧咬，印出圈圈红痕。竟然在这个时候又开始痉挛了。他缓缓地吸气又呼气，尽量让自己快速平静下来。在几番揉搓后，感觉到手臂稍稍舒缓，他才俯身捡起弓臂。只是在他站直身体的瞬间，耳中忽然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终于按耐不住了吗？冉子勾唇冷笑，动作却未停下。他神色如常地骑上马，继续往更深处走去。高台之上的程叶在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视野之中后，便对周围事物失去了兴趣。他拧着眉，把玩着手中匕首，分明对自己教授与他的剑术颇有信心，但这一阵坐立不安又是为何？以往试炼也没见你这般场场皆在。程宇则看着百无聊赖的他，忍不住眉峰上扬。被戳中心思的程叶怔了一瞬，随即眼尾一挑，状似无意道：“光看些男人有什么意思？”只是他这从容还未维持多久，便被急忙闯来的慕北打破。慕北俯身在程叶耳边低语了什么，便引得他面色大变，匕首瞬间收回袖中，然后起身拿起挂在一侧的弓箭，就要向外走。程叶。与此同时，程宇则起身拽住他的臂膀，神色十分不悦。程叶自然知道他在恼怒什么，义父放心，儿子不会破坏试炼秩序，只是有人借此行不轨之事，其心可诛。闻言，程宇则紧拧的眉心微微松开，务必将人活着带回来审讯。明白。那人一路尾随着冉子，却一直没有动作。冉子也十分悠闲地骑着马，在丛林中陪着他转圈，只是那方向却是往外围走去，以防不敌时能更快地跑路。经过一番休息，他的手臂已经差不多恢复如常，虽然后面几箭还是失误了几次，但总的算下来，他已经猎下了5只麻雀，其分值已经算得上一只成年猛虎了。所以现在只需要再多猎一只，出围的机会便是10拿9稳。这样想着，他再次伸手向后摸去，可就是这一摸，他才发现整个箭囊中只剩下了一只箭矢。冉子心中咯噔一跳，没等他暗叫不好，突然余光瞥见不远处的树丫上一只屹立休憩的麻雀。他暗自咬牙，一只就一只吧，能射中就行。弓再次被拉满，他目光凝视着那方的猎物，却骤然间感受到一道极为凌厉的杀气自不远处腾空而起。手指微松间，他下意识侧眸，发现一男子正将箭端对准他，只是手中的剑已在弦上，身体已经给他做出了最本能的反应。第55。冉子红唇轻抿，电光火石之间便做好了决定。他没有躲，随即手指一松，箭矢离弦，而那方向正是那只麻雀。与此同时，他认命般的合上了双眼。中一箭应该还死不了，但少这只鸟他更想死。他在心中如是安慰自己，只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冉子听到那木质的剑身似乎被一道更为锋利的东西劈开，碎裂之声骤然响起，近在咫尺。木屑翻飞着划过他的脸颊，他鸦语轻颤，缓缓抬眸，便见那本想置他于死地的男子被一众守卫将士按倒捆绑在地。而在不远处，程叶正一袭黑袍直立于马背，双手还保持着佯攻的模样。他眼底骤然而起的寒意，似乎要将这一片丛林凝聚成冰。可那瞳仁最深处，却又在见到他的那一刻涌出股股炙热。不过堪堪对视一眼，冉子便觉得那眸光中的火焰仿佛要将他的心底灼烧出一片难以见底的深渊。想到这里，他胸口猛地一跳，他这次当真是生气了。
这场比试最终以冉子作为第一处为结束，这一结果在他意料之外，却又实属情理之中。因此，相比于其他人的兴奋，冉子此刻的欣喜感并没有想象中多。他现在更在乎的是这意图谋害他的人兽何人指使。其实这人他大约也能猜到是谁，只是空口无凭。若能一举定罪，或许才是他们日后安宁的根本。审讯室中，幽暗的烛火颤巍而动。大将军，他还是一口咬定是他个人嫉恨冉大人，在初为比试中见他狩猎良多，以至于生了杀心。下人毕恭毕敬地向程宇泽汇报。程宇泽对朔北军管辖向来极其严苛，而这一次竟然在这等重要的比试中出现残害同僚之事，这已经严重触及到了他的逆鳞。是以这一次的审讯由军中两帅直接参与。若本将没记错，这是曹参将营中第二次出现这等图谋不轨之人了吧？许久未言的程烨似笑非笑的单手支着下巴，看向刚刚被带来的曹瑞哲。是末将管教下属不严，前几日便发现这贼人在营中散布些不妥言论，末将本以为处罚过后他会有所收敛，可谁曾想今日竟然出了这等差错，如此大罪，末将自请受罚。谁知曹瑞哲并无半分异样，一脸悲痛的神情，仿佛真的在为自己管教不严而忏悔。冉子作为此番的受害者，静默地站在后方，看着眼前一切，目光触及那被鞭笞到血肉模糊的人时，眼底并未有丝毫怜悯。在听到曹瑞哲义正言辞的请罪之后，暗自冷笑。他的这一番言论表面似乎真的在为自己的失职懊恼，实则却是把自个儿从这残害同僚的罪责中摘得一干二净。毕竟失职之罪可是要轻上许多，而这曹瑞哲又位阶参将，就算种种行为皆在说明他与此事脱不了干系，但没有真凭实据，单凭一些无厘头的猜想便压下去拷问，定会寒了军中其他将领的心。可程烨却偏偏不走那寻常之路，他换了个姿势，长臂搭在椅背上，视线漫不经心地扫过曹瑞哲，凉薄的唇中吐出冰冷的几个字：来人，绑上。闻言，曹瑞哲脸色猛地一变，他挣扎着躲避周围上来拉扯他的人，惊恐地大声叫道：末将并未参与这残害同僚之事，少将军这是何意？而程烨这番举动同时也引得程宇泽微微蹙眉，只是没待他出口制止，程烨便已经给出了理由。只见他沈笑一声，神情有些莫名，方才不是曹参将自己说的自请受罚，怎么这就忘了？曹瑞哲面色如土，哽咽半晌也没找到自己的声音，直至身体被迫压上刑架，才反应过来眼前之人是真的要现在就处决自己。少将军，末将以为当务之急应是处置这残害同僚之人，可按曹参将所说，这残害同僚之人已然处决完毕了。程烨挑眉，随意扫了眼曹瑞哲身侧那气息聊胜于无的人影，所以也该轮到这失职之罪了吧？说着，程烨眼神一凝，接到示意的施行之人立马扬鞭而上。啊！曹瑞哲被打得面色一白，后槽牙紧咬。他能来这军中，多半是仰仗了自己作为曹相远房侄子的身份，哪里受过这等对待？只是施行之人才不会考虑如此多关系。此时在大将军和少将军眼皮子底下，自然是他们的命令最大。20鞭施完，程烨手指微抬，那半死不活的曹瑞哲便被一把从刑架上扔了下来。看着奄奄一息的他，程烨凉薄的眸中尽是嘲弄。念及曹参将这管制不当之人未曾铸成大错，本将今日便放你一马。只是这军中大小将领或多或少都受过比这更严重的伤，曹参将这不过受了20鞭，就一副行将就木的模样，着实有损我军颜面。挨了打的曹瑞哲还未缓过神来，就又被他一通帽子胡乱戴上，胸腔的一口老血差点没有当场呕出来。只是现下他还是得表现得谦卑。少将军教训的是，末将日后定勤加练习。冉子在后面看着曹瑞哲一口牙齿几欲咬碎，却不得不受着程烨的百般逼迫，原本因为找不出确凿证据而沉着的脸忽然就轻笑了一下。这声音本是不大的，但在这忽然静下来的当头却显得格外突兀。程烨泛寒的眼眸闻声扫过来，还没找你算账呢。冉子立马正色，在他瑞森的注视下从后方走到前面，然后在曹瑞哲身侧端正跪下行了个大礼。属下斗胆一言，还请少将军择日再罚曹参将。痛得浑身冷汗的曹瑞哲，这女人在说什么？罚都罚完了不是？程烨好整以暇地望着他，他倒是要看看他又想玩什么花样。怎么说？冉子神情凝重，似是下了极大决心，才缓缓开口：少将军有所不知，曹参将早在大将军面前做了为医术比试试毒的决议，这明日便是比试之日，若今日将参将大人打至重伤昏迷，这比试怕是不好继续下去。程宇则深邃的阴眸淡淡瞥过下手艺正言辞的冉子，半晌点头，确实如此。心梗难耐的曹瑞哲，程烨惊诧挑眉，竟有这等事，义父似乎从未同我讲过。下面敛着眼眸的冉子嘴角微抽，可真能装。大将军、少将军，末将这般模样，若再是要，恐怕会给参与比试之人造成极大困难，以至于结果不甚准确。不如曹参将此言差矣。
没等曹瑞哲挣扎着说完，冉子立马打断了他。恰好正是参将大人这般伤不损命的状况，才更能还原那些刚从战场上受了伤又中了毒的士兵原样。程烨了然点头，既然如此，还是以比试为重。程宇则目光从冉子再转到程烨身上，那被岁月染上了些沧桑的瞳孔几经流转，最终敛下眸中万丈寒星。忽地他起了身，身后衣袍随着走动而摆开。现下真相既已查明，其他便按规矩行事吧。他意思便是此事全权交由程烨处置了。程烨自然明白，义父放心。说着，他抬眸与程宇则微侧的目光相对，二人视线交织，其中深意不言而喻。于是程宇则最后看了他一眼，便挥手示意一众亲卫离去。所不过这小子手段多，那还要他操劳神子心？趴在地上的曹瑞哲此时还属于蒙圈状态，他先前只以为是这后头还有其他手段等着他，可没曾想大将军竟然就这样离开了。就在他暗自松了口气的同时，另一边的冉子从怀中摸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瓷瓶，双手递上。这里装着的便是明日比试所需要试的毒，还请少将军派人将此毒涂抹至曹参将身上，以免耽搁明日比试。曹瑞哲虽然已在心底将冉子骂了千百遍，但他在军营摸爬打滚多年，能屈能伸这一道理自然是十分明白。于是没待程烨应答，他自己便跪正了身体，磕了个响头。我军将士受伤之后，所处环境也十分艰险，是以末将自请在试过毒后，再在刑堂牢狱中住上一晚，以便还原最真实的治伤条件，还望少将军允准。他的一番陈词不仅慷慨激昂，又大义凛然，俨然一副为君为民的正直模样，让在旁边听完全部的冉子差点没起身给他鼓个掌。程烨唇角弯起一抹微弧，眼底情绪不明。准了。头埋在臂弯中的曹瑞哲得到许可后，眼底的精锐一闪而过。无论怎么说，他手中还有最后一张底牌，不过就是线下受了些苦头，若能以此挽回名声，又如何愁没有风水轮流转的一天？然后曹瑞哲被程烨的人压了下去，程宇则的亲卫也早已跟随离开，一场风波暂时平息。此时的审讯室内只留有冉子和程烨两人。他见他依旧坐在位上，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忍不住抬头望了他一眼。只是不过就看了这一眼，冉子便觉得自己仿佛要被他的视线灼烧殆尽，他完全摸不清现在的他究竟是何态度。若要说他气恼于他，方才又并没有戳破他的伪装，可若说他没有生气，那眼底极力压制的巨大风暴却是无论如何都忽略不掉。思索许久，他讪讪着试探开口：今日我没有给你丢人。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程烨心底的火气便蹭蹭上涨。只要一想起今日赶去时他那要鸟不要命的模样，既是心惊更是后怕。而他现在却还在说没给他丢人，他在意的是这个。他似笑非笑：你确实天赋异禀。见他神色似乎有缓解的趋势，冉子只当他找准了方向，当下继续道：此番我便是按着你说的，没有同那些人去硬拼蛮力，寻了些技巧，虽然中途有些失误，但是最后一剑却挽回了。够了！桌案应声碎裂，带着内力的余波让冉子身体不自主地向后倒去，脸上的笑意甚至还未来得及收回，便完全凝住。他双手向后撑地，眸光潋滟泛波，瞳孔之中的茫然慢慢晕散开来，似是被他突如其来的暴喝吓到了，氤氲水色染上了眼角眉梢。只此一眼，程烨的心便被揪痛了。他有些后悔自己的气未曾控制住，可方才眼前之人的无畏却更让他气愤。一场比试而已，输了便输了，他难道真的保不住他吗？程烨，他的声音不再是刚刚的清冽自信，而是带着因惧怕产生的颤音。程烨听着他唤自己的名字，身体猛地一怔，掌心早已攥紧成拳。他极力撇开目光，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平静：今日你累了，回去休息吧。说完，他便逃一般的起身想要离开，可却不想衣摆被人向下揪住。我做错了什么吗？晶莹的水珠银聚上他的瞳仁，冉子向下扯着他的衣物，又轻轻问了一句：程烨，我赢了你不开心吗？伴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落下，他悬挂在眼帘的泪珠也应声而落。我没有。前面两项比试均是意外连连，他们都害怕极了，只有我赢了，我们的存在才会光明正大，而不是宛若贼子一般，明明做着救人之事，却还要被人百般构陷猜忌，还有污蔑。我说过你是军中少将，你有你的责任和使命，我怕呀，我怎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后面的话冉子已经哽咽到完全无法再言。此时的他思绪紊乱，长时间紧绷的弦终于在这一刻全然崩盘，抓住他衣摆的手缓缓滑落，他颓然地瘫坐在地，双手捂住脸颊，可那泪水却依旧能从他的指缝滑落。他的话语虽零零碎碎，可程烨却听懂了。看着眼前泣不成声的女子，他只觉一整个心脏仿佛一只大掌握住，让他窒息到喘不过气来。他竟不知他这小小的身躯里藏着这么多的顾忌考虑，所以从前的一次次拒他于千里之外，都是在为他忧心吗？真是个傻姑娘啊！
程叶转过身子，单膝跪地，手肘撑在膝盖上，慢慢拉开他的手腕，然后另一只手捧起他的脸，轻轻开拭他面颊的泪痕，瞳孔中早已成了满是凉夜的温柔。傻。然后在他泪眼婆娑间，他吻上了他的唇。冉子被他忽如其来的吻惊得不知所措，他双手微曲成拳抵着他坚实的胸膛，一时间竟然忘了挣扎。程叶初时不过浅浅的试探着吮过他的唇瓣，然后他单手捏起他的下巴，微凉的舌尖在他红唇惊愕微张时灵巧舔舐钻入，细细的缠绕着他妈撒。他微合的眸子将他瞳孔中的惊慌与正神尽收眼底。此时他脸色因着呼吸不畅憋得通红，卷曲的睫毛不停颤抖，甚至还抖落了些方才挂在边缘的晶莹泪珠，而这反应却更加刺激了他的神经。片刻后，他与他稍稍拉开了距离，然后用额头抵着他的额头，二人的气息在幽闭的空间中疯狂缠绕。未久，程叶薄唇微勾，低笑的声线中蕴含着禁忌与引诱。喘气，他的呼吸炙热又滚烫，染上暗色的一双桃花眼渲染着致命的蛊惑。冉子愣愣地跟随着他的声音，缓缓合上了双眼。他此刻的思绪已然混沌不堪，感受到他的乖巧顺从，程叶胸口的血气悸动终是冲破了理智与克制。他长臂一把拦过他纤细的腰身，不复方才的温柔厮磨，现在的他强硬地撬开他的唇齿，开始疯狂摄取着他口齿中每一个角落的气息。冉子只觉自己身处云端，他被他摁在怀中快要融化，身体仿佛泥塑一般提不上半分力气。就在他感觉到快要喘不过气时，他的吻开始从唇滑向脸颊，又至眼帘吻过他的泪痕，最后顿于额间。程叶眼底情欲未散，他垂眸看着他，瘫软在他怀中，眸光里还有星星点点的迷茫媚色。忽然喉间一紧，心知再继续下去，那股陌生又熟悉的蠢蠢欲动定是难以自制。于是在几经平复后，他缓缓开了口：阿紫比什么都重要，知道吗？冉子眼梢氤氲泛红，朦胧飘远的思绪在听到这句话时逐渐回笼。他微咬着下唇，眼睫轻抖，原本吸下的泪意再次涌上眼眶。程叶见他眼尾又开始泛红，一对剑眉再次拧起，揽住他细腰的手掌微微握拳，一时间竟有些惘之所措。又想到方才他冲动所导致的后果，程叶唯恐自己线下多说一句又引得他伤心。而就在他心中踌躇难定之际，他倏地听到他带着哑意的低吟：知道了。那微弱声线小到他以为是自己幻听，只是下一瞬，他却骤然伸手抱住了他那被黑色劲装勾勒出的精壮腰身，头埋在他胸口，又闷声重复了一遍：我知道了。幕北发现自家少将军今夜十分反常，神情与方才在审讯时的肃杀模样判若两人也就罢了，回了营帐二话不说，竟还泡了个冷水澡，又把他们扯出来晒月亮，现下竟还笑得如此诡异。难道是因为今日冉大人出了围？不对，下午那谋害冉大人的真正罪魁祸首碍于证据不足无法定罪时，少将军那一副要吃人的面色，分明就是实打实的不高兴。若女子父母皆亡，想要提亲该当如何？那方已在数刹之间回想许久的程叶蓦地发声，而暗自揣测良久的幕北差点没从树上摔下去。木南好心在他身后提了一把，或许可寻其兄长叔父。程叶将手臂枕于脑后，目光透过树叶缝隙凝视月色良久，听着木南的回答，皱了皱眉。兄长叔父？据他所知，他并没有兄长，至于叔父之类的约莫，也在那场抄家中被波及不少。现在若要找寻，恐怕十分困难，且就算找到，大约也都不愿接受他这罪臣之女。他倒是不介意来接应的，只是他应该是不想如此。弟弟倒是有一个，他甚至还有些印象，只是远在淮南不说，又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想到这里，他心中倏地一紧，手中把玩的树枝啪的一声被折断。这一顺下来，他才明白，他其实一直在承受着他比想象更甚的压力。众叛亲离，又身处囹圄，但却从不自暴自弃，还在明明有机会让他帮衬时，几次三番的偏要靠自己。倔强。思及此处，程叶忽的轻笑一声，衣袂纷飞间，他从树上一跃而下，皎洁的月光肆意倾洒，将他负手渐离的背影蒙上一层银灰。没有家人在侧又如何？若他愿意，天地为证也是不错。回营。是。冉子回到医师营的时候，一众医女正欲散去，在见到不远处行来的他时，又立马止住了脚步。大人回来了！不知是谁兴奋地叫了一声，一众人的目光全然射向了他这处。他们听闻大人受袭前去配合审讯，本以为今夜是等不到了，而此刻见着他回来，大家眼里都洋溢着惊喜。冉子调整了一下表情，正欲开口，却看到了为首宋清欲言又止的脸色，只是当下却并没在意那么多。他清了清嗓子，正色道：今日已经处决了那偷袭的贼人，而我们也依照约定出了围，大家日后可不必担忧再有人寻我们的麻烦了。预想的回应没有响起，冉子抬眸疑惑扫视过去，只见那跟着宋清一起来的人现下都成了那副奇怪神情，甚至还有的红了脸。你们怎么了？
可就在这话刚问出口，冉子便发觉了不妥。方才和程烨他脑子分杂不清的，竟然忘了先收拾好自己的仪容再回来。此时的他发丝微乱，眼皮有些肿胀，嘴唇还泛着红晕，大家都不算未经人事的少女，自然一眼便看出来了一些不对劲。而且之前便时常见到少将军同自家大人在一起，这其中关联不言而喻。不过看着自家大人如今这般模样，可少将军果然气血方刚。意识到他们心中都在猜测些什么，饶是一贯镇定自若的冉子此刻也有些无措，好不容易凉下去的脸颊又隐隐开始灼烧，这地方是一刻钟都待不下去了。今日不早了，大家自行散去吧。他僵硬地将垂于眼前的发丝撩到耳后，说完这句话便逃一般的离开了现场。可这身后似乎还有揶揄的笑声隐隐传来，我就说少将军定是喜欢我们家大人，明明是我先说的。好你们两个马后炮，我之前提的时候你们还说我疑神疑鬼，丢死人了，都怪他。冉子暗自咬牙。翌日，虽然今日比试并不让医师营的人参与，但前3项有了初为之人后，大家的底气明显足了起来。而且那曹瑞哲还是导致他们被推至风口浪尖的重要人物，又听说昨日受了刑且试了毒，是以一众医女皆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十分想去围观这历史时刻。同之前的3项有确切规则的比试不同，这医术比试本就特殊，还只有一位试毒之人，所以便设置为谁能成功解毒便算赢得比试。只是军中会医术且能解毒之人并就少，于是今日这比试除了来自医师营的旁观者，现场竟然没几个会解毒的。曹瑞哲满身伤痛又气血不足的惨白着脸，被一群人看着，心下的屈辱一道胜过一道。他感觉自己像个猴子，可他却什么都不能说。程烨作为今日的主判官，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目光越过众人，看向隐匿其中的冉子，眉峰一挑。怎么说？冉子眸光微闪，随即向那躺着半死不活的人努了努嘴。你看着办。程烨扬唇回视。明白。既然这无人参赛，便算有人参赛。只是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一突兀的女声打断，所有人的视线均被这道声音吸引而去。程烨眯起眼眸，看着披着斗篷的来人，一时间竟想不起这是何人。而那方冉子看到这熟悉的面孔后，先是一愣，而后凝起了眼眸。松河缓缓取下戴于头顶的斗笠，而那隐匿其中的狰狞面孔在暴露于空气中时，让众人皆是一震。他原本生得不错，红唇齿白，若不惹是生非，也算是一位妙人。只是现下那张脸上却赫然横陈着一道骇人的伤疤，在见到冉子的刹那，黑白分明的瞳孔中恨意一闪而过。而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曹瑞哲，在见到来人时，那双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好在他当时留了个心眼，这女人果真没让他失望。松河上前对着程烨俯身，声音清冽：“奴松河前来参与医术比试。本将若没记错，你曾来自医师营。”程烨单手支着头，凝思片刻，没想到少将军对他还有印象。松河面色一喜，于是又拜了拜：“是，奴曾在前几月的柔然之战中加入了医师营，只是后来因奴蠢笨，惹恼了冉大人，便又被发配了回去，所以少将军放心，奴此番参与比试不会。等这炷香燃过，你便不用参赛了。”冉子冷然的话在他身后打断他的话。松河脸白了瞬，因着如今这般模样皆是他所赐，他对冉子虽愤恨，但也有本能的畏惧。松河不敢再言，可内心却又实在不甘心。少将军先前为了他不惜违抗军令，亲自动手处置了前去骚乱之人的事情，诸人皆知。昨日少将军破例闯入围场之事，又轰动全军，这一桩桩一件件，让他害怕冉子之余，又妒忌不平。大家都是东陵流放来的军妓，凭什么他冉子就这般好命？冉大人说的是。松河仿佛被吓到一般，声音明显比方才多带了些颤音。他微瞥了眼身前的程烨，本想看他不悦冉子的模样，却见他目光早已越过他，投向了身后之人，似乎并未在意他说了什么。他咬咬牙，不再多逗留，毕竟今日来此的目的是把眼前的人救活。先前守备大人便答应了自己，若这一次能在医术比试中证明并非医师营不可，就可帮他脱离奴戒，纳他为妾。可现下松河却有了其他打算。他记得当初冉子本也该是被人糟践的，只是恰逢少将军看上了他的医术，才逃过一劫。若今日他能治好这伤，说不定他也能被少将军刮目相看。这样想着，松河原本不甘的心情瞬间得到了释缓。他行至床侧，威廉的眸中尽是志在必得。冉子漠然地看着松河走向曹瑞哲，他是想认真看他如何解毒的，奈何某人的视线太过逼人，饶是隔了些距离，也无法全然忽视。于是他迫不得已地朝那边瞪了一眼。程烨支着下巴，见他终于看过来，一双摄魂的桃花眼似笑非笑地弯了抹微弧。冉子缄默抿唇，轻佻。而就在二人无言对视的片刻，松河已经为曹瑞哲把脉完毕，又喂好了事先便准备的药，起身再次行过来，盈盈俯身：“奴已经为大人服下了药，约莫3-5个时辰便可。”只是不等他这话说完，
身后床榻上的曹瑞哲突然猛烈的痉挛抽搐了起来。你这个贱人，为我吃了什么？他瞳孔迅速放大，暴起的眼球布满了红色的血丝，在伴随着浑身的战栗，看起来十分恐怖。而离他最近的松和，早在他发出异样时便将身子转了过去，看到这副骇人模样，竟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怎么会？这分明就是尤小莲确认过的解药啊！没事的，他强撑着镇定，手指颤抖着再次附上他的脉搏，眼底压抑着快要溢出的慌乱。虽然他什么也拔不出来，这是药物作用的正常反应，过一会就……噗！曹瑞哲一口鲜血直直喷向松和面门，他抬手便摸到一片黏腻。啊！强撑的镇定再也装不下去，松和一把甩开曹瑞哲的手，身子一倾便向后跌坐于地面。相比于那方的混乱，冉子倒是十分冷静。他看了眼同在看戏的程烨，少将军，这番情景可还需要继续比试？周围众人，人都快死了，还比试？程烨眉峰微挑，注视着面色无波的他，只觉越看越顺眼。然后他漫不经心道：“待到香炉燃尽，方可算比试结束。”周围众人当真是一个敢问，一个敢应。未久，香炉中火星湮灭，冉子终于不急不慢地从袖中摸出几根银针，分别扎上了曹瑞哲身上的几处大穴，以暂时保他性命。拿出来吧。什么？松和僵硬地开口。冉子冷笑：“别让我来硬的。”松和眼帘颤动，最终将怀中刚包裹药物的纸递给了他。这是我自己配制的。冉子没有理会他的解释，接过黄纸轻嗅了一下，果然同他方才猜测的一样，松和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很明显是有备而来。但在医师营的大多医女起身医术并不精明，就算他会时常传授些医学常识，可本次他是存着报复着曹瑞哲的心让他试毒，给的毒药自然不会普通。而松和一介半吊子都未学到就被赶了出去的人，又怎么会这样有信心？唯一的解释便是他提前偷到了他准备的解药。不过明荣草和沙玄根药性相克，我记得你走之前本司也曾说过。冉子甚少在他们面前摆上大医师的架子，可这并不代表他能够容忍背叛。松和正迷茫不解他的话，突然就听到一道扑通跪地的声音：“大人，都是他逼我才鬼迷心窍的盗了您的药。”冉子冰冷的目光缓缓扫射过那边围观的一众医女，早在出现意外时便惴惴不安的尤小莲哪里受得了这般眼神，当下便软了腿。尤小莲被全然看破的松和忽然笑了起来，他摇摇晃晃的直起身子，伸手颤颤巍巍的指着冉子，眼底尽是鱼死网破的癫狂。冉子，你少逼人做伪证，这分明就是我自己配的药。冉子哦了一声，然后淡然道：“那么你说这副药引为何？药引是？辅料为何？辅，亦或者分别几钱？”随着每一次质问，冉子便离他近一步，松和颤抖的手指已然快要抵上了他的脸颊。忽然冉子歪头轻笑了一声，说起来尤小莲这解药并没有盗错，只不过我最后换了毒药而已。而如今的毒药正与他手中自以为的解药天生相克。松和被这短短几句话怔在原地。换了毒药而已。咔嚓！啊！就在他愣住的当头，手腕的剧痛瞬间让他面如白纸。他弯腰捂住被眼前人折断的腕部，大口喘着气，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冉子取出怀中手帕，随意擦拭了方才拧过他的指尖，然后便像扔垃圾一样将手帕随意抛在地上。他瞥视着狼狈又扭曲的松和，眼底并没有一丝怜悯。再者，用手指他人也并非礼貌之举。大多数人对冉子的印象都是一名虽出自泥泞但尽职尽责的女大医师，最多也是个有血性的大医师，不然也不会为了帮医师营证明，做出答应试炼比试这种事。但方才冉子的一番动作，行云流水，出手又这般果决，浑身上下骤起的冷冽，突然让他们清楚地认知到，眼前这位女子从来都不是个任人拿捏的主。参见少将军，属下在松和的住处发现了这个。就在气氛凝结之时，幕北忽然从外面走来，冉子移眸望去，便见他双手捧着一小包白纸包裹的物体，单从外观上并看不出什么。程烨对这些复杂的药物自然是不懂，刚刚不过是看着这女人有些问题，就提前派人去搜了一番罢了。冉大人可否来鉴别一二？冉子点头嗯了一声，然后在松和惶恐的目光中缓步走向幕北。他接过那小包裹，打开后，一堆白色粉末赫然出现在眼前。冉子眸光微眯，伸出2根手指捻起一些白沫，轻轻嗅了嗅。程烨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神情的变化，他看他先是拧了眉，思索片刻后，红唇一抿，似乎是发觉了什么。是白葵。一语既出，在场所有医师营的医女皆是脸色一变。旁人或许不知道白葵是何物，但他们都知道这就是害了纪大人的毒药，而纪大人甚至到现在都还卧床未起。程烨听着他的话，眉心紧蹙，他亲自审讯了纪听兰的案子，自然知道这是什么，于是眼神示意身后，随即便出列2名士兵将松和压制了起来。
不是我。松和身子不停站立，却无人再听他任何狡辩。冉子上前一步，当着所有人的面单膝跪于他身前，神情凝然。属下营中的季听兰副将在那日近战比试中便是中了此等毒药，还望少将军明察。他没有提及如何处置松和，言下之意便是这松和定是个幌子。他相信他也明白，程烨当然明白他所指为何。那日他审讯此案时便觉得颇多蹊跷，只是查着便断了线索，如今岂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于是他起身又弯腰，将他从地面扶起。冉子抬眼便看到他笑的狡黠，本将会给你们一个说法。后来程烨顺着松和这条线索，十分顺利地挖到了曹瑞哲暗中收买他人给季听兰下毒的真相。正所谓墙倒众人推，况且曹瑞哲如今也生死不明的，当初他给收买之人的那些许诺自然也没了保障。于是在程烨的几番拷问下，又有人交代了骑术比试时一师营的几名参赛女子所用马匹也被做了手脚，包括那偷袭冉子的人也是曹瑞哲事先埋下的暗桩。如此一来，人证物证俱在，曹瑞哲再也没了辩驳的余地。最后松和、尤小莲这等帮衬曹瑞哲谋害他人之流皆被直接处死。而曹瑞哲毕竟曾为参将，又同丞相牵扯颇多，程宇泽的原话是不可直接撕破脸。程烨自然知晓自家义父的意思，当下便将人削了官阶，扔到刑堂各种刑罚走了一遍，然后派人往东陵送去。只是这朔北距东陵路途遥远，曹瑞哲能否活着见到曹丞相便和他们朔北军无关了。冉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离了军营许远，这么多日来的蛰伏与惶恐终于结束，此刻的他通身上下都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忽然有人自身后搭上了他的肩，冉子本能出手，刚想借力将人钳制，却不想来人力气更大，甚至都只用了一只手，便将他死死地禁锢到了怀中。程烨在他耳边吐气轻笑，有点长进。有长进个鬼！冉子浑身一颤，暗骂了句不正经后，挣扎两下从他怀中脱离出身。你很喜欢这里，似乎在他教他射箭时带他来摸过几次鱼后，他便时常会来这河边独自走走。冉子将被风吹乱的碎发拨到耳后，视线紧随着澄清河水下若隐若现的鱼儿。这里远离军营大帐，目光所及之处是山川河流，亲近自然时总会让他卸下满身疲惫。事情结束了，他说，并非疑问，而是陈述。程烨向他靠近，十分娴熟地执起他的手。感受到他的触碰，冉子眼睛多眨了两下，似乎又有热意爬上耳根，可他却并未挣扎。他是喜欢他靠近的，不是吗？而他的情愫也已经张扬的不能再明显了。一切似乎那么自然，可却又隐隐有些不对。两情相悦几个字出现在脑海中时，吓得他一跳。她毕竟只是个流放的罪臣之女，就算在她成为大医师的那一天起，程烨便让所有医师营的医女脱离了奴籍。可少将军如何能同罪臣之女混在一处？只是他这凝神思索的模样，却让一旁的程烨以为他是觉得这些处罚太重了。虽然他让人汇报时尽量说的轻描淡写，于是他捏着他的指尖，状似无意地问了一句：处决了那些人，你会觉得我残忍吗？冉子下意识摇头，转过头便对上他略显不安的眸子。不安？他为何会露出这般神情？犯错受罚本属正常，他们是自作孽不可活。说着，他轻笑耸肩，宽慰道：况且那日还亲眼见过你处罚罪人。他这话不说还好，说出来程烨立马僵硬了起来。那天他满身怒气，本只是交代刑堂一句多加关照的便能解决的事，他偏生自己动了手，满心满眼都只想剐了那贼人用于泄愤，以至于忘了是否会吓到他。冉子被他攥着手，因此手掌心的所有触觉都被无限放大，忽然感受到他揉捏他手掌的手指僵硬了起来，疑惑当头，心中猜测顿起。你不会以为我会被等场面吓到吧？他的缄默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想，当下便生了逗弄他的心思。冉子有些苦恼地拧起眉，说起来，那日我确实，以后不会了。他打断他。冉子忍住想笑的冲动，将手从他掌心抽出，背对着他向河边走去。其实我……他话没说完，整个人便被人从身后环住。程烨将下颚搁在他肩颈处，唇齿张合间呼出的热气让冉子瞬间不敢再动。以后我不会在你面前处置别人了，一定找个隐秘之地，不让他发现。冉子哑然，这次耳根是彻底红了。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更想自己动手。他只是善于隐忍，但并不代表圣母。若真到了触及底线的地步，那些伤害他的人，他不会有丝毫怜悯。随着他这句话落下，程烨浑身一震，伏在他耳边的声音颇有些咬牙切齿：骗我？是你自己不让我说完。他被他猛地转过身体，然后下巴被捏起，他俯身堵住了他未说完的所有话。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亲吻，或许是这方面的他十分天赋异禀。程烨吮住他的唇瓣，然后轻车熟路地撬开了他的唇齿。冉子愣愣地被他疯狂攻略城池，直到脸因着呼吸不畅憋得通红，终于被他放开。程烨抵着他的额头，
微重的呼吸沉沉喷洒在他面颊，看着他红扑扑的脸轻笑。怎么还不会喘气？想要憋死自己？冉子羞恼地捶了他一拳，但被他握了个正着。只是你那样记得人家，我还以为你会怜香惜玉。他的话题跳转得太快，让他茫然一瞬便懂了，随即又想到先前和那松和搭话时他冷声打断的模样，着实十分可爱。于是程叶揶揄笑道：“我闻到好酸。”冉子咬着红唇，眼底嗔怪又无可奈何的样子让他心中微动。他低头还想吻她，冉子被他渐进的气息引得闭上了眼。少将军，少！扑通，漠北的声音戛然而止。与此同时，怀中的一条大鱼也挣脱跳回了水中。他那个角度没看到冉大人啊！程叶阴沉森冷的目光扫视而来，滚！漠北欲哭无泪，瑟瑟发抖。救命！他为什么不和木南一起去打猎？欲求不满的少将军好可怕！而冉子早在漠北出生的瞬间便从他怀中弹射出去，他离他1丈远，不自在地拢了拢头发，眼神飘忽，然后说了句废话：“你和你的副将关系真好。”程叶虽肃杀名声在外，但对于亲卫却甚少有架子，况且今日休牧、摸鱼、打猎什么的是日常行径。冉子脸皮薄，他一直知道，于是程叶又瞪了眼愣在原地的漠北，愣在这作甚？漠北浑身一抖，这就滚，这就滚！经过方才的一场闹剧，原本空气中留存的些许旖旎皆被冲散，冉子也有些想走，却被程叶一把抓住了手腕。时辰不早了，我先待我述职归来，嫁给我。他的声音霸道又不容置疑，响在冉子耳边宛若一道惊雷，让他久久不能回神。他挪动嘴唇，话到嘴边却又成了：何时启程？明日。程叶随意答着，握住他的手腕更重了些，很明显重点并不在这。他目光锐森，又夹杂着炽热的情愫，说出的话也不是商量的语气，但眼底的小心翼翼却无法掩盖。可以吗？他又问。冉子不敢直视他的视线，微撇开眼：你应当娶个门当户对。他强势地掰过他的脸，瞳孔中尽是理所当然的炙热。你就是3个字明明很轻，却让冉子机遇喘不过气。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现在这样不好吗？他嘴里这样对程叶说，却更像是在麻痹自己。嫁人这件事就好像是在提醒他早已家破人亡，他这等无父无母又身份不清白的人，又如何配得上这样的他？他的笑刺痛了程叶的眼，他放轻手中的力度，摩挲着他白皙的侧颜。明明是很紧张的氛围，他却低低笑了。那我便真是个登徒浪子，我想牵你，抱你，吻你。还有说着，他忽然低头咬了一下他的耳垂，在听到他那毫不掩饰的话语时，他的脸轰的一下便红得透彻。所以如何同现在一样？冉子咬着唇，他放浪不羁的话让他思绪混乱，愣然间又听他皱眉继续言，语气中颇有些委屈：还是说你嫌弃我父母双亡？怎么会？他脱口而出，却在下一瞬对上他狡黠的眼。那你就是答应了？冉子有些羞恼，开口的声音细若未闻：话都让你说了。程叶狭长的桃花眼弯起，俯身轻轻啄了一下他的唇瓣，抵额笑道：帮你说的，你父亲的事我会去查，你不必担心。尹俊的位置我知道，哈哈，我会帮你打听。他垂眸看着他，眼底尽是温柔。还有吗？冉子眼眶微热，胸口的悸动怦然作响。他怎么可以这样了解他？东林势力盘根错节，你要小心。他又想到自己先前的忧虑，这一次回京述职的时间很明显不对劲，分明是还有2年才是。可他不懂这朝堂之事，于他而言，他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帮助他。闻言，程叶眼底的笑意更盛，他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我会尽快回来。东陵皇宫，承启殿，太后驾到。伴随着一道尖细的嗓音，太后便身着华贵九羽色宫服迈步踏过门槛，而那被岁月雕刻后的面容不仅未显隆中老态，反而更显端庄威仪。见到来人，刚刚还依偎在东方耀身边的曹贵妃脸色僵硬了一瞬，便立马起身向前行礼：臣妾参见母后。太后冷冷地扫视了他一眼，并未让他起身，俨然一副十分不待见的模样。母后是你教的吗？与朝宫规，除了中宫皇后能称母后，其余妃子皆只能唤太后。被噎了一下的曹贵妃脸色微白，抿着红唇，维持着行礼的姿势，又渲然欲泣。东方耀见此，眉头微蹙：母后，贵妃年岁尚小。闻言，太后看曹贵妃着了一身香绯色宫裙，肩上的薄纱透着内衬，若隐若现，眉头拧紧，冷哼一声：你还知道她年岁小？见他又要为曹贵妃开脱，他语气更加不悦，丝毫没有顾及曹贵妃还在身边。东方耀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贵妃先下去吧。没想到陛下也不帮自己。曹贵妃咬了咬唇，掩盖下眼中的愤懑，轻声道：臣妾告退。等等！太后忽地右侧眸叫住他。既然曹贵妃对宫规不甚熟悉，
那这几日便去哀家那洗几日礼法，再来伺候陛下。曹贵妃神情一僵，暗骂了句老妖婆后，恭敬俯身，臣妾遵旨。见他离开，太后终于继续向前行去，并示意身后嬷嬷将准备好的参汤摆到桌案之上。母后怎得今日有空过来？东方要起身将太后扶至座位。太后难得露出笑意，一双饱经风霜的眸中透露出丝丝温和。哀家若是不过来，皇帝便老是忘了补身子。顿了顿，他皱眉继续道：只是皇帝也须懂得节制。东方要自然知道他所指为何，毕竟年岁也不小了，总还被当成孩子，于是当下有些无奈。母后放心，儿子自有分寸。太后听此瞪了他一眼，他这儿子年轻时明明对后宫之事不感兴趣，偏生在这曹贵妃进宫后变了模样，年过40的人了，竟宠起了后妃来。二人平退旁人后，又说了些话，一来一回间，仿佛最为平常的民间母子，丝毫没有位居高位的疏离。母后今年寿诞，儿子特地请了来福寺的大师，提前几月入住宫中，为母后祈福。东方耀的体贴让太后颇感欣慰，只是他并不喜奢靡，陛下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如今国库吃紧，陛下还是要以国事为重。东方耀眉心一蹙，儿子明白，只是往年都依了母后，没有大肆操办，今年母后60大寿，无论如何也不能委屈了。太后放下手中茶盏，知晓自己儿子心中定有自己的权衡，于是也没再劝阻。宇泽和浩明可会回来？听言东方耀眼神闪烁一瞬，便立马恢复原样。母后寿诞，他们自然得回来，顺便提前了2年的述职。太后叹了口气，没有注意到他眼底的异样。说起来，这2个孩子曾同你还有你皇兄那般交好，现下却是一隔多年都不回来看我这老婆子了。母后这是哪里的话？他们为与朝征战在外时有不得已。东方耀忽略他口中提及的东方旭，平和宽慰着。太后点头，看了眼他几番欲言又止。你皇兄？东方耀拢在袖中的手不自觉握成了拳，面露难色。为皇兄翻案一事，儿子确实还没找到足够证据，若重提当年旧事。东方旭被判谋反一事，一直是太后的一块心病。彼时他母家世薄，又恰逢皇权动荡，只有任人宰割的份。所幸后来他的耀儿成功登上帝位，只是此事已经过了多年，曾经的襄王却依旧是乱臣贼子的身份，未得平反。今日就是重提，他其实也有试探的意思。可在真正见到东方耀这自责的模样时，他又心下不忍，皇帝费心了。事隔今年，曾经的几个毛头小子，现在都也到了不惑之年，他们行事自有道理，说到底还是他老了。听说宇泽收养的义子今年也会跟着回京。东方耀点头，说起来那小子还颇有些宇泽当年的风范。3年前成业那场机遇剿灭柔然大半兵力的战斗与朝人来说，可谓是耳熟能详。后来被程宇泽收为义子，也是一桩美谈。太后笑了，宇泽多年未再娶，有个像他的义子也是好的。母子俩继续寒暄一阵，最后太后又嘱咐了几句，皇帝要以龙体为重，便回了宫。待他走后，东方耀弯起的唇角缓缓放下，温和无害的眸中瞬间泛上冰寒。为什么就算过了这么多年，东方旭这个名字还无法被抹去呢？此番回京述职，程宇则与程烨只带了3000骑兵随行，是以对于朔北军而言，除了主将不在以外，并无不同。再者，现在又并非战时，所以众人的日常很快回归正轨。冉子开始也这样以为。大人，您种子倒多了。宋清的惊呼唤回了冉子木然的思绪。他看着手中空了一半的荷包，赶紧用手捏住开口。前一批药草已经被收割完毕，现下他们正在播种的是新一轮药草。这一次冉子选的是更易生长、用途更广且生长周期短的月见草。意识到自己犯了这等低级错误，冉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蹲下身，用手拾起多余的种子向旁的地方运去。抱歉，我刚刚有些走神。不远处的季听兰看到这边动静，出声宽慰道：大人若是累着了，可先行去休息，左不过就剩了一些未种，我们人多，用不了多久的。大人这几日做事一直心不在焉的，不是前日险些配错了药材，就是昨日给人拿错了药罐，今日中药也是多有恍惚，一定是倦了。冉子直起腰没有搭话，他目光掠过这片田地，心中颇为感叹。确实不缺人手，自上次比试成功出围后，他们医师营的地位在军中可谓是水涨船高。也或许是有程烨的授意，现在但凡需要他们出力做重活时，总会有将士结队过来帮衬。如今的医师营早已不是当初那般势单力薄的境况了。这样想着，他擦擦额角的汗，叹了口气，也不欲再勉强，然后将手中剩下的半包种子递给最近的宋清。那我先回去准备膳食。最近也不知是怎得，总是思绪不宁，动不动就不知道云游到了何方，小纰漏着实犯的有点多。冉子一边懊恼一边跨过田坎，就在他伸手拍身上的泥尘时，一团雪白忽然从远处向他奔来。葵月！他被他的大力冲倒在地，只是葵月依旧没有要放开他的样子，并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脸颊。冉子十分无奈，脸上一阵滑腻，终于他伸出手掌抵住了某狼的头。嗷呜！
葵月没有丝毫被抵触的感觉，他讨好的在他身上蹭了又蹭，身后一条毛茸茸的白色尾巴左右摇摆。然子，他怎么觉得这像一条狗？而就在他腹诽的当头，一股微不可闻的血腥味涌入他的鼻腔。然子眼色一沉，一个用力将他推开。你哪里受伤了？只是回应他的只有葵月兴奋的甩尾。然子无言，当下便开始寻找他身上的伤口。忽然后腿的一抹红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伸手要去碰，葵月却只当是他要和他玩耍，于是绕着他的身子转了几个圈，嗷呜他不停的摆尾，似乎是想让他跟随他去什么地方。然子皱眉，放缓动作，轻声安抚，让我看看你的伤。他俯身渐渐接近，就在快要碰到他时，他忽然猛地向前跑去。然子，葵月跑着发现他并未跟上来，又驻足在原地打转，嘴里不停的嗷呜叫着。然子见状叹气，终于迈动步子随他同去。只是当然子看到一只比他人还大的山羊尸体躺在地面时，原本的狐疑担忧被更猛烈的心惊代替。你干的！葵月吐舌头摇尾巴。然子这才注意到他的身上是有些湿泞的，况且如此能跑的后腿也并不像受伤的样子，所以这应当是他猎下这只山羊后自个儿又去河里游了一遭，退了身上的血迹，至于后腿那点血色应是没有洗掉所致。思及此处，然子暗自松了口气，他俯身摸了摸他的头。给我的吗？葵月尾巴摇得更欢了。当真是只通人性的狼崽。他看着这飞来横肉哑然失笑，今晚倒是可以给姑娘们加个餐了。然子一路将山羊的尸体拖至医师营，然后抽出别在身侧的匕首，开始将其剥皮分块，紧接着把肉用木棍串起，最后支起柴火准备烤肉。燃起的火堆中，柴火烧得噼啪作响。待他处理好一众事宜后，天色依旧暗沉了下来。然子坐在一旁边等着医女们回来，也边等着这些肉块烤熟。他百无聊赖地把玩着身侧摆着的一些用来调味的果子，思绪飘远。说起来，这还是程叶当初教他辨认的，青果可以调节去腥，黄果又可以增加甜味。他忽然想到他第一次带他去狩猎，却被自己硬扯着猎了一堆蛇的场景。然子单手支起下巴，唇角是抑制不住的上扬。后来程叶教他射箭时也猎过不少猎物，有时候回得晚了，他便会就地取材，支个火堆将那些猎物处理吃掉。许是看得多了，这处置生肉的手法他也学会了一二。被忽略许久的葵月发出了不满的哀嚎。然子瞥了眼他，伸手薅了两把他的白毛，叹道：你是不是想他了？回应他的自然还是两句嗷叫。他继续用手揉捏着葵月的脖颈，引得葵月轻靠在他身侧，舒服地眯上了那双幽深蓝眸。就在此时，不远处陆陆续续地传来了医女们嬉笑的声音。然子知道他们快回来了，便拾起身侧的青果，准备开始调味。可在他掰开青果的瞬间，汁液忽地迸溅开来，然子的唇边不自觉地沾染了些许。他下意识伸出舌尖舔了一下，骤然间一股浓烈的酸涩在口中开始蔓延。然子蹙眉仰头，这酸味后劲太大，竟是让他眼尾都红了。他维持着仰视的姿势许久，然后眨了眨眼睛，将酸出的泪意逼回，却又在视线逐渐清晰时看到了落日完全沉寂后的满天星辰。然子愣神站了半晌，而口中最初的酸涩也渐渐转为微甜。今日是他走的第3天，他好像也有点想他。夜半时分，即将入夏的夜晚总是多有蝉鸣。然子侧卧在床榻上，听着成片的鸣叫，有些心烦意乱。在又一次翻身却依旧无法入眠后，他倏然起身，抬手烦躁地拨弄了2把披散的长发，然后颓然地半靠在床沿。朔北距东陵甚远，他当初流放时便走了2月有余，按程叶他们的速度，就算再快也要用上1月，再加上听闻今年是太后60大寿，他们必然要多在东陵逗留些时日。如此算来，若要等他们回来，少则3月，多则半年。他倒不是半年都等不了，只是父亲的案子怎么说，程叶都是被迫牵涉其中，他不知他会如何帮他，但其中定是不会少了凶险的。再者，尹俊说大不大，但若真要找到先前随父亲的住所，必然会惊动些人，可他又……然子疲倦地捏了捏眉心，从来没有哪一刻比现在更加懊恼自己缺失了去东陵前的记忆。忽然铮的一声，一支飞箭蓦地穿破帐帘射入室内，紧紧地定在距然子不远处的床杆上，而他早在布帛割裂的瞬间便闪身到了床榻另一侧。眼前箭矢的尾部还因着未卸下的力度微微颤抖，那方刺破的帐帘正随着夜风轻摆。然子屏息凝视，在确定再无动静后，开始缓缓地将身子移向床边，这才发现剑端赫然穿插着一封信。他伸手握住剑尾，手臂一个用力，便将整支剑拔了下来。然子快步走向案台，将煤油灯燃起，信件展开，上面不过寥寥几个字，便让他通身血液几欲凝固。冉家医者死于谋害。他自然知道这个冉家医者指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然子来回反动信件，却发现除了这几个字再无其他。他抿唇将剑矢和信件收好，
映照着烛火窜动的瞳孔中晦暗不明。翌日卯时已到，几乎是教场的军哨响起的同时，冉子便睁开了眼。他一夜未眠，瞥见天已蒙蒙亮，便随意套了件外衫，径直往攻守营走去。参见冉大人。随着他一路直行，不少人行礼，他一一颔首示意。你们参将大人可在？冉子问营帐外的一随士兵。那随士兵弯腰撩开帐帘，回大人，参将大人在帐内。冉子点头道谢，便持着手中的剑矢走了进去。不知冉大人前来所为何事？室内的男子约莫30左右的年纪，正是攻守营的苏参将。冉子礼貌抱拳，然后将剑矢递过去，劳烦苏参将帮在下识别一下此剑出自何处。苏参将接过剑矢后，眯眼左右勘察一番道：“是我们营部日前才炼造的。”这个回答在冉子意料之内，使用军中剑语自然不好排查出具体范围，不过至少能说明此人并非外来人员。不过只要还在军中，便总有一天能抓到。多谢参将大人。冉大人客气了。苏参将知晓军中会有些其他隐秘的任务，会需要涉猎不同领域，只是他向来明哲保身，因此对此并未询问过多。冉子回营之后，并未有其他动静，并宛若无事发生般继续日常配药制药。而那夜的意外在之后却再也没出现过，若非他还保留着剑矢，冉子都要以为是自己的一场梦。他思索许久，都无法猜测对方的真正意图。那样简单的一句话，除了说明幕后之人知晓谢父亲被害的真相，他又想在他身上谋取什么？直到第5日的夜晚，冉子正欲入睡，锐利发箭时从与前几日同样的方位射了进来，与之前一样，依旧穿插着一封信：襄王谋反，世子尚存。第10日，忠臣冤案，殃及池鱼。冉子发现这诡异的信件每隔5天便会来一次，而这些箭矢经过苏参将的对比，都是来自朔北军，而非其他地方。且如今敌在岸，他不能动静太大，以免打草惊蛇。是以他秘密调遣了程夜走时留给他的一支亲卫兵，在第15日伏击在周围。这一夜同往常每一夜并无不同，只是外面此起彼伏发蝉鸣，却掩盖下了夜色中的暗流涌动。咻！箭矢破空，射入的痕迹甚至都同往常一样。冉子猛地睁开双眼，继而室外传来一阵兵刃交接声。冉大人，人抓到了！亲卫在营帐外禀报。而因着这一动静，周围其他营帐内也纷纷燃起了烛火。冉子顺手拔下那钉在床杆的剑，然后径直向外走去。明明是先前设伏，他心里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太顺利了，这人被抓得太容易了。果不其然，当他撩开帐帘的一瞬间，入目所见便是一具胸口插剑的尸体。大人，我们并未出手，亲卫兵首领面露难色。我知道。冉子点头打断他的解释，因为他看到那尸体被剑刺穿的部位也有一封信。他俯身拔出那只刺穿胸口的剑，喷涌而出的血液甚至还算温热，可他却置若罔闻。强忍着心中的寒意，将2封信收好后，冉子环视了一下周围众人，勉强维持平静，吩咐道：封锁今日消息，带去刑堂验尸。如他所料，和大多数参军之人差不多，这人的背景十分简单，挖掘不到任何有用信息。真相扑朔迷离，但更让冉子心颤的却是最后2封信。东方之夜，天子犹虑。行文至此，引郡待清。啪嗒一声，他握在手中的笔被骤然掰断，他垂眸望去，掌心早已汗湿一片。那死者的血迹渲染了整个青字，在昏黄的油灯中，干涸的褐色透露着离奇与诡异。冉子死死地盯着桌案上排开的5张纸条，这人写的信前后对仗工整，看似无所联系，可若细想，却又休戚相关。冉家、襄王、冤案、殃及池鱼。若先前3封信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可后面这2句却让他心口浮现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所以父亲手握的证据或许根本不是什么贩卖私盐，而是有关襄王一案，这样也能解释为何有人大费周章地追来朔北。东方之夜，世子尚存。东方是黄姓，且又提到了夜字，种种迹象都在指明程夜的真实身份。到此为止，他或许还能怀疑是东陵那些人想借此引他出去，可这最后一句却直接指明了尹俊。如果东陵之人真的知道尹俊的存在，便不会在最初大费周章地套他的话，所以绝不可能是他们。他思考的太过投入，以至于季听兰进来都没察觉。大人，马匹备好了。冉子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随即又恢复镇定，轻嗯了一声。季听兰抿唇开口：您真的要独自前往东陵吗？这路途遥远。对于此番事件，为了避免扰乱军心，冉子封锁了对外的消息，甚至那日看到动乱的医师营其他女子也并不知晓其中究竟发生了何事。而季听兰便是唯一知晓其中真相之人。只是冉子没有因他的顾虑，他收拾了一下桌面，然后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包裹向外走去。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便劳烦你了。如若程夜真的是先襄王之子，那么他都能知道，皇上必然也会知晓。再加上自己父亲的案子与襄王可能有些联系，按这匿名信所言，
程烨此番恐是会有危险。他不知道他到底对这些事情知晓多少，但此情此景，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置若罔闻。而朔北传信到东陵，最快也要大半个月，况且那暗中之人极有可能在中途截取信件，因此在这几日的几番比较下来，只有他去找他最为稳妥。见劝说无果，季听兰也不再多言。大人放心。经过对路线不断的规划，冉子选择的是先骑行前往朔北城邻近的平丹郡，然后再走水路，这样一来会比直接路行要快上许多。而据他所知，平丹郡那条能直达东陵的船每半月才有一趟，算算时间，最近的一趟便是明日了。冉子一路策马，终于在船靠岸时赶到了码头。船家，我……只是没待他说完，那船夫便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小兄弟，我们船已经搭满人了，你还是等下一趟吧。”冉子蹙眉：“可您这船分明刚刚靠岸，怎得就满人了？再者，等下一趟岂不是还要再等半个月？”可船夫只是摆手，丝毫退步也不肯留。冉子咬牙从包裹中掏出几锭银子：“我愿出双倍价格。”谁知那船夫眼角都没给他一个，4倍。他又掏出几锭，面露哀求：“我只需要一间下舱便可。”这是一艘可承载数十人的中型楼船，在边境地带十分少见，所以才会半月才有一趟。这时那船夫终于正视了他，只是语气十分为难：“小兄弟，这并非老夫不近人情，只是确实有大人物大人来了。”冉子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才发现那边一架并不算奢华，却跟随人众多的马车行驰而来。马车停下的同时，那船夫便急忙迎了上去：“允公子慢些。”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掌撩开车帘，紧接着那穿着月白色长衫的男子便从马车上踏着别人的脊背走了下来：“我们家公子不喜与人同乘，你这船上不会塞些乱七八糟的人吧？”月白衫男子旁边的小厮趾高气昂地说着，顺带着还瞟了眼不远处的冉子：“哪儿敢哪儿敢，这一整座船舱都是公子的。”船夫跟着点头哈腰，生怕一不小心便得罪了眼前之人。冉子听着这边的阴阳怪气，又想到眼前这些人是导致他无法登船的罪魁祸首，他当下便憋着一股气向他们走去。不过冉子也深知，以他一人之力，若是莽撞了，必然适得其反。于是在这一路行至那群人之前的过程，他已然调整好了自己的面部表情。在下见公子面色不佳，嘴唇紫白，敢问可是否时常感觉胸闷郁结，呼吸不畅？从那位允公子下马车以来，他便一直在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约莫7尺的身高，身形偏瘦，乌黑的发丝由一只精致的白玉冠束起。他长相不同于程烨棱角分明的硬朗，而是带了股病态的苍白。分明是入夏的季节，却在一袭月白色长衫外还罩了层羊缎披风，再配上那泛白的嘴唇以及攥住的锦帕，端地是位绝尘病美人。你竟然敢咒我们家公子！相依不得无礼。那被唤作相依的小厮刚刚还一副鼻孔朝天的模样，在被自家公子喝住后便收敛了气焰，只是那表情依旧十分不服。月白衫男子掩面轻咳一声，望向冉子的目光中带了些歉意：“是在下管教不严，让小公子见笑了，望小公子莫要介怀。”为了出行方便，冉子现下是一身男子打扮，因此被唤一声小公子实属正常。只是这允公子竟是这般客气，倒是让他十分诧异，当下做了个揖道：“公子哪里的话？是在下方才多有冒犯，作为回报，在下这里有一枚自制药丸，可治疗公子胸闷之症。”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这次出远门，为了以防万一，冉子提前配置了许多药做防身之用。相依冷哼一声：“谁知道你这是从哪个犄角？多谢小公子了。”月白衫男子轻笑，然后轻飘飘地睨了眼相依，然后不情不愿地走向前，伸手接过。他们公子为这身子寻遍大江南北名医都未见好转，怎会是一个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毛头小子可以治好的？冉子自然明白他们不信任他，但他此举本身就只想同他们拉近距离，以达到蹭船的目的。很显然，此时的境况要比他预想的好上许多。只是不知小公子是如何看出在下病症的？他问。我曾随师傅行医，学了些皮毛医术，今日一见公子面相同我早年见过的一种毒素所留后一症十分相像，这才斗胆一问。冉子对他们听到毒素2字时警惕的眼神恍若未闻，继续道：“只不过我才疏学浅，这药丸只能缓解一时之急，并不能根治。公子若信得过在下，待会难受时可试上一试，保准有奇效。只是……”他说着便蹙了眉，有些欲言又止。只是什么？冉子抬眸有些为难，话头终于转到了自己的目的上。只是依在下看，公子之急需静养才可，如此水路颠簸，必然多有不适。若在下能随行左右，可保公子一时顺畅。他话音刚落，憋闷许久的相依便又阴阳怪气的开了腔：“哼，说到底不过是为了与我们公子同城，还编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来坑蒙拐骗，当我们是冤大头呢。”冉子实在不喜欢这相依，他忍住要回对过去的冲动，
瞳孔直直盯着那月白衫男子，语气真诚：“在下并非要坐白船，如果公子不介意同行，在下愿出4倍船价，外加这一路公子身子不适时的所需的帮助，只求一间下等舱。”谁稀罕？相依！月白衫男子难得露出了恼怒之色，在转向然子时，随即又恢复了神色。不过同城而已，这偌大的楼船我一个人也住不下。可是老夫人说了，公子最好别与生人过多接触。相依还是不死心的在后面提了一句。月白衫男子冷声道：“若如此，我还是直接回府吧。”他此言既出，不知是触及到了什么不可言说的事情。相依顿时脸色一白，紧抿着唇，不敢再说。月白衫男子也懒得再看身后那群随侍，似是有些急了，竟开始猛烈的咳嗽了起来。然子见状，脸色微变，快让他吃下那药。而在他猛咳之时，身后的一群侍从便慌了阵脚，当下也无法顾及这药是否有用，便打开瓷瓶为他吃了下去。而在这药入喉后，不过片刻便见了效，只见他面颊微红，胸口起伏渐缓，最终止了咳。多谢小公子，在下允东，不知小公子如何称呼？允东虚弱的笑了笑，俨然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冉子被问得猝不及防，这走得急切，也没想过化名什么的，只是若要去东陵，冉姓自然不可用。在下姓岳，名剑，以药为名，难怪医术了得。他笑道。冉子被他夸得有些头皮发麻，这些世家公子都如此会恭维人的吗？哪里，举手之劳罢了，不过这乘船一事。允东瞬间了然，这4倍船价便免了，只是我这身子不争气，这一路恐怕要劳烦岳剑兄了。冉子哪里会觉得劳烦，当即笑着应下。允公子客气了。于是经过这一番风波，冉子总算是顺利登上了前往东陵的船。所谓上等舱，便是建筑在楼船上部，能观外景的舱房，还下舱则是指在下面隔层看不见日光的舱房。而这允东不但没要他的船钱，甚至还给他留了间上等舱。与此同时，他那群他本以为只是送行的随侍，竟然都一并住满了下舱，大概是个被家里管太紧了的贵公子。冉子躺在上等舱的大床上，如是想。叩叩，敲门声打断了冉子的思绪，他起身坐直身体向外问道：“谁？”“我们家公子邀您一同用膳。”门外是相依不情不愿的声音。冉子听言，嘴角一撇，并未直接动作。这已经是这几日来第3次被邀了，前几日都以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可这今日又来。突然一阵咕噜声从腹部传来，冉子舔了舔嘴唇，又瞥了眼半开的包裹中那些索然无味的干粮。算了，就这一次。我知道了，待会就到。相依本就不待见这来路不明的人，可自家公子不但让他上了船，还让他一同用膳。可眼前这人却丝毫不感恩戴德，面对公子的邀约还这般磨磨蹭蹭，他这暴脾气一下子就憋不住了。你这人怎得如此不知？允公子，你怎么亲自来了？唰的一声，门被打开，冉子目光穿过他背后，语气惊诧：“公子。”果不其然，相依听到这句话，立马就僵硬了。只是待他转过身，背后却空无一人。被耍了！他恼羞成怒，却见冉子早已饶过他，向外走去，顺便还背对着他摆了摆手：“别让你家公子等久了。”相依咬牙切齿，反斜杠他娘的！这艘中型楼船内里不算多么奢华，却因着人少而显得十分宽敞。冉子所住的上等舱离用膳之地不远，因此不过绕了几个弯就到了。岳剑兄，见他过来，允东笑着起身迎来。允公子太客气了。冉子简直要被他的热情给打败，当下连连入座，生怕他直接来拉扯他。岳剑兄也不必叫允公子了，我自选景，岳剑兄大可如此唤我。允东丝毫未觉不妥，反而兴致十分高昂。冉子有些汗颜，心中更加坐实了这贵公子在家被关狠了的猜测，以至于如今见到生人便如此兴奋。只是人家丝毫没把他当外人，他这般扭捏着实有点看不过眼。玄景兄待在下如此盛情，在下实在。岳剑兄这话可就见外了，我听你口音似乎是南方人，今日便让人备了些南方菜，不知岳剑兄可喜欢？闻言，冉子微愣，随即目光扫向桌面，清蒸鲈鱼、白切鸡、西芹炒猪肉，先前家中鼎盛时常见的菜式，在落魄这么久后，又是如此情形下再见，冉子心中一阵翻涌复杂。行船途中干粮不够这种忧虑，果然只有他们穷人才有。玄景兄费心了，我很喜欢。他对他微微一笑，却引得允东怔然半晌。他诺动嘴唇，神情略有些不自然。岳剑兄生的好生秀气。冉子拿筷子的手微微颤抖，秀气形容男子并不是什么好词吧？玄景兄说笑了，家父也常说我男生女相，怕是寻不到媳妇儿。怎会？我同你讲，父辈是这样的，总是忧虑些莫须有的东西。我见岳剑兄生的这般好看，待到及官之年，定是十分抢手。说着，允东忽地执起旁边的酒壶，为自己斟了一杯，随即又举过来，岳剑兄也来点。冉子这才发现
他脸上漫起了不正常的红晕。他猛地起身过去，一把夺过他的酒壶，俯身一闻，便变了脸色。这酒这般烈，他还是个容易凶气郁结的身子，再喝下去，怕是要出事。届时，就算此事与他无关，他怕是也要被这一船人给剁了。你不能喝了。所幸他喝的不算多，还没到不可挽救的余地。这样想着，冉子将酒壶放远后，又坐了回去。这么多菜放凉了，岂不可惜？允东单手撑着下颚，脸下的眼底情绪不甚清明。未久，他才缓缓道：“岳剑兄言之有理。”冉子觉得他还是有点醉的。这一顿饭吃得冉子心神不宁，在差不多吃好后，他便告了退，并决定今后1个月还是用干粮对付着度日比较好。不过好在随后的几日里，允东也没再让他一同用膳，甚至自己也精简了不少。果然，就算是大少爷，也得考虑舟车劳顿，粮草稀缺。他想，中型楼船按照既定轨迹行在临安江，一路向南，在浩浩汤汤的江面上，仿若一叶扁舟。楼船上等舱中，冉子腿上摆满了那5封信。这些时日，除了偶尔给允东些药，其他时间他都十分清闲，因此总会将这些信拿出来反复琢磨，可却一无所获。也不知程夜他现在到了哪里，是否安全。唉，他揉了揉眼睛，将身子靠在床边，掀起窗围，入目所见便是平静无波的江水。今日已经是行船的第17天，算算日子，他们已经入了南境。忽然一阵大风刮过，接着他便见到方才还万里无云的天际被滚滚而来的乌云所覆盖。这般说风就是雨的样子，果然是入了南境。冉子腹诽，同时伸手取走撑着窗户的撑杆，将窗围放下。室内骤然陷入黑暗，却又被一道闪电劈得亮了一瞬。轰！惊雷随之而来。冉子本在收拾摆了满床的信件，手指却因这声雷鸣倏然顿住。去北方久了，都快忘了这雷声是何感觉。背上迅速附上一层冷汗，他用左手死死摁住右臂，才将那5封信全部收拢，装回行囊。轰！又是一道惊雷炸裂在耳际，闪电在江面疯狂交织，外面是狂风骤雨拼命洗涮的声音。冉子紧闭双眼，将自己蜷缩在床内一角，牙齿死咬着下唇，双手环着膝盖，心中不停地安慰自己。南方夏天的雨总是来得快去得快，没事的。轰隆！啊！他蓦地睁开双眼，但这不是他的声音。心跳的速度快要飞出胸腔，他强迫自己向门口移动，紧接着又听到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以及刀刃相交的声音。江道，是江道，漏水了！九公子，公子在哪里？冉子心中咯噔一跳，竟然在这等时候遇到了江道。他再也顾不上心中的恐惧，连摸带爬地爬到床尾，将那5封信揣入怀中，然后握紧袖中的防身匕首，缓步向门口移动。咯吱，门板被推开的声音在这混乱的黑暗中明明不值一提，却让他呼吸更紧了些。听着那些兵刃的声音，应当距这里不算远，他必须要绕过那些人，寻个安全的地方，待他们劫持完财物再出来。这样想着，冉子心中便有了打算。楼船下方下等舱之间有个储物室，是他前几日闲来无事时发现的。那个位置极其隐蔽，且位于脏乱的下等舱之间，不会是江道的主要目标，所以他要去那里。只是他如今位处于楼船第4层，若要到那储物室，不仅要先下3层，还要再往船舱内部再行3层。不过幸运的是，那群江道还没寻到他如今的位置来。定下主意后，冉子开始猫着身子在暗中摸索着前进。他一手捂着胸口，确保5封信还在，另一只手攥紧匕首，以防万一。惊雷与闪电依旧接连不断，在这等危机氛围中显得尤为诡异可怖，但求生的本能却让他在此刻忘记了恐惧。他得活下去。从3层到甲板层，冉子感觉自己用了半条命，衣衫内衬早已被冷汗浸湿。他将身形隐匿在一块木板之后，大口喘气。应该庆幸这还是个中型楼船，能下楼船的阶梯甚多，以至于他这一路有惊无险地避开了江道搜查。只是这往下等舱走的阶梯却只有唯一一处。老大，这群人的头我没找到，继续搜。老子还不信人还能从这船上跑下去。就在冉子平复心情，正欲再行，一道肃杀的声音自他头顶响起。他吓得赶紧收回脚步，这才发现掩盖他的这层木板之后，正是那群江道屠杀现场。呲！刀剑入肉，伴随着尸体摔地的声音落下，一阵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他背后紧贴着木板，目光堪堪下移，便见到那血迹如蜿蜒的溪流漫至他的脚踝。冉子死死地咬着自己的下唇，方才好不容易开始恢复的冷静逐渐碎裂。他身子抑制不住的颤抖，耳边除了一板之隔的江道交流声，就是自己狂乱跳动的心跳。他缓缓动着手臂，想要将自己缩得更小一些，可手肘却无意间撞到了木板。砰！声音不算大，却让冉子呼吸一滞。谁在那？阴鸷的声音蓦地响起，紧接着便是铁靴踏着甲板面走来的声音。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一只大手忽然从背后捂住了冉子的嘴，他猛地瞪大双眼，随即身体便被那人拖到了另一侧。与此同时，一柄锃亮的长刀直直劈开了方才冉子躲藏的木板，不过一眨眼，那避身之处便彻底暴露在了众人眼前。过来的男子见这方并没有异样，于是将长刀扛在肩上，满不在乎地吐掉叼在嘴边的狗尾巴草，又离去。听着脚步声渐远，冉子狂乱的心跳才慢慢平缓下来。他微微侧眸，看到了熟悉的月白色，于是试探地问了一句：“玄景兄。”允东松开掌心，身体向后靠上沙袋，大口喘气。这个地方在旋梯的转角，刚刚有木板遮挡，他并未发觉。没有得到他的回应，冉子便将身子完全转了过去。只见他面色惨白到毫无血色，大肆起伏的胸口无疑不再向他表明他病又犯了。可他现在根本无法去房间拿药。往下走，允东压抑着肺部的窒息对他道。冉子点头，如今甲板上那群人似乎还没找到这里来，这个时间空隙正好够他们往下舱走。只是他回头看了眼随时有可能一命呜呼的男子，刚刚好歹是他救了他一命，这样将他扔在这里着实有点不太厚道。这样想着，他弯下腰便要拉他一把。意识到他的意图，允东有些诧异，但现下并不是说话的时候，于是他伸手借着他的力气直起了身。他们一路向下，在航到第2层时，冉子终于发现了不对劲，他忽的就明白了刚刚混乱中为何有人大喊漏水了。因为这群江盗在逼停他们的楼船时捅破了他们的船底，是以现在的下3层已经被水淹没了一半。玄景兄，可能要委屈你泡会水了。这水并不深，约莫只够得到他的腰际，所以他并不畏惧。但允东这养尊处优的贵公子，允东轻咳一声，苍白的面容有些牵强，我并无大碍。于是二人摸着黑暗的甬道，凭借着他的记忆摸寻到了那处储物间。储物间的空间并不大，再加上堆满了货物和及腰的深水，他们的活动范围便更小了。此时允东的身子与他的后背紧贴，冉子有些不适，但又想到现在的自己是男儿身世人，太过扭捏，倒是此地无银300两了。允东垂眸看向到他胸口的人影，隐匿于黑暗中的眼眸闪过一丝笑意。抱歉，连累月见兄了。他骤然出声，呼出的温热气息在这狭小的空间显得尤为逼人。冉子不愿探寻此人背后到底有何仇家，便顺着他的话答了句无妨，顺带着将身子挪动的离他远了些。可就在此时，船身蓦地一阵猛烈的颤动，冉子被这突如其来的颠簸带得向后仰去，而那对准他的正是一箱货物。剧痛自后脑蔓延开来，冉子拧眉捂着头，摸到一手黏腻的同时，身体瞬间软了下去，然后便再没了意识。程烨刚到尹郡，便得到了冉子南下来寻他的消息，来不及思索，他立马掉头就要去寻他，只是木南木北却挡在了他身前。少将军，去寻冉大人一事，大可交由属下等去办。您本是擅自离队赶来的尹郡，若再耽搁了回东陵的时间，必然会被陛下怀疑。冉大人聪慧过人，说不准此刻已到了东陵，待少将军归去，便可预见。让开！程烨面色阴沉地看着跪在眼前的二人，一腔闷火正是无处发泄。面对他的警告，木南木北依旧不为所动。请少将军三思，请少将军三思。程烨的耐心已然耗尽，他不再多言。可不远处突然响起了成片的喧闹。天哪，这杀千刀的江盗！我说这次楼船怎得晚了5日才到尹郡，竟然遭了这番祸事。楼船2字让正欲强行离去的程烨顿住了脚步，一道灵光蓦地自脑中闪过。若他要追寻自己而来，光靠路行必然是赶不上的。如此说来，他定会走水路。思及此处，程烨再也冷静不下来，他将内力在掌心汇聚，而后猛地挥臂，方才还挡在前面的木南木北便被这道力度骤然击飞。与此同时，他的身影迅速向江边闪去，只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雨过天晴的临安江本是碧蓝无波，却在如今蜿蜒出一抹诡异的红，而那血红的源头正是一艘支离破碎的楼船，此刻正歪歪斜斜地靠在一块巨石之上，前端早已被撞得粉碎。不难看出，正是因为这块巨石使他强行停了下来。乌泱泱的一片人群围在江边讨论，喧嚣声很大，却无一人敢上前。程烨一个踮脚飞身而起，掠过人群，直直落到那被撞得稀烂的甲板之上。可当视线撞入那堆积尸体的时，他整个心都猛缩了起来，握着剑身的手掌微不可见的倏然收拢，双腿仿佛被灌了铅一般，明明近在咫尺，他却一步也迈不动。紧随而来的木南木北见此情形，相互对视一眼，随即一左一右的上前翻寻尸体。未久，木南上前禀报：少将军，这里没有冉大人。闻言，程烨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思绪，他恢复镇定，吩咐了句分头搜寻，便运起轻功，借着楼船的栏杆几下跃上上层，而木南木北则分别往下寻去。楼船的上层早已因为这场动乱变得混乱不堪，程烨一路踏步向内，一间一间地检查着室内是否有人生还，只是所见之处皆被劫取一空，半个人影都没看到。
不过此情此景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砰！他伸手欲推开下一扇门，却在碰到的瞬间，门板就垮了下去。同方才一样，程叶扫视了一圈，发现没有人后，便欲离开，余光却忽地瞥到了在那床榻内侧的灰色包裹，而只此一瞬，他便再也移不开眼。只见那包裹微开的缝隙中，露出了一个针法粗糙的月白色荷包，上面绣了些花草，下摆的流苏被带落斜斜地挂在外侧。程叶呼吸一滞，所有的猜想在此刻被完全证实。他一步一步向那床榻走去，伸手拿起它时，只觉得有千钧之重。这是他的阿紫在朔北长携于身的物实。冉子醒来时，首先见到的便是一片白色床幔，他微微动了下身体，头部便被牵扯出一阵剧痛，接着昏迷前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和允东躲到了下3层的储物室，然后第3层被淹没了一半，然后船体似乎受到了重创，再然后他就被撞晕了。思及此处，冉子又动了动，他忍着后脑的疼痛，终于坐直了身体，环视四周，似乎是个客栈。吱呀一声，门板被打开，冉子抬眸便看见了向一正立在门口。你醒了，他说话吞吞吐吐，面颊上还染了些不自在的红晕。我去叫公子。说着，他便要冲出去。等等！冉子叫住他，我和你一起去。他只是伤了脑袋，腿脚倒是十分麻利，因此不过3两下便赶上了他。可是向一却更局促了，他以前见着他不都是一副想吃了他的模样吗？怎得今日这般反常？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视线猛地下移，这才发现自己先前的衣物早被换下。向一余光看到他面部表情的变化，十分不自然道：别想多，你的衣服是老板娘给换的。闻言，冉子才松了一口气，可下一秒又是头皮一紧，双手在胸口处摸了2把，果然信不见了。不过在那等环境之下，被水浸泡多时之后，应当也没了什么用，倒是也不怕被有心之人找去。只是可惜了，不能带给程叶，让他根据字迹辨认一番。他的这一番动作落入向一眼中，只当是不信任他们之举，当下鼻腔冷哼一声：我们公子从不是趁人之危的人，这次为了给你住个单间，我们都住到了下方。随着他话音落下，他们也来到了与方才宽敞之处完全不同的地方。门板被推开，一股阴暗潮湿之气扑面而来，而那狭小房间内，允东却没有丝毫落魄狼狈。他抬眸看见冉子时，闪过一丝欣喜，却在下一瞬换成了担忧。向一，你怎么把月姑娘带这里来了？向一嘟囔道：是她自己要来的，他只是没阻止罢了。况且就算知道了她是女子，自家公子也是为了她才住在这种地方，他自然也没什么好脸色。冉子本还被那句月姑娘叫得有些尴尬，见状连忙打了几句圆场，然后道：玄景兄，不如去我那房间吧。那间上房看着就价值不菲，眼前的允东俨然是将身上的财物都拿去订那房间了，不然何至于住在这个小地方？但允东显然是不愿的。冉子再三劝说无果后，索性也待在了这里。然后在他的解释下，冉子也知道了自己昏迷后发生了什么。原来那群人是收了他对家钱财的江盗，打着盗取财物为目的，顺带着还要他的命。只是他们藏的地方太过隐蔽，那群江盗搜寻无果后，便随便砍了个人头带回去交差了。毕竟他们准备打劫的也不止这一艘。向一因着躲在船舱底部也逃过一劫，于是那艘船上只有他们3个人还活着。后来这楼船顺水下游，最终撞上了礁石停了下来。而这地方正是东陵往南的临城尹郡。听过来龙去脉后，冉子十分心惊，若是当初稍有偏差，他可能也是那一堆尸体的其中一员。室内再次陷入静谧，冉子正在思索若被问及自己身份时如何作答。就在此时，一阵咕噜声打破了沉寂，2道目光刷刷射向往后缩的向一。冉子微松了口气，沉吟片刻后笑道：我出去寻些吃的。说罢，他便再也不给2人劝阻的机会，径直向门外走去。走在尹郡的街道上，冉子有些恍惚。虽然允东发现了他的女子身份，但那老板娘在为他换衣服时还是取了身男装。只是因为头部受伤，他现在的额间还缠绕着白色的纱布，一时间在这路上引得路人频频侧目。更没想到的是，这次竟阴差阳错的让他到了先前几次逃走的目的地。而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明明不算陌生，可他却又想不起半分从前的时光。冉子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直到一阵包子的香味沁入鼻尖，才猛地反应过来他此番出行的真实目的。可他脚步骤然一顿，目光转向包子铺，拢在袖中的手相互揉捏。他好像没有银子，又想到方才已经说出去的话，若是空手而归，冉子觉得自己可以连夜买张船票再回朔北了。公子可是要包子？摊贩笑得满脸褶子，他勉强扯起一抹笑，点头：请问您这包子铺能赊账吗？唉，我不是，没钱买什么包子，去一边去，别挡着老子做生意。他话音未落，便见那商贩脸色骤变，然后将他推搡着到了一边。而就在此时，冉子余光瞥见了对面的浴室铺子，忽然灵光乍现，
他伸手向颈间摸去，果然，当初在柔然时，程叶送他的翡翠坠子还在。于是他忙不迭地取下吊坠递了过去。这个是柔然纯正的翡翠，换你几个包子够了。闻言，那小贩狐疑地伸手接过翡翠，又对着日光对比片刻，随即眼睛就亮了起来。怎么还不够？冉子双手环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的神情变化。够了够了，爷您拿好。小贩连忙将吊坠收进怀中，然后把一大笼包子用油纸包起，双手捧给他。冉子接过包子，便转身往回走去，只是那脸上的笑意瞬间垮了下来。待他脱了身，一定要赶紧赎回来。客栈中的允东许久没等到冉子回来，况且他一身无分文的女子如何去寻吃食？这样想着，他便派相依赶紧出去寻。只是正欲动身的当头，冉子已然抱着满怀的包子，用脚踢开了门。相依看着丝毫没有女子庄重的某人，许是在朔北待久了，且他本身也不是权贵出身，是以冉子并未觉丝毫不妥。允东呆愣地看着他将一大袋包子放在桌案上，甚至他开口说话都恍若未闻。只见眼前的他虽一袭粗布男装，却掩盖不住那明眸皓齿，明明头上还缠着纱布，但行事之敏捷依旧令人咂舌，这与他之前接触的官家小姐们完全不同。他忽然想，若他换上女装，定然秀雅绝俗。而另一边的相依早已饥肠辘辘，在冉子将包子置于案上的同时，他便丝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可冉子本人在线下却是半分食欲没有，他如今满心满眼都是那块吊坠，心都在滴血。玄景兄，一路行至此处多有波折，此番也多亏得你救助，才捡回一条命，大恩不言谢。若日后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在下定不推辞。只是看出他离心似箭，允东轻笑一声，谈这便是生分了。那日在船上，月姑娘没有抛下允某，便已是救命之恩。闻言，冉子略有些尴尬，没想到他竟看出了那日他带他下去之前的犹豫。不知姑娘此番要前去何方？东陵。巧了，我们也要去东陵。说着，允东笑意更甚，他瞥了眼快要吃完一半包子的相依，继续道：若姑娘不介意，不如再同行一路。冉子笑意僵硬在脸上，他能说不吗？在那日程夜寻到冉子落在船舱的行李过后，他便连夜调遣了亲卫沿江往北探去，而自己则留在了隐郡继续寻他踪迹。他仔细研究过这船被破坏的痕迹，定然是在江正中被突袭了底部，所以他若是在中途跳船生还，机会并不大。但他那般聪慧，做此蠢事不是他的作风，是以他一定会在隐郡，只是他或许是被人救了，所以还联系不上他。少将军，你已经几日未眠了，要不先休息片刻？身后的幕北担忧道。城北今日有消息吗？程夜对他的话置若罔闻，翻动手中地图，上面圈圈点点尽是隐郡地形。木南抿唇，未曾寻见。闻言，程夜轻嗯一声，看似平静无波的面容下，攥紧的笔却暴露了他的心情。他尽力平息自己，在地图上抹去城北的标记，而自家少将军这般模样，却更引得幕北着急。这几日他们还会轮番休息，可少将军白日部署搜寻范围，晚上更是亲自一家一家去寻，唯恐落下了哪个地方。这等强度，纵是铁打的人也是受不住的啊！突然，他耳间的听到了客栈外面叫卖包子的声音。少将军，要不属下先去买些吃食？去吧。哎，没想到能被允准，幕北耷拉着的脸一下就明朗了起来。程夜疲惫的用手捏了捏眉心，然后双手交叠抵在额间。如果他是在近岸时被搭救，可城南城北的沿江渔夫都没有见过他。如果他自己有意识，可他在城中搜寻时并未刻意隐藏自己亲卫的标识，那他为何又不来同自己相认？程夜起了身，于窗边负手而立，入目皆是隐郡来来往往的行人。他曾在这里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为平淡的9年，却也是在这里转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下面刚买完包子的幕北见到他立在窗边时挥了挥手，程夜看过去，却被他身后卖包子的小贩吸引了注意。身体动作比思绪更快，他单手一撑，便从窗边一跃而下，转瞬间便来到那摊贩前，揪起了他的衣领。你这翡翠哪里来的？刚刚还在兀自欣赏，这看着就价值不菲的玉饰的小贩，整个人被猝不及防的提起，他乱蹬着凌空的双腿，一张脸憋得直翻白眼。程夜眼尾通红，几日未曾休息的瞳孔弥漫上层层红色血丝，他浑身骤然迸发的戾气，让周边围观之人皆是不寒而栗。说，他不会认错的，这是当初在柔然时他亲手赠他的玉饰，如此贴身之物，怎么落入他人之手？心里最不想承认的猜测蠢蠢欲动，她那样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又是如此虚弱，仍任拿捏的境况，若是落入心怀不轨之人手中，他简直不敢再想。少爷，他快死了！紧赶过来的幕北惊得包子都掉在了地上，他的惊呼唤醒了程夜近乎疯狂的失智。可嗨，身体猛然一倾，小贩向后一跌，紫红着脸开始猛咳。这是方才一位小公子
买包子，未带银两递给我的，生怕他又要掐自己。顺过气的小贩立马将事情全盘托出。得知事情来龙去脉的程叶理智开始回笼，他往哪里走了？就是那边的客栈。小贩颤抖着手指了指大路尽头的一家客栈。程叶心底一震，当下便想动身而去，只是转身的刹那，他又顿住了脚步。刚松了一口气的小贩刚想站起来，又被他吓得跌了回去。爷，您，他方才买了你多少包子？他问。20个。小贩颤得更厉害了，心中无比后悔刚刚没答应那小公子赊账，平白给自己招来祸事。程叶沉吟半晌，从怀中摸出一片金叶子递给他，我帮他付了，够吗？够。小贩连连点头，他就算卖一辈子包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啊。没听到眼前之人的动静，小贩缓缓抬头，这才发现人已经走了好远。此时金叶子被放在岸上，正泛着金光，他面色一喜，然后连忙将其收进袖中，真是不枉这被恐吓一场。而程叶则是往刚才小贩所指的客栈方位急急行去。只是他冲进客栈之后，却并未寻到他的人，而是在几番打探后才知道他已经在不久前离开了这里。他攥紧手中的翡翠吊坠，心中被得知他无碍的喜悦和他拿他送的东西换包子的恶劣行径胡乱交织，现在竟然又让他慢了一步，这个女人简直气死他了。掌柜，借用一下您的马。没待他回答，程叶便翻身而上，没了踪影。因着没有钱，冉子一行人只能靠走路行至东陵，只是这允东走得如此慢，是他未曾料到的。不过也能理解，养尊处优的贵公子应当极少自己走路，现在应该是他这辈子走得最多的路了吧。可是他既然是个贵公子，为何在这隐郡没有他家商号范围的商铺呢？冉子一路上维持着表面的平静淡然，实则在内心已经腹诽了800遍。他刚刚为何要说目的地在东陵？如若不然，按照他的速度虽然算不上快，但也比现在要好得多。想必他南下的消息程叶已经知道了，说不定他正在寻他，可他还在这磨磨唧唧。唉，冉子仰头望天，欲哭无泪。可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自后而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正在急切赶路，于是便下意识地将身侧的允东向一旁扯了一下。尘土飞扬，马蹄渐缓，在冉子视线清明之后，他便宛如做梦一般，看见那熟悉的身影正立于马背之上，阳光透过树荫洒落在他周身，于他深邃坚毅的面孔上留下淡淡的阴影。此时的程叶薄唇紧抿，目光死死地盯着他那抓着允东的手。冉子怔然不知所措地放开。这是允东的出声打破了所处4人的诡异平静，他终于意识到这不是做梦。这是家兄，想来是我太久未归寻来了。他笑着打了个哈哈，那道刻意避开的目光却因着这句话显得愈发灼热。原来如此。允东了然点头，对上程叶淬了无尽寒气的眸光，却丝毫未曾退缩，而是迎着他的视线笑意更甚。程叶唇角微勾，冷哼一声，随即手腕一翻，那长鞭便像长了眼睛一样直直圈上了冉子的腰身。唉，他的身体凌空而起，不待他反应过来，整个人便被拽入了他的怀中。家兄，他俯身咬上他的耳垂，语气阴沉可怖。冉子浑身一颤，动了动身体，却被他桎梏更紧。有人在，只是他的反抗只会引来他更多的动作，回去再收拾你。说完这句话，程叶直起了身子，再未看下手2人一眼，便扬鞭去。允东注视着2人扬尘的背影，一向温润无害的瞳孔中闪现出了一抹玩味。少爷，我们要追吗？向一问。不必。说着，允东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向与之相反的方向离开，而那脚步哪有先前的半分柔弱。让他们出来吧。是，总会再见的，不是吗？冉子被程叶环在身前，一路无言，背对着他的他只能听到那强而有力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敲击在耳际。他有些心虚，毕竟自己这私自前来又出了事，定是扰乱了他的阵脚。况且他总觉得此刻的程叶安静的过分。果不其然，在他将马行至住所后，冉子便觉腰身一紧，随即整个人便被他打横抱在了怀中。赶回来的木南木北只在不远处看到自家少将军怀抱了个男子飞身下马，然后往楼上掠去。路过的其他人看到2名男子抱在一起，冉子的惊呼声在看清他的面容后瞬间卡在了喉间。他刚想说此举不妥，只见他凉凉的瞥视了他一眼，便没再看他。程叶不过2下便到了房内，为了寻他，整个客栈2楼皆被他包了。想到方才寻去的地方竟是离他那样近，可他却丝毫没有发现，顿时心中便燃起了一股无名之火。他将他一把扔到床上，没等他反应过来，便又立马欺身而上。冉子下意识的后退，可等待他的却是一堵冰冷的墙面。程叶的双臂撑在他两侧，那逼人的目光引得他蜷起了双腿。他双手环膝，将整个人尽可能的缩小，只是他却没再给他逃避的机会。
你知不知道多危险？分明是一句担忧的话，可此刻被他说出来，却饱含了满腔隐忍的怒意。这些天以来的后怕和忧惧在他眼底疯狂翻涌，可垂眸的冉子却并未看见。他咬着唇，被他吼得身体微抖，交叉的双臂抱得更紧了些。而他这般不言不语的模样，却更加惹恼了程叶。那个男人是谁？一想到方才见到他扯着那人手臂的模样，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还兄长，简直岂有此理！路上遇到的路人，冉子小心翼翼地掀起眼皮，瞄了他一下。路人？程叶冷哼一声，然后伸手扼住他的下巴。那你刚刚准备和这个路人一起去哪？他都快要把尹俊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找到他，甚至还冒着被宫里的人发现的危险，给他沿路留下了他轻微的暗号。可他倒好，这是准备直接一走了之。冉子被他强行抬起头，心下有些委屈，小声嘟囔道：“去找你。”只此可怜巴巴的一句，程叶眼底汹涌的气焰便像是被突然掐断了根，刹那间就湮灭了大半，连掐住他下巴的手都不由得松了一些。他所收信件中只是提及了他南下之事，至于所谓何事，他并不知晓。不过他约莫也能猜到是同他父亲的案子有关，毕竟之前的他就算身处囹圄，也不忘了逃跑。思及此处，他的语气虽尽力缓解，可依然不减强势。我承诺过会帮你查案，便不会食言，你就这般不信任我？而这方的冉子听着他强硬的言语，顷刻间铺天盖地的难过憋屈就席卷了脑海，甚至连最开始的目的都忘了大半。是我打扰少将军了，我这就离开。说罢，他抿着唇，一把推开他泄了力的手臂，就想向床外爬去。可程叶哪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他？你又在闹哪门子脾气？他长臂一探，冉子的身子便被猛地拽了回来，但他此时重心不稳，这阵大力竟让他直直向后面墙上撞去。程叶瞳孔一缩，大掌迅速拖向他的后颈，将他翻转至自己身上，这才免得他那受伤的脑袋再次遭殃。而那方的冉子只觉一阵天旋地转，伴随着耳边的一道闷哼，整个人便趴到了他的身上。头顶的发簪被悄然带落，没有了束缚的满头青丝如瀑布般倾洒而下，发尾扫过下方程叶的鼻尖，留下阵阵清香。与此同时，冉子的身子和他紧密相贴，那温软如玉的触感，宛若世间最媚人心弦的藤蔓，肆意地缠绕上他的四肢百骸。瞬息之间，程叶的身体便燥热了起来。你，冉子手臂微曲，同他拉开了些距离，只是目光所及的那双黑眸，却仿佛带着蛊惑的深渊，让他骤然被抽离了思绪。程叶凝视着他那双潋滟星瞳，许是惊吓导致正泛着隐隐波光，红唇也因着愕然微张，暗色慢慢覆盖眼底。他喉结上下滚动，撑着他后颈的手臂一个下压，随即下颚微抬，咬住了他的唇瓣。他的吻来势汹汹，舔舐过他的唇齿后，便开始疯狂攻略城池。而那只原本扶着他脖颈的手掌，也不知在何时在他颈间不断摩挲，然后将他摁进。冉子被吻得措手不及，只觉今日的他同以往很是不同，凶狠又霸道，不给他丝毫喘息的余地。他想挣扎，可腰身被他另一只手狠狠掣肘，扭动半晌也是无果。刚刚还那样凶狠地质问他，现在这样又算什么？这样想着，他的眼眶开始发热，然后一个狠心便张齿咬了下去。死！血腥味在二人相融的唇齿中弥散。冉子趁着他吃痛的当即撑起身体，只是腰间的手臂却依旧坚硬的宛若枷锁。他看着他唇边逐渐晕开的嫣红血迹，心里咯噔一跳，他是不是太过了？程叶伸手撩起他鬓边散落的发丝，然后在他惊诧的目光中伸出舌尖舔掉唇边的血珠，那宛若冬日寒星的瞳仁附上层层邪气。于他不防之时，他手臂再次用力，让他栽进了自己的怀中，沾染了血色的唇咬上他的耳垂。学会咬人了？他哼笑的声线低沉，又隐含着慵懒的沙哑，一字一句地撞进他的耳窝，直抵心际。冉子脸上的红晕快要蔓延的脖子根，他的气息就像一根羽毛来回在他全身扫动，不轻不重，似晚风拂柳，令人心痒难耐。放开！他在他肩窝闷闷震动细腰。你的腰带都到我了，程叶。冉子没想到，这本没抱什么期望的挣扎，竟引得他瞬间放开了自己。他看了眼距他不远，却面容染上诡异红晕的程叶，试探道：“你是不是生病了？”“不应该啊，方才还力气那么大。”程叶眼神飘忽了瞬，轻咳一声：“我没事。”经过这一番闹剧，他这带着的怒意竟消散得七七八八。但冉子却没忘了他方才的行径之恶劣。“哼，没事，我便先走了。”“去哪啊？”他抓住他的手腕。冉子用力拍开他的手掌，轻哼：“回朔北。”“回？”程叶挑眉，他被他揶揄的眼神看得哽咽。这么熟练的回朔北，倒是显得他真把朔北当家了。只是下一秒，冉子的脸又垮了下来。如今除了朔北，他似乎真的没有地方可去，但面子还是得要的。于是他眼尾一挑，这四海之大，难道还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自然有的。他笑。冉子压下心中溢出的淡淡失落，状似无谓的撩动发丝，那还不让我走？走吧。说着，他大掌滑进他的掌心，然后十指相扣。冉子，程烨扬起二人紧握的手晃了晃，十分不以为然，一起去找容身之处啊。见他愣然不语，他身子向他那方倾斜，咪眸皱眉，你不会想抛夫弃子吧？闻言，冉子立马炸毛，胡乱甩开他的手，另一只手抄起身侧的枕头就砸了过去。哪来的复合子？哎，你谋杀亲夫！程烨大笑着单臂接住，冉子气得别过脸去，你不知羞耻，那就等成婚之后再。你闭嘴吧！他猛地扑上去，一把捂住了他的嘴，然后却看见程烨又狡黠地弯起了眼尾。冉子瞪他后撇开目光，想想不太解气，又多捶了他一拳。程烨，算了，他开心就好。理智回笼后便知晓这样同他闹下去该耽误正事，于是他坐直身体道：行了，我这次来是想同你说，东陵可能有人已经盯上你了。紧接着他开始断断续续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与他听，只是说到那5封信时又十分懊恼，都怪我当时没考虑到船体漏水，不然……疼吗？他忽然问。他茫然抬头眨了眨眼睛，一时间没理解他所指什么。过来，他对他招手。冉子警惕地往他反方向移了移。干嘛？让老子抱一下。他故作凶狠，只是床就这么大，他还往里面退，他自然是随手一捞便将人捞了过来。我在和你说正事。冉子拧眉怒斥他这不正经的行径。程烨淡淡点头，只是手里的动作并没有停。他见到他的第一眼便发现了这显眼的纱布，虽然早有猜测他这一路定是十分惊险，可从他自己口中说出来却又是另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丫头挺傻的。修长的手指扯动着纱布的边缘，然后一圈一圈的解开。他此时本就是披散着头发，是以解起来并不困难，只是冉子开始抗拒了起来。他的后脑部位受到撞击虽不是特别严重，但这么久没有更换纱布，此时定是一副十分不美好的画面，并不是什么大事。你后半句话骤然而停，感受到身后微软的触感，冉子猛地瞪大双眼。程烨从他的伤部稳至发顶，然后将头搁在他的颈窝，从后抱住他的身体。要换药了。我知道。顿了顿，他叹：对不起。他的身子是那样小，可为何却敢为了这些事情不远千里的从朔北跑来东陵？方才是我态度恶劣了。说着，他埋头蹭了蹭他，而冉子则在他说出那句对不起后便缄默了下来。他见过他很多样子，自信的、冷酷的、不可一世的、嬉皮笑脸的，还有放浪霸道的，却唯独没见过这等收敛且自责的模样。冉子的眼眶开始泛热，他张大眼睛企图让其蒸散，蓦然间就想起了当时在楼船上的情景。他自幼便害怕打雷，可在后来流放到了朔北之后，因着北方先有雷雨，他就逐渐淡去了这股恐惧。他以为他不怕了，可直到这一次他才明白，不是不怕，而是忘了，但总有契机让他再记起来。同样的，在家里出事以后，他饱尝过各种世态炎凉，他降低了自己的期待，想着只要活下去就有希望。他以为他不会再在乎别人如何待他，可偏偏程烨出现了，他让他忆起了被在乎的感觉，让他逐渐贪心，步步沦陷。冉子深呼一口气，想要装作指责，可那声音中却有他自己未曾察觉到的颤音。你刚刚真的很凶。他感受到身后之人将他搂得更紧了一些。他沉吟片刻，试探歪头，要不你再咬一次。听言，冉子的阴郁瞬间一扫而空，取之而来的是满脸羞愤。程烨。那日后，程烨就强行摁着他留在客栈住了几日，并且勒令亲卫看守，无论如何也不准他出门。而他自己则是先行去探查了冉元正曾经的住宅。冉子虽气，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自己确实还算个伤员。不出他们所料，在那座宅院中果然有曹相通敌贩卖军火私器的种种证据。确认这个消息后，冉子又气又急，没想到我爹竟真的是因为这事被害，真是我不想喝。此时的他正一脸肃然的想要继续说下去，却被程烨未来的要打断。我真的已经好了，你不信可以摸摸。他无奈的向他摆动脑袋，示意自己已经没有大碍，可程烨却眼角都没给他一个，又递了一勺过去。他紧抿着唇，不能同霸权强权低头。程烨冷然凝视，明日我们便要启程去东陵，你不喝就给我待在这儿。冉子脸色一变，这人怎么这样？天天以此为要挟，让他卧病在床不够，还逼他喝这些早就完全不必要的药。到底他是医师还是他是医师？可就算这般腹诽，他依旧不能表现出来半分忤逆。于是冉子伸手夺过他手中的药碗，然后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仰头一饮而尽。只是他并未吞咽，而是嘴里鼓着一团，将药碗翻过来抖了抖，
喉咙里哼哼唧唧的出声。程烨轻描淡写的睨了眼他，随即身子轻靠在床侧，双手环胸，咽下去。冉子一对柳眉凝得像麻花，与他眼神对峙片刻后，终于两眼一翻，吞了下去。见他这般可爱模样，程烨忍不住轻笑了一声，然后俯身接过他的药碗。这才对，说好的就喝这次了。他急急道。程烨点头，君子一言九鼎。哼，你最好是个君子，又在骂我。他屁事，他挑眉。没有。冉子没好气的拉起被子转过了身，不想看他。程烨倒是来了兴致，他将瓷碗置于一侧，然后坐到床边，将他的身体掰扯过来。你不是一直好奇我是如何寻到你父亲的住所的吗？冉子在听到这句话后，一把掀下被子，眼里充斥着兴奋。你终于肯告诉我了。他之前一直担心的一点，便是害怕寻不到父亲的住所，又把动静搞得太大，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可程烨却好像洞察一切一般，不仅精准地找到了位置，还没让其他人捷足先登。实乃其事。想知道？见他低低的笑，嘴角弯起一抹轻佻又痞气的弧度，冉子就知道定没好事。果不其然。香，那你亲我一下。既然如此，那我先走。等等。冉子忽地掀开被子，赤着脚跳下地面。程烨看着眉头一拧，正欲发作，却忽然被人捧住了脸颊，然后向下一拉。波姬。他在他额上印下一吻，随即便仿佛碰了什么瘟疫一般，退后几尺远。好了。他偏着头，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程烨愣了半晌，才直起腰，手不自觉地附上额头，然后弯了唇角。他本不想再逗他，却又在看到他赤裸的小脚交叠在一起不断抠地时，再次忍不住笑出了声。冉子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瞬间就臊得更厉害了。他竟然在他面前露了脚。你先出去。他移开视线，眼尾勾起微弧，背对着他向外走去，还不忘顺带挥手安抚出声。阿紫莫怕，我会负责的。第65章。冉子换好男装后，又平复了半晌心情，才踏步走出房门。而外面的程烨早已单臂倚着马背等候多时。见他扭捏着走出来，他握拳抵在唇边，故作冷漠：怎么还要让为兄等你这般久？闻言，冉子脚步一顿，未久才反应过来，现在二人正处于客栈外面。现在路过之人虽不多，但也不少，而他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在指明他现下的伪装身份。但冉子却觉得没那么简单，如此情景更像是在报复那日他称他为兄长一事。然后的他眼底闪过一抹狡黠，随即垂眸压低声线，却没降低音量：哥哥莫怪，我不是故意的。一语既出，程烨顿觉周身来往路人皆向他投来了道道指责的目光。与那方的冉子分明害怕却又不得不向前走的模样相比，他这边倒是显得十分恶劣了。是做哥哥的不得让着点小的吗？看着弟弟畏畏缩缩的样子，定是被欺负怕了。唉，这世风日下。就在这个时间当头，冉子已经走到了他跟前。兄长还走吗？他颤了颤睫毛。程烨俯视着他，黝黑的瞳孔中流转着暗沉不明的波光，他舌尖抵着腮帮鼻腔发出哼笑。真他娘的挺会装啊。走啊。然后竟丝毫不顾周围的灼灼视线，将他一把抄起扔到了马背上，随即自己也翻身抵住了他的后背。即使并不是第一次被他这样抛来搂去，可冉子的心还是漏跳了一拍。这家伙就知道玩阴的。程烨单手攥紧缰绳，伴随着鞭子起落的声音，马儿高扬前蹄，嘶叫一声便向前驰去。围观众人见那马完全没有顾忌的横冲直撞，顿时便宛若一群惊弓之鸟般迅速轰散退开。耳边的劲风呼啸着掠过发尾，冉子微眯着眼见离开喧闹室中后，终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程烨，你恼羞成怒了。程烨垂眸看他，听着他的声音飘散在阵阵烈风中，那双弯起的杏眸潋滟生辉。他忽然觉得他就该这样肆意无畏，那些阴谋算计又与他何干？没有等到想象中的回对，冉子停下笑声后，有些诧异的转头，却不想对上了他含笑的瞳孔。还回来开心了？他顿觉没了趣，耸耸肩转了回去。我哪儿敢？准你继续赶。他笑，然后弯腰抹挲他的耳根。那声哥哥叫的挺好听的。他终于认识到了什么叫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冉子放弃了继续同他斗嘴，一路上无论他如何挑拨，终是忍到了目的地。只是入目所见之荒凉，在一瞬间便将他的注意力完全引去。这是曾经襄王外室的住处。身后拴好马匹的程烨缓步走来。冉子正然，他虽将那5封信之事同他讲过，却从未主动去问他和襄王的关系。毕竟现在的襄王已然成了朝廷罪臣，刻在史书之上，不论真相如何，那都可能是他不愿触及的往事。他尊重他，所以不去提及。可今日他怎得忽然说到了襄王的外事？8年前襄王被判被抄家后，这座院子便一直荒废在了此处。因为襄王所定之罪为谋反，
自然也牵连了他身边的其他人。且当年那场动乱影响之广大，以至于时至今日也无人敢沾染上和他有联系的人或事。所以他回头看他，心中猜测渐起，我是那个外室的儿子。他语气平淡，行至他身侧，附上了他的手。闻言，冉子不自觉地回握住了他。你不必同我说的。他低着头，声音沉沉的。他就算再不济，也是个嫡女，在东陵待得久了，他也太明白作为高管权臣家中的外室之子，生活是何等不易。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程烨轻轻哼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看他挎着小脸，一副黯然魂销的模样，就知道他定是脑补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在这之后，便是你父亲曾经在尹郡的住处。话题跳转得太快，冉子有些茫然。不然我是如何被他医治过的？他的话点醒了他，忽然间一切就串了起来。是了，他曾经说过的，以前被自己父亲治过病，不然他也不会在最初知道自己是父亲的女儿时稍加关照。原来我们又是近离得这样近。他笑，听此程烨不自觉地仰头，目光扫过前方，阳光透过的琥珀色瞳孔中荡漾着圈圈涟漪，最终无言。冉子以为失去的记忆会因着这次故地重游想起些许，然而事实证明他想多了。面对这已然面目全非的荒凉场景，他的脑子空空如也，左不过是些幼时糗事，记不得也无碍。程烨如是安慰，冉子觉得他还是闭嘴比较好。程烨此行是暗中脱离了数支军队，快马加鞭行至尹郡，为的就是趁着这个时间空隙来探查出冉父所藏证据。如今势必便连同冉子一起带了回去。程宇则自然知道他在行程中带了些亲卫，擅自离了队，然后又在这快要临近东陵时折了回来。他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又在看到程烨身后跟了个身形明显小了不少的侍从时蹙了眉。据说是少将军在路上捡的，看他可怜，便收进了队里。萧厉道：这解释程宇则听都懒得听。这么多年，他竟不知这小子能有这么好心。哼，而大管不住。而那边本有些担心大将军会降罪责罚的冉子，在经过几日的平静生活后，终于放下了心。看来大将军也是默认了程烨的行事。他想，淮南与朔北乃禹朝最大的两大军区，向北抵御柔然，向南震慑东夷。因此，在禹朝百姓心中，这两方军区首帅地位极其之高。而在今年，除了两大军区的将领一同赴京述职，更重要的是，那位存在于传闻中的朔北少将也会一同回京。要知道，不过10几岁的年纪，便能几次三番的将柔然打得不敢来犯的少年英雄，可是要更能引得群情鼎沸。宇泽，没想到我们竟然同时抵达。此时朔北军旁正行来一支黑甲金盔的军队，为首之人正是同样回京述职的淮南大将军左浩明。朔北至于淮南，还是要更远些。浩明，你们还是慢了。闻言，程宇则大笑一声，接了他的话。二人虽今年未见，但却并未有任何生分。交谈一阵后，便又仿佛回到了曾经在东陵的少年时代。这时左浩明的视线转向他身后的程烨，那双阴眸瞬间便眯了起来。这少年和那人实在是太像了。这便是我在朔北收养的义子程烨。说着，程宇则看了眼他。左大将军。程烨见状颔首示意。原来就是这位小将把柔然那群蛮夷打得屁滚尿流。不错不错，不过既然是宇泽的儿子，换我伯父便好。左浩明不过转瞬间便明白了心中那抹熟悉感来自何处，连带着看向程宇泽的眼神中都带了些深意。阿瑜，见过你程伯父。左之瑜上前抱拳，程伯父。程宇泽仿佛未曾见到他神情的变化，只是笑着应声。寒暄过后，二人并行在守卫，高悬的东陵城门缓缓落下。而跟在程烨身后的冉子却在左之瑜出生的第一瞬间便被引过了注意力。他从未见过女将军。只见那女子高挑的身姿由一袭黑红色软猬甲包裹，手中的红缨枪背于身后，竖起满头青丝的发带和那枪头的鹰穗一样泛着鲜艳的红。她神情无波，一双明眸清雅肃然，英姿飒爽是冉子对她的第一印象。此时的她因着未接原因和同样身为少将的程烨行至一排，不知怎的，落在后方的冉子心中突然有一股道不明的余堵。程烨虽一直在前方，却一直关注着走在后排的他。忽然他转过头去，正巧碰见他那复杂的眼神。他挑眉，来前面。他偏头，不想去。在二人隔空交流的当头，城门轰的一声被完全放下。而在两方兵马并行前侧，入目所见便是城内道路两侧边乌泱泱的人群正翘首以盼。百姓们在终于见到等待许久的将军兵马后，欢呼声刹那间响彻天际。是镇北大将军和淮南大将军，那后面便是朔北少将吧？如此年轻，竟还生得这般俊美。话头在程烨的身形出现在众人视线中时，便完全一边倒去。时隔多年，这是他第一次以朔北少将的身份出现在东陵城。就算是隔了前方不少人，
然子也依旧被这排山倒海的喧嚣怔愣半晌。而就在此时，不知何人忽然一鞭子甩到了他的马后背之上，这鞭子不轻不重，倒不至于让马奔腾，却也让他来不及反应，便被迫带着往前。可这马上就要进城，如此庄重的场面，他要是出了什么错，岂不是？但没待然子做出什么急救措施，他慌乱的视线就对上了眼前之人揶揄的目光。马背的缰绳被他攥住，然后于众目睽睽之中，程叶将他拉至了身侧。这不合规矩，他急切小声道。更何况现在所有人的视线都在他身上，这般动作实在是太轻佻了。哪知身侧的少年丝毫没有顾虑，然后他便看到身侧的他那抹狭长眼尾无畏的上扬，醉人炫目的桃花眼中流转着耀眼又自信的波光。我就是规矩。宫中派来迎接的官员早已在前方等候多时，按照禹朝惯例，庶职官员皆会由相应之人带往京中住所，以待传召。而就目前看来，朔北军和淮南军被安排的地方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然子一路局促地跟在程叶身侧，虽然知道那些灼热的注视并非看向他，可他依旧无法自安。终于在两方人马各自分流时，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你也太没出息了。程叶侧头看他，压低声音打趣道。然子撇撇嘴，没好气地说，你可以再离我近点，这样明日整个东陵城都会知道他们敬仰推崇的朔北少将军是个断袖，届时怕是又要碎多少姑娘芳心了。闻言他煞有其事地认真点头。然子见状冷冷地轻哼两声，可下一秒却见他扯着缰绳离他更近了一些。原来你已经在意我到了这般地步。阿紫放心，方才那些围观的姑娘我不会多看一眼的。然子这人是不是理解能力有点什么问题？他不想再与无赖搭话，目光随意扫过那边快要完全消失在视野中的淮南军。忽然眼前一道熟悉的身影闪过，似乎是冉恒。然子骤然拉起缰绳，满心满眼都是方才匆匆掠过的身影。他记得程叶和他说过的，冉恒被流放到了淮南，后来到了左大将军的手下。所以你做什么？感受到他骤然凝起的目光，程叶蹙眉拦住他想调转的马头。然子被他的声音惊回了理智。是了，尽管他十分想上前去确认一番，但现在这番情景很明显不合适。这样想着，他的手指微微放开，然后摇了摇头，无事，是我看错了。闻言，程叶移开手臂，狭长的眼眸向他方才看过的方向望去，却只能见到淮南军转角的背影。有事要同我说？他抿唇沉声道。程叶太知道眼前这人遇事则憋在心里的习惯了，即使他会为了他的安危远赴东陵，却终究无法对他敞开心扉。然子只是点头没再作声。随行的3000骑兵皆被安排在专门的骑兵住所，是以将军府中所留之人并不多。是夜，然子正窝躺在床榻上，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在黑夜中炯炯有神。自那日以来，他已经数日没见到程叶了，他总是很忙又不肯带他。况且现在他们身在东陵，天子脚下总是比不得在朔北自由。他的住所虽离程叶不远，却也得遵循他现下的身份，不能时时见面。而如今较之于去寻冉恒，他更在乎的是父亲的案子究竟如何去重申再审。毕竟只要淮南军在东陵1日，冉恒便不会走。但他们冉家的案子却是笼罩在丞相盘根错节的权势之下，若是贸然暴露，必然适得其反。这样想着，冉子轻叹了口气，然后侧了侧身，将胳膊枕在头下。忽然他听到身后窗户传来一声轻响，一只大手忽地覆盖住他的肩膀。冉子下意识地伸手摸出枕下匕首，与此同时，那原本卷曲的双腿横扫而去。程叶没想到他竟会这样袭来，本想抓住他手腕，却又瞥见了那一抹寒光，顿时心下一紧，这样怕是要伤到他。思及此处，他的身子顺着他双腿的力度向后仰躺，而那本欲钳制他的手掌也中途换了方向。刺！伴随着一道衣衫割裂的声音，冉子腿部一个用力，便将他摁躺在身下。他跪坐于他身上，抬眸便对上了一双黝黑的眸子。惊愕的瞬间，他握住匕首的手立马松开，一道清脆的刀柄落地声响起。他回过神来，又赶紧低头，果然看见程叶的小臂一道伤口赫然而上，正鼓鼓冒着鲜血，不一会便浸暗了周围一圈。冉子急忙抓住他的手臂，手指微动，便要去掀他的袖子。无碍。忽然程叶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腕，然后抽出受伤的手臂置于身侧，含笑的桃花眼中波动着圈圈灵光。冉子乃信他这话，这本就是他伤了他，那伤口他不过是瞥了一眼便知道其深度不浅。拿来我给你处理一下。他紧紧拧着眉，说着就要往他腰际手臂摸去。只是这黑灯瞎火的，他不比他叶能视物，他又有意躲着，他摸索半晌也没抓住。程叶被他摁躺在身下，此时的他跨坐在他身上不断扭动，本是想捉弄他的程某人突然感觉到了什么叫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别动了。他蓦地伸出双手握住他的细腰，
额角的青筋隐隐跳动。然子被他突如其来的双手桎梏了身形。此时已是夏日，衣衫本就单薄，他只觉贴在腰际的手心传来的温度滚烫异常。他想要掰开他的手掌，却在指尖搭在他手背的那一刻，骤然发现他此时的姿势是何等的轻浮放浪。他竟然骑坐在他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然子仿佛被灼烧到了一般，手脚并用的从他身上爬起，可那脚又实在不争气，在下床的当头竟然又绊了一下，砰的一声，屁股着地，然子痛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就在此时，一阵轻笑在头顶响起，他抬头怒目视之，却惹得那人笑得更欢。哼！然子愤然起身，随意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噔噔2步走到桌台，拿起纱布和药瓶就给他扔过去。你自己看着包扎吧。说完，他便寻了旁的一处座位坐下，不再看他。这么多日都不来见他，将他一个人扔在这偏院，今日一来就是这般鬼鬼祟祟的模样，俨然是登徒浪子做派，简直越想越气。程烨接过他扔来的物时，又笑了2声后，便翻身坐了起来。他将纱布和药瓶置于一侧，然后侧坐在床沿，双肘搭于膝盖，轻声皱眉看他，只是眼底的揶揄却暴露了他此刻的内心。刚刚不是还要给我包扎？阿紫怎得如此善变？然子冷哼一声，如果少将军过来就是看我笑话的话，现在看完了可以走了吗？反正我这人挺可有可无的。可这酸溜溜的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果不其然，阿紫，你现在像个怨妇。程烨这人一向是说不出什么好话，他恨阿紫。阿紫，你为何不说话？阿紫，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好不好？听此，然子的睫毛颤了颤，他转眸看他，谁？程烨扬唇，你最想见的人。最想见的人？难道是？他眼前一亮，心中说不出什么滋味，只好缄默又期冀地等待着他给出的答案。只是程烨却忽然撇了撇嘴角，长长的眼尾耷拉着，将受伤的手臂往前示意。可是我受伤了，要阿紫亲自包扎，才想得起来那人是谁。然子，纯路人，请问刚刚说我爱的是您吗？翌日，当然子作为随行小厮跟着程烨来到皇后举办的赏花宴时，他忽然就迷茫了。所以你要带我见的人是这些贵女吗？他压低声音在他身后小声道，只是那眉头却拧得极紧，怎么就感觉有些不靠谱？程烨脚步一顿，斜睨他道，你在想什么？皇后举办的这场赏花宴名为赏花，实则是将东陵适婚未配的各家千金和儿郎聚在一处，有为其拉线之意。而作为符合要求的他，自然也被邀请在列。只是若不是为了然子，这种场合他是来都不会来的。佐之于今日的随行亲卫中有冉恒。短短的一句话，让然子瞬间认识到自己错怪他了。看来昨晚的猜测并没有错，他说的人果然是冉恒。心中的狂喜快要压抑不住，他偷偷瞥向身前波澜不惊的程烨，红唇开了又抿。那入宴之后，外部守备换房间隙，你可以出去。没待他踌躇开口，他便已经为他安排好了后路。忽然然子感觉眼眶有些酸，他诺动嘴唇半响，才小声道，谢谢。什么？奈何他声音太小，走在前面的程烨并未听清。他刚想再说一次，却被人打断了话头。程少将。只见一穿着青松绿装缎袄裙的女子缓步走到程烨跟前，她脸颊微红，一双青眸似水带波。小女子是户部尚书家的妖女沈玉，早早听闻少将军少年英杰，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里是小女子自己绣的锦色鸳鸯荷包，若少将军不嫌弃。那方的沈玉还在继续说着，可程烨身后的然子却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说起来，这沈玉还是他的老熟人，当年他初入东陵，可没少被这人带头嘲讽乡巴佬，还明里暗里使绊子。只是今日一见，竟没想到曾经那个趾高气扬的大小姐还能有这副模样。这程烨当真就有这么大魅力？这样想着，然子又多看了一眼他，高挺的鼻梁，淡薄的嘴唇，浓密的剑眉斜斜飞入鬓角，狭长的桃花眼含情又薄情，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好看。似乎感受到他的目光，程烨微微回头看他，而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的沈玉也跟着他的目光看了过来。然子笑容微凝，嫌弃。沈玉面色一白，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少将军您的意思是？程烨淡淡扫视他一眼，没我夫人做得好。沈玉的神情更加僵硬了。夫人？他得到的消息中，他分明就没有澄清。一口银牙机遇咬碎，而说罢后，程烨便再未驻足，径直离去。未久，然子才终于反应过来程烨方才说了什么。他转头看了眼身后快要消失在视野中的沈玉，又看了看身前之人。沈玉是户部尚书的嫡女，户部尚书将她看得极重，你这般得罪人，所以你之前就是被这样欺负的。他凉凉地瞥了眼他。然子哽咽，少顷，他才嘟囔着抗议，可我才没给你绣过荷包，况且他的女工才是真正的惨不忍睹。
突然在一个拐角处，程烨将他拉扯到角落，然后单手撑臂，将他锁在臂弯之间。承认是我夫人了？他痞笑。冉子面色一红，刚想溜开，却又被他摁了回来。只见程烨从怀中摸出那枚在船上寻到了月白色荷包，弯腰向他靠近。夫人所绣之物，为夫甚是喜欢。看着那稀稀拉拉的线头，以及绣在上面已然面目全非的不知名花草，冉子眼尾狂跳，嘴角抽搐不止，脚趾快要抠出一座宅院。他伸手跳起来去夺，却被程烨几番躲开。给我扔了！我不。所以这宴会怎么还不开始？程烨最终也没将那个丑不拉几的荷包还给他，甚至还扬言要将他系在腰上带入宴会。这冉子哪能肯？如此歪瓜裂枣的误食，怎么看怎么突兀，也只有他才觉得甚美。于是为了避免这种惨剧发生，最终他硬着头皮允了再给他绣个更精美的赠与他的要求，那泼皮无赖才勉勉强强地将荷包收了回去。真是造孽。不过庆幸的是，此番宴会正如程烨所说，意在给东陵适婚男女牵线配对，因此重点接在那些出众的青年才子身上。而今日宴会乃皇后主持，设立在宫外姻园，陛下并未前来，是以整个外边布防都要相对松懈一些。冉子远远瞧着这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贵女，蓦地就想起了从前，那时候他也是这样和他们格格不入，只是今日却还有在身侧陪他，当真是物是人非。待会记得走小路。男人的声音在前方传来，他微微点头。在宴会开展约莫1刻钟之后，冉子悄然离开，他一路行至园外，果然正值换房空档。他又左右查看了半晌，确保无人之后才上前走去。左之瑜的亲卫皆留守在姻园左侧门，他不过走了一会，便看到了那属于淮南军的黑甲金盔。想到小恒就在那处，冉子的心跳骤然加速。他驻足半晌，终于调整好心态，迈步走去。也不知他现在如何，可有长高，是不是瘦了？月姑娘！忽然一道清冷的男声自身后打断了他的脚步。冉子神情一凝，在这个当头被人叫住，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好巧！允东一袭青白长袍，手中摇着一柄湖水蓝折扇，浅浅的笑意挂在唇边，显得温润又无害。玄景兄！他缓缓回头，故作惊讶。他啪的一声收起折扇，然后向他走来。月姑娘似乎很喜欢男装。允东的目光不算犀利，可不知怎么的，冉子总觉得他的眼神不似之前清冽，似乎要将他看透。这种感觉让他感觉十分不舒服。于是他含糊着应了一声，不明他究竟意欲作何。但允东仿若没发觉他的不自在一般，自顾自地行至他身前，俨然一副十分熟络的模样。看来月姑娘和在下一样不喜这无聊宴席。冉子脸眸弯唇，皇后娘娘亲自设宴，玄景兄这般逃出来似乎并不妥当。闻言允东挑了挑眉，饶有兴致道：那月姑娘此行又是为何呢？看来她是把自己当成了某个私逃出来的官家姑娘。这样想着，冉子微松一口气，便状似为难道：我家大人还在里面等着呢，咱们做下人的被派遣出来办事时乃正常。果然他的一席话成功的让允东蹙了眉。冉子心下一喜，满心都是想着快点脱身。上次我们家大人出门在外不便暴露身份，所以我才称其为兄长。现下来了东陵才玄景兄若无事，我便先走了，回得迟了恐怕是要被责罚。允东点头，目光和善，看来你家主子的脾气不太好。你既然唤我一声玄景兄，不若到我身边来，我是真心想同你交个朋友。冉子，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我觉得玄景兄现下最重要的还是去参与宴席，选个门当户对的小姐，促成一段良缘，在下先行告辞。说着，冉子不再给他反驳的机会，转身便想径直离开。眼见着换房的下一班人马就要来了，他着实没有时间在此处浪费。可就在此时，允东突然挡在了他的身前，其速度之快令冉子乍舌。这还是那个走2步路便喘个不止的贵公子。在下觉得月姑娘就不错。他眉眼含笑，说出的话却不容置疑。他与他隔得极近，近到他抬头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不同于程烨冷硬，而是白皙异常的面颊上，鸦羽般的睫毛根根分明。然后他伸出了手臂，白玉般修长精致的手指缓缓移至他的头顶，在那之上是一片不知何时落下的栀子花花瓣。本将的人就不由郡王费心了。一道冷冽肃然的男声自身后传来：郡王。冉子心下一惊，又看向眼前丝毫没有架子的温润男子，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他同一位王爷联系到一起。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一枚小巧的树叶带着十足的力度直直射向允东的手指，顷刻间便有一道血痕落下。树叶在碰到他的瞬间泄力，宛若真正的落叶，轻飘飘地从半空跌落，顺带着一同带下了冉子头顶的花瓣。允东，现在应该称之为东方允。他眼神一暗，细微的血痕被他用指腹抹去，然后拢于袖中，看向来人时再次恢复了温润如玉。程少将军。他笑，
你来的正好，我正想去向你讨要个手下。说着，他的眼神转向了一旁的冉子。听言，冉子更是一愣，这人难不成是来真的？玄郡王殿下。程烨径直走到冉子身侧，而后不动声色地伸手将他拦到身后。不知程少将军可否割爱？东方允依旧直视他，目光中带着挑衅。程烨沈笑，割爱？他又偏头看他，你要去吗？冉子连连摇头。见状，程烨状似无奈的耸耸肩，只是那冷然的双眸中浮现的嘲弄，肆意又无味。我这手下不好管教的很，郡王莫怪。东方云想过很多种被他拒绝的方式，唯独没想过他竟是直接去问冉子。他垂眸，脸下的瞳孔中掩盖住了他的真实情绪。既然如此，我便不强人所难。他又越过程烨，看向他身后的冉子，可他却是在未看他一眼。月姑娘，此前行路特殊，对你隐瞒了身份，实乃在下之责。王爷不必如此。冉子着实消受不起这等歉意，当下又后退了几步。只是东方允却恍若未闻。若姑娘需要帮助，允王府随时欢迎你的到来。说罢，他不再给他拒绝的机会，折扇一开，对二人颔首示意后便往后离去。未久，程烨冷冰冰地哼了一声：“你还挺会招蜂引蝶。”冉子正是郁结的时候，忽然被呛了一句，当下就更烦闷了。你早就知道他是个什么郡王？当朝三皇子，平丹郡王东方允，字玄景，人家也没瞒过你。程烨负手就往回走。允东方允，他曾在东陵的那些年，从未听说过宫中还有个三皇子。不过当朝皇帝子嗣众多，看他这封地如此偏远的模样，应是个不怎么受宠的皇子。但是这和他也没什么关系，还留在这等巡班侍卫，把你抓去。程烨离他不远处，双手环胸向他挑眉。冉子一震，不，我还没去找小恒，给你了时间，是你自己没把握住。程烨他踌躇着，忽然灵光一闪，那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能如此光明正大的来寻他，定是摆平了后顾之忧的。程烨勾起的唇角一僵，自那日将他从隐军带回来后，他便去查了那人的身份。今日宴上，冉子没注意，可他却是看得分明。东方允的目光从始至终都在他身上，直到他离开，东方允竟也找了个由头告了退。哼，司马昭之心。见他这个样子，冉子更加笃定了心中猜测。他环顾四周，丝毫没有人快要过来的样子。况且距他离宴到现在已经过了许久，这换房的间隔时间分明就不对劲。这样想着，他也没什么顾忌的小跑上了前。程烨眉峰紧拧，视线死死地盯着冉子，抓住他衣摆的手。程烨，阿叶，带我去吗？他咬着唇，一双潋滟杏眸忽闪忽闪。程烨哥，下巴忽然被捏起，紧接着唇瓣便被啄了一口。看着他被亲得茫然，程烨又恶狠狠地低头又吮了一下。就会勾引我？说罢，他便一把拦过他的细腰，不待他反应，就带着他往左之于亲卫的方向走去。只是在二人未曾注意的角落，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这处，手中的仅怕机遇搅碎。难怪方才见着少将军身后的那人如此眼熟，竟然是他回来了。这样想着，沈玉阴翳的眼底忽然闪过一丝冷笑。他可得回去好好问问父亲，罪臣之女私逃流放之地，该当何罪？冉子最终还是没能和冉恒说上话，毕竟他周围还有左之余的其他亲卫。但是就这样远远的瞧一眼也是足够。可当他真正看到那已经快和他一样高的小少年时，依旧忍不住呼吸一滞。他不过才刚过10岁，明明是天真烂漫的年纪，却不得不变得沉稳庄重。他看着他穿着和自己不太相符的军甲，看着他稚嫩的眉目却有着大人的坚毅，忽然眼眶就开始泛了酸。不过是一个士卒，你若是想让他在你身边，我可以寻个由头把他调入朔北军。不用了，他轻轻摇头，只要他平安顺遂，其他的路便让他自己走吧。后来几日，程烨依旧很忙，冉子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便也没有多问。他知晓为自家翻案会有多难，因此也没以此去为难他。直到有一日，在程宇泽和程烨奉命前去查验皇城守备军时，将军府忽然被层层包围，来人直冲冲地闯进冉子的住处，并掀翻了一众桌椅。冉子皱眉，敢问这位大人，草民是犯了何事，引得大人如此兴师动众？现下府中皆无主事之人，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那为首之人冷哼一声，对比了一下手中画像，而后大手一挥：罪臣冉元正之女冉子私逃边关，给我带走！幽暗潮湿的地牢中，阴冷的烛火森森攒动，飘忽的倒影在地面不停颤抖。冉子被绑在高悬的刑架上，在那之前有2名身着黑色官袍的男子分别坐立于主位两侧。冉小姐，好久不见。一道男子的冷声从煤油灯未曾照到的地方传出。冉子微掀起眼皮，就看到一对黑金官靴踏着微弱的光亮走来。随着那抹光亮的上移，绛红色的官袍逐渐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然后他看到了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孔。风向明把玩着手中的皮鞭，
目光落在那被桎梏在高架之上穿着男装的女子身上时，阴厉的寒意在眼底骤然迸出。他可没忘了这女人当初是如何戏耍他，害他被大人责罚，今日可算是落到了他的手上。看着他的身影，身侧的2名黑衣官员皆起身对他行礼，风向明摆了摆手，而后径直走到了冉子身前。他则在见着他的脸后便偏过了头，一副装死不想理会的模样。但风向明却并没恼，他在离他几尺时停住了脚步。他眼里的阴鸷被似笑非笑替代，随即眼神向后看去，身后得到示意的2人点头，往暗中退去。静谧的牢房中只剩下2人的呼吸声，冉子依旧侧着头眼帘，微垂避开他的目光，而风向明也就这样立在他身前。未久，他终于出声，看来冉小姐并不是很待见在下。没指望冉子会回答，他低低冷笑一声，随后继续道：只是那日朔北一别，在下却是十分怀念。在风向明话音落地的瞬间，一道轻砰声响起，紧接着一束火光从门口顺着浇上煤油的火线一路燃至室内。刹那间，昏黄暗淡的形势被蓦地染亮，与之一同出现在冉子视野中的，还有那被暴露在烛光下渗着乌黑血迹的百般刑具。烛火圈圈排列在他周围，明明不是方才昏沉的模样，却让他感觉背后更加森冷。突然他的下巴一凉，一阵大力便将他的头颅扳了过去。风向明紧握着手中抬起他下颚的鞭柄，在火光颤动间直视着他，强撑着镇定又不断波动的双眸。他眸光一眯，嘴角轻扬，继而又向他近了些。欢迎来到大理寺地牢，冉小姐。冉子咬牙想要躲开他的靠近，却又无路可退。他余光瞥见他所佩戴的令牌，沉声道：不知少卿大人抓草民前来所为何事？他竟没想到这人会是大理寺少卿。可风向明却在听到他的问话后忽然笑了起来。少顷，他放开了桎梏住他下巴的鞭柄，然后绕着刑架走了一圈，漫不经心道：大理寺办案自然是请冉小姐前来配合审讯。原来大理寺办案都是这般将人绑着询问的吗？冉子冷笑，心中却在盘算着此人究竟意欲为何。若说是将他以罪臣之女的身份给处置了，倒也不必再来这刑房走一遭。风向明并未回答他的话，而是单手拧起一旁被烧得通红的烙铁，轻轻吹了一口气，然后将其移至冉子身前，在他眼前比划2下。我这人向来怜香惜玉，冉小姐生得如此肤白貌美，若是留下了些不干净的东西在身上，岂不是可惜？那烧红的烙铁距他极近，近到他散发出的股股热浪，让冉子的额角沁出薄汗。刹那间，冉子只觉头皮一松，那束于头顶的青丝失了束缚，如瀑布般倾洒而下。风向明随手扔掉那根发带，随即烙铁靠近发丝，呲的一声，一股烧焦味便涌入冉子鼻尖。他垂眸看着自己的一缕发尾被烧得微卷，胸腔的心跳快要从喉中蹦出。明明身上未曾受到任何刑罚，可那内心却比之前关押在楚漫漫私牢时要恐惧更甚。就在此时，风向明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只需要冉小姐在这张状纸上画押，我便立刻放了冉小姐，并许你黄金100两，如何？说着，他另一只手从怀中掏出一泛黄的纸张，展平递于他眼前。密密麻麻的文字横陈在上，冉子扫视一眼便看到了其中最为关键的字眼：程业勾结柔然，被逼传信，意图起兵谋反。你只需承认你被程业胁迫，亲眼见着他给柔然传信，意图勾结敌国，并为我们当堂作证，我便不再追究你作为罪臣之女私逃流放之地一事，并为你脱了奴籍，给足你盘缠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生活。风向明的语气势在必得，对于一个跌落深渊的贵女来说，他想没有比让她重见光明更有吸引力的条件了。只是冉子并不是他所以为之人。我记得风大人上一次见我时还是想杀我。他笑，继续言，现在可是怕了。他的话并未指明什么，只是风向明却在瞬间变了脸色。之前他奉命前去朔北抓他，为的就是冉元正手中可能威胁到丞相大人的证据，可如今那东西已然落到了程业手中，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这么说，冉小姐是不愿意配合了？若我说是呢？风向明的笑意逐渐消失，他翻转着手中的烙铁，贴近他的脸颊，咬牙切齿道：你应当知道，你本是个弃子，若非大人还要他画押栽赃程业，他必然在抓住他的第一时间就将他折磨致死。感受到逼近的热浪，冉子感觉脸庞的皮肤有些隐隐灼烧的痛感，于是他轻轻合上了双眼，悉听尊便。砰的一声，铁器在锅炉中碰撞出火花，想象中的疼痛没有出现。冉子睁开眼睛，便见风向明一脸隐忍愤懑地将烙铁扔了回去。就在他以为他要放过自己时，忽然脖肩一紧，他手臂探出，随后猛地扼住了他的喉咙。伴随着他五指的收紧，冉子只觉呼吸瞬间凝固，缺氧的窒息让他意识开始朦胧。他微眯着眼，视线逐渐模糊，放大的瞳孔慢慢涣散，可不知为何，慌乱恐惧的心却在这一刻忽然平静了下来。对于程业，他总有一种莫名的信任，他相信只要有他在，
冉家终有一天会被洗白冤屈，这些朝廷蛀虫也终会得到惩罚。如此想来，他一个人的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是有些可惜，他似乎来不及再见他一面了。少卿大人，上面说了要留活口。他的暴怒与疯狂行径吓到了身后的黑袍随侍，但还是忍不住上前提醒。本官知道。风向明向后怒喝一声，恨意在眼底翻涌，眼眶瞬间逼得通红。只要想到在朔北被他耍得团团转，又被程烨打得机遇丧命于此，便控制不住自己。他多想就这样折断他的脖子，可他不能。可嗨嗨得到释放的冉子满脸通红，他开始大口呼吸，眼珠的红血丝蔓延开来，披散的发丝凌乱地贴在脸上。风向明再次上前揪紧他的衣领，束缚四肢的铁链被震得噼啪作响。他万目牙眦，悉听尊便是吧？来人，给我把他带到水牢。此言一出，身后众人均是脸色一变。大人，那水牢烟杂森冷，环境之恶劣，就算是壮龄男子都无法多承受几日，无数囚犯宁可死也不愿被罚在水牢。况且眼前这还是一位女子，若是出了人命，怕是不好和上面交代。还愣着做什么？风向明凌厉的目光扫射过来，二人一颤，终是不敢再言。是大人，是大人。冉子被粗暴地带到了地下第3层，入目所见是四面环壁的肮脏水池。扑通一声，他被一把推入水中，口鼻突然呛水，引得他不停猛咳。而后他的双手被大力拽起，一对巨大且繁琐的铁链猛地烤着吊上他纤细的手腕。风向明站在门口的阶梯上屁视他，冉小姐便在这里休息几日，等哪一天想清楚了，本官再来亲自迎接。冉子仰头轻斥，少卿大人还是少做点梦比较好。他脸色微变，而后嘲讽一笑，希望冉小姐过几天依旧这般硬气。风向明自然是不会让他死，只是这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足够击溃一个人的意志。砰！大门被重重的关上，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光亮，黑暗与阴森开始从四面八方席卷上他的身体。幽深的水牢中，浑浊的水面散发着常年无人清理的恶臭，四面环壁的水池中间束缚着与他不相符的娇小身体，浸没了半身的水寒冷入骨，他甚至还能看到那水面漂浮的蛆虫尸体。冉子强压着心底的恶心发怵，紧咬着嘴唇。滴答滴答，这里静得可怕，只有水滴的声音能勉强提醒他自己还活着。他强迫自己去想些别的，转移自己的恐惧。他们并未对他动刑，只能说明有所顾忌。而他们找他来污蔑程烨，也能说明目前他们还没有其他办法去害他。如此说来，那被楚漫漫日夜鞭笞的日子都过了，现下不过是在水中被关几天。若他能撑到程烨来救他，一定会撑到的吧。只是水牢之行远没有他想象的那般简单。不过短短2日，他便感觉过了几个春秋那样久。他的下半身已然被泡到没有知觉，原本白皙的手腕因着他身体的下坠勒出深深的红痕。风向明想让他活着，所以每隔1天便会派人将他从水中捞起，然后再次放下，如此来来回回，纵然是铁打的人也经受不住。沉重的大门再次被缓缓打开，靴子踏地的声音在这只有水滴声的牢狱中显得格外明显。门外的光亮逐渐透进无光的水牢，慢慢露出在那水池之中的狼狈女子。此时冉子的双手被大大的分扯在两边，腰部以下浸泡在阴冷发臭的水面之下，及腰的长发铺散在水层上，鬓间凌乱的发丝杂沓的贴在脸颊边。他的脸里里外外透露出诡异的白，紧闭的双眼让人若非看到那微微起伏的胸口，都会以为他早已没了生气。风向明行至水牢前缓缓下蹲，他凝视着眼前气若游丝的女人，紧抿的唇边展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意。冉小姐考虑的如何？第5日了，他对冉子的松口很有信心。不过他的缄默也在他意料之中，于是他又道：如今刑部、督察院与大理寺皆被陛下下令彻查朔北军贪污勾结一事，如此3司会审不日便会有结果。闻言，双眸紧闭的冉子终于颤动了睫毛，见到这细微的动作，风向明心中一喜。冉小姐，这被查出来和你出面作证，其中分量不用我多说吧？3司会审，怎会如此？不对，一定是他们想利用同当初扳倒襄王的手段对付朔北军。如果真的到了3司会审的地步，风向明绝不至于现在还来审他。想到此处，冉子更加认定了他是在激他，于是他强撑着身体的不适，依旧紧闭双眼，任由他在前方喋喋不休。等不到冉子的回应，风向明的耐心所剩无几。他没想到这女人的骨头这样硬，5日的水牢之刑还能忍受至此，偏偏大人还要留这女人一命。可他却是再也不想等了。来人，给我把她拖出来！不好了，大人，少将军带兵闯进来了！没待他一句话说完，外面的吵杂声便铺天盖地涌来。风向明脸色大变，猛地起身，可身后之人却比他更快。脖子上被蓦地横上一把长剑，他瞳孔微缩，语气却不减强硬：程少将，
你这样擅闯大理寺，也未免太不把陛下放在眼里了。只此一句，便在程烨头上扣上了一顶高帽，可他却置若罔闻。程烨的目光自踏入的那一瞬间开始，便紧锁在水牢中心那抹羸弱身影上。他的呼吸停滞片刻，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捏住揉搓。他的阿紫手腕是那样的白皙，此刻却布满了触目惊心的伤痕，曾经柔顺的发丝就这样凌乱地披散在周身。他那般纤弱的身子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待了这些时日？感受到他的目光，合着眼帘的冉子终于睁开了眼。他看到他在不远处持剑而立，逆光的身影笼罩着一层光晕，宛若神奇。冉子想对他笑，于是轻轻扯动唇角，努力弯起一抹弧度。他想他现在的样子一定很不好看，所以又撇开了脸。程烨被他的笑意刺痛了双眼，额间的青筋暴起，握住剑柄的手攥地极紧。风向明只觉脖间一凉，一丝血迹便顺着被割破的皮肤流了下来。程烨，我可是大理寺少卿，朝廷命官，你敢伤我？他终于开始害怕，声音中都带着自己察觉不到的颤抖。是吗？程烨眼角的余光扫视过他，这一眼仿佛在看一个死人，未曾带上任何温度，在顷刻间便让风向明的通身血液彻骨冰凉。可我杀的就是你这个朝廷命官。他的声音不大，却在空旷的水牢室内泛出圈圈回音。而那音落瞬间，程烨没再给风向明任何出声的机会，一道寒光闪过，紧接着便是身体重重落地的声音。少卿大人，程少将军，你竟然身后的随侍瞪大双眼，那惊愕的话语没有说完，便被幕北封喉。风向明的眼珠凸起，脖颈上的深口流出股股鲜血，他嘴唇长得极大，死不瞑目。而发生这一切不过只是眨眼之间。冉子侧着的头还没来得及转回，就听见一道落水声，伴随着长剑与铁链碰撞的火花乍现，他便觉通身一轻，然后整个人就向下软去。只是他的身子并未落入那昏黑发臭的水中，而是被人拦腰搂起。程烨竟然亲自下水来救他。认知到这一点的冉子有些慌乱，他下意识攥住他的衣领，可又想到自己身上如此不堪，便又放了下去。但他却在此时握住了他的手。脏！他不敢看他，微正的手无法脱离他的掌心，却引得他将他抱得更甚。程烨垂眸看着他闪躲的模样后，槽牙咬得极紧，一颗心颤抖得厉害。是我来迟了。他的阿紫是那样轻，可此时的衣衫下摆却因着浸透了水而沉了许多。饶是他见过更为残酷的刑罚，他也不敢多想这几日的他是如何度过的。不迟，他被他救过很多次，以前或是惊恐，或是茫然，或是心颤，可这一次却忽地让他失了眼眶。就在此时，一阵朦胧黑暗席卷了冉子的脑海，几日来强撑的精神在此刻濒临溃散。程烨他急急地叫他，我在。他握紧他的手，他想回握，却如何也提不起劲。还好你没事啊。后半句话没能说出口，他便再没了力气。大理寺少卿惨死于大理寺水牢一事一经传出，便迅速发酵，而当事人本人却正在将军府，对外界的声音未曾理会分毫。幕南幕北从未见过自家少将军如此失控的模样，接连几日，整个东陵城的医师皆被找了个遍，只为了救那屋内之人。此时室内的气氛弥漫着压抑与沉闷，程烨沉着脸坐在床侧，凝视着躺在上面面色苍白如纸的女人。冉子的衣服已经被换下，凌乱的发丝也被梳理得同以前一般柔顺，只是那紧闭的双眸和没有丝毫血色的唇瓣却无一不在昭示着她的虚弱。一旁把脉的年老医者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在收回搭在冉子手腕的手指后，下意识地伸手擦了擦鬓角的冷汗。她如何了？程烨冷不丁的询问让医者忍不住站立了一下。回少将军，姑娘的双腿由于浸泡时间太久，怕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需要多久？老医师再次擦了擦冷汗，在施针数日后慢慢休养，少则2-3个月，多则半年到1年。水牢之狠毒便在于那水污秽又森寒，长时间浸泡其中将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也还好这位姑娘受此刑罚时间不长，那沁入骨髓的寒气未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程烨听着医者的话，凝视着冉子扎满银针的双腿，微微缓和了目光。半年也好，1年也罢，只要他无事怎样都好。感受到身侧之人收敛的低气压，老医者暗自松了一口气，可是还有话他却不敢言。程烨余光瞥见他的欲言又止，当下换了个姿势，平稳声线道，有事便说。老医者抿了抿唇，看了眼程烨，又看了眼床上的冉子，心下琢磨着二人的关系，最终委婉开口。这位姑娘先天底子寒凉，又在之前多次受寒，这一遭水牢之行更是元气大伤，恐怕难有子嗣。一语既出，室内顿时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程烨双手拢在袖中垂着眸，老医者看不清他的表情，也不敢贸然出声。少顷，他才终于开口，他以后会有身体不适吗？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老医者愣了下后道，若我没猜错，姑娘以前便有每月腹痛的毛病，日后多加保暖，不是感应是不会加重。顿了顿，他又谨慎地问了一句，
少将军，如今若是要给姑娘调制身子所用药量，或许会耽搁腿部的恢复。在他的印象中，将相权臣一向是非常在意子嗣的，可眼前这位大人的情绪不明，若他贸然用药达不到期，准恐有祸事。况且这位姑娘的底子实在太虚，就算是投以千金计数的珍贵药材，或许都难有成效。以他的腿为重。程烨没有丝毫犹豫。还有吗？老医者惊诧抬头，半晌才反应过来，他所指的应该是这位姑娘还会不会有其他不适。于是他想了想道，那水牢幽闭可不，且这位姑娘在这几日应是受到了不断的精神折磨，初时醒来会有恍惚之症，但若调养得当，不日便会恢复，少将军无需担心。闻言，程烨的掌心猛地握成拳，他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最终对他挥手，本将知道了，你下去吧。待人走后，程烨才缓缓起身，他坐到了床沿之上，而后伸手轻轻抚上了他的发丝。他看着他，心底是前所未有的无力与窒息。如今的他就像一块碎裂的瓷器，看不到生气，却又充斥着破碎的美丽。忽然他弯下腰，俯身抵上了他的额头，气息缭绕间，他吻了一下他的唇。有无子嗣都不重要，害他的人他会让之百倍偿还，他想要的只是他的平安顺遂。然子有意识的时候已是回来的3日后，他睁开眼的那一刹那，甚至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水牢的黑暗恶臭和现在的白色床幔在眼前不断交错，他不自主的颤抖，想要躲避什么，却蓦地发现自己的下半身毫无知觉。刹那间，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似乎意识到什么，他不死心的又动了几下，依旧没有反应。然子抬眸望着床幔，双眸空洞，思绪逐渐回笼。他好像被程烨救回来了，而此情此景，医者的理智告诉他，那几日的水牢之行定是寒气入骨伤了腿。怎么会这样？可他如何都不能接受自己会残腿的事实。他双臂猛地撑起身子，半拖着下半身就想下地，可他这样的腿又怎能支撑得住身体？于是砰的一声，然子重重摔落在地，上半身的吃痛让他瞬间腾出了泪光。他颓然地跌坐在地面，看着自己无法动弹的腿，一阵躁意涌上心头。忽然脑海中布满蛆虫的水池又一闪而过，他害得双手撑在身后大口喘气。就在此时，他的余光扫过桌案上的一柄剪刀，仿佛被蛊惑一般，他怔怔地伸出手臂，用指尖将其勾来。就在他双手握住剪刀，准备向自己的腿刺去时，门口传来了一阵盆碗碎地的声音。姑娘不可！婢女惶恐地跑上前来，想要夺走他的剪刀，却被他闪身躲过。然子骤然惊醒，他那缠着纱布的双手奔着剪刀手掌撑在地面，看着自己披散到身前的发丝，突然就有些想哭。他觉得自己像个废人。姑娘，把剪刀给奴婢吧，少将军回来若是知道了，定是要心疼的。婢女试探着想要上前，生怕他一个不小心就伤了自己。经过这几日的折腾，谁人不知眼前之人被少将军看得极重，若是姑娘这时出了什么意外，他定是小命不保。可然子依旧是愣愣地看着地面，未曾有动静。未久，他缓缓开口，可这声音却是沙哑的可怕。他在哪里？婢女立马意会，少将军这几日因三司会审一事。婢女还在不断说着什么，可后面的话他却再也听不清，巨大的轰鸣在耳际来回不断。此时此刻，他满脑子都是三司会审几个字。他分明就没有去做伪证，可为何他还要被三司会审？脑中思绪混沌，那日他杀了大理寺少卿的画面在然子眼前一闪而过，所以还是因为他吗？三司会审，姑娘！程烨踏入房门的瞬间，见到的便是然子长发胡乱的披散于通身，手持剪刀抱着双膝，目光茫然又不断站立的模样。他瞳孔猛缩，3步并作2步跨到他的身前，然后蹲下身子，伸手将剪刀连同他的拳头一起握住。程烨！然子目光无神，看着来人有些不确定的喃喃道。他心中微痛，薄唇轻启，是我。太危险了，给我。程烨紧了紧手掌，语气柔软的不成样子，一向刚毅的脸上此时染上了无尽怜惜。在他的轻声诱哄下，然子终于微微松开了手指。程烨眼疾手快的趁他不注意将剪刀抽了出来，刚想再说什么，俯身就对上了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在见到他后，然子的思绪又慢慢清明了许多。他看着他，忽的伸手就勾住了他的脖颈，然后又叫了他一遍程烨。程烨被他的力度拉扯的不自主向前倾，他将剪刀置于一侧，而后伸手环住他的腰身，不停抚慰。我在。然子将头埋在他的肩窝，闷闷地应了一声。对不起，不知怎的我方才有些。他感觉自己仿佛是被掩住了，待回过神来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听着他懊恼的语气，程烨呼吸微凝，他抿唇未言，而是将他搂得更紧了一些。身后的婢女低着头，十分有眼力见地退了出去，并带上了门。三司会审是怎么回事？未久，他问。程烨一下又一下地顺着他的脊背，将下颚搁在他的头顶，开口道：不是我。一语既出，他很明显地感受到了
怀中之人瞬间松下的身子。程烨看到过风向明的那一张状纸，他自然也明白他是因为拒绝画押落得如此地步。想着这些，他心口颤得厉害。那大理寺少卿是他罪有应得，如今事情还未尘埃落定，他暂时还不想同他说这事情原委。可还记得我曾说过什么吗？他打断他。阿紫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话让他想起了先前在朔北时的场景，那时的他为了赢得比试不顾一切，他便是这样说的，但他却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可我觉得你更重要。他颤颤的声音传到程烨耳中，刹那间他只觉心底一块压抑许久的情愫突然迸裂。他稍稍拉开同他的距离，垂眸看他，低沉阴雅的声线中压抑着风暴。再说一遍。冉子红着脸与他对视良久，一直以来他都是被动更多，今日这样的一句话已然用尽了他的勇气。程烨看着他微咬着红唇，也不再指望他会真的再说一遍，于是俯身吻了上去。他细细研磨着他的唇瓣，一如往常般舌尖撬开他的齿缝。忽然间，他的柔软小舌试探着触碰了过来。程烨呼吸微沉，把住他腰身的大手将他往前一带，在那条小舌即将滑回时，猛地交织上了他。冉子丧失了全部力气，软软地瘫在他的怀中，眼底泛着氤氲之气。他眼尾微红，双手握拳抵着他的胸膛，任由他攻略城池。少顷，程烨松开他，而后将他一下打横抱起，向床榻走去。冉子搂着他的脖子，视线却瞥见了自己无力垂在他臂边的双腿，瞳孔中色彩逐渐暗淡。他将他放平在床上，苍劲的手指从他掌心穿过，与他十指相扣。他沉重的呼吸笼罩着他，凝视着他红润中透着波光水色的唇，以及染上了落寞的眼。压抑住还想吻他的冲动，程烨最终伸手抚平他紧凝的眉心。会好的。冉子垂眸轻嗯了一声，头脑清明的他要比方才镇定了许多。虽说医者不自医，但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清楚些许。浸泡过酒，寒气入骨，这双腿没有数月是恢复不了的。忽然脖间一阵微凉的触感将冉子从自己的思绪中拉了出来。下次不许再给别人了。他的隐忍和强作冷静让他心疼，可他又明白他害怕被他怜悯。冉子低头便看见一枚月牙状的翡翠吊坠，忽的就想到了那日买包子典当出去的东西。只是那天见到程烨的欣喜，让他一时间忘了去将此物赎回，没想到他早就给他寻了回来，还打磨成了这般模样。月见，他倏地低低叫了他一声，所以给你做成月亮的样子。这是他第一次叫他的小字，不知怎的冉子觉得他叫的要比别人好听。可月见是一味中药的名字，他忍不住纠正他。程烨眉心轻拧，不也有个月字？闻言，冉子不由得弯了唇角，他卷长的睫毛轻颤，纤细的手指附上胸口的翡翠。看着他舒展的笑颜，程烨心情也好了许多。他为他拉了拉背角，然后放下床幔。感觉到他要离开，冉子下意识伸手拽住了他的衣摆，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眸看着他，却不言语。程烨轻挑眉峰，这么舍不得我？他的揶揄让他脸上一热，随即松开了手指。晚些来陪你。说罢，他又笑着俯身吻了吻他的额头，便转身离开。可那笑意也在转身的同时湮灭了踪影。他还有未曾完成的事，在那之前，他定不会再让他身处险境。冉子侧身静静地看着他挺拔的身影向外面光亮所剩之处远去，目光正然又有些哀伤。其实他能感受到的，如今最严重的不是他的腿，而是……这样想着，冉子转平了身子，背中的双手缓缓移至自己的小腹，交叠的手指紧紧收拢。对以前没有考虑过婚嫁的他来说，这或许并不算什么。可是现在，他已经有了想嫁之人。本以为他不过是随口一说，却不想这随后的7日，他真的每天都会来陪他。初时夜里，他还偶有梦魇，到了现在，几乎再没了思绪不清的时刻。他的身子也逐渐好转，程烨给他寻来了个轮椅，在闲暇之时，便由婢女带他去院中转转。在这些无法行走的时日，冉子也和被派来照顾他的侍女们混得极熟。他没什么架子，他们也愈发放得开，线下甚至教起了他女工。只是冉子的这手拿针为人针灸治病可以，可在这绣花事上实在是不堪入目。小婉，你看我这绣的如何？他背靠着轮椅的椅背，将手中绣了几日的成果举了起来，目光中透露着满意。这可是他苦练了许久的鸳鸯。小婉面露苦涩，欲言又止，按耐住几次三番想要直言的想法，斟酌一下了用词，才准备开口。只不过有人比他更快。这鸡绣得不错。冉子只觉手头一空，身后一沉，便有一人吊儿郎当地靠在了他的椅背上，手中翻看着他的作品，甚至还煞有其事地点点头，有头有尾的，甚好。小婉，冉子嘴角抽搐，探过身子，将东西从他手中一把夺过，脸就往旁边转去，不想看他。程烨疑惑蹙眉，他刚刚不是在夸他？少将军，姑娘绣的是鸳鸯。小婉低头小声说了这句话后，随即赶紧俯身，
奴婢告退。一时间，偌大的凉亭中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冉子手掌握住轮子，便想转走，却不想下一瞬就被男人的手掌止住了去路。他不死心的又动了动轮子，无果之后，抬头怒视笑得十分欠揍的某人：“我累了，要回去。”程叶单手扶着他的车轮，微弯下腰，另一手摸了摸下巴，啧啧两声：“你不是刚出来？”突然觉得这风景索然无味，因为我更好看。冉子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倏然间，车轮一动，他吓得赶紧收回手，又引得身侧之人轻笑：“我是真的觉得那鸟很好看，说像鸟儿已然是最大的极限了。你还敢说？”他瞪圆了眼睛，烦躁地将手中的绣品揉成一团，揣到了袖中。“哎，别啊！”程叶探身一夺，那绣的鸳鸯便又到了他手中。冉子又气又急，却更无可奈何，索性抱着手臂，眼神看向不远处水池中盛开的荷花，懒得与他计较，简直是幼稚无赖。生气了？哪儿敢啊！少将军大人只手遮天，我这等弱女子怎敢忤逆？他酸溜溜的开口，翻起的白眼快要到天上去。程叶握拳抵在唇边，闷笑一声，然后他坐到他身侧，长臂伸过，将他的轮椅转过来，面对着他：“明晚东陵城会有灯会，想去吗？”闻言，冉子眼前一亮，没待他开口，就又听到他说：“不过在此之前，我有个条件。”果然，就知道他没这样好心。什么条件？他刚问完，便看见他将自己绣的鸳鸯和先前那线头横飞的荷包拿出来，叠在一起递给他。冉子太阳穴猛地一跳，直觉不好。果不其然，只见他修长的手指轻轻点了点荷包，把你这个鸟合到这个荷包背面。我觉得你这人，不然就不带你去了。后来冉子拿着针，蹩脚的来回缝合荷包时，内心已将程叶骂了个百来遍，而旁边的程叶则单手撑着头，一双含情的桃花眼上翘出似醉非醉的慵懒。他看着他纤细白皙的指尖流转在小巧的荷包之上，美眸认真凝视着手中之物，阳光倾洒在他的通身，仔细看去还能见到他那白里透红的面颊上附有一层细小的绒毛，当真是怎么也看不够。阿紫，阿紫，做什么？他蹙眉望他，他眼尾一挑，痞笑：“你怎么这样好看？阿紫，你到底……你以后就不是罪臣之女了。”一言既出，冉子心跳漏了一拍，手中的针线错位蓦地就扎破了手指。嘶！程叶脸色一变，上前就抓住他的食指，含入唇中。怎得这样不小心？他皱眉，待到没再出血后，才放开了他。你方才是什么意思？他呆愣地看他，满脑子都是他方才的话。确认他无事后，程叶将身子靠在凉亭柱旁，单臂垫于颈后，无畏耸肩，字面意思。他咬唇不语。这个狗男人怎么老是话说一半？你又在骂我？他倏然弯腰，黝黑瞳孔紧盯着他。冉子将手中的荷包收了个尾，向他扔去，随即双手附上轮椅两边就想走。这个玩笑他一点也不想和他开。程叶接过他扔来的荷包，鸦语轻颤，唇角的弧度上扬，直起身看着他的背影，缓缓道：“三司会审，审的是你父亲的案子。”冉子手臂一顿，紧接着便听到他向他走来的脚步。程叶自后双手扶住他轮椅的把手，俯身在他耳边继续轻言：“然后我们胜了。”在知道自己父亲是因为掌握了丞相走私的证据才遇害的原因后，冉子一直因着这深层的背后原因而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父亲被处置的表层原因其实是未能保住贵妃的孩子。所以程叶便是利用了这一点，从中借力，寻出贵妃小产的幕后凶手，再以铁证施压，使得陛下不得不重查当年之事。而太医院院士作为禹朝最高衣官职，位阶正一品，他的冤案自然是需要三司会审。只是仅用如此方式便为冉家平了案，冉子觉得十分不真实，以至于辗转一夜他都还无法消化这一信息。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被自己忽略了，可又如何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忽然眼前晃过的一盏花灯唤回了他飘远的思绪。看像不像你？某人欠揍的声音自身后转了过来。像你。他看着那猪头形状的花灯，无语的一把拍开。程叶也不恼，他哼笑着手指翻转花灯，越看越觉得这猪头灯像极了他发呆愣神的模样。昨日想要来看灯会的是你，今日又在这神游。没想到他在他身后还能注意到自己的心不在焉，冉子有片刻尴尬。他轻咳一声，刚准备将心中的疑虑问出来，便感受到身边若有若无的目光向他打量过来，随之而来的还有细碎的指点声。这小郎君生得如此好看，怎的就娶了个残疾？许是这小姐家中有权有势，被逼的。你们这群肤浅之人，我看分明是。东陵城的灯会向来人流如潮，不少官家小姐世家子弟皆会出行，可他们二人这等容貌不凡，却一人坐轮椅一人推轮椅的搭配却是实在少见，一时间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程叶对此置若罔闻，依旧行得怡然自得，
甚至觉得冉子那隐忍羞愤的模样十分有趣，顿时他就生了打趣他的心思。于是俯身拧眉，语气试探：“魏夫今日表现，夫人可还满意？”他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刚够离他们最近的人听到。而他这小心翼翼的模样，让那些路人更加证实了最初的议论，甚至还有些大胆的妇人调笑出了声：“小郎君，姐姐家有良田100亩，自营酒楼一座，先夫已是多年，不如考虑考虑。”一言既出，四周一阵哄笑，程烨笑意微僵，显然是没想到真的会有这等大胆的女子。感受到他的吃瘪，冉子顿时来了兴致，他侧眸撇嘴，面露愁容：“这位姐姐家底还是不够殷实，别看我家郎君生的挺拔，实则隐疾颇多，所需花费的珍贵药材，实乃常人所能负担。”那女子哽咽一瞬，随即惋惜同情：“竟有这等事，真是苦了妹妹了。”冉子垂眸装作拭泪：“无妨。”而经过这一来一回，冉子的形象立马从权臣贵女成了深情女子。程烨眼角抽搐，早就听不下去，他手掌收紧，推着轮椅便远离了人群中心。待到他们走远后，冉子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隐疾颇多。”他咬牙切齿，尾音拖得极长。他眼尾噙着笑出的泪，学着方才那女子的语气反问：“先夫已是多年，考虑考虑。”程烨弯腰勾起他的下巴，突然啄了他一口，似笑非笑：“我家郎君生的挺拔，狗男人就会偷袭。再喊一声郎君，你去找方才那个姐姐。”他啃啃咬咬的半晌才放开他，好在此处地势偏僻，无人看见。冉子喘着气，眼尾泛红，瞪了他一眼，冷哼了声，却引来男人在身后阵阵低笑。静默片刻，他才想起刚刚他是有问题要问他的，却不想被这闹剧打断。于是他平稳了呼吸，道：“你说当年害贵妃小产的是皇后一派，虽说他曾在东陵的那几年见过皇后的次数，用一根手指都能数得过来，但在他的印象中，这位举止庄重的一国之母向来宽容大度，举手投足间从未有过丝毫失态，如何也是与残害皇嗣联系不到一起去的。”程烨双手撑在他身后：“这里是一处很好的观景台。”他目光眺向远方：“可皇后入宫多年，膝下却只有几个公主，你觉得呢？彼时曹贵妃入宫时风华正盛，又颇得圣宠，她肚子里的孩子若是男孩，那威胁到的就不仅仅是皇后之位，而是皇后的整个母家。”这个道理冉子自然明白，可他依旧有些疑惑。见他沉声不语，程烨叹了一口气，不顾他的意愿，将方才那猪头花灯塞到他手中，继续演：“朝堂纷争向来牵一发而动全身，仅凭这事无法撼动其根基，但却可以除掉你父亲这个隐患。政客眼中从来都只有利益最大化，什么时候便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时的皇后一脉势力颇大，他们不好贸然出手，可冉元正却掌握了他们的证据，于是他们便顺着皇后一脉将这个替罪羊推了出去。可是现在冉元正已逝，就算朝廷给予再多冤判补偿，他也不会再给丞相一党造成任何威胁。相反，当年陷害冉元正的皇后党羽，却在不如先前权势滔天。按照禹朝铁律，如遇冤案错案，经三司会审查证后，其案件经受官员皆处以卸职贬谪。是以如今的曹洪才不仅不会阻碍他们的平反，反而会推波助澜。依着这番处置下来，皇后那方的人便会所剩无几，这前前后后于他们而言百利而无一害。想清楚这些的冉子只觉后背一阵发凉，就算如今真的沉冤得雪，也并未觉得有多轻松。事者已逝，就算廷发落了那些暗度陈仓的官员，给予他补偿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冉家从头至尾都只不过权势斗争中的牺牲品罢了。况且他现下更担心的是程烨的处境，他可从未忘记那莫名的几封信以及他那如履薄冰的身份。可是丞相那勾结柔然，他攥紧灯柄回头望他，紧抿的唇彰显着他此刻的忧心。只是程烨却十分不以为然，他轻笑一声，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小姑娘家家的，怎么老是操心这朝堂之事，就这么不相信你男人？好了好了，为了夫人为夫也不会有事的。这人怎么还说上瘾了？”冉子愤愤咬唇，刚想出口反驳，突然砰的一声巨响自天际传来，打断了他的话头。他抬眸的刹那，便见静谧的夜空中道道流光直直冲破云霄，然后绽放开璀璨的烟花。程烨轻轻将他转至那片绚烂的正对面，他就这样怔怔地看着一朵又一朵爆开的烟花，宛若极盛的花朵在穹顶最深处流光溢彩，又看着它们划破黑夜，散成火星坠落苍穹。忽然耳根一热，人声鼎沸中，他却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响在耳际：“七夕快乐。”他怔中半晌，在府中待久了，竟忘了今日的灯会其实是七夕灯会。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偏头看他：“这烟花喜欢吗？”他眉眼含笑。冉子心中微动，眼眶有些泛酸：“很好看。”他这才发现他们所处的位置也刚好将这整个东陵城揽入眼底。所以今日实则是他安排的吗？这样想着，他黑白分明的瞳孔中溢出潋滟波光。
就在程烨摸不清他所思什么时，他忽地仰头吻上了他。他扶住轮椅把手的手掌骤然一紧，随即长臂揽过他的腰身，加深了这个吻。与此同时，新一轮的烟花再次升起，斑驳交错的光影倾洒在二人通身，如梦似幻。南方湿气较重，冉子又伤了腿，因此总会在些阴雨天气中疼痛难耐。他虽一直忍着未说，但程烨却能察觉到，只是此番回京并不止单单述职那般简单，他们一时半会并不能离开东陵。你是说程烨让我先回去？冉子看着木南微微蹙眉，继而又问何时启程？木南，少将军明日卯时会来送大人出城。明日卯时？冉子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怎么这样赶？他抿了抿唇，刚还想要问什么，却又在看到他冷漠淡然的神情时将话收了回去。今日若来的是木北，或许还能问个一二，可若是木南的话，想必是多一个字都不会同他说。于是他压下一肚子疑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程烨一直到翌日寅时才踏马归来，而冉子也就这样在院中等了他一宿。不是同你说的卯时吗？他翻身下马，拧着眉峰向他走去。反正睡不着。他扯动唇角，仰头看他，为什么要我走？你的腿在北方更好恢复。他笑道。冉子就这样紧紧地盯着他的瞳孔，企图寻出一丝异样，可是并没有。只是因为这样？他不死心地又问了一句，但我并无大碍，不过几个月我等得了。况且他一直配合治疗，如今已经好了许多，说不定用不了多少时日便能尝试离地走路，根本无需先回朔北。我知道。他叹，只是此行路途遥远，你若同我们一道，定是受不了那般颠簸。只此一句，冉子便懂了。此番随行的轻骑兵是朔北军中最为精锐的3000亲卫，而他们作为戍守边关的将士，除了必要的留京时间，自然是要尽可能多的缩减路程耗时。若他跟着，必然会影响行军进程。不得不说，程烨十分明白如何说服他。冉子眼眸微敛，双手垂在腿上，食指交叉握紧，终是点了点头。由于他本没什么行囊，所以出行十分精简。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程烨派了些暗卫随身护他。他将他送至城门外，而此时才刚刚到卯时。天边泛起鱼肚白，遥远的地平线上耀眼的胭脂红缓缓在地面铺散开来。迎着初晨的阳光，冉子被随侍推到了马车之内。在即将动身之际，他蓦地撩开了车帘，颤颤的目光对上那银光而立的挺拔少年。朝阳初上，光落在他的脸上，于他通身笼罩了一层淡淡的光晕，那细微晨光将他的影子向后拉得很长。他就这样望着他，一股莫名的不安与难舍涌上心头，就好像要远别许久一样。我等你回来。他看着冉子嫩白的手指勾住窗帘，另一只手轻轻趴在车窗边，发丝顺着清风飞扬，美得不可方物。他这温顺的模样让程烨心口一紧，随即对他扬唇笑道：好。话音落下的同时，车轱辘转动前去，那被碾压的尘土在车尾后扬起漫天黄沙。程烨一路凝视着他离去的方向，直至他变成一小团黑影，最后完全消失在视野之中。而不知何时，那拢在袖中的手掌已然紧攥成拳，掩盖在衣袖下的小臂因着力度抱起条条青筋。少将军，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以他安危为重。说完这句话，程烨收回视线，墨发随着他的抬步飘动，他终于向城内走去。7月初10，皇帝设宴含元殿，为庆太后60寿诞。金顶红墙的巍峨宫殿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上好白玉铺造的殿内中央，衣着艳丽的舞姬极尽妖娆。主位上的皇帝东方耀一袭金黄龙袍，头顶冕旒，不怒自威。在他身旁的太后衣着庄重，年过花甲，却丝毫未显隆中老态。原本属于皇后的位置，现在被曹贵妃所替代。她极其年轻，不过双10年华，身着水蓝翠烟衫，肩若削腰若柳，眉眼顾盼生辉，端的是个绝世美人。而那下手官员则按照官阶依次往后，程烨与程宇泽这类最高阶武将自然是与丞相相对平齐。眼前是歌舞升平，一派祥和，可那暗中却又不知翻涌着何等阴谋算计。早听闻程少将军年纪轻轻便军功显赫，今日一见，果真是风姿卓越。丞相曹洪才忽然开口，不待程烨有何反应，程宇则笑答：不过是年少气盛，得丞相大人这样的3朝元老夸赞，犬子实在是当不起。闻言，曹洪才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胡子，笑得一脸深意：程将军切莫妄自菲薄，自古英雄出少年。老夫前几日还听文成小将这刚来东陵不久，便破了庄冤案。一言既出，殿内歌舞丝竹戛然而止。刹那间，众人的视线皆转向那端坐于镇北大将军身侧、一直未曾出生的玄衣少年身上。本是静默吃酒的程烨，在听到对面曹洪才的多次点名后，弯了唇角。这就按耐不住了吗？他放下手中的酒杯，缓缓抬眸，眼尾轻扬，只是那笑意却不达眼底。丞相大人过誉了，这次能为冉院使平反冤案，更是多亏了您的帮助。如若不是曹洪才，恐怕今日贵妃所坐的位置，
还属于皇后。曹洪才大笑两声，随即目光转向主位的东方耀，拱手道：“这平反冤案事大，可老臣这处的冤案也不可不做理会。”东方耀隔着珠帘眯了眼，然后明知故问：“不知丞相所指为何？”曹洪才余光瞥向波澜不惊的程烨，俯首道：“老臣理解成小将破案心切，只是那大理寺少卿风向明着实死的冤枉。在座谁人不知，那日程烨领着一众亲卫闯入大理寺，救了个女子。虽说那女子是冤案受害者，但现在细细剖析来看，程烨所杀的也是个朝廷命官。按照我朝官律，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程少将无故杀了朝廷命官。”东方耀端坐在上，听着讨论声渐起，嘴角噙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程宇则拧眉侧视他，嘴唇紧抿，虽有担忧，却未发一言。只是程烨却并未因为这些声音有什么波动，只见他缓缓起身，在众人探视过来的目光中向上行之一礼：“陛下，臣先斩后奏，确实有罪。”“先斩后奏？”东方耀看着他，等他下文。程烨却忽地转向曹洪才问道：“听闻风向明曾是丞相大人的门客？”曹洪才点头：“不错，正因如此，老臣才对这程小将的所作所为颇有存疑。三朝元老培养出几个官员，并非什么奇异之事。”程烨轻笑：“那便说得通了。”于是，在众人疑惑的视线中，他向后示意，木南便呈上了一沓书信令牌，其中不乏当初在柔然劫取商队的务实。不得不说，冉元正所掌握的证据实在太多，也难怪遭了杀身之祸。许多断掉的证据链在此全部补齐。曹洪才的脸色在见到那些东西时僵硬了一瞬，但到底纵横朝政多年，不过眨眼他便又恢复如初。不知程小将所言何意？程烨没有回他，转而看向上方的东方耀：“陛下看看便知。”东西被呈上高台，随着手指的翻动，东方耀的脸色越来越沉。元嘉7年，抽税白银50万两，运送私盐南下至淮南，中转水路，又北上朔北。元嘉10年，私运军火通柔然。元嘉13年，而这桩桩件件的通关文牒，皆有属于丞相的符印。丞相如何解释？东方耀猛地将一沓文书扔下，面沉如水。曹洪才立马撩起官袍，跪于下手，悲戚开口：“这风向明竟如此私用老臣官印，是老臣识人不清，老臣有罪。”程烨冷冷地看着他那行云流水的演技，可在下一瞬，他便发现了事情的蹊跷。不对劲，东方耀的反应很不对劲。果不其然，在曹洪才一番解释后，他收敛了怒色。看来程小将这先斩后奏，并未用错人。若非程小将，老臣或许还被这贼人蒙在鼓里。事情转变得太快，明眼人皆知其中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可却无人敢提出质疑。毕竟陛下都已经亲口表明了立场。程烨还想说什么，但被太后不耐打断：“好了，皇帝，既是误会一场，便莫要多费口舌了。上朝还不够你们谈，非要谈到哀家寿诞上来。”他身处后宫，鲜少过问朝堂之事，对此也并不感兴趣。母后说的是。东方耀笑着颔首，眼看着场面又要恢复方才其乐融融的假象，程烨却并不想给他们这个机会。陛下这个决断是否做得太轻松了些？是朕忘了，程小将处置罪臣有功，理应得赏。来人，报！突然一侍卫火急火燎地从外赶来：“陛下，边关加急，柔然突袭了我军边防，现下已经破了边境3座城池了。”胡说！没待东方耀出口，程宇则已经拍案而起，他眉头紧蹙，随即向东方耀道：“陛下，朔北军防守坚固，就算我等未在军营，也绝不可能被如此轻易攻破。这其中定有蹊跷，还望陛下恩准臣立即动身前往朔北迎战柔然。大将军都说了，这其中有蹊跷，万一这奸细便混在你们之中，岂不是放虎归山？”忽然一小官员起身反驳道：“你什么意思？”程宇则凌厉的目光扫视而去，到底是在沙场上浴血多年的首帅，只此一眼，那小官员便不敢再言。被这样质疑，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侮辱。可上方的东方耀没有开口应准，让他更加不安。程宇则再次抱拳欲言，却被打断：“朕以为爱卿所言极是。”这句话如同一颗炸弹投掷到程宇则心中，让他错愕半晌。就在此时，幕北面色凝重的在程烨身后低声道：“少将军，我们的人饮水中深砸了迷药，现下无人能顺利启程。”听言，程烨后槽牙猛地咬紧，拢在衣袖中的拳头捏得咯吱作响。东方耀如此明目张胆地护着曹洪才，这在座官员竟无一人敢发声。面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时间，竟不是立马采取迎敌对策，而是怀疑他们这些军中将领，现在连他们的亲卫也……突然，方才觉得的不对劲都似乎能隐隐串联起来。这样想着，程烨倏然抬手，便对上了东方耀似笑非笑的眸子。东方耀看着那张与东方旭极为相似的脸，心中的恨意骤然而起。这么多年，他以为东方旭死了便一了百了，可他为何偏偏还有个儿子？自己的母亲也永远都在意着为他翻案，殊不知当初襄王一事便是他一手造就。
他能杀东方旭一次，又怎会奈何不了他的儿子？这次顺着太后的意让程宇泽将他带回来，他就没想过让他完好的回去。陛下，老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曹洪才道：说。老臣以为这通敌柔然之人必然熟知两国地形，老臣听闻程小将多年前便在柔然潜伏多年，精通柔然语言，今日提供那封逆贼叛国的证据，似乎也太过完备。只是老臣不知哪里得罪了程小将，竟要伪造丞相官印，污蔑于我。若说他前面的话还算委婉，而最后一句已然是在认定程烨通敌卖国，并栽赃于他。程烨嗤笑：臣还是没有曹大人演技十足。既然曹洪才这样撕破脸皮，那么他也没必要再装什么了。陛下，阿叶在3年前为禹朝所立之功，大家有目共睹，曹丞相未免太过偏激了。程宇则沉着脸，可那愤怒已然快要压抑不住。他一直以为东方耀没有给续翻案，是因为案件敏感又证据不足，可今时今日他忽然觉得并非如此。或许眼前这个高高在上的帝王，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一同读书习武的挚友。臣以为曹大人言之有理，应当对程少将及朔北军彻查。臣附议，臣附议。刹那间，殿内乌泱泱的跪下一大片人。陛下，臣以为平息边关战事才是当务之急，如此质疑朔北军会引得其他将士心寒。沉默许久的左浩明忽然起身：左将军此言差矣，若不找出奸细军中将士，才是如履薄冰。曹洪才道：你左浩明气急，他本就看不惯这老匹夫，奈何他作为武将嘴笨，比不得曹洪才巧舌如簧。浩明，为了将士安心，朕也无可奈何，便只能暂时委屈程少将了。东方耀状似无奈：来人，将程少将押到天牢。陛下。程宇则上前一步，欲将程烨拦到身后，可程烨却比他更快。此情此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已然看明白今日这皇帝的真正目的。从头至尾，这位皇帝在乎的都不是国土是否沦丧，而是他的位置能否保住。而他程烨今日必不可能走出这大殿，与其如此，倒不如省些无谓的挣扎。他倒想看看这人究竟会做到何等地步，希望陛下能还臣一个清白。程烨隔空与东方耀对视，目光交织间燃起无形的硝烟。沉重的枷锁与镣铐被加在他身上，可他的身姿依旧挺拔如松，未曾有任何畏惧。此时程烨的眼神太过平静，平静到在东方耀眼中，他的身影开始缓缓与多年前的东方旭重合。他记得那时的东方旭也是这样毅然决然，纵然身处囹圄，却没有半分曲折。可他最讨厌的便是这种惺惺作态。思及此处东方耀明黄龙袍中的手紧攥成拳，可表面却依旧是那深明大义的帝王。他俯视众臣，然后稳声开口：三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冉子乘着马车一路前行，为了有人照应，将军府中的小婉这一次也跟着他一同去往朔北。今日是他们启程的第5日，可这不过5日，他便已经觉得离开了好久。思及此处，冉子轻轻撩起车窗帘子，入目所见是条鲜有人烟的小路，在那前方不远处便是即将路过的下一个小镇。因着顾及他的身体，车夫驾马行驶的速度并不快，车轱辘压着凹凸不平的地面，带起阵阵颠簸。他将手肘搭在窗沿，一双碱水秋瞳中燃起了层薄薄的愁意，目光转向马车行驶的相反方向。冉子不自觉地伸手附上了脖颈间的月牙翡翠，正神游发呆之际，忽的心口传来一阵剧烈抽痛。他痛得立马弯腰，大口喘气，手掌死死地揪紧衣领。感受到身边动静的小婉脸色一变，立马上前：姑娘你怎么了？冉子脸色煞白，一对柳眉皱得极紧，额角的冷汗顺着他鬓边滑下，他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好半晌才缓了回来。我没事。他哑声答。这股痛感来得凶猛且毫无预兆，尽管现下已经顺过了气，可那狂跳不止的脉搏却依旧让他心慌难耐。脑中思绪繁杂，那莫名的不安依旧愈演愈烈，另一只搭在轮椅侧的手握紧一柄。他忽然好想见程烨。停车！车轮应声而止，眼前的车帘被撩起，车夫侧头道：姑娘有什么吩咐？冉子深吸一口气，提声问：前方是何处？听着他的问话，那车夫的目光微不可见地闪烁了一下，眼尖的冉子立马就发现了其中异样，但他却并未表露出来。此行虽然明处只有这一车夫以及车内的小婉随同，但他很明白程烨定安排了不少人在暗中护他周全。回姑娘，前方是安县。安县是沿途往北的一座小镇，这般回答倒也算不上有什么不对。冉子微微颔首，脸下的眼底情绪复杂，这路太过颠簸不是，不若在前方寻个客栈休息一晚再行。车夫点头，车帘被缓缓放下，他的声音又传了出来：此行隐蔽，我也没什么危险，今晚也让各位弟兄们也出来休息吧。车夫闻声一愣，随即应声：是。许是因着这小县城来往人少的原因，他们寻了许久才找到一家客栈。为了少生是非，冉子直接将整家客栈包了下来。
毕竟此番冉家沉冤的雪朝廷给予的补偿足够多，这点银子也算不上什么。他选了间2楼靠内的房间，剩下的便分给了那些暗卫。他们本是不愿，毕竟作为暗卫，可是一切以主子安危为重，怎可同主子一道休息？只是冉子十分坚持，他有私心不假，但看到程业竟派出10几人护他一人时，内心却是真的触动了些。拗不过他的执着，那10几名暗卫终是应了轮番休息，但还需有人时刻随护在他身边。冉子见状也明白此为他们最大退步，当下也没再逼得过多，找掌柜要了桶水，便任由着小婉将他推回了房内。掌柜本就十分惶恐，这等小地方的人哪里见过这样出手大方的贵人，现下见他有要求，更是忙不迭的直直应声。此时不算很大的房间内，此时烟雾缭绕，女子如玉的肌肤在一片朦胧中若隐若现，黑枣般的长发铺散在水面，光泽粼粼。她轻抬起手拂过肩胛，纤细白皙的手臂上滴滴水珠轻轻滚落，那被热气润色的脸颊泛着水润红光。小婉，冉子侧眸向后，嗓音中是难见的软哑。奴婢在。小婉垂眸，随即便听到有一阵水声波动，待他抬手之时，竟发现眼前之人自屏风后方站了起来。姑娘。冉子扯下搭在旁边的衣物，随意搭在身上系紧，然后拉开屏风与他对视。来扶我一把。被唤回心神的小婉立马上前搀住他，一步走向轮椅。小婉，我待你如何？他忽然问。听言，小婉立马惶恐跪下。姑娘待奴婢自然是极好的。小婉也并非谄媚，她曾侍奉过许多主子，或是骄纵，或是跋扈，像冉子这般平易近人的却是第一个。并且姑娘还在前不久听闻她中母亲重病时，派人拨了些钱款过去。是以对于小婉来说，冉子无疑是她的贵人。冉子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敲击桌面，他注视着跪在地上的小婉，许久未说话。他的腿本不该好得这样快，是因为他私下偷配了些剂量更重的药，才能在这不过1个多月便能站立。这猛药若让程业知道，定是不会允准。是以此事极为隐蔽，而这将军府左右皆是他的人，他又行动不便，所以很难在他眼皮子底下有所行动。但小婉不同，程业身边从来不会有女人，这小婉便是因为他受伤临时寻进府，且家世清白之人。也正是因为家世清白，才有他避开程业的机会，因而他那些药多半是由小婉出府配置，办事稳妥又对他忠心，于现下而言是助他的极好人选。因着他沐浴，那些暗卫就算坚持轮手，也不敢在现在靠近，因此他才有了机会试试自己的腿究竟如何。如今看来，结果似乎并不算差。你起来吧。得到他的允准，小婉瑟瑟着站了起来，看着他滴水的发尾抿着唇上，前来为他擦拭。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动乱，冉子探入衣袖的手指还未将东西拿出，便被这动静打乱。奴婢出去看看。看着冉子沉下的脸色，小婉立马放下手中的金帕，推门而出。吵什么吵，我们主子要休息了。喧哗的一楼厅内因着这道声音瞬间安静了下来。掌柜在听到楼上出声的瞬间，脸色更差了。他向身边的小二示意，小二见状立马拿上扫把铁锹开始赶人。去，叫花子一边去。掌柜擦了擦额角的冷汗，转而讨好的向楼上道：实在对不住，这群叫花子太过难缠，惊扰了贵人。说着他又瞪了一眼小二，心中暗骂这蠢货连几个叫花子都能放进来。他可是见识过那贵人周身的10几个护卫，若是惹怒了他，他这小店怕是就开到头了。这样想着，他背后的冷汗又多了一层。小婉，将这些物事分给他们吧。随着轮椅轱辘压过楼层地面的咯吱声，女子清冷婉转的声线悠扬传开，一时间楼下之人皆驻足望去。只是有那柱梁挡住，他们如何也看不清人影。不过单听那声音，便足以让众人想象在那之后是怎样一位绝尘女子。小婉接过他递来的一包碎银，抬眸便对上了冉子平静无波的眸子。他得到示意点了点头，然后绕开柱子往楼下走去。这是我们主子给你们的，拿着去别处谋生吧。这是遇上贵人了。底下不断传来道道感恩戴德的声音。冉子隐匿于暗处，被主梁遮挡的面容下，一双眼睛锃亮发光。听着小婉上来的脚步，他双手附上轮椅两侧转了过去。如何，姑娘？他们说他们是北方逃来的难民。小婉在身后接过他的轮椅把手。难民？冉子蹙眉。据说是柔然打来了，已经连破了5座城池。一语既出，冉子猛地瞪大双眼，至于两侧的手瞬间握紧。什么时候的事？半晌他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小婉摇头，奴婢只听说那柔然军势如破竹，所过城池无疑能撑过2日。他的声音在冉子耳中逐渐朦胧，在门板被关上的瞬间，他急急地从袖中掏出一袋药粉递给小婉。你待会去一趟后厨，借为我煎药的名义将此物置于今晚的饭菜之中。姑娘您这是？小婉正然地接过。那些暗卫分明是少将军派来保护他的，若没了那些人，那他们如何是好？我要回东陵。
冉子抬眸，目光灼灼，他终于明白了这几日的不安来源何处。他们此行确实是往北，但一定不是朔北，难怪他那样急得要将他送走，他必然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攥紧的拳头中，指甲陷入掌心，可他却置若罔闻，胸腔的心跳在此刻乱了节奏。他突然不敢想象，到底是怎样的险局才能让他忌惮到将他提前送离。东陵皇宫，冷冽又压抑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勤政殿，在那之外，无论是侍卫还是太监宫女，皆是大气不敢出。忽然一顶软轿落坐在了殿外，紧接着一抹绛紫宫服的艳丽女子便踏着宫人的脊背走了下来。贵妃娘娘，您可算是来了。见着来人，那太监总管皱着满脸褶子，一副如获大赦的模样迎了上来。曹贵妃红唇微撇，眼角余光往后一扫，接着便有宫人马上呈上提盒，她伸手接过，长长的护甲翘起，另一只手扶了扶发髻上的步摇。你们退下吧，这里有本宫便可。是是是。太监总管连连点头，转身大手一挥，那方众人便立马退了下去。殿门被推开，东方耀满脸阴沉，在见到来人时又缓和了许多。陛下国事固然重要，可龙体也不得马虎。女子娇媚的笑着，纤细的柔仪覆盖上东方耀紧拧的眉心，轻轻揉捏。东方耀一把拦过她的细腰，而后抓住她的手，将她摁到怀中，引得贵妃娇笑两声。陛下尝尝臣妾今日炖的排骨汤。说着，他起身打开了食盒。东方耀盯着她精致的面容，她的汤勺递到她唇边，被她一饮而尽。见此，贵妃笑意更甚。爱妃的手艺愈发精进了，只是你父亲要何时才能来见朕？闻言，曹贵妃手臂一顿，随即娇嗔：陛下莫不是忘了后宫不得干政？父亲在忙何事，臣妾也不知，是吗？东方耀冷笑一声，在下一勺汤递过来时，大掌一挥，伴随着瓷器碎落的声音，曹贵妃被猛地推倒在地，白皙的手臂在地上剐蹭出一道红痕。刹那间，曹贵妃的眼眶就红了。陛下，东方耀冷眼她，衣衫半透，炫泪欲泣，分明是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可他此时却半分也提不起怜香惜玉之心，心中的怒火横陈交叉，他一掌拍向桌案，噼啪一声，那桌案便应声而裂。他当初定是着了魔，才允许曹洪才同柔然交易，以达到削弱朔北军北方独大的目的。现在这程晔确实被俘，程宇则也被他下了药，但这柔然军队若根本不是同当初所说的那样象征性攻几座城池那么简单，局势已然快要控制不住，他才开始感觉到慌乱，派去和谈的线人无意生还。可曹洪才这个老匹夫竟在这种时候以各种理由推脱着不来见他。陛下龙体要紧啊！曹贵妃跪爬着握住他半滴着血的手掌，眼底尽是破碎的泪光。东方耀看着他，顿觉烦躁又起，刚想再次扶开他，忽然一股腥甜涌上喉间。噗！他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低头看向身前被鲜血浸透的明黄龙袍，四溅的血迹染红了他的瞳孔。传太医，他颤颤巍巍地想要握住曹贵妃的手，却不想眼前之人一改方才柔弱的姿态，缓缓站起了身。曹贵妃的笑意收敛，冷然屁视着身前狼狈不堪的帝王，而后从怀中抽出仅怕擦了擦手被溅到的血液，在他憎恨又惊愕的目光中随即扔到了他身上。你！东方耀的五脏六腑皆是钻心之痛，他面孔扭曲，最终将目光转向了桌案上残留的汤羹。毒妇！曹贵妃看着他逐渐软下的身体，又扶了扶发边步摇，一张妖艳的脸笑得极尽张扬。陛下安请。考虑到这些人本是程晔派来保护他的，冉子并未使用过多剂量的迷药，所用药量刚刚够他们睡上一晚，也不会损伤他们的身体。但以他们的功夫，若是发现他不见了，必然会很快寻来，所以他不能按照来时的路原路返回。好在现在他的腿能勉强站立行走，没了轮椅这样一个大目标，隐藏起来倒是容易了许多。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这回城之路上，竟然遇到了老熟人郡王殿下。此时的冉子一袭粗布女装，原本姣好的面容忽上了层黑灰，分明是同先前完全不同的模样。可这人又是如何找到他的？只见东方允笑盈盈的从横在他身前的马车上下来，折扇轻摇，月姑娘许久未见，腿脚似乎好了许多。冉子并不想同他寒暄，草草应了一声，便预备饶过他走去。只是他的折扇忽然横到了他身前。你做什么？小婉见状，立马张开手臂挡在冉子前方，面色愤然。不知郡王殿下拦我这民女的路所为何事？冉子将小婉扯到身后直视他。东方允看着他轻笑一声，自然是想要与姑娘叙旧。不得不说，程晔将他藏得极深，若非此番他自个儿跑了出来，他还真的找不到他。恕民女无礼，民女现下急着赶路，并无时间同殿下叙旧。他语气生冷强硬，说罢便再次绕过他，连同小婉一起向前走去。这一次东方允没有拦他，只是那说出的话却让他顿了脚步。按姑娘这般脚程，恐怕到了东陵看到的只会是程少将军的尸体。你什么意思？他心下一抽，
攥紧拳头。东方云缓步行至他身前，嘴角噙着的笑意愈深，却没有直面回答他的问题。姑娘若想回去，在下恰好顺路。冉子凝眸看他，不劳殿下费心。虽然嘴上这样说，但他内心也很明白，在这等条件下回东陵要浪费多少时间。所以若真按东方云所说，程业处在如此险境，我自然是有条件的。他笑。什么条件？他问。东方云眼眸微眯，一向无害的眼眸中此刻宛若深潭幽邃。他弯腰靠近他，到我身边来，帮我。冉子眉头紧蹙，后退一步，直觉告诉他不是什么好事。他红唇张合，刚想开口，便又听到他低声道：先别急着拒绝，你有一路时间考虑，或者月见是想连他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在程业以勾结柔然之罪被关入牢狱后，程宇则也莫名生了重病，卧床不起。左浩明为此闯入宫中要寻个说法，也被软禁了起来。恰逢此时，宫中传来皇帝旧疾复发、吐血不止不省人事的消息。只是国不可一日无君，曹贵妃曾在小产后过继了一宫女之子，因此曹丞相便借此机会拥立太子，监国辅政。将帅入狱，皇权旁落。冉子没想到，这不过数日的时间，再次踏入东陵，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方允作为不受宠的皇子，就算是在这政权跌宕之际，也无人将他视作威胁。是以他的行动十分方便。以前的冉子也这样以为，但现在种种迹象皆表明，眼前之人绝非表面那般毫无城府。他在哪里？忍了一路，他终于询问出声。第9司狱。东方允话音刚落，冉子便噌的一声站了起来。他依旧垂眸对着手中茶盏吹气。你现在去，只有死路一条。第9司狱乃禹朝最高刑狱，所关押犯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程业他何至于斯？我答应你。他突然道。东方允手中动作一顿，眼帘轻抬。冉子看他，只要你能救他。后半句他没说完，但东方允却明白，先前他没逼他立马做出决断，是因为他相信他总会权衡其中利弊，然后做出令他满意的选择。而现在很明显，他已经知道该怎样做是最好的。东方允将手中茶盏轻放置于一侧，手臂交叠，唇边噙起浅笑。月见倒也不必如此防着我，我与你是同一路人。冉子静默垂眸，等待着他接下来的话。历届皇帝身边都有一支神秘军队，名为皇城司，他们只会直接听令陛下，不会受制于其他任何人。他皱眉，可现在丞相当权，这支军队他们难道没有获得领导权？东方允手指轻点旁边桌案，侧眸看他，这便是为何皇帝只是昏迷不醒，还不是直接轰事。若他们真的得到了皇城司的指挥权，哪还需要太子监国一说？所以他们如今的希望都在那皇城司上，如果能拿到皇城司的指挥权，便有希望扳倒丞相独权，将政权夺回。而这政权，这样想着，冉子忽的就明白了东方允的真实意图。你想要我帮你拿到皇城司的指挥权？不过片刻他便恢复了镇定，想清其中关键后，他便直直问出了他的目的。只是殿下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他沈笑。东方允微怔，继而看向他的眼神中多带了些深意。他忽然明白程业为何会如此在乎眼前这女子，她确实十分聪慧。我要东方耀醒来。他父亲乃禹朝第一医师，如今宫中处处都是曹家的人，只有他还能有机会在悄无声息的潜入后救活东方耀。冉子对他的要求也并不奇怪，左不过比让他直接去偷令牌之类的差事要容易。只是如此直呼皇帝名讳，让他忍不住看了他一眼。我尽量。他点头。东方允将他安排到了太医院的一位老太医身边，混进了宫中。红砖绿瓦的宫墙之下排列着一众宫人，来往之人皆屏气凝神，不敢妄然行事。啜泣声从殿内传来，排在后排的冉子微微抬眼，便见不日前看到的太后，此时双眸混沌无神，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而在他身边的女子冉子也见过，正是那左将军之女左之瑜。许是丞相为了掩人耳目，不敢将事情做得太过火，就算是进了左将军的族，也没有完全限制左家人的出入。感受到冉子的目光，左之瑜侧了眸，二人的视线在半空中交织一瞬后，又迅速移开。姑娘，该我们进去了。老太医在前低声道。他垂下头，紧随着老太医的步伐踏入了寝殿。在数次诊脉确认后，冉子发现东方药所中之毒并非是那种一剂致命的猛药，而是长年累月沉积的慢性毒素。看来曹相在将曹贵妃送入宫时便已然料到了今日局面。我救不了她。冉子在又一次离宫后向东方允实话实说，他的毒素已经沁入骨髓，我最多用些吊命之物让他暂时清醒，但那之后他轻则吃傻，重则毙命。郡王府的主厅上，东方允一身天青色鎏金锦袍，清俊的眉目间在听着他的言语后也未曾有丝毫波动，暂时清醒便已足够。说罢，他忽然起身向他走来，看着他鬓边微散的发丝，忍不住就想为他拂过。这些日子辛苦你了。冉子微偏开头躲过他伸来的手，如今我能帮殿下的都帮了，
不知殿下对于营救之事如何打算？东方允的手僵在半空中，魏九他低声笑了：待曹贼伏诛，程少将军自然会无碍。现下战乱纷起，我羽朝自是不能损这一员大将，如此便劳烦殿下了。他强压下心中的不满，沉声应着。眼前之人心机深重，他却又不得不被他掣肘。可程业只要多在那第9司狱待1日，所遭的罪便多1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坐以待毙。我突然想到，那配置解药所需的药材还缺了一些，便先行告退了。说着，他扶了扶身，我派相医去，他拦住他，我自己去就好。那几味药难以辨认，旁人恐怕会买错。他打断他。东方云俯视着眼前神情淡漠的女子，最终轻言：早去早回。殿下需要属下去跟着吗？待到冉子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中，相医从暗中走出。不必，他一定明白，就算是为了程业，他也不能走。这样想着，东方允的眼底附上了层阴翳，腹后的手掌紧攥成拳。明明一切皆是按照他最初的设想进行着，可为何面对这牵制冉子的原因，他会如此心躁？冉子带着小婉绕了几条街才买到用得上的药材，只是这最后一味白曲却是如何也找不到。小婉，你去左边商铺瞧瞧，我去右边，若能买到便多买些，以后用得上。小婉不疑有他，当下点头，便向左边商铺走去。冉子往右走了一会，在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后，便闪身拐到了一处角落。他从袖中迅速取出一包淡粉色粉末，于墙角不起眼处留下了暗记。做完这一切的他，不动声色地再次走上街道，恰逢小婉捧着包裹走来。姑娘，奴婢买到了。回府吧。接下来几日，冉子分剂量给东方药，为了不少能够助他恢复的药，直至最后1日，那颗促他暂时清醒的药炼成时，他将它交给了东方允。此药发作极快，消退也快，殿下需时刻把握时间。他躬身在侧，东方允见到他呈上之物时，眼底终于出现了一丝波澜。他将那药接过，至于手心翻转，眼眸轻抬，目光扫向毕恭毕敬的他。你可同以前一样唤我玄景兄？冉子鸦语轻颤：殿下，这不合规矩。东方允垂下的眼睫敛住那眸底一闪而过的落寞，他将药丸纳入袖中，起身便向他走去。冉子的手忽地被他执起，略微冰凉的触感让他忍不住一缩，却引得他抓得更紧。东方允看着那双被药材划过留下道道伤痕的柔仪，有些已经结了痂，有些却还是红痕，伤口新旧交错，不难想象他为此药磨练了多久。白玉般的指节轻轻拂过他的手背，他的声线若清泉趟过山涧，若越见这事为我而伤，该有多好。他的话让他背后一寒，手中发力，猛地扯出了手腕。殿下言重了，这本就是为殿下而配的药物。东方允低低嗯了一声，他弯腰，这一次终于挑起了他的发丝。他将其别于耳后，指尖无意间触碰过他的耳根，引起他阵阵战栗。殿下可还记得最初答应我之事？自然记得。他笑，黑曜石般的瞳仁中流转着若隐若现的危险波光。只是越见也要记得最初应允我的事。冉子侧眸避开他的目光，胡乱嗯了下，心底却惴惴不安。至始至终，他都在为他的事情奔波，可每每提及程业，他又总以其他说辞搪塞于他。就算是现在还未得到皇城私调令，不能擅动，可让他去见程业一面，也并非完全做不到。如今东方允的态度扑朔迷离，他觉得不能再等了。皇帝病重，就算丞相架空朝权，也依旧有皇子轮流世袭的规矩。东方允作为存在感极低的皇子，自然是不会被曹洪才放在眼里。而今日便是东方允世袭之日，有了冉子配置的药材，能确保东方药清醒片刻，便足够让东方允拿到皇城司的调令。在王府随侍跟随他出行之后，冉子观察了片刻，确保一切无虞后，便换上了一袭夜行衣，跟着从后院翻了出去。这些时日来往宫中，他探听到了不少关于第9司狱的事情，其中便包括他的位置以及换房时辰。虽然第9司狱是与朝最高刑牢，但因着朝廷腐败以及官员间的相互庇护，这刑狱虽看守严格，却并不比朔北军的刑堂难进。说到底便是只要银子够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而恰好冉子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银子。经过一番摸索，他在靠近第9司狱时，又将夜行衣换成了狱卒服饰，拉扯了下帽檐。他向前走去，入目所见是一座威严又散发着阴沉的圆形拱门，在那两侧皆有人把守。来者何人？冉子如想象中一般被人拦住，那摸了灰土的脸上笑得一脸谄媚。他胸怀中掏出2片金叶子，悄悄塞到眼前人手中。而那2守卫见此，眼珠子都快掉到那抹金黄上面。能关进第9司狱的大多非富即贵，他们这么多年收到的通融银子不少，可这上来就给金叶子的还是第一个。官爷可否通融通融？他问。其中一官员连忙接过金叶子，在袖口擦了又擦，另一人则将门拉开一小条缝，上下打量他，确保这瘦弱小子翻不出什么花来，才恶狠狠道：只有1炷香时间。毕竟要钱重要，
但若重犯出了岔子，他们可就连小命都没了。哎，谢军爷。冉子点头哈腰，在钻进门缝的那一瞬间，脸色又恢复了镇定。他环视四周，这里不比外面的大门那样宽敞，反而十分矮小且隐蔽。关押重犯的刑牢在司狱地下最底层，他探着脚步往前走，因着他的伪装和低垂的头颅，在几番与巡逻护卫擦肩而过都没被发现。不知走了多久，他终于行到了司狱最低层。他从怀中摸出一根细细的竹筒，将准备好的粉尘吹入，不一会便听到了几道身体倒地的声音。冉子背靠在墙后，静待烟尘散去，才佝偻着身体向走廊那处摸去。入目所见是一扇巨大的石门，3把铁锁牢牢地卡在上面。他蹲下身子，在那些倒地的人身上摸索片刻，才寻到开门的钥匙。只是当他真正站到那10扇门前时，那握住钥匙的手忽地忍不住颤抖了起来。他深呼一口气，用左手摁着右手的手腕，才勉强将钥匙铐上锁芯。啪嗒3声，铁锁应声而落，随着石门缓缓被推开，冉子终于看清了里面的场景。交错的锁链肆意横陈在整间牢狱，暗沉潮湿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压抑与幽深的氛围萦绕在空气中。在那被黑暗吞噬的最深处，有一人悬于半空。静谧的呼吸间，他能听到血液滴答流淌的声音。冉子呼吸一滞，眼前光景恍惚不断，他颤颤巍巍地迈动脚步往里走去。他见过他受伤很多次，或是被罚，或是打仗负伤，可他永远都会在他担忧之后露出一副欠揍又满不在乎的笑容，而不是像今日这般死气沉沉地吊在那里，手脚被沉重的锁链束缚，2把可怖的铁钩自上穿透了他的肩胛。忽然脚下一软，冉子踉跄跪倒在地，胸口的窒息与绞痛疯狂翻涌。他半跪着，手掌死死揪紧衣领，喉中腥甜涌上。他呆呆地伸手去摸，才发现那唇边溢出的是鲜血。朝堂明争暗斗他不懂，权势更迭他也不在乎，可到底是有多恨，才会如此费尽心机去对待一个不过17、18岁的少年？平缓片刻，冉子站了起来，他擦了擦唇边的血迹，然后从外面寻了把侍卫的佩剑。啪的一声，火星四射，铁剑与铁链的碰撞在幽闭的室内撞出阵阵回响。他咬着唇，双手执剑，又是几个用力，终于在一声不同于碰撞的轻响下，锁链铮的一声脱落了下来。冉子连忙扔下手中的剑，向前环住他的身体。他伸手握住那穿透他肩胛的铁钩，心下一横，猛地拔出。随着一道闷哼响起，那温热的鲜血溅到了他的脸上。他赶紧撕扯下自己的衣摆，然后往他的身上缠去，以防止让他再次失血过多。做完这一切，冉子正然伸手，指尖拂过他苍白的面庞，知晓现下不是探查他伤势的最好时机。他咬着牙肩膀，一个用力将他背到了身后。程烨要比他高上许多，因此他行走的并不轻松。盘旋的阶梯直通上方出口，冉子一边避开来往巡守，一边蹒跚着移动步伐。汗滴顺着额角落下，他紧抱着他搭在身前的双臂，双腿颤巍。谁在那里？突然一道男子的暴喝传来，紧接着便是军靴踏来和佩剑出鞘的声音。冉子心中一惊，随即一把剑擦着他的脸颊划过。他堪堪侧身，却脚下一微，2个人便一同倒了下去。那侍从本是落单出来偷懒的，却不想遇到了有人劫狱，隔近一看，竟还是那被关在最里面的重犯。若是被他中途抓了回去，定是能分不少功劳。这样想着，那侍从搓着手向他们靠近。冉子双手撑在身后，用身体挡住背后昏迷不醒的程烨，胸腔的心跳宛若雷霆，脚腕的刺痛阵阵抽扯。他再也提不上力了。那人笑得猥琐又贪婪，他手掌一伸，便向冉子脖颈扼来。与此同时，他紧闭上双眼，只是那预料中的窒息没有传来，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倒地的闷响。他唰的一下睁开眼睛，只见刚刚那凶神恶煞的男子的脖颈被一把利剑刺穿，而那剑正是他刚刚为了追赶他们向他扔来的。突然，一只温热的手掌从后面揽过他的肩膀，而后他整个人便向后被环到了那人的胸口处。程烨半靠着墙壁，一只手搭在支起的腿上，另一只腿伸长，他单手搂着他，微合着眼下颚，轻靠着他的发顶。方才的动作让他的伤口再次裂开。冉子僵硬着身体一动不敢动，男人不平稳的心跳阵阵落入他耳际，他的呼吸很沉，空气中还能隐隐闻到伤口再次撕裂带来的血腥味。程烨未久，他轻声叫他：“你怎么样了？”回应他的却是揽得更紧的手臂。为什么要来？声音自他的胸腔闷闷传出，可这一句不知怎的就戳到了冉子的痛点。他眼眶一酸，接着泪水便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滚落了下来。他压抑着哭腔，微微仰头，想着好在现在背对着他，他应是看不到的，不然看着你去死吗？感受到手臂上滴落的冰冷水珠，程烨心底一软，他叹了口气，而后抬起搭在腿上的另一只手附上了他的眼。冉子顺着他的力度彻底后仰到他的怀中，忽然就再也抑制不住了。他的身子不停颤抖，
手心的湿润以及压抑在喉间的呜咽声声传入程叶心底。他紧搂着她，蹭她的发心，喂酒，瞥着眼轻轻哼笑：“你男人还活着呢，没死也要被你哭死了。”喘息中带着阴哑且虚弱的嗓音让然子身体一顿，他想侧身，却因着身体的震动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他瞬间不敢动了。我扶你起来。说罢，他轻轻移开自己的身体，避免触碰到他。可那脚腕的抽痛再次让他起身失败。就在他准备再次尝试，他已然看见程叶立起的双腿。他忍着肩胛的剧痛，俯身抽出那刺传侍从的长剑，然后撑着地朝他伸手。然子哪敢让他拉他，当下便撑着墙想要自己起来，可却在下一瞬腰身一紧，整个人就被他圈了过去。程叶惨白着脸，而因着这番动作，他那肩胛的伤口又渗出红色的血迹。他看着他那刚刚哭过泛红的眼眶，哑然又无奈。按你这速度，不得爬到第9私域的人都过来。然子又气又急，但也只能任由着他撑着剑带他一步一步往外走去。一路走去，他的喘气渐重，他咬着唇，生怕多让他费了力。程叶瞥视他紧拧的眉，倏然低笑：“竟能甩掉我的暗卫，还跑到这第9私域，不愧是你。”外面接应的是木南木北。然子表情一将含糊的应了一声：“你这腿怎的就好了？”说到这里，程叶忽然神情一变：“你是不是用了什么不该用的药才好起来的？”“这不重要。然子，你要我说多少遍？你怎么像个老妈子？”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竟能在这种场合同这人吵起来。腰间的手猛地收紧，他抬眸怒视：“回去再和你算账。”他看着他那毫无血色的薄唇，紧抿眼神，蓦地就软了下来。明明自己都伤成这样了，还记挂着他这好了的腿，思及此处，然子那在他看不见的眼底落寞异常。回去吗？他可能回不去了。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此时正值巡守换防之际，然子再次点燃迷烟，向大门口吹过。在确保周围无人后，他们二人就这样从正门口潜了出去。第9私域建于皇城之后的鱼山之角，因着关押的都是重犯，所以建制要更加崎岖些。只是然子却并未等到先前安排好的接应之人，而是从四面环围的皇城司守备军。东方允在排排火把的光芒下从人群之后走上前来，与此同时刷刷几声，那数以百计的弓箭手便将箭矢齐齐对准二人。程叶瞳孔微缩，握剑的手一紧，他单手将然子挡在身后，凌乱的发尾迎风而动，就算身处囹圄，却不减丝毫傲气。他微眯着眼看向来人，心下有些疑惑：皇城司为何会被东方允调遣？然子在他侧后方正然地看着他那狭长又坚毅的眼，紧绷的下颚线上还沾染着血迹，他拢在袖中的拳头松了又紧。他思绪辗转，终是从程叶身后走出，却不敢回头看他一眼。郡王殿下便是如此过河拆桥吗？东方允依旧是那样一副云淡风轻的笑意，只是那瞳孔深处却是森寒，可分明是越见先违约在先。够了！然子的身子颤抖得厉害，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怕程叶知道他为了回来答应了这样的要求，还是在怕今日到这最后一步却败在了这里。但他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离开。眼前的一切诡异异常，直觉告诉程叶，然子定是与东方允做了什么交易。阿兹尼，可他却没再给他询问的机会。袖中的一粒药丸滑到手心，他将其含在口中，然后猛地转身点脚附上了他的唇。程叶瞳孔骤然放大，他的舌尖滑入唇齿，与之一同的还有那立马散入喉间的药丸。思绪逐渐涣散，刀剑从他指尖滑落，掉在地上，发出一阵轻响。程叶伸手想要抓他，却再也没了力气。然子顺着他的身体下滑，与他相拥着半跪在地，抬眸便见东方允通红的眼尾，以及攥得咯吱作响的拳头。他朝他勾唇，让他走，我留下，并不算违约。东方允嗤笑，正欲开口，却被身后阵阵马蹄奔腾声打断。然子目光越过皇城司众人，在见到来者时，顿时松了一口气。左之瑜，东方允眼眸微眯，对于此人的到来十分惊讶。郡王殿下。左之瑜抱拳，清冷的眉眼扫过那方凝视他的然子，然后微微颔首。没错，在那些为东方要诊治的日子里，然子联系上了左之瑜，他们在宫中交接，又用以暗号在宫外接头。朔北军受制，淮南军也连带着被影响，恰逢战乱又起，左之瑜想平息战争，然子则是要救出程叶。是以他们二人虽出发点不同，但目的却一样，因为只有程叶回到朔北，才有力挽狂澜的希望。东方允目光扫过左之瑜带来的淮南亲卫，清俊的眉目中闪过一丝忌惮，他突然笑了起来。左少将此行也太过严重了。左之瑜看着他，语气平淡：若早知郡王殿下亲自来营城少将出狱，我便少带些人来了。一语既出，东方允面色一凝，而那方的然子在听到这句话后，眉尾忍不住挑了挑。没想到这看似冷淡的女子还能如此平静地说出这样噎人的话。
无声的硝烟在空气中开始弥漫，终于东方允开口打破了这道沉寂。如此便有老左少将，本王静待诸位凯旋。说罢，他举起右臂，黄承思的剑齐刷刷方向，并为左之瑜留下了一条路。左之瑜注视冉子，再距他极近时缓声道：“全力一搏，你并不是不能走。”冉子却没有接他这话，他看着怀中之人，红唇轻抿：“拜托了。”全力一搏实在得不偿失，左不过是他留在这里，东方允还没蠢到在这个关头得罪这么多武将，所以不如各退一步，对彼此都好。左之瑜轻轻点头，没再多说，示意身后亲卫带走程烨，而扬鞭起，带出阵阵尘土。冉子注视着程烨远远离去的方向，视线开始模糊。方才那要再渡给他时，他也吞下了些许。撑了这样久，如今看着他能安然离开，他心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松了下来，身体瞬间脱力。冉子双手支撑在地面，耳边似乎有人在急急呼唤他的名字，可他却不想理会。在意识离去的最后一瞬，他垂眸低低的笑了起来。一直以来都是他为他考虑颇多，这次终于轮到他了。冉子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在梦里他再次回到了幼时家里，还没出变故的时光。只是这次的画面不再复以往的断断续续，那些消失的记忆在脑中如走马观花般一一呈现。他看到自己从记事起便随父母从南方的一个小镇踏上了游医之路，后来母亲怀上了冉恒他们一家，便定居在了隐郡。隐郡的气候宜居又民风淳朴，就算他紧邻东陵，也未沾染上丝毫奢靡之气。他们家的小院子在临近郊外的地方，而在那旁边也住着一户人家，只是那户人家极少开门，若不是偶有些衣着华贵的人员来往，他们甚至都以为这座院子早已荒废。冉子的幼年时期过得平淡又幸福，可他却并非是一个安分的主。在听闻临城便是禹朝最为繁华的东陵之后，他便几番闹着要去看上一看，父亲拗不过他，于是在一年上元节将他带到了东陵。10里长街，华灯璀璨，他在这里终于明白那存在于诗书上的词语是何情景。小冉子对这里的一切皆是十分新奇，奈何父亲总是约束着他，不让他走远，于是在几番辗转后，他趁父亲不注意溜到了远处。没了管束的他兴奋又激动，可却还没走几步便被人迷晕了过去。待他再次醒来，是在父亲怀里，他看到了父亲苍白的脸色和无光的瞳孔，身前是几个衣着神秘的男子，他们说多谢冉医师。小冉子不明白为什么被感谢后的父亲神色更加僵硬了，只知道在那之后，父亲便再也没带他去过东陵。就在他再次恢复以前的生活时，忽然有一日，隔壁的动乱打破了这一平静。他看着一队队兵马野蛮地踹开那家人的大门，滔天的火光直冲云霄，哭喊与尖叫持续了整个日夜。母亲抱着小冉子缩在室内的床角安抚，可那时的他眼睛睁得锃亮，心底却没有丝毫惧怕。后来一切平息，他偷偷跑出了府，遇上了一个衣衫褴褛、浑身伤痕的小男孩，他将他带回了家。他记得那时父亲的眼神很是复杂，奈何年纪不大，也不懂其中深意。他只是顾着高兴，冉恒太小，他终于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玩伴。尽管这个玩伴看起来并不爱说话，但这也没关系，他爱说话便够了。所以他总是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扯着他四处抓鱼捕蝶，许是被他感染，渐渐的他也会和他主动交流。有一天他在泥地上写下了一个叶字，于是他便开始叫他叶哥哥。那是小冉子心中认为最快乐的时光，要比去东陵城还要快乐。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向温和善良的母亲竟因此同父亲吵了一架。某日他又一次同他的叶哥哥玩到很晚回府，偷溜进来时，耳边隐隐传来了父母在房间内的争执。他好奇地寻了过去，便听到母亲的质问声：“权贵相争向来无情，你就算心中有愧，也不该如此不知轻重。这个孩子只会是一个导火索，你执意留他，有朝一日我们家定会因此牵连。稚子无辜，况且当日若不是我那一纸药方在这襄王殿下，绝技不会做出此等谋逆之事。”父亲的声音隐忍又无奈，却又在下一瞬被母亲打断：“旁人管你信与不信，在此风口浪尖之上，如此举动和引火自焚又有何异？不若将他送到南方。这件事你不要插手。”二人的争论愈演愈烈，年幼的小冉子懵懵懂懂，对于此间对话并不知其深意，自然也没有注意到身后之人瞬间惨白的脸色。直到翌日，他一如往常去找他的叶哥哥，可看到的却只有空荡荡的房间。他吵着要去寻他，却被母亲关了起来。小冉子哭闹不休，拼命拍打着门板，不肯吃饭。后来他累了，门板终于被拉开，他对上母亲复杂的目光以及父亲的欲言又止，心底余下的只有空落与茫然。是我们亏欠了他，父亲说。可小冉子依旧不明白，为什么前一日还同他一起玩耍的人突然就不见了。但他的悲伤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因更大的打击冲退。母亲突然重病不起，向来可以医治百病的父亲却在此时束手无策。你娘她就急复发，又忧思过多，是为父无能。再后来，
母亲去世，父亲因一纸诏令被聘为太医院院士，他们举家搬至东陵。而在那路途之中，小然子忽然发了高烧，经过数日医救，他终于转醒，只是那之前种种记忆却忘了大半。父亲说忘了也好，从此便是新的生活。他说好，于是他认真做起了东陵冉家的嫡小姐。他还没醒吗？回殿下，姑娘身子盈亏太多，又在之前用了过于伤身的猛药，现下怕是难以调治。一群蠢货，要你们何用？怒喝骤起，伴随着还有瓷器先帝的碎裂之声。一众内侍皆惶恐跪地，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怒形于色的郡王殿下。忽然一道颤颤巍巍的女声响起，靠然子床边最近的侍女颤抖抬手，姑娘的手动了。闻言，东方允大步跨至床边，在然子睁眼的同时执起了她的手。月见，你感觉如何？他眼睫轻颤，正动手臂从他掌心抽出，眸光冷淡无碍。东方云也不恼，他唤来侍女送过白粥，白玉般的手指握住勺子轻轻搅动。你已经昏睡半月了，吃点东西吧。然子听言一怔，他竟睡了这样久吗？唇边传来温热触感，他眉头微蹙，然后偏过头去。东方云保持着递粥的姿势良久，终是一旁的小婉看不下去接了过来。殿下，让奴婢来吧。他就那样盯着他的侧颜，看着那双原本流光溢彩的眸子，此时暗淡无光。少顷，他站了起来，月白色的长袍随着身影而动，抿唇又看了他半晌。好生照料姑娘。是。室内乌泱泱的一群人在东方允离开后陆续离开。小婉看着然子，欲言又止。姑娘要不吃点吧。然子终于抬了眼皮，他将手从背中拿出，我自己来。小婉见此，忙不迭地将粥碗送到他手里。温热的稀粥顺着喉中滑入腹中，可然子却只觉得浑身冰凉。现在的他满脑子都是那突然回来的记忆，手中机械地应付了2口，他便将碗又给了小婉。小婉见状，终是带着碗走了出去。房门被拉上的那一瞬，然子蜷缩起双腿，手臂将自己环成一团，外界静寂无波，可他的内心却翻涌着惊涛骇浪。他终于明白了以前种种，为何程烨待他那样特别，为何父亲会去插手襄王一案，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他。当年先帝中毒，一切证据皆指向襄王，后来接连牵扯出勾结谋逆之事，才被判了抄家。而那毒药配方正是出自他父亲之手。原来从那么早开始，他们的路便偏离了曾经的轨道。若非他执意要去东陵，还乱跑到被人抓去，父亲便不会被人威胁，而襄王也不会出事。程烨作为襄王唯一的儿子，也会是未来的襄王世子。可正是那一步错酿成步步错，甚至于在后来他阴差阳错的将他带回家，也没能好好补偿他。那时他听到母亲的话，一定很心痛吧？家破人亡，又遭人厌弃，他简直不敢想象，那样小的他是如何一个人离开隐郡，走到朔北，生生杀出一条血路，然后浴血而生，成为人人惧之未知的程少将军。思及此处，然子交错的手指揪紧双臂。初入朔北时，他待他那么好，许是因为幼时的庇护，可若他知道那一切苦难的来源均是他，他埋在臂弯的哽咽沉重又窒息。只是这一次，却再也没有人在背后与他怀抱。东陵城的天变了又变，从朔北军将领入狱到皇帝病重，丞相掌权，再到如今东方允摄政，不过短短1个月。然而柔然战事较之于这些皇权更迭，却更与百姓息息相关。在东方允让东方耀暂时清醒，并拿得皇城私调令后，丞相见势不对，便匆忙逃离了羽朝，真正的同柔然人联合到了一起。而丞相作为3朝元老，所掌握人脉资源要远远超乎想象，他的叛变对现下摇摇欲坠的羽朝局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前线战报，柔然军已然攻下了半个北方，就算左大将军带着刚刚调遣过来的淮南军，也只能减慢敌方的攻城速度。毕竟如今整个北方的战事布局皆被曹洪才泄露给了柔然，羽朝军队的阵脚早就被打乱。战事蔓延的第3个月，火线快要烧至东陵，众人皆言羽朝气数已尽。就在此时，忽有一人横空出世，他推翻了此前羽朝所用所有战术，以一己之力带兵绕后，直袭柔然核心，赢下了此战以来的第1场胜仗。也正是因此，一战羽朝的沦陷被截断，并展开了全面反攻战役。有人说那少年是曾经的朔北少将军，也有人说朔北少将军早在先前便死在了第9司狱，但却没有一个人见过那人的真面目。然子站在院中，看着老树正在的落叶，在听到这些消息时，他那空洞无神的双眸终于出现了丝丝波动。忽然肩膀一重，一件鹅黄披风便搭了上来。秋风寒，小心着凉。男子清润的声音响起，他敛下眼帘，然后伸手捏住前面的系带，不动声色地与他拉开距离。那5封信是你吧？东方允颤动鸦语，逆住一瞬的落寞，他未直面答他，月见很久没笑过了。然子的视线依旧看向那处落叶，语气中带了些淡淡的嘲讽。殿下权术制衡，当真是令人佩服。时至今日，
并不难看出，在这一场环环相扣的局中，谁是最大的赢家。此人心机之深，算计层面之广，皆令人咋舌。但如果是想用我来牵制程业，殿下估计要失望了。他勾唇转头看他，瞳孔中却并无笑意。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想，为什么是他？为什么要将他引来东陵？今日终于想明了原委。如若柔然来袭，在此危急存亡之刻，放任兵权给程业，毋庸置疑。而在那之后，他必定声望颇高，所以那时必须有个能够控制他的手段。可程业那样的人，是不该被任何人掣肘的。若有朝一日，我会自戕。顿了顿，他又补充，以各种方式。冉子眸底的从容与漠然刺痛了东方允的眼。他说的不是可能，也不是应该，而是会，那是一种义无反顾的笃定。他没有威胁他，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假使我说不是呢？他的声音有些涩然。他猜的没错，最初他确实这样打算，可经过这些事，他才蓦地发现，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不重要了。冉子扶了扶身，秋风寒，殿下早些回去吧。说罢，他便转身欲离。襄王本无罪，这位置也本该是东方业的。东方允的声音顺着秋风散落，残忍又真实。月见觉得我小人，可这一切的源头也并非来自于我。冉子的脚步顿在原地，乱了节奏的波光在瞳孔中打转，那拢在袖中的拳头攥地极紧，连指甲陷入肉中都没有察觉。如此细枝末节，他竟然知道。忽的一阵微风吹过，那虚拢的披风一下子被带落到地。东方云缓步向前，然后弯腰拾起，骨节分明的手指张合，他自他身后再次为他拢上。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他俯身在他耳边轻言，只是想要你多看我一眼。自那日东方允同他说了那些话后，他们之间便达成了一股微妙的平衡。他不会再对他冷言冷语，同时也甚少在他面前提起程业。他像一个暂住于王府的普通女子一般待他恭恭敬敬。东方允并未限制过他的自由，就算是想要出府也不会拦他，但冉子自己明白，他的周围必定会有许多暗卫跟随。对此他也并不觉得恼怒。战火一路烧向东陵，导致城内多了许多难民，他不愿闲着，便自行开了家医馆，尽自己所能救济他们。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这期间他竟在东陵遇到了彭子睿。原来在不久前，彭父突遇急症病逝，他依着父亲的遗愿娶了交好世家的女儿，又恰逢战乱，他便举家由朔北转至了东陵。而在知道冉子现在在东陵开医馆后，他立马表示若有需要可动用彭家的商县。但东方允却没给他这个机会，并派人将他围堵着打了一顿，也因此引得冉子一阵无言。他不明白如此稳重的郡王殿下为何会做出这样不成熟的事，思索再三，最终还是他亲自带着治伤药上门赔罪。实则他也确实需要彭子睿的帮助。这些时日，冉子一直府中研制些功效更高的药剂，现下看来也只有彭家的商县能到前线送给军队支援，所以他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彭子睿自知自己配不上他，又因着之前彭家加害在他身上的事情，心中一直有愧。如今正好有能助他的机会，他忙不迭地答应了下来，并保证不会对外泄露这一切源自于他。后来前线每隔几月便有捷报传来，一旦日子有了盼头，就会感觉时间过得极快。于是冉子在东陵过着一个又一个春秋，静默地守望着千里之外的他。元嘉9年秋，朔北军与淮南军结盟，开始反击，一举收复失地3座。元嘉10年春，结盟军东西包围，向北继而收复失地5座。元嘉10年冬，程业率800轻骑兵与左之于里应外合，将分割内外地的天险之城夺回。自此柔然军退离羽巢腹地。元嘉11年夏，姑娘，这个月的捷报又来了。裹着貂裘的冉子闻声，便见小婉梳着2个团子头，拿着书信冲进门来。如何？他站起身问道。定国大将军收复了朔北城。小婉的声音激动，连带着都要蹦了起来。要知道，朔北作为羽巢以北的最后关卡，他的收复无疑是在昭示着柔然军队彻底被打退了羽巢。冉子颤抖着手接过战报，藏不住的笑意自眼底缓缓溢出。在元嘉9年，程业的屡屡战功被举朝称颂，自此他被封为定国元帅，掌天下兵马总务。赢了就好。他将信纸小心折叠，然后拉开抽屉摆了进去，而在那里面揭示着近些年来的战报。现在是元嘉12年冬，这场仗打了快3年，如今终于看到了曙光。姑娘，我听说这支军队中竟然还有一队女子，虽然他们不必行军打仗吧，但据说救了不少人呢。小婉说着，眼神中流露出崇拜。除了左之于将军，这么多年来哪有女子上过前线？冉子听言，眼底笑意更深了。看来季听兰他们做得不错，也不枉费当初他费那样大的劲将医师营的地位建立起来。你若想去也能去。真的吗？姑娘，你莫要骗我。参见殿下。外头骤然传来请安声，东方允进门便见到了他那还未收回的笑颜。殿下。冉子对他扶了扶身。
他虽依旧对他颇为恭敬疏离，但较之前已然缓和了许多。不得不承认的是，东方允确实有极好的治国之才。这些年，东方要吃傻，除了挂有皇帝的名头，朝中事务实则一直由他掌管。东方允一直扮演着一个孝顺儿子的角色，不仅定期入宫陪侍，就算如今大权在握，也未做出任何出格之举。是以，朝中诸臣对他极为信服。他虽名为郡王，但已有了储君之实。战乱以来，他也给予了前线最大的支持，甚至多次亲自监制押送粮草的职务。外有程晔征战，内有东方允制衡，二人虽并未直面接触，却似乎在冥冥之中达成了某种共识。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都十分有默契的一致对外。如此一来，也终于让这摇摇欲坠的羽巢起死回生。今日怎得没去驿馆？东方允说着，忽地皱了眉，可是腿疾又犯了。自那年伤了腿，他便留下了御寒腿痛的毛病。况且南方的寒冷是湿寒，有时候严重起来，他甚至下不了床。为此，东方允专门在府中修缮了暖室，目的便是让他好好过冬。没有。冉子摇头，继而从抽屉中拿出一沓账本，这是这1月医馆的收入开支，请殿下过目。说是收入开支，实则是只有之。这些年，他那些朝廷的补偿金早已耗费的差不多，现下都是从郡王府中移出的银两。他先前本是准备寻些他法赚取钱财，奈何东方允在此事上非常强硬，以不让他出府为威胁，最终让他妥协应允。东方允接着他递来的账目随意翻动几下，注意力却一直在他身上。他轻笑，若这是王府的账目便好了。他的话初时让冉子有些茫然，下一瞬他便明白了他的意图。能管理王府账目的自然是王妃，若是王府账目可就难办了。他轻笑着绕过他的话题，如此入不敷出，怕是养不活这样多的人。东方允何尝不知他在避重就轻，只是在他看着他的笑容时，突然有些恍惚。这是他第一次在除了接到捷报时对他展露笑颜。他似乎透过如今的他，又看到了3年前那个为了搭船男扮女装蓄意讨好的灵动少女。那时的他是那样无畏又充满生机，在他20多年的忍辱负重人生中带来了一丝不一样的色彩。只是无论是引他离开朔北，还是途中遇上江道，他的目的都是接近他，然后同程晔谈成合作。可那人却比他想象的更加油盐不进。他并不知道，在程晔发现他意图后如何威胁他，掣肘了他的下限，以至于让他再也无法同他靠近。所以他只能隐匿于暗处，直至程晔入狱。他不停地告诉自己，等那人再出来，定会难以控制。所以他要找到他，用于牵制那只暂处囹圄的猎豹。可这些初衷又是从何时开始变了呢？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忽然就不想再装了。殿下。东方允将账簿放置在侧，缓缓道：定国大将军同左少将一同征战多年，多次死里逃生，共同进退，此等情谊实乃令人动容。此言一出，冉子心中微怔。这些年来，这些广为传颂的佳话，他不是没有听过。世人皆道新生一代的南左北程乃天造地设的一对佳人，每场战斗中，但凡是有程晔的地方，必然会有左之瑜。他们二人默契非常，时时将既定的劣势反败为胜。若说程晔是那把刺穿柔然核心的利刃，那么左之瑜便是利刃深侧的飓风，所过之处片甲不留。如今朔北收回，听说他们也好事将近，手腕被蓦地直起，一道猛力将他同他拉近。东方允那宛若深潭的瞳孔愈见暗沉，可他耳边却嗡嗡作响。你骗我！这么多年他都没来寻你，你可知为何？边关战事吃紧，儿女私情又算得上什么？他强作镇定地对上他的眸。东方允轻笑，手指附上他的脸颊。左浩明之所以在当年突然疏远东方，要远赴淮南，便是因为他知道了这其中种种，当然也包括冉家的事。他的声音宛若恶魔引诱，一阵阵传入冉子心底，让本因此是郁结多年的他逐渐迷失。左浩明与程宇则交好，现下左之瑜与他并肩作战多年，世人只会称颂他们郎才女貌，携手并进。而你当年为救他所做的一切，又还有多少人记得？说着，他俯身靠近他的耳边，温热的呼吸一下又一下落入他的心底，低沉的声线仿佛蛊惑。只有我记得。他说，月见，你只有我。东方允不知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他走了多久，冉子便站了多久。他的脑中空且茫然，一时间竟不知自己到底该属于何处。他辗转一夜未眠，一闭眼便全部是程晔的脸。这3年来，他总会做梦，或是梦到他知晓他是罪魁祸首后将他一剑穿心，或是梦到他根本不屑于再见他。直到天光乍破，外面的第一缕光照进室内时，一阵响动唤回了他的思绪。冉子随意披了件外袍，顶着凌乱的发丝开门往外走去，入目便见来往不绝的内侍正搬运着今年冬日所要用的炭火。可无论燃了多少炭，都暖不热他的心。郡王殿下待姑娘可真是好，在离京之前还吩咐老奴送来这些上好炭火，
如今世道艰难，为了姑娘的腿，殿下可谓是费尽心思。嬷嬷丝毫没有注意到她的异常，依旧絮絮叨叨着。这些年，在这王府之中，众人早已将她默认为未来的郡王妃，因此言语之间多有讨好。离京，然子捕捉到了他这话中的重点。是啊，现在失地完全收复，殿下要亲自前往北方。姑娘，那嬷嬷的话还没说完，便见方才还在眼前的女子提着裙摆疾跑了出去。然子刚行至前院，便看到一群下人正在收拾行囊。他轻喘着气，便见东方允撩开车帘看他。殿下，可否带我一道？他眯着眼看着因为小跑脸色微红的然子，放下车帘，躬身走出。如此迫不及待要见我母亲吗？他戏谑弯眉。就在他茫然之时，相依在一旁好心解释：殿下此行意在接玉妃娘娘回京。闻言，然子面色一凝，刚刚跑得太快，以至于没听到嬷嬷那没说完的后半句。是了，他怎么忘了东方允的生母玉妃在多年前一同去了封地平丹郡，那个作为离朔北最近的郡县，也是沦陷的最早的一批。当初朝臣皆上奏派人解救玉妃娘娘，奈何战局十分严峻，玉妃毅然拒绝了这样危险又得不偿失的营救，誓于城池共存亡。然子记得那时向来沉稳自持的东方允头一次失了态，直至玉妃被平丹郡的人搭救的消息传来，他才恢复了镇定。而玉妃也因着溺于山林数载才逃过一劫。如今朔北收回，他第一件事自然是迎回自己的母亲。他有些窘迫地咬着下唇，眼神飘忽不定。东方允俯视他，他的头发还是披散的样子，衣襟也没有拢好，连靴子都是一样的穿了一只。他自然知道他这般急切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但想到自己母亲那样执拗的性子，许是不愿跟他来东陵，若是能借此机会让母亲见见他，也不算什么坏事。况且那人就在朔北，据他所知，左浩明一直有意撮合他与左之瑜，若让他亲眼见到这一切，你就准备这个样子和我一起去？他伸手点了点他的眉心。听着他默认的语气，然子眼前一亮，又被他提醒，低头才发现自己这一副不甚雅观的打扮，瞬间就又困窘了。殿下稍等片刻。说罢，他立马转身小跑着回自己院中。东方允看着他的背影，不自主地勾起了唇，但相依却有些忧虑。殿下，您真的要？本王怕他作甚。他看得出来，虽然然子表面柔软，但实则是个极有原则的人。他就算再喜欢程烨，也必不会委屈做妾，更何况他心中本就有结，所以只有他东方允才会是他的良配。他并不求他现在有多喜欢他，他只是想着，如果他嫁给自己，他定会与他最尊贵的皇后之位。如此日日复年年，总有一天那份感情会向他倾斜。北风呼啸，阵阵烈风将那驻扎在雪地中排排营帐之巅的旗帜吹得鼓鼓作响。是夜，主帅营帐，烧得旺盛的炭火盆发出噼啪的响声，在那前面是一张大大的桌案，上面横陈着整个朔北以及柔然的地势布局。玄衣青年骨节分明的手指捏着笔尾，在图上圈上一个又一个标记，最后在尾部拉出箭头，直直撇到柔然王庭。1000轻骑兵从这里突击。他搁下笔，修长的指尖点了点图面。黑红软猬夹着身的女子听言拧着英气的眉毛，颇有些不赞同。叶兄，这太过铤而走险，我觉得不可。闻言，程叶青靠向身后椅背，食指交叉在桌前，狭长的眼眸抬起。我是主帅。左之瑜抱剑还胸，听着他的轻傲之语，愤懑轻哼。同他并肩作战这些年，他算是看出来了，此人用兵之贤猛，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他总是做着在刀尖上夺命的事，这与他向来稳妥的打法完全背道而驰。可奈何这人偏偏又官大他几级，这被人牵制的感觉着实憋屈的紧。虽然他很不愿意承认，大多结果都是不错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至于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他好心提醒。左之瑜嘴角微抽，继而将怀中长剑置于地图上点了点。你说要从这里突围，可路呢？难不成你要那群柔然崽子给你引路？如此险峻的地形，还妄想着从中直击柔然王庭，饶是已经快要习惯了他时常语出惊人战术的左之瑜也无法理解，有何不可？他轻挑眉峰，言语间尽是势在必得。柔然节节败退，曹洪才地位早不如往前，你以为他们不会内乱？左之瑜哽咽一瞬，叶兄，我知你心急，可这不过3年便已然收复了全部失地，进攻柔然的事其实可以暂缓。先前羽朝不妨大范围泄露，本是预计要个5年8载才能缓过劲来，如今看来他们的速度早已比之前预想的要快。可程烨却似乎并不满足于眼前境况，以至于这刚刚收回朔北，便开始筹划着如何进攻柔然。程烨听言交错的手掌收拢后，槽牙合紧。3年还是太长了，有12个季节和1000多个日日夜夜。在第9思域前，那双泪眼婆娑的眼睛在无数个午夜梦回中萦绕在他脑海里。他一刻也不想再等。左之瑜缄默地看着他，思绪回到了3年前。
他从然子手中将他带出来后，便请了许多医师为他医治。那个时候，他浑身上下骨折的地方大概有10几处，但最严重的还是那被穿透的肩胛，因着医治不及时，又在后来的动作中拉扯撕裂，导致了更严重的2次创伤。彼时的他重伤昏迷数月，所有医师都说他约莫是挺不过去，再加上那时柔然势头极猛，程宇则因为先前的中毒伤了，根本无法再上前线，他们节节败退。可就在此时，他醒了过来，然后便同疯了一般，在伤势未愈的当头，就带了一队骑兵抄了柔然的后尾，赢得了这场战争中的第1仗。此后便开始了一路反击。也正是那时，他才开始正视这个年纪轻轻便名动北方的男子，确实颇有狠劲。但这也并不影响他反驳他攻击柔然一事。叶兄，我觉得他还想说什么，却被程叶打断。他2根手指夹着一枚泛着白光的令牌，将其摁在桌面，唇角弯起慵懒的微弧，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既然柔然人敢利用羽朝的内乱发起侵略，他们又需要顾忌什么？左之瑜呆滞地看着那令牌，半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尉迟王族主帅。忽然一道高呼打断了室内的交谈。幕北掀开帐帘，对着左之瑜行之以礼，然后向程叶欲言又止，说：得到应准的幕北迈步上前，将一封信件递交给他，七王子的信。一言既出，身侧左之瑜蓦地睁大了眼，若他没猜错，这个七王子应该是指柔然的那位。他突然明白了眼前人的狂傲底气出自何方，但这一猜测却实在令人胆战心惊。还有一次说完，他冷冷地睨了幕北一眼。幕北硬着头皮瞟了眼左之瑜，左之瑜心头一跳，直觉有些不对劲。可是那人小将又来了。听言程叶似笑非笑地换了个姿势，只是那言语却极为不善。左少将，与其担心这些，不如想想怎么管好你那小跟班，别再来找他姐夫打架。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冉恒这小子会把他当情敌，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倒是和他姐姐如出一辙。若非想着以后不好同阿紫交代，早他娘的给这小子打瘸了腿。左之瑜僵硬半晌，随即冷哼：姐夫，我看他已经快要成你嫂子了。闻言他眼眸眯起，只是左之瑜已然踏出了房门。幕北，他斜斜睨去。幕北一颤：主帅，听说郡王殿下带着未来郡王妃往北来了。郡王妃？程叶咬牙切齿地重复了这3个字，拳头收紧，砰的一声砸碎了桌案。那宛若深潭的墨瞳中旋起黑洞。家国之前个人的情爱皆不足为提，所以这些年他才如此急速地想要结束战争，如今想打到柔然服气，更是想以绝后患。他无数次压抑住自己想去见他的冲动，他想将他带到身边来，想的心都疼了。可他不能，前线太过危险，他都是生死难测之人，又如何能让他涉险其中？但现在谁能告诉他这劳什子郡王妃是什么意思？未来太子爷亲临北方，老子这座主帅的不得去迎接迎接。他的声音阴沉可怖，引得幕北冷汗连连。是，愈是往北方走，冉子的心便愈发跳得厉害。他离他越来越近，可也越来越害怕。3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已经足够改变很多事情。好在他们此番先去的是平丹郡，不用直面同他打照面。失落之际，他又隐隐有些庆幸。可这庆幸在进入平丹郡的那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郡王殿下亲自前往北方，本帅有失远迎。清冽的男声自前方传来，仅此一句便让马车中的冉子僵硬了身体。将军征战辛苦，本王自知帮不上什么忙，又怎敢叨扰。东方允笑着撩开车帘，与此同时，于他身侧的冉子抬起眸，便见到了那拦在车队之前的青年。他的眉眼似乎要更加成熟了，黑冠将满头乌发束成马尾，红缨枪持手，锐利的双眸扫视着前方众人。许是多年征战，他通身上下散发着经历过血色洗礼的沉稳，就连声线都不复先前张扬。若说3年前的他是把出鞘的长剑，锋芒毕露，使人闻之胆颤，那么如今的他便是沉入刀鞘的利刃，内敛却不失锐气，令人望而生畏。程叶自然见到了落坐在东方允旁边的冉子，霎时间手中的银枪攥得更紧了。谈何叨扰，今日怕是本帅要叨扰殿下。他冷声挥手，身后骑兵便拉下城门，然后排排而立。2人短暂的交谈看似正常，实则暗流汹涌。东方允见此，轻笑着颔首，车帘放下的瞬间，一抹冷意自眼底闪过。车轱辘再次转起，窗帘因着轻轻的颠簸掀起一角，冉子视线往外瞥去，恰好对上男人那双隐含着怒气的眼眸。他心下一颤，恰好窗帘已然落下，隔绝了那道炙热目光。冉子一路惴惴不安，直至马车行至府门口，东方云眼神示意他跟上，他抿唇在他身后弯腰走下了马车。这便是玄景未来的郡王妃吧？只是他还没落稳脚跟，便有一妇人上前握住了他的手。那妇人着了身简单的深色棉衣，姣好的面容丝毫看不出已经年过40，这般朴素让冉子有些诧异，这和他印象中的妃子并不相同。
只是这玉妃着实太热情了些，他有些心慌，下意识地向身后看去，却被东方云挡住了视线。他眼眸弯起，伸手握住她的手腕，带离玉妃的掌心。母亲，你这样会吓着月见的。玉妃见此笑意更深，却在目光转向身后的一众卫兵时，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竟还劳驾大将军亲自迎你，玄景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玉妃当初便是被朔北军的一支小队所救，又被他们庇护颇多，所以更加敬畏这群将士。在他眼中，他们可要比朝中那些老迂腐好多了。母亲说的是，但将军既然都来了，不若留下来住上几日，本王与王妃定会好生招待。东方允刻意咬中王妃二字，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成夜后槽牙咬得咯吱作响，但凡这里在场的是旁人，他那剑早就按耐不住要出鞘了，管他什么的影响不影响。可偏偏是同自己母亲交好的玉妃，当年若非他的人暗中帮衬，他便同母亲一道死在了那场火里，总归是要给几分薄面。据本帅所知，殿下并未娶妻，哪来的王妃？说着，他视线紧盯着被挡在身后的那抹倩影。东方允轻笑着将身后的女子拉到旁边，如将军所见，本是想着婚期定了再同将军言说。他刚想反驳，却被打断。听闻将军与左少将好事将近，玄景在这里先道一声恭喜了。程夜满眼都是东方允抓住冉子胳膊的那只手，灼热的视线几乎想将那手掌焚烧殆尽。殿下还是先管好自己。明明是一句威胁的话，听在冉子耳中却更像是默认。他脸色一白，紧接着便听到东方允用只有2个人听得到的声音在他耳边道：何必自取其辱？殿下适可儿。嘘。他的手指忽然横在他的唇上，如此亲昵的模样已然不需要过多言语。玉妃不知这其中暗含的争斗，只觉他们郎情惬意，当下责怪地横了眼东方允，这般长途跋涉，越见一女子怎得受得了？是儿子考虑不周。程夜看着他们的背影，浑身散发的戾气让周围无一人敢上前。他自然能看出来东方允在激怒自己，但更让他愤怒的其实是冉子的态度。但凡他否认一句，他都会不顾一切地将他带回自己身边。可他没有，他的一言不发与缄默乖顺地站在别的男人身侧的模样让他机遇窒息。他想发狂，他想将他抓来厉声质问。这3年来，每一次身逢绝境时，他总会想到他，想着他的眼泪和为了他不惜一个人留在东陵的义无反顾。他想自己一定要活着回去。他以为他这些年也是同样的念着自己的，可今日一见却破碎了他的幻想。原来不过3年就能变化如斯，那么之前的种种又算什么？这一顿饭吃得冉子如坐针毡，心中那股压抑的憋屈几乎要将他湮灭。他一杯又一杯地啄着面前的果子酒，许是这酒醉人，让他在饮了几杯后，眼神便有了些迷离，连带着胆子也大了起来。他不再同方才一般顾念那样多，含着水色的杏眸就那样直直地盯着坐在上位的程夜。他的视线毫不掩饰，以至于连没有注意到这一切的玉妃都察觉到了其中不妥。别喝了。捏着杯沿的手指被人按住，他飘忽着眼神歪头。为什么？东方允的额角微跳，连带着按住他的手都紧了些。他忽然就有些后悔将他带来这里，他的目光如此不加伪装，让他的心莫名慌乱。这方的动静自然也没逃过一直注意着他的程夜。他虚拢着拳，忽地听到那边一阵噼啪瓷器碎裂的声音，蓦地一下就站了起来。冉子呆呆地看着那被打翻的一壶果子酒，自己的衣衫下摆被浸湿了大半。月见你没伤着吧？东方允懊恼地看着这一片狼藉，他也不知方才为何那样冲动地去和他争夺了起来。无妨。他摇摇头，脑中清醒了一些。他带着歉意看了眼东方允和玉妃，如此失仪实在是不妥当。殿下，娘娘，容我先去更衣。说罢，他没再给人拒绝的机会，扶了扶身，便逃一般的离开了正厅。当外面的冷风拍打在脸颊上时，冉子才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他放慢了脚步，在庭院中仰头想看星辰，可入目所见却只有一片白茫。天空中忽然开始飘雪，他正然的伸手去接，微凉的触感让他倏然想到了当年出来朔北时也是这样下的雪。身后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他侧眸望去，只见东方允正立在不远处凝视他。不是去更衣，怎得在这里吹冷风？他向他走来。我不是郡王妃。他忽然开口。东方允脚步一顿，目光中有些不悦。你醉了？我没有。他看着他，目光坚定。他伸手要来抓他，却被他一把躲开，只是他退得急，踉跄2步便斜靠在了院中凉亭的柱子上面。月见，我不是郡王妃。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声音要比方才更大了些。这句话在今天压在他心中许久，现下终于趁着这一丝放纵说了出来。东方云俯视着眼前因着酒意微红了脸的女子，在听着他的话，一股无名之火便涌了上来。冉子，他第一次叫她的全名，你会是郡王妃？他慢慢走到他身前，他和左之瑜。够了。冉子忽地一把猛推开他，
他和左之瑜如何？我不想知道。我就是喜欢他，他娶左之瑜也好，他恨我也好，我都喜欢他。我可以不嫁给他，但也不会嫁给你。他靠着柱子，大口喘着气。他受够了，受够了这3年来的一切不安，受够了被这些害怕支配的不像自己。不过就是他恨他罢了，又有什么可怕的？这些憋在心里，一直觉得叛逆的话，冉子忠是以酒为借口说了出来，可好像要比想象中要轻松得多。东方云眼神逐渐阴鸷，他单手扼住他的手腕，将他拉进自己怀中，然后抬起他的下颚。为什么不能是我？我并不是非要嫁人。他仰着头，忽地笑了出来。不过因为是他，我才想嫁的。闻言，东方允眼底猩红一片，他猛地俯身想要吻她，却被一道劲风截断了动作，紧接着整个人便被一股大力直击飞。砰的一声，他的身体撞到墙上，然后滑落。这边的动静瞬间就引来了大群人。玄景！玉飞看着倒地吐血的东方允，立马腿脚一软，就跪倒在地。冉子被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他茫然抬眼，便对上了那双宛若星辰的墨瞳。男人的眼底翻涌着惊涛骇浪，连带着开口的声音都有些颤抖。阿紫！看到来人，他嘴一扁，有些委屈，我不是郡王妃。程烨咬着牙，半晌才从喉间溢出一个“字，眸底的悸动几欲将他淹没。他本是担心他才跟出来，没想到竟然碰到了这样一幕。他方才的话字字句句印在他脑里，在顷刻间让他所有的理智土崩瓦解。将军是否要给我们一个解释？赶来的相依刚想上前，便被程烨横扫而来的凌厉目光害得迈不动腿。他将冉子打横抱起，再没看众人一眼，便几个跃身离开原地。伏在地面的东方允伸手擦了擦唇边的血迹，视线紧随着那二人。来人！只是他的话还未说完，便听到几道刷刷声围在了周身，那是程烨的亲卫。东方允倏地自嘲低笑了起来，撑着地面的手掌收紧。他忽然觉得自己输得很彻底。现下的军营并非驻扎在朔北城外，而是在平丹郡与朔北的交界之处，是以程烨在听闻东方允带着他来到这里时，能很快就赶来。冉子将头埋在他怀中，双手勾住他的脖颈，听着耳边呼啸的北风，那颗悬着的心忽然就找到了归属。程烨一路疾驰，再到扎营之地时，便将他直带进了自己的营帐。烛火摇曳，昏暗的室内朦胧又暗昧。他将他按在床榻之上，开始吻他。湿热的吻，急切中又仿佛想要确认什么。冉子胡乱地攀附上他，开始笨拙的回应。忽然，他拉开了同他的距离，手掌撑在他耳侧，俯视着他那氤氲双瞳，低哑的嗓音响起：“你刚刚说的，再说一遍。”他有些茫然，小声念诺：“我不是郡王妃。”不是这一句。他眼底的墨色更重，执意着要一个答案。冉子就这样盯着他，脑中思绪逐渐回笼。未久，他抬起指尖去摸他的侧脸，然后喃喃道：“因为是你。”回应他的是宛若狂风暴雨的深吻。他逐渐沉沦在他的呼吸之间，却又在下一瞬被他放开。程烨猛地起身，背过身去，一向清冷的面容间染上不自然的克制与隐忍。他心知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冉子在他身后微支起身体，他的面颊是不正常的绯色，发丝因着方才的动作凌乱地搭在鬓边，鹅黄的袄裙也皱皱巴巴。他看着他沉默的背影，忽地伸出手指附上了他搭在床侧的手臂，感受到男人的身体一僵，他彻底坐了起来。冉子蓦地笑了，或是释然，或是扑火，就算等待他的并非好的结果，他也不想让自己后悔。我很想你，叶哥哥。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炸裂在程烨脑海之中，他正然回眸，正好见他勾着尾指带落了那根纤细的腰带。如何形容那样的美呢？大概是宛若这世间最为致命的罂粟花，在盛开的刹那间，只此一眼便是沦陷。他狠狠地看他，眼底尽是炙热。别把我当正人君子。他笑，你不需要是正人君子。他死死地盯着眼前毫不畏惧的女人，胸口几经起伏，最终咬牙低声咒了句：“真要命！”他一定是上天派来折磨他的。程烨想。一语落，冉子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然后整个人便向后倾倒。那抹蜿蜒的红彻底点燃了程烨眸底的火焰。他心疼的俯身吻落他眼角痛出的泪珠，在他羞得撇过脸时，又将他转正了过来。我会娶你。他叹，只有你。他听着他的低叹，潋滟的瞳仁中凝聚了淡淡的水汽。冉子心中暗想着，这种事实在是太疼了，不然这眼泪为何会无论怎样都停不住？他的放松让他不再克制自己的本能，食指交握的手掌在他耳侧收拢，分明是凛冬之际，可二人额间却均是染了层薄汗。冉子感觉自己宛若是行驶在一片汪洋大海的一叶孤舟，漂浮无依，只有那掌舵之人能带他逃离这深海恐惧。他艰难地抬头蹭了蹭他的下颚，说出了自己许久之前便想对他说的话：“我喜欢你。”他的呢喃让他身体一颤，低咒了声该死，然后带着他翻了个身。他自后附上他，在他站立仰头之际，轻轻咬上他的耳垂。
我也是，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喜欢你了。翌日，然子醒来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他压下心中的失落，动了动身子，可那隐隐的酸痛让他瞬间放弃了起身。昨夜他的话回响在耳边，他咬着唇，瞳孔暗淡下来。所以他究竟知不知道当年的真相呢？床单似乎被人换了，身上也没有什么黏腻不适，看来昨晚应是被他清理过。仰躺在床上，想到昨晚自己的胆大妄为，脸又热了起来。程夜他也未免太不知节制了。突然帐帘被撩起，他听到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走到屏风后面。姑娘，可需要伺候梳洗？熟悉的女声让然子睁大了双眼。听兰，他不确定的开口。大人。屏风被拉开，然子便看见了阔别已久的季听兰。一向不近女色的定国大将军带了位女子回来，并一夜未出营帐的消息在顷刻间便传遍了整个军营。一师营的女子本还在为大人打抱不平，没想到这女子竟就是大人。季听兰瞥见她脖颈间暧昧的红痕，嘴角不可抑制的勾起，然子这才发现自己的窘境。他轻咳一声，拉了拉衣领。他呢？主帅今晨卯时便走了。程夜当初的行动计划本就是今日，如今将他带了回来，便更迫不及待的想要结束这场战争。听着季听兰的描述，然子心中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过往3年皆是远隔千里，听着他的战况，如今隔他这样近，倒是愈发担心了。一师营近况如何？他问。季听兰笑答：大人派人运来的药剂救了很多人的命。你们知道是我？这彭子睿忒不靠谱了些。主帅说的。他如何猜不到？接下来几日，然子又回到了一师营帮衬，他这才发现宋清和贺子安竟眉来眼去了起来。竟还有这等好事？然子挑眉揶揄。他的回归让诸位姑娘们皆兴奋起来，听着他的打趣，本就脸皮薄的宋清一下就红了脸，还说呢，青青可是要把我酸死了。文莲是个性子活泼的，说到这些可就来劲了。阿莲，宋清嗔怪地看了他一眼，哪有大人和主帅登对？此言一出，众人的讨论立马换了风向。他们向来相处和谐，又在多年塞外的环境熏陶中愈发放得开，谈着这些话题也没什么避讳。主帅刚带大人便又出了兵，果然是血气方刚。大人可还吃得消？前不久刚购的一批淤伤药膏，大人若需要我可以去拿来。本是看戏的冉某，外头一阵马蹄声打断了室内让臊得慌的对话。他率先走出去，便见木南领着一队兵马刚刚回营。冉大人。木南翻身下马对他抱拳。冉子颔首，此行程夜只带了1000兵马，木北随行身侧，木南则留在军中处理其他事宜。有他的消息了吗？他问。木南摇头，主帅此行是军中机密，我等皆不可知，连他都不知道，看来他只能等消息了。他缄默片刻，终是问了出来：我来这里这样久，也没见过那位女将军，不知她住在何处，我也好去拜访拜访。左少将此行是主帅侧前锋，也还未归。冉子愣了一瞬，又点点头。左之瑜是他的左膀右臂，跟随他出战理所应当。问完了自己想问的，他道了声谢，便准备往内走去。木南带回的是医师营所需要采买的物食，一众医女皆上前探查自己需要的东西，唯独不见季听兰。冉子行至室内，果然看见季听兰一个人坐在位置上，叫了几声都没应，不知在想些什么。听兰，他又叫了一遍。大人。季听兰终于回了神，怎得如此心不在焉？冉子坐到他身侧，倒了杯茶，直觉告诉他此事与木南有关。季听兰神色微僵，有些不自然。我没事。因为木南？果不其然，听到这个名字，季听兰更加僵硬了。回来的这几日，冉子也有些耳闻，据说在1年前的某次战役中，季听兰救过木南一次，却不知其中具体。这样想着，他也问了出来，并不是很重要的事。季听兰苦笑，冉子也没再追问，他只是说，以木南那样的性子，平时同他多说2句都困难，应该不是个会亲自给医女们采买东西的人。况且他手下小兵那么多，今日出现在这里，他也有些讶异。而这其中缘由，现在看来已经很明确了。季听兰缄默，就在冉子准备不再询问时，他忽然开了口：之前他中了柔然的情毒，是我给他解的。冉子正然，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原因。他说要对我负责，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他色然，我本不是完璧之身，多一次少一次的，又有何所谓？况且还有那些不堪的印记，又何必因着这所谓的责任耽误他？若是同青青和贺大人一样，也就罢了，可偏偏是因这负责2字。这些话你同他说过吗？冉子突然问，看着他茫然的眼神，继而道：你不同他说，又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呢？木南应该不是那种会随便找人解毒的男子，或许他早已有情，却又因着不善言辞，让人会错了意。而季听兰定然也不会真的同他说的那样无所谓，有些话只需要点到为止。冉子没继续说下去，他相信季听兰自己会明白，于是他放下茶盏，离开了医师营。当看到外面的蓝天时，他有片刻怅然，方才的那些话又何尝不是对他自己说的？不同他说，
又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思及此处，冉子叹了口气：“程烨，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又是一日，从清晨到黄昏，冉子不知道多少次往外望去，却依旧没有等到程烨凯旋的捷报，反而是等到了柔然王庭内乱的消息。据说昨日嬴氏七王子起兵逼宫，杀了老柔然王，直接夺了王位。传闻那七王子是老柔然王曾经酒后宠幸的侍婢所生，常年养在外面，竟不知还有这等势力。那七王子叫什么来着？哦，尉迟策。闻言一直没有搭话的冉子愣了半晌，这名字似乎有点耳熟，可没待他继续深想，外头便传来了阵阵喧哗，紧接着便是铁骑踏地的声音。是他回来了。冉子放下手中摆弄的物时，猛地起身，随着人群走到了外面。乌泱泱的一众兵马举着火把由远及近，在黑夜中显得格外明显。他们排列在后方，在那只手是位穿着银色盔甲的男子，他身姿挺拔，皎洁的月光倾洒在他周身。而在他侧后方，身着黑红软猬甲的英气女子正是左之瑜。冉子的身子淹没在黑暗的人群后方，可他还是在第一眼就看到了他。许是大家都有意识，在程烨目光扫射过来的同时，那浩浩汤汤的人群忽的就自动向两侧开了条路。他双手交叠在身前，看着他翻身下马，大步向他走来。只是有一人影却比他更快。姐姐！他被人猝不及防地搂住，少年正在变声的低哑音线不复清朗，可他却还是一下子就猜到了他的身份。小恒。冉子眉眼间染上喜色，刚想伸手拍他的脊背，可冉恒却被程烨拎着后颈提到了旁边。他冷冷地横了一眼冉恒，他的阿紫怎么能被别的男人抱？就算是弟弟也不行。冉子倒没觉得有何不妥，他心中激动，打量着冉恒，眼角处隐隐闪着泪光。当初分离时还不及他高的小小少年，如今都需要抬头才能同他对视。他的弟弟长大了呀！姐姐冉恒眼里的激动和欣喜快要溢出，他还想说什么，却被程烨打断。刚回来就让你姐哭。他伸手一把拦过冉子，看到他眼底的水色，不自主地皱了眉，粗粝的手指拂过他的眼尾，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轻飘飘扫了眼冉恒。哎，我被他带着转身的冉子反应过来，急急出声，他还没说上两句话呢，明日再说。他被程烨打横抱起，周围瞬间响起一阵揶揄的口哨声，几个胆子大的参将甚至开始起哄：快给主帅让路，主帅悠着点，别折腾坏了冉大人。良夜苦短。哈哈，边关的将士不拘惯了，说出的话让冉子脸红的滴血，双手揪住他的衣领，小声道：你干什么呀？程烨没有答他，而是向后扬声喝道：再多嘴就给老子去教场跑圈。与此同时，他的眼角扫过那愣在原地的冉恒，然后挑挑眉，唇角的弧度如何也抑制不住，那眼神仿佛是在挑衅。看吧，老子早说是你姐夫。冉恒。程烨的话状似发怒，却引得身后众人的起哄和笑声更大。末将先跑一步，李将军等等我。末将也。冉子。待行至帐内，程烨忽然问：你还痛吗？那日因着计划，他走得急，没能等到他醒来，可他一直记得那天他哭得厉害。冉子被他放下，初时还有些茫然，在意识到他所指什么后，刚刚凉下的脸颊又开始发烫。早救不了。话音刚落，他整个人便落入了程烨温暖的怀抱。男人的心跳一下又一下响在耳边，他呼吸温热，将下颚置于他的发顶。他在他耳边喟叹了什么，引得冉子心间一颤，于是在他下一步动作之前，赶忙逃离了他的怀抱。他拉开了同他的距离，抬眼望去，还能看到程烨眼底未曾散去的火焰。那个，我还想问你问题，你别过来。他双手挡在身前，憋了这几日的话，今日终于等到他回来，可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又被他撤走了。程烨无奈的止住脚步，问什么？你和左之瑜？不对，这不是重点。冉子有些慌乱，这话到嘴边怎么就变了味？阿紫这是吃醋了？他眼尾轻挑，摸摸下巴，促狭道：我没有。他偏过头，红唇轻抿。程烨上前将他困于桌案与臂弯之前，引得他疏忽向后倒去。他勾住他的细腰，瞳孔中尽是狡黠。或许会是一家人。这话听在冉子耳中，却又是另一个味道。一家人？他咬牙提高音量：我是不可能给你做妾的。程烨，他在想什么？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冉子越想越气，他伸手要捶他，却被他轻松握住了拳头。你这个狗男人！他封住了他的唇，顷刻间他的身子便软了下来。未久，他抵着他的额头无奈道：你之后便会知道。冉子在他怀中轻喘着气，并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和他什么都没有？他垂眸咬唇沉吟片刻，姑且信你一次。你刚刚骂我。他敛下眼帘。什么？他莫名不安。但其实我还可以更狗一点。语毕，冉子忽觉腰身一轻，他被他抱坐上了桌案。他轻呼一声，双手撑在两侧，
眼前男人的手掌已经游走到了他的衣领。等等，他再次推开他，终于想起来今日要问的重点是什么了。冉子双手支在他那坚硬如铁的胸膛上面，被又一次打断的程某已然十分憋屈了。他瞳孔波光盈盈，试探着叫了一声叶哥哥。程叶宛若深潭般深邃的眼底一颤，这称呼那日他也听到过，他只以为是他随口叫他，可今日隐隐的猜测在心中生根发芽，这个可能性让他止不住的站立。然而下一瞬，他的猜想便得到了证实。我想起来了，他笑，可水汽却蔓延上了眼眶。对不起。程叶凝视着他的泪，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捏住，久久不能喘息。你知道的吧？对不起，若非我和我父亲，你不会是这样的。我那时要是再大些就好了，一定不让你走。冉子说着，便又想到了那些场景，明明是快10年前的事情，明明之前忘了那么久，可今日他却记得那样清。所以他是怎样来到朔北的呢？他的呜咽时断时续，他终于听懂了其中前因后果。少顷，程叶伸手捧起他的脸，轻轻吻落他的泪珠，忽地低笑着摸了摸他的后颈。今日还没做就哭得这样厉害，待会可怎得好？冉子骤然一哽，没想到他会突然说这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啊？程叶身后骤然响起桌案上笔墨砚台推落到地的声音，他来不及反应，整个人便被人欺身而上。屋内的响动太大，以至于一直隐匿在暗处守夜的木北蓦地睁开了眼睛。有刺客，他拔剑欲走，却被身侧的木南横剑拦下，并扔给了他2团棉花。木北疑惑看去，只见木南气定神闲地将棉花团塞进耳朵，而后双手抱剑开始闭目养神。他正想指责木南作为暗卫没有半点职业操守，可室内传来的其他声响便让他立马僵在了原地。未久，木北颤抖着手同方才的木南一样将棉花塞到耳朵，再看木南时，那目光倏然就变了。难不愧是有经验的男人，你偷袭我！冉子有气无力地攀附着他的肩膀。程叶顿下身体，唇角微勾，抵额，又笑得无害，兵不厌诈。说着，他又动了一下，他眼角泛起氤氲水色。只是冉子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他会是这个反应。你不怪我吗？你便是因为这个胡思乱想了这么些年。他轻叹，动作却不见缓。什么叫胡思乱想？他努力拼凑出完整的一句话，想要抬眼看他，却被他倏地抱起。你以为没有你们就没有别人吗？他将方才落在一侧的衣衫铺在他的脚下，随即从他身后吻过他的发心，身子微沉，他扶住险些没有站稳的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襄王他锋芒过盛，本就是众矢之的。若真要说对不起，也是我们，是我们将冉家拖下了水。程叶如何不知冉元正是因为这件事而愧疚，从而在东陵做太医时暗中调查此事。可是彼时的东方药一党势头正大，他一个无依无靠的太医又怎么撼动得了？听着他淡然的解释，冉子撑着桌角，眼尾微红。如何让他不喜欢他呢？这人总会在顷刻间让他所有的心慌意乱消失殆尽，所余下只剩他的无尽信任和从容心安。那你是怎样来朔北的呢？他吻过他的每一寸，最终轻声道：襄王势力不至于那样小。若同他说真话，他又该哭了。程叶心中软得一塌糊涂，这女人当真是水做的，而且说好的今日不让他哭。思绪逐渐朦胧，他听到这话，心下微松，沉浮在他的爱意之中，仅剩的理智告诉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给他机会。年轻力盛这几个字在接下来的3日中被程叶深刻证实在了冉子身上，以至于让他接连数日都不想再见他。而他也终于明白了为何这次柔然王庭的权势更迭会直接影响到同域朝的战争，因为这场宫变的幕后推手就是程叶。他手上握有的尉迟王族令牌正是当年他们2人救下的那个孩子留下的。难怪我觉得尉迟策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原来小策就是尉迟策。似乎想到什么，冉子放下手中的药材，看向那边被他征用过来做苦力的程叶，手撑着下巴，笑得狡黠。当初若不是我要救他，可能就没有今日这情景了。若非我，你也就不下他。他愤愤地将他吩咐的最后一盆花草栽好，谁能料到义军主帅会沦落这等境地呢？冉子撇嘴转过头去，主帅今晚还是去自己帐里睡吧，那他今日这苦力岂不是白干了？程叶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侧身坐着将他揽过，含情的桃花眼弯起。我的意思是，我夫人很有先见之明。见他依旧哼哼唧唧不想理他，程叶最终从怀里拿出了那早些年被尉迟策顺走他父亲给他留的玉饰。冉子眼前一亮，这不是被他用来换了令牌吗？你怎么拿回来的？又不是什么难事。他傲然开口，眉宇间尽是轻佻。不过就是打一顿的事，远在柔然的尉迟策。他听着只觉得心底某处暖暖的，伸手将那玉饰揣入怀中，然后扬唇亲了口他的脸颊。好不容易等到他主动，程叶哪能放过，当下便将他的唇移到了自己的唇上。怎么不带着？他问。冉子莞尔，破开云层的阳光落下，在他脸颊边镀上光晕。
他伸手摸出挂在脖子上的那枚月牙形状的翡翠，看向他的眼里波光流转。有你的了。父亲的遗物他会终生珍藏，眼前的男人他想相伴此生。因为尉迟策和程烨达成合作，柔然不再是禹朝第一大敌，他们签下100年内不再征战的协议，最终平息了这延绵多年的战火。曹洪才在柔然宫变的那日被抓后遣送禹朝处以极刑，而那些曾埋在禹朝根部的蛀虫贪官也在随后几年被逐一挖掘。痴傻的东方耀在战后第2年病逝，同年东方允登基，改年号顺平。顺平元年，陈渊数十载的襄王翻案，复其亲王爵位，并追其子东方业为世子爵位，同其母建衣冠冢入襄王陵。同年大赦天下，以示新帝仁德。东陵皇宫，朝阳殿月台之上，一抹明黄身影负手而立。这里的地势视为皇宫中最高。东方允俯视着眼前一片宫群，淡然的眸中平静无波。陛下真的要与定国大将军如此大的权力吗？项衣垂首在后。如今国家安定，可程烨却依旧手握重兵，盘踞在朔北一脉。不管如何，对于军权都是一种威胁。更何况襄王翻案，他还是那样的身份。东方允没有回头，他只是轻笑。若他想要这位置，站在这里的便不是朕了。项衣不懂，却也没再追问。他想，陛下定有自己的考量。东方允眺望远方，那是朔北所在的方向。他知道，那人的追求不在于此。如若不然，东方业这个名字便不会随襄王一同葬入王陵。这些年，他想明白了许多。东方耀因着不甘，策划害死了东方旭，却也引火自焚，差点葬送了禹朝。而东方旭因为太过正直和不设防着了贼人的道，最终命丧在自己亲弟弟手里。但他不是东方耀，他虽有不甘，却也极度理智。他不会因着所谓的嫉妒去剥些已经认定的根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程烨也不是东方旭，他会为国征战，但也只是为国征战。那样桀骜且极度张扬的人，绝非任何人能轻易掌控。除了他，朕与他道不同，却目的相同。东方允倏然转身，脸下眼底的淡淡落寞，最终留下一句：家国安定足矣。他最初想要的不过是反抗自己最为低微的皇子身份，如今已经成功了，不是吗？冉子与程烨在顺平2年成婚，因着他不喜奢华，又无父母为证，程烨干脆另辟蹊径，寻了个天地为证的法子，在教场上办了这场婚礼。程宇则作为主婚人，邀了左浩明、左之宇等人的同时，也邀了邻国柔然的王君尉迟策。此乃禹朝与柔然近100年历史上第一次以这种方式会晤。当刀剑相向了多年的柔然军和朔北军遇上时，两方兵马皆是十分不适应，甚至下意识的就要布起了阵。但没有什么是一杯酒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那就喝一桶。于是在几经辗转，一群辫着辫子、穿着异域的柔然汉子和身着禹朝军服的朔北将士很快就混到了一起。而也是从那天开始，柔然和禹朝的关系从真正意义上开始缓和。至此多年，边境再无战乱。婚礼之后，冉衡预备随着淮南军去淮南，冉子纵有不舍，但也明白人各有志。与此同时，他也终于理解了程烨当初所说的成为一家人是什么意思。送他们离开的那一日，冉子有些恍惚，忽的身体被人搂住，在想什么。左之瑜是个极有魄力的女子，他感叹。从那年与她在皇宫中对上时，冉子便知道这女子极为不凡。程烨轻笑：你也是。他勾唇未答，只是在心中暗自期望，愿小衡中有一日能成长到同左之瑜匹配的地步，那样才不算淹没明珠。不久后，季听兰也向冉子辞了别。他说禹朝这样大，他想利用自己学得的些医术行医救人。冉子清楚他的身手，自知他可自保，所以也没过多询问其他，便允了他离开。只是在他走后数月，冉子便听程烨说木南也离了朔北。他想，或许等季听兰再次回来，就不会是一个人了。因着没有战事，朔北军的日常操练逐渐回归正轨。平日里，程烨在教场练兵，冉子就在医师营整顿药材，清算下一次采买以及该种怎样的应急药材。只是在这每一次的采买之中，他都会写上几味并非军中所需的药物。程烨会时常带他去捉鱼捕虾。柔然与禹朝的局势缓和，也让他们能更加自如地来往两国。如此平淡且幸福的日子就这样过了许久，可他们依旧没有孩子。程宇泽虽是长辈，却在知晓其中缘由后并未过问。程烨更是觉得没有孩子甚好，想带你去试试草场、山涧巨石，还有那瀑布连后的山洞司。阿子，你谋杀亲夫！冉子没好气地放下拧他侧腰的手，在手中的账本上将药剂又默默加了几分。在他们成婚的第5年，她怀孕了。当程烨知晓她暗中用了许多药来调养身子后，简直心疼得不得了。所谓是药3分毒，他自然知道他的阿子为了这个孩子付出了多少。只是冉子的整个孕期皆十分受罪，从前期的孕吐不止，到中后期见红不断，可谓是生生折腾了半条命。
甚至在最后生产之时还遇上难产。那一日，三军将士皆看到那平日里一向铁血无情的主帅头一次落了泪。他不顾所谓的产房血腥之言，从始至终都陪在他身边。程烨听着他的声音渐弱，看着他逐渐没有血色的唇瓣，眼底猩红一片，将保大人几个字吼得撕心裂肺。所幸最后母子无忧，但也因此一遭，他对这儿子极其不顺眼，甚至连名字都不想取。然子无奈，却也无计可施。直到有一天，贺子安找到他说，程烨让他配了副药，那是一种不会损及其他，却能让他不能生育的药。也正是那一天，他才明白自己的这一番死里逃生给他造成了多大的阴影。阿紫，某一日的清晨，程烨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儿子。他回眸看他，对上了那双略显温柔又有些坚定的眼睛。程烨看着那团软乎乎的婴孩，薄唇抿起，瞳孔深处似乎做了什么决定。他以后就叫程昱，日以玉乎昼，月以玉乎夜，日后便是你我父子二人共同保护你的母亲了。后来冉子见他虽依旧对小程昱爱答不理，却也会偶尔多看几眼，被发觉之后又迅速否认，但他也不拆穿他。再后来，小程昱会走路了，程烨突然对他神神叨叨了起来，甚至开始天不亮就将他往教场上带。然子，他想他得找他谈谈。于是，在某一次天还未亮的清晨，冉子睁眼，果然见身边的小程昱不见了。他压着怒火过去，却发现程烨并不在教场。他又寻了许久，才在那河边找到了一大一小的身影。小程昱趴在魁月的背上流着口水，程烨嘴里叼着草，蹲在旁边紧蹙着眉头，时不时用手扶一下快要滑下去的他。这玩意儿真的太软了，程烨想。你要快点长大，知道吗？他说着，回应他的是几声阿巴阿巴。你爹我像你这么大年纪，再过几年都能射弹弓了，你还缠着你娘，简直没有半分男子气概。小程昱眨眼吸溜口水，阿巴阿巴。程烨眉头拧得更紧了，他忽然有些落寞，吐掉草地咒了一声，老子只是想和你娘睡，烦死了。阿叶，女子的声音顺着清风徐来，程烨身体一僵，蓦然回首，便看到那一抹倩影在不远处含笑望着他们。冉子忍着笑走过来，然后坐到他身侧，靠到他的肩上。委屈你了。他蹭了蹭他，男人的轻哼在头顶响起，他终是忍不住笑出了声。阿紫，啊，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把这小兔崽子送到义父那去。说着，他一把翻身将他压倒身下的草地上，他抬眸对上了他灼热的视线。孩子还在，让他回去。说罢，在冉子惊恐的神情下，他看到魁月带着小程昱向回跑去，而在接近丛林之时，一抹黑影瞬间划过。他瞪大双眼，刚刚那个好像是漠北。专心一点。深吻堵上了他的唇，感受到男人这些为了同他一起的小动作，冉子心底失笑，最终搂上他的脖颈与他回应。迷离之时，遥远地平线上第一缕晨光炸破天际，那扬起的脖颈在光晕之下映出一弯绝美的弧度。他看着他，眼底尽是朝阳的温柔。我的阿紫，你的。暗夜终将离去，幸而余生是你。晚安。